老祖，大事不好了！少主他陨落了！一声惊叫打破了青山宗山巅的宁静。幽深寂静的大殿之内，盘踞于9龙沉香木宝座之上的陆清玄，眼皮缓缓睁开。大殿宏伟至极，足以容纳1000人。地面由完整的云梦青玉铺就，温润的灵光氤氲升腾。108根紫金楠木雕龙画凤的巨柱直抵穹顶，其上篆刻着玄奥的阵纹，无时无刻不在吞吐着天地灵气，维系着整座青山主峰的护山大阵。空气中灵气凝练如液，寻常修士在此呼吸一口，都足以抵得上数月苦修。这便是南岭离州第一宗门青山宗的底蕴。而此刻，这足以让任何修士心生敬畏的殿堂之内，气氛却压抑得令人窒息。大殿中央，一道倩影正跪伏在地，瑟瑟发抖。那是一名绝色女子，身着一袭月白色的流云仙裙，本应是仙气飘飘，此刻却沾染了尘土与血迹，显得狼狈不堪。3000青丝如瀑，有几缕被冷汗浸湿，凌乱地贴在光洁的额头与雪白的颈项上。她低垂着头，香肩不住地颤抖。正是楚家的天之娇女楚离。她生得极美，纵然此刻梨花带雨，面无血色，依旧难掩其倾城之姿。柳叶眉，琼鼻樱唇，每一处都仿佛是上天最精心的雕琢。只是那双本该灵动澄澈的眸子里，此刻盈满了恐惧与慌乱。老祖饶命！陆云他不是我害死的。我们从叶家退婚回来，路上突然冲出来一个黑衣人，他太强了，我根本看不清他的修为，他只用了一招就把陆云给……楚离哽咽着，只能将头重重地磕在冰冷的玉石地板上，求老祖明察。此事与楚离与楚家绝无半点干系啊！大殿之上，陆清玄端坐于宗主宝座，面无表情，深邃的眼眸古井无波，只是静静地看着下方跪伏的女子，一言不发。他这副平静冷漠的神情落在楚离眼中，却成了风暴来临前最可怕的宁静。这偌大的黎州，谁不知道他清玄老祖是最宠儿子的？尤其在其伴侣去世后，对儿子更是宠爱有加。就连3大魔宗都不敢招惹陆云，何况是他们楚家一个2等家族。豆大的汗珠从楚离额角滑落，沿着完美的下颌线滴落在地，阴开一小片湿痕。然而无人知晓，这位威震南岭的化神老祖同样震惊着。我穿越了！就在方才睁眼的一瞬间，一股庞杂的记忆洪流涌入他的脑海。他不再是那个在出租屋里通宵看小说的社畜，而是变成了玄天大陆南岭离州青山宗的唯一老祖陆清玄，一个活了近1000载、修为真智化神境的顶尖大能。更让他感到头皮发麻的是，这个世界他无比熟悉，焚天万域，这不正是他穿越前正在追看的一本爆火玄幻爽文吗？而陆清玄在书中的身份，则是连带着整个宗门都被踏平的中期大反派。他那个刚刚被确认死亡的便宜儿子陆云，则是标准的反派炮灰模板，仗着老爹的权势嚣张跋扈，看不起曾经是天才如今沦为废柴的主角叶凡。上门退婚羞辱，最后在回来的时候被柳梦瑶的护道人杀死，成了主角崛起的第一块垫脚石。而此刻跪在下面哭得楚楚可怜的这位楚离，原书女主之一，见未婚夫叶凡从天才变废柴，便果断上门退婚，后来被叶凡强势崛起后的风姿所折服，重新死心塌地爱上叶凡，最终甚至为了帮助叶凡收服一种强大的异火而香消玉殒，赚足了读者的眼泪。好家伙，我这是什么地狱开局？陆清玄心中疯狂吐槽，刚穿越过来喜提化神老祖身份，结果儿子就没了，还是为了退婚主角的女人死的。这剧情简直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按照原书剧情，接下来他这个护短的老祖会勃然大怒，然后当他想要报仇的时候，却被来自中州的柳家警告，最后憋屈忍受丧子之痛。而叶凡则会开启他的逆袭之路，一路上奇遇不断，美女投怀，最终回到青山宗报退婚之仇，并把他这个化神老祖踩在脚下。不行，这剧本得改改。陆清玄心念电转，就在这时，一道机械音突兀地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天命之子叶凡已正式踏上逆天之路，其核心剧情人物楚离可强取豪夺，符合系统激活条件。反派强取豪夺系统正式激活，本系统致力于帮助宿主截胡天命之子的一切机缘，掠夺其气运，将其彻底踩在脚下，最终取天命而代之。陆清玄的呼吸微微一滞，系统，我的金手指到账了。叮！反派巧取豪夺系统绑定成功，正在为宿主生成属性面板。一道淡蓝色的光幕出现，宿主陆清玄，境界化神1层，根骨极品，血脉体质凡体，功法清源剑诀天阶下品，残缺青莲剑法神魂刺，神通虚空挪移。大殿之内，
每一息对楚离而言都像是被架在火上炙烤，是无尽的煎熬。那来自宝座之上的目光，如同两柄无形的天剑，悬在他的头顶，随时可能落下，将他连同整个楚家都斩得粉碎。就在楚离几乎要被这沉重的压力压垮，精神即将崩溃的刹那，一声冷哼，如同9天惊雷，在他耳畔炸响。哼！声音不高，却带着化神老祖特有的威压，仿佛言出法随，让整个大殿的空气都为之一凝。楚离娇躯猛地一颤，整个人几乎要瘫软在地。他用尽全身力气，才勉强维持着贵妇的姿势，额头死死地抵着冰冷的地面，不敢抬起分毫。楚离，陆清玄的声音缓缓响起：“你可知罪？”汗水已经浸透了他的后背月白色的仙裙，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曼妙而又脆弱的曲线。在化神老祖的绝对威压面前，任何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赌一个能让楚家活下去的机会。数息之后，楚离颤抖地说道：“楚离，知罪。陆云因我而死，无论那黑衣人是谁，起因皆在楚离。楚离未能护他周全，视为一罪；明知此行凶险，却未曾劝阻，让他身陷险境，视为2罪；事后无力为他报仇，只能苟活于世，视为3罪。楚离罪该万死。”说完，他便不再言语，只是将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由座上之人裁决。大殿之上，陆清玄的眉梢轻轻一挑，他倒是没想到，这个在原著中显得有些恋爱脑的女主，竟还有这般机智。既然知罪，陆清玄的声音听不出喜怒。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处置你？楚离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那张梨花带雨的绝美脸庞上写满了恳切与卑微。楚离一介女流，性命微不足道，死不足惜，但此事皆因我一人而起，求老祖开恩，莫要迁怒于楚家。楚离愿为老祖做牛做马，为陆云守灵终生，只求老祖能饶恕楚家上下数百口性命。只要老祖能息怒，楚离愿付出一切代价作为补偿。补偿？陆清玄终于从宝座上缓缓站起身，一袭青色云纹道袍无风自动，缓步走下台阶，一步一步，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他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个匍匐在地的绝色女子。你以及你背后的楚家，拿什么来补偿本座的丧子之痛？楚离浑身冰凉，他能给的，楚家能给的，在这位屹立于南岭之巅的化神老祖眼中，恐怕都与尘埃无异。就在他彻底陷入绝望之际，陆清玄的嘴角却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不过，你的提议倒让本座有了一点兴趣。我陆清玄并非不讲道理之人，既然你害死我一儿，就要为我再生一子。根骨、下品、中品、上品、极品、灵品、王品、神品、圣品、仙品。血脉体质：凡体、灵体、王体、神体、圣体、仙体。境界：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下界。虚神、真神、天神、道神、准圣、圣人、圣人王、准至尊、至尊、小至尊、大至尊、无上玄尊、准帝、大帝、仙帝、上界。楚离整个人都懵了，跪伏在原地一动不动。什么？再生一个儿子？这个念头荒诞的让他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陆清玄是谁？青山宗化神老祖，南岭修仙界活着的传奇，屹立于云端之上，俯瞰众生臣服的神明。在整个南岭的传闻中，这位老祖一心向道，清心寡欲到了极致。唯一的道侣早在数百年前便已作化，此后数百年，他的洞府之中，莫说在天女眷，便是一只母的灵兽，都未曾有过多少名门仙子。绝代佳人想方设法欲入老祖法眼，最终都不过是痴心妄想。他就像一块万载玄冰，不染尘埃，不沾因果。可今天，这块万载玄冰竟然对自己提出了这种要求。楚离的心在一瞬间乱了，无数念头如电光火石般闪过。这是羞辱，是试探，还是某种他无法理解的惩罚？他下意识地用眼角的余光极其隐晦地向上瞥了一眼。宝座之下的陆清玄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岁月似乎并未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唯有那双深邃如星海的眼眸沉淀着千年的沧桑与漠然，并非世俗想象中那种垂垂老矣的腐朽老怪，反而通体萦绕着一股超然物外的仙风道骨。更何况他还是化神，跺一跺脚，整个南岭都要震3震的无上存在。若是换了南岭任何一个女修，能得到化神老祖的垂青，哪怕是没有任何名分，恐怕都会欣喜若狂，视作一步登天的无上机缘。可楚离却依旧不愿地继续低垂着眼眉。他从小自诩天赋不凡，未来要寻的道侣也该是与他年岁相仿，才情相当，能携手并进，共证大道的人中龙凤。陆清玄太强，太老，也太遥远。做他的女人，
与做他笼中的金丝雀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他可曾说过要给自己名分，怕不是事后便弃如敝履，沦为整个修仙界的笑柄。他的骄傲，他的自尊，让他无法接受这种如同货物般的安排。仅是片刻的沉默与犹豫，陆清玄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看来你是不愿意了。楚离心头一紧，强烈的危机感让他瞬间回神，连忙开口：老祖，楚离不敢，只是此事太过突然，楚离。然而陆清玄已经没有了耐心。哼！陆清玄一挥衣袖，一股恐怖力量瞬间降临。砰！楚离娇弱的身躯便被狠狠地轰飞出去，脊背重重地撞在数十丈外一根盘龙玉柱上，再无力地滑落在地。噗！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身前洁白的月色长裙。楚离只觉得五脏六腑都错了位，剧痛几乎要将他的神智吞没。这还是陆清玄留了力，否则此刻的他早已化作一捧血雾，尸骨无存。楚离趴在冰冷的地面上，眼前阵阵发黑，耳边嗡嗡作响，脚步声不疾不徐地响起。陆清玄缓步走到他的面前，青色的云纹道袍下摆。我再说一遍，刚刚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与你商量。你，陆清玄的语气微微一顿，乖乖听话，好处少不了你的。你的家族依旧是黎州的楚家，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但你若是不听话，夫人，你也不想楚家出什么事吧？楚家这2个字是楚离从小到大背负的荣耀，也是此刻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想起了父亲那张总是带着期盼与严肃的脸，不止一次地告诉他：离儿，你是我们楚家百年不遇的麒麟女，整个家族的未来都系于你一身。想起了母亲温柔的叮咛，为他梳理长发时眼中的希冀。我的离儿定能觅得良缘，成为人上之人，让我们楚家也跟着沾光，在黎州真正的站稳脚跟。他们将最好的资源、最深的厚望全部倾注在了他的身上，他也一直以此为傲，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将楚家带上一个新的高度。可现在，这份责任、这份荣耀却成了套在他脖子上的项圈锁链。许久，楚离用尽全身力气撑起微微颤抖的上半身，额头重新抵住冰冷的地面，发髻散乱，狼狈不堪。楚离，尊老祖法旨。陆清玄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中没有半分怜悯。很好，本座喜欢听话的女人，去侧殿沐浴更衣，洗干净了再回来，别让本座等太久。是。楚离低声应下，不敢有任何异议。他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可伤势太重，试了几次都无力地摔了回去。陆清玄屈指一弹，一道温和的灵力飞出，没入楚离体内。那股几乎要将他撕裂的剧痛瞬间消散了大半，五脏六腑的错位感也被一股暖流抚平，让他恢复了些许力气。这便是化神的手段，予取予夺，皆在一念之间。楚离不敢再有丝毫耽搁，拖着虚软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走向侧殿。就在楚离的身影消失在殿门后的那一刻，陆清玄的脑海中一道机械音响起，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强取豪夺天命之女楚离，扭转其命运轨迹，恭喜宿主获得奖励阴阳混沌圣体。陆清玄瞳孔骤然一缩，阴阳混沌圣体，这可不是什么凡俗的灵体、王体，而是只存在于上古神话中的无上圣体。传闻中，此乃大道本源显化，宇宙初开时才可能诞生的最强体质之一。双修圣体，与道相合，万法不侵，修炼任何功法都毫无瓶颈，速度是寻常天才的1000倍万倍。天地灵气会主动亲和，灌入体内，躺着不动修为都能暴涨。混沌之气可化解世间一切能量，阴阳二力可逆转乾坤，同阶之内堪称无敌，越阶挑战如家常便饭。更重要的是，这具身体是完完全全根据他的灵魂本源塑造的，与他100%契合。这具穿越而来的身体终究是别人的，虽然能用，但总归隔了一层。陆清玄心中波澜起伏，如今总算能有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身体了。系统立刻领取奖励，重塑圣体。陆清玄下令，指令确认。阴阳混沌圣体开始发放，将对宿主进行脱胎换骨式重塑，预计过程会产生巨大能量波动，请宿主做好准备。轰隆！几乎在系统提示音落下的瞬间，陆清玄的身体内部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力量骤然爆发。陆清玄快速盘膝坐下，神念一动，整个大殿包括青山宗的大阵瞬间被催发到了极致，一层又一层的光幕将主殿笼罩，隔绝了内外的一切气息。下一刻，陆清玄的肉身开始道化，皮肤寸寸消融，化作最精纯的光点，血肉、经脉、骨骼相继分解为一缕缕蕴含着阴阳二气的本源，在原地汇聚成一团灰蒙蒙的混沌气旋。气旋之中隐约可见一尊虚幻的元神，正是陆清玄的灵魂本源。紧接着，天地间的灵气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引动，化
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巨大龙卷，倒灌入青山宗的祖脉深处，再通过祖脉源源不断地涌入主殿。整个青山宗的护山大阵都在嗡嗡作响，无数弟子惊骇地发现，周遭的灵气浓度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下降。怎么回事？我刚才还在突破筑基，现在灵气怎么稀薄成这样？不对，你们快看祖脉的方向！有眼尖的弟子指向后山祖脉，只见那里原本氤氲缭绕的灵雾正在急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肉眼可见的巨大灵气漩涡，疯狂地朝着主殿方向汇聚。天哪，这是什么级别的突破？连祖脉都被抽干了，肯定是老祖。除了老祖，还有谁能造成这种动静？老祖这是要突破了吗？外门弟子们激动的脸色通红，内门弟子更是跪地叩首，山呼万岁。就连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长老们，此刻也是满脸激动，纷纷朝着主殿的方向行礼，恭贺老祖神功大成。青山宗万年基业，今日终于要重现辉煌了。青山宗虽然名为正道五宗之一，但实际上一直是垫底的存在。现在好了，老祖一旦突破，青山宗立刻就能跻身正道前列，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而在侧殿中，刚刚褪下血衣准备沐浴的楚离，感受到这股恐怖的灵气波动，娇躯一颤，险些站立不稳。这就是化神老祖的实力吗？仅仅是修炼就能引动如此天象？楚离咬着唇瓣，心中的敬畏更深了几分。而在主殿之内，那团混沌气旋的中央，一具全新的躯体正在光与暗的交织中缓缓凝聚成型。先是玉石般晶莹剔透的骨架，上面烙印着天然的金色道纹，宛如天道神功。随后是淡金色的经脉，如蛛网般蔓延开来，每一条都比之前坚韧宽阔100倍，奔流的不再是化神期所用的神元，而是更加本源的混沌之气。紧接着血肉衍生，肌肤重构，新生的皮肤光洁如神玉，五官在原有的基础上被精雕细琢，变得更加完美，俊朗的不似凡人，少了几分岁月的沧桑，多了几分超然物外的神性。一头长发无风自动，双瞳为黑白二色，左眼为深邃的墨黑，右眼为耀眼的银白，黑白二色在他身后交织流转，仿佛演化着太极阴阳的无上之理。当最后一缕光芒敛入体内，陆清玄缓缓睁开了双眼。轰！一股远超从前的恐怖气势从他体内席卷而出，瞬间充斥了整个大殿。原本化神一层顶峰的修为，在圣体铸就的那一刻，势不可挡的一路高歌猛进。化神2层，化神3层，化神4层，直到化神5层顶峰，距离6层也仅有一步之遥时，这股暴涨的势头才缓缓平息下来。大殿之内，神息渐敛，万法归寂。化神5层顶峰，仅仅是重塑圣体带来的附赠品，就让他连破4重小境界。这要是再主动修炼起来，速度又该是何等恐怖！陆清玄缓缓站起身，轻轻一握拳，咔嚓，身前的空间竟浮现出几道漆黑的裂缝。这就是阴阳混沌圣体的力量吗？陆清玄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感受着体内那股生生不息的混沌之力，眼中闪过一丝炽热。这感觉太美妙了。咚咚咚，3声轻微至极的叩门声。进来。随着陆清玄话音落下，一道纤柔的身影正垂首立于门外，月白色的光华倾泻在他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轮廓。楚离来了。刚刚沐浴过后，一头鸦羽般的青丝半湿，还带着氤氲的水汽，几缕不听话的发丝粘在雪白修长的脖颈与精致的锁骨上，平添了几分慵懒的妩媚。身上穿着的并非之前那件染血的衣裙，而是一袭极为单薄的月白色丝质寝裙。或许是仓促之间寻来的衣物，料子薄得近乎透明，在殿内明暗交织的光线下，能清晰地看到内里玲珑起伏的曼妙曲线。水汽蒸腾下，她本就胜雪的肌肤此刻更是白里透红，仿佛上好的羊脂美玉浸润了胭脂，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那张仙姿玉貌的脸庞上还带着未曾完全褪去的红晕，身上更是散发出一股极好闻的香气，不是任何花香或脂粉香，而是一种混合了女儿家体香与某种清新草药的干净味道，像是雨后初晴的山谷，清新而纯粹。她就那样站在那里，微垂着头，双手无措地绞着衣角。陆清玄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不得不承认，不愧是女主，这品相堪称绝顶。请老祖怜惜。楚离低眉羞涩地说道。一股柔和力量瞬间包裹了楚离的身体。啊！楚离一声短促的惊呼，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飞了起来。下一瞬，温热坚实的触感传来，他跌入了一个怀抱，一个宽阔、温暖、充满力量感的怀抱。楚离的脸颊正好贴在陆清玄的胸膛上，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他能清晰地听到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声，咚咚咚。夫人，陆清玄戏谑地开口，你来得正好，本座刚刚神功大成，境界尚需巩固。夫人，我要你助我修行。日月轮转，不知晨昏。3天3夜，大殿之内，
楚离眼角眉梢，那股子清冷破碎感被一抹慵懒的魅意所取代，雾蒙蒙的，勾魂夺魄。视线中，陆清玄迅速盘膝而坐，双目闭合的瞬间，整个人的气息便从方才的霸道转为了一种古井无波的深沉。楚离有些发怔，终于结束了，心中涌起一丝难以言喻的失落，但更多的是好奇。刚刚结束那般耗费心神的修行，他为何又如此急切地开始打坐？难道连片刻的歇息都不需要吗？嗡！以陆清玄为中心，一股无形的吸力猛然爆发，大殿内的天地灵气瞬间沸腾，疯狂地朝着他的身体里倒灌而去。楚离惊骇地发现自己体内一股精纯至极的属于他本源的元阴之力，正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法则之力隔空牵引，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粉色霞光，不受控制地溢散而出，融入了陆清玄的体内。这是什么功法？竟能如此霸道地掠夺？不等他想明白，陆清玄的身后黑白双鱼图再次显现，只是这一次他们旋转的速度快得超出了常理。那道被抽离的粉色霞光一入黑白双鱼图，便被瞬间分解，最后化作最本源的混沌之气，尽数归于陆清玄的丹田气海。体内那片混沌气海开始剧烈翻涌，原本稳固在化神5层巅峰的境界壁垒，在这股新生的能量冲击下，连一丝像样的抵抗都没能做出。咔嚓，瓶颈破了！轰隆，化神6层！楚离整个人都傻了，他红唇微张，美眸圆瞪，呆呆地看着那个盘坐的身影，大脑一片空白。这就突破了。化神的每一次突破，对于任何一位黎州老祖而言，都是一道需要辅以无数天才地宝，耗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的苦修。可他竟然难到一个让他脸颊滚烫、心跳加速的荒谬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然而陆清玄的气息在突破到化神6层之后，非但没有平息，反而继续向上攀升。化神6层巅峰？不会吧？楚离微张朱唇，目瞪口呆地看着。轰！比之前更加猛烈10倍的气息在陆清玄的体内溢散。化神7层，而且气息还在一路高歌猛进，直到化神7层彻底稳固，才终于有了停歇的迹象。整个大殿灵气激荡形成的狂风渐渐平息，神息内敛，万法归寂。陆清玄缓缓睁开双眼，嘴角不禁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不愧是天命女主的元婴，再配上这阴阳混沌圣体，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修行作弊器。仅仅是3天修炼，就让他的修为从化神5层巅峰一路飙升到了化神7层，连破2层境界。这种修炼速度要是传出去，恐怕整个黎州都会为之疯狂。陆清玄抬起眼，瞟到了那个已经彻底呆滞楚离身上。此刻的楚离脑子里只剩下一片浆糊。怪物，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回想起自己当初为了从炼气期突破到筑基是如何废寝忘食的苦修了整整1年，期间还耗费了家族提供的大量丹药，成功之后又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可眼前这个男人3天，仅仅3天，就完成了别人几百年都无法企及的跨越。这种对比让他生不出任何嫉妒之心，同时一股混杂着恐惧与崇拜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什么叶凡，什么30年河东，在这样的绝对伟力面前，叶凡那点可笑的潜力连尘埃都算不上。楚离挣扎起身，赤着双足，一步步走到陆清玄面前，然后以一种近乎于朝圣的姿态盈盈跪倒，微垂着头，鸦羽般的长发遮住了他此刻狂热而迷乱的表情，只露出一截雪白优美的脖颈。老祖，神威盖世。陆清玄看着跪在自己身前的绝色尤物，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他伸出手，用指尖轻轻勾起楚离的下巴，与自己对视。都这个时候了，还叫老祖？楚离的身体猛地一颤，那双氤氲着水汽的眸子先是闪过一丝迷茫，随即脸颊瞬间被一层动人的绯红所覆盖。老爷！陆清玄发出一阵满意畅快的笑声。刚刚突破，境界上有些虚浮，还需巩固一番。就在陆清玄准备继续他们未完的修行时，咚咚咚，楚离猛地一颤，几乎是本能地抓过散落在地上的寝裙，手忙脚乱地想要遮住自己的身体。有人，外面有人。陆清玄微微皱了下眉，动作停顿下来，脸上闪过一丝被打扰的不悦。在这青山宗，敢于敲门的必然是得了他许可的核心之人。心念一动，磅礴如海的神识便无声无息地穿透了殿门。洞府之外，一道身着月白色宗主长袍的倩影静静伫立。是他。陆清玄眉毛一挑，有些意外。苏清言，他座下唯一的亲传弟子，也是如今青山宗的宗主。进来吧。陆清玄一挥手，由万年玄铁铸造，刻满繁复阵纹的殿门无声地向两侧划开，一道清冷如月的身影逆着天光缓缓步入。来人身着一袭月白色宗主云纹长袍，袍角绣着青莲暗纹，
身姿高挑婀娜，肩若削成，腰如约素，行走间步步生莲，仪态万方。一张标准的古典鹅蛋脸，雪肤花貌，眉如远山寒带，眼似秋水横波，高挺的鼻梁下是色泽淡雅的灵唇。一头乌黑如瀑的青丝，仅用一支看起来略显朴素的青玉莲花簪挽起，那簪子质地普通，与她通身仙气格格不入，却被佩戴在最显眼的位置，正是青山宗主领月仙子苏青言。她刚一进殿，目光便精准地落在了大殿中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她的师尊陆清玄。陆清玄盘膝而坐，气息虽已内敛，但那突破后上未完全消散的道韵依旧充斥着整个空间。师尊又变强了。苏青言心中一喜，但下一瞬目光便凝固了。在师尊的身前还站着一个女人，一个衣衫不整，发丝凌乱，脸上还带着不正常潮红的女人。那女人身上丝质的寝裙像是仓促间套上的，领口歪斜，露出一大片雪腻的肌肤，上面还残留着点点可疑的红痕。空气中除了师尊那磅礴的灵气，似乎还混杂着一丝旖旎而陌生的气息。苏青言那双清冷如霜的凤眸瞬间眯起，寒意迸射。是她，楚家的那个女人楚离，她怎么会在这里？还和师尊？如此一股怒火自心底深处升腾而起，但这种情绪只持续了一刹那，便被他强大的理智强行压下。不，绝不可能！师尊是何等人物？心如磐石，万古不动，岂会为区区女色所动？自己追随师尊300余年，从未见过他对任何女子假以辞色。那么，真相只有一个，定是这楚离不知廉耻，心怀叵测，趁着师尊为陆云师弟之死而心神不宁，道心微狭之际，使了什么狐媚手段，意图勾引师尊。对，一定是这样。师尊只是心有郁结，才给了这妖女可乘之机。一念及此，苏青言心中的怒火瞬间转化为了对陆清玄的担忧与心疼，以及对楚离毫不掩饰的杀意。楚离被这道目光一扫，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快冻住了。陆清玄目光转向惊慌失措的楚离，随手一挥，去偏殿洗漱一下，换身干净衣服。是。楚离告退。楚离如蒙大赦，仓皇离开。随着楚离的离开，苏青言脸上的寒霜褪去，重新恢复了那份清朗。他连步轻移，来到陆清玄面前3步远处，盈盈一拜：“弟子苏青言拜见师尊，恭贺师尊修为大进。起来吧。”陆清玄的语气温和了几分：“晴儿，这次外出历练可有收获？”一声晴儿让苏青言的心间都微微一颤，这是师尊为他取的名字，也是只属于他们2人之间的称呼。苏青言站直身体，那张对外人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浮现出美得惊心动魄的恬淡笑容。托师尊鸿福，弟子此次于万妖谷战场历练，偶得机缘，如今已是元婴9层巅峰。不错。陆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距离化神只差一个契机和心境的圆满。晴儿，你总是让为师很放心。这句平淡的夸奖让苏青言心中的喜悦几乎要满溢出来，眼角眉梢都染上了笑意，郑重的再次躬身多谢师尊夸奖，弟子定会更加努力，绝不辜负师尊的期望。稍作停顿，苏青言脸上的笑意敛去，换上了几分凝重与自责。师尊，关于陆云师弟被害一事，弟子已动用宗门所有力量追查，但对方行事滴水不漏，至今仍未寻到半点有用的线索，是弟子无能，请师尊责罚。看着他将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的模样，陆清玄心中一软，站起身走到苏青言面前。在苏青言略带紧张的注视下，陆清玄伸出手揉了揉他那柔顺的青丝。嗡！苏青言的身体瞬间僵住。师尊摸他的头了，这是平日里师尊对他最高的奖赏。距离上一次已然是100年前，他成功突破到元婴期时。苏青言平日里那份宗主的威严，仙子的孤高，在这一刻尽数融化。他微微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像一只被安抚的乖巧猫咪，享受着主人唯一的宠溺。此事与你无关。陆清玄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不必再查了。苏青言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错愕。师尊，为师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陆清玄收回手，语气平淡。苏青言先是一愣，随即一股凛冽的杀气从他身上冲天起。是谁？弟子这就去召集宗门所有太上长老与执法殿修士，无论对方是何方神圣，定要将其宗门上下鸡犬不留，为陆云师弟报仇雪恨。然而陆清玄却摇了摇头，不急。师尊。苏青言不解，在他看来，血债必须血偿，而且要立刻马上。晴儿，你要记住，报仇也是要挑日子的，时机未到。为师刚刚巧得机缘，连破数境，根基上有些虚浮，需闭关一段时日，将境界彻底巩固。陆清玄的目光变得深邃。师尊的话
就是最高法旨。既然师尊说时机未到，那便是时机未到。报仇之事又怎能与师尊的修行相提并论？苏清言的脸上重新露出了恭敬而喜悦的神色，真心实意的道贺。原来师尊竟是连破2境。弟子愚钝，恭贺师尊神功大进，仙途永昌。陆清玄淡淡应了一声，同时又问道：晴儿，距离世俗的过年还有几日？苏清言微微一愣，还有15日，便是阖家团圆的节日，师尊是想念师母了吗？斯人已逝，为师也终归需要放下。苏清言见师尊终于放下执念，也是一喜。难道师尊能有所突破，是心境的圆满？随即楚离已经再次洗漱完，重新站在了门口。陆清玄淡淡挥手：晴儿，退下吧，为师需要修炼了。苏清言恭敬一拜，退出门口，却见楚离已经再次走进大殿，并且快速关上了大门。15日转瞬即逝，这一日恰逢世俗凡人的除夕之夜，即便是早已断绝尘缘的青山宗，也多了几分烟火气。不少出身世俗的弟子在自己的洞府外挂上了喜庆的红灯笼，3、5好友聚在一起饮酒畅谈，也算是在这漫漫仙途中寻一份慰藉。宗主大殿外却是一片清冷。苏清言一袭白衣，静立于殿前的白玉广场上，他遥望着那扇紧闭了15日的大殿门，眸光中罕见地染上了一丝忧虑。师尊与那妖女楚离在里面已经整整15日，未曾踏出一步。他倒不担心师尊的安危，以师尊通天彻地的修为，区一个筑基期妖女，翻手便可镇压。他真正忧心的是师尊的心境。英雄难过美人关，自古有之，他害怕师尊一招不慎，会沉沦于那妖女的媚术之下，污了道心。大殿之内灵气氤氲，几近液化。楚离雪白的肌肤透着一层健康的粉色，眼波流转，媚态天成，整个人像是被雨水洗涤过的花朵，娇艳欲滴。此刻他正像一只八爪鱼般缠在陆清玄身上，语气里满是撒娇与渴求。老爷，我们再修炼1天嘛，就最后1天，好不好？他从未想过，原来修炼可以如此轻松，如此让人沉醉。仅仅15日，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境界筑基3层。从筑基1层到筑基3层，只用了短短15天。这种速度传出去，足以让整个黎州的天才都羞愧到自绝经脉。力量在体内奔涌的快感，让他痴迷，让他上瘾。陆清玄面色平淡，伸手将他从自己身上扯了下来，随手丢在一旁的软榻上。过犹不及，这15日的修炼对他巩固暴涨的境界亦有裨益，甚至已经突破到了化神8层，但也就到此为止了。陆清玄站起身，慢条斯理地将外袍穿好，周身那股磅礴的威压被重新收敛于体内，又恢复了那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楚离从软榻上爬起来，看着陆清玄的背影，好奇地问道：老爷，您这是要做什么去？陆清玄整理着袖口，头也不回：去覆灭叶家。覆灭叶家。楚离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位世人眼中光风霁月，正道魁首的青山老祖，行事手段竟是如此狠辣，一言不合便要将人满门屠尽。一瞬间，楚离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冰冷。等等，叶家当初可是自己求着陆云跟自己一起去退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也算是害死陆云的凶手之一。那师尊要灭叶家满门，自己岂不是？楚离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毫无血色，身体控制不住的轻轻颤抖起来。陆清玄察觉到楚离的惊恐，转过身，缓步走到楚离面前，轻轻捏住了他那光滑小巧的下巴。怕了。陆清玄的声音带着一丝玩味，既然你已经是我的人，自然不用担心这些，只要你听话，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力量、地位、为父都可以给你。楚离一惊，眼中的恐惧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灼热的野心与谄媚。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陆清玄恭恭敬敬的叩首：多谢老爷赏赐。楚离明白了。也就在此时，那扇厚重的殿门缓缓开启，苏清言精神一振，目光瞬间投了过去，依旧是那身熟悉的青色道袍，依旧是那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然而在苏清言的灵觉感知中，此刻的师尊却与15日前截然不同。如果说之前的师尊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渊海，那么此刻这片渊海之上已然笼罩了一整片浩瀚无垠的星空。仅仅是站在那里，便让他这位元婴9层的巅峰存在生出一种需要顶礼膜拜的冲动。师尊的修为又精进了。苏清言心中惊涛骇浪，他的视线不着痕迹地从师尊身上挪开，落在了紧随其后的楚离身上。只一眼，苏清言那双古井无波的凤眸骤然收缩。筑基3层，那妖女身上的灵力波动，虽然在师尊那如渊似海的气息衬托下，渺小的如同萤火之于皓月，但其境界却做不得假。15天，从筑基1层到筑基3层，
这个速度，苏青言的脑海中瞬间闪过自己当年修行的景象。即便是被誉为千年难遇奇才的他，在筑基初期也从未有过如此骇人听闻的境界。难道他们在这殿中15日真的只是在修炼？那股萦绕心头15日的忧虑与烦闷悄然散去了几分。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想歪了。这个念头让他脸颊微不可察地泛起一丝热意。身为弟子，揣度师尊本就是大不敬。他收敛心神，莲步轻移，走到殿前，对着陆清玄盈盈一拜，恭迎师尊出关。紧接着他又补充道：师尊，今日恰逢凡俗除夕，宗内也添了几分年节气象，不知师尊可有何安排？安排？陆清玄淡然回答：自然是有的。为鱼儿报仇的时候到了。苏青言猛地抬起头，清冷的凤眸中满是错愕与不解。为陆云师弟报仇？他当然知道，可为何偏偏是今天？除夕之夜，他瞬间明白了。除夕，阖家团圆之日。叶家上至闭关多年的老祖，下至在外游历的子弟，在这一天大概率都会返回家族共度佳节。师尊等了这么久，不是在闭关，也不是在修炼，他只是在等一个能将叶家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的最好时机，好让叶家人在最团圆、最喜庆的日子里整整齐齐的共赴黄泉。这是何等狠辣！这般行事风格与那些以生灵为刍狗的魔门巨擘又有何异？苏青言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让他一贯沉稳的道心都为之动摇。他所敬爱的师尊，那个会为他雕琢发簪的师尊，心中竟藏着如此冷酷的一面。可是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另一幅画面：300年前血泊与火海中，那个向他伸出手的人，是他将他从地狱里拉出来，给了他名字，给了他新生，给了他一个家。没有师尊，就没有苏青言。师尊的道便是他的道，师尊的意志便是他的方向。所谓的正邪，所谓的善恶，在师尊面前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如果师尊要这天变成魔域，那他便是这魔域的第一位守门人。与世界为敌，又能怎样？那丝动摇在瞬息之间便被斩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坚定的决意。苏青言再次躬身，这一次拜得更低。师尊，此等屠戮之事，焉能脏了您的手？叶家满门，晴儿愿为您代劳，保证鸡犬不留，不堕了您的威名。说罢，他缓缓直起身，那股属于领月仙子、青山宗主的滔天威势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楚离在后面看得心惊肉跳，他本以为陆清玄已经够可怕了，没想到这位平日里清冷如仙的宗主，杀心一起，竟是如此模样。这师徒二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怪物。陆清玄看着眼前这位自己一手养大的弟子，感受着他那纯粹而凛冽的杀意，眼中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再次伸出手落在了苏青言的发顶，轻轻地摸了摸。晴儿的心意为师领了。温和的触感从头顶传来，带着令人安心的气息。又被师尊摸头了，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比任何天才地宝、灵丹妙药更能让他感到满足与喜悦。陆清玄的手并未停留太久，收回手后负手而立，声音依旧平淡。不过复仇之事终归要亲自动手，才能念头通达，心无挂碍。走吧。苏青言立刻应道，语气中带着一丝雀跃。是，师尊。晴儿随时侍奉左右。陆清玄不再多言，只是随意地向前踏出一步，随即二人便消失在原地。叶家府邸坐落于天峰城中央，此刻正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朱红大门两侧高悬着数百盏绘着祥云瑞兽的鎏金灯笼，将整座府邸映照得一片喜庆。府内丝竹之声不绝于耳，欢声笑语穿过亭台楼阁，传出很远。今天是除夕，叶家作为天峰城乃至周边千里的一流修仙世家，族人遍布黎州各地，有的在险地历练，有的则在各大仙门修行。但无论身在何方，除夕之夜，只要尚在人世，都会赶回家族共度佳节。主殿之内筵开百席，琼浆玉液，灵果佳肴，琳琅满目。叶家家主叶凌天端坐于主位，他身着一袭绣着金丝云纹的紫色长袍，面色红润，不怒自威。此刻他正满面春风地接受着族中子弟的拜年。孙儿叶成祝爷爷福寿与天齐，这是孙儿在北境冰原侥幸寻得的百年冰莲，有温养神魂之效。一名剑眉星目的青年躬身献上一个玉盒。叶凌天含笑点头，好，有心了。你在北境磨砺3年，修为精进不少，根基也扎实，不错。小女子叶云祝家主爷爷仙道永昌，这是云儿亲手酿的百花灵酒，您尝尝看吗？一个娇俏的少女捧着酒壶，眨着大眼睛，语气中满是如沐之情。哈哈，还是我们云儿最贴心。叶凌天接过酒壶，轻抿一口，赞不绝口，
灵气充沛，口感绵柔，比去年的又好了几分。店内气氛热烈，其乐融融，每一个叶家族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为家族的强盛而自豪，为这团圆之夜而喜悦。就在这时，店外传来一阵沉稳而有力的脚步声，伴随着甲胄碰撞的锵锵之音。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行10余人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为首的青年身材魁梧，面容刚毅，一头短发如钢针般根根倒竖。他身披玄铁重甲，甲上血迹斑斑，刻满了刀剑的痕迹，一股凌厉的铁血煞气扑面而来，让店内喧闹的气氛为之一静。是明天大哥回来了。大哥，看清来人，店内顿时响起一片惊喜的呼声，尤其是年轻一辈看向青年的目光中充满了崇拜。来人正是叶灵天的长子，叶凡的亲哥哥，铁血佣兵团团长叶明天。叶明天常年率领佣兵团在黎州最凶险的断魂山脉中搏杀，闯下了赫赫威名。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筑基9层的高手，是叶家年轻一辈的旗帜。父亲。叶明天走到殿前，对着叶灵天单膝跪地，行了一个军中大礼，声音洪亮如钟。孩儿叶明天率铁血佣兵团兄弟回家过年。好，回来就好，快起来。叶灵天亲自上前扶起长子，重重地拍了拍他厚实的肩膀，眼中满是欣慰与骄傲。在断魂山脉那种地方，辛苦你了。叶明天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身上的煞气也收敛了几分。为家族打拼，不辛苦。他目光一扫，在人群中没有找到想见的身影，不由问道：父亲，小凡呢？提到小儿子，叶灵天的笑容淡了几分，但还是说道：他还在后山修炼，等会你过去看看他吧。叶明天何等人物，立刻察觉到气氛不对，他皱起眉头，压低声音问道：我这次回来，在路上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楚家那个丫头把和小凡的婚事给退了。他声音不大，但在场的都是修士，听得一清二楚。店内的喜庆气氛瞬间冷却下来，叶灵天脸色沉了下去。见父亲默认，叶明天勃然大怒，一拳捶在身旁的廊柱上，坚硬的铁木廊柱竟被他捶出了一个浅浅的拳印。岂有此理！他怒喝道：他楚家算个什么东西，不过一个二流世家。当年要不是他们家老头子舔着脸求上门来，哭着喊着要跟我们叶家联姻，我们会同意小凡定下这门亲事。现在看小凡修为出了问题，就敢上门退婚，欺人太甚。等过了年，我亲自带铁血佣兵团踏平他楚家，让他们知道我叶家的人不是谁都能羞辱的。这番话杀气腾腾，让在场的叶家族人无不热血上冲。大哥说得对，灭了楚家，让他们知道我们叶家的厉害。住口！一声沉喝打断了众人的叫嚣。叶灵天脸色铁青，死死盯着自己的长子。你懂什么？不要再说了。叶明天一愣，有些不服气。父亲，难道就这么算了？小凡受的委屈算了。叶灵天发出一声苦笑，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力。你以为我不想？你可知那楚离为何敢如此有恃无恐？他傍上了青山宗。青山宗这3个字如同一盆冰水从叶明天头顶浇下，让他满腔的怒火瞬间熄灭，只剩下彻骨的冰寒。青山宗，黎州正道5宗之一，真正的超级大势力，门中强者如云，据说连宗主都是一位即将步入化神的元婴巅峰修士。这样的庞然大物，别说一个叶家，就是10个叶家，在对方面前也如蝼蚁一般，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叶明天嘴唇翕动了几下，才艰难地开口：怎么会和青山宗扯上关系？何止是扯上关系？叶灵天脸上的忧色更重了，他甚至已经傍上了青山宗的少主，此次退婚他也是一同跟来。更要命的是，前些日子楚离退婚之后，在返回宗门的路上遭到了埋伏，护送他的青山宗老祖之子当场身亡。轰！青山宗老祖的儿子死了，还是在为楚家出头之后死的。叶明天只觉得手脚冰凉，瞬间明白了父亲的忧虑。这种节骨眼上，青山宗死了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怒火会烧向谁？楚家的仇人不就是他们叶家吗？就算不是叶家干的，也绝对脱不了干系。在那种巨擘面前，他们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叶明天额头渗出冷汗。那青山宗，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叶灵天叹了口气，事发至今已经过去15日了。不过好在这15日里，青山宗没有任何异动，他们应该是查明了真相，不会迁怒于我们。毕竟青山宗也是名门正道，所以我才敢让你们这些在外的族人都回来过年。叶明天沉默了，眉头紧锁成一个川字。店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再无半分年节的喜气。看着众人惶惶不安的模样，叶灵天强行振作精神，摆了摆手：好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扫兴的事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天塌下来
由我这个家主顶着。他话锋一转，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明天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弟弟叶凡，他的天赋恢复了。什么？叶明天猛地抬起头，满脸的震惊，声音都有些颤抖。父亲，您说的是真的？小凡他千真万确。叶凌天欣慰的点头。就在前几日，他不仅恢复了天赋，甚至比之前更加精进。或许这便是天意，是上天对我叶家的补偿。短暂的震惊之后，叶明天一扫之前的阴霾，激动的虎目含泪。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我弟弟不是废物，他一定能重新站起来的。这个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原本死气沉沉的大殿重新焕发了一丝生机。是啊，少主的天赋回来了，叶家的未来又有希望了。至于青山宗的威胁，似乎也被这份喜悦冲淡了些许。府邸上空，两道身影悄然浮现。陆清玄负手而立，俯瞰着下方灯火辉煌、喜气洋洋的叶家，眼神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在看一群死物。真是热闹啊！话音未落，陆清玄淡漠的目光扫过下方，随手一挥，嗡！叶家府邸上空，一道无形的壁障如倒扣的巨碗，瞬间笼罩而下，将所有的灯火、喧嚣与喜悦尽数封死在内。府内原本还在推杯换盏的叶家族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下一刻，极致的恐慌爆发了。怎么回事？好强的灵气波动，难道是王家趁机攻打过来了？天，那是什么？大殿内，刚刚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叶凌天与叶明天，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那股从天而降的威压，浩瀚如渊海，让他们连站立都变得无比艰难。父亲，叶明天惊骇地看向叶凌天。叶凌天没有回答，快步走出大殿，死死地盯着府邸上空，瞳孔缩成了针尖。两道身影，一男一女，静静悬浮，如同俯瞰尘世的神明。那女子白衣胜雪，容颜绝世，清冷的气质宛若9天之上的寒月。叶凌天只看了一眼，便如遭雷击，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他认得那张脸，那是他曾在黎州万宗会盟的画卷上见过无数次的脸。领月仙子苏青言，青山宗宗主，黎州最年轻的元婴大修士。既然连宗主都来了，那他身旁那位气息渊深如海，让人看一眼就神魂欲裂的男子，身份已然呼之欲出。青山宗老祖陆清玄，化神境大能。扑通！叶凌天瞬间意识到什么，双膝重重跪倒在地，朝着天空颤声高呼：叶家家主叶凌天，不知老祖宗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恭迎青山老祖，恭迎领月仙子。府邸上空，陆清玄的目光没有丝毫波动，看着下方贵妇的身影，淡然地说道：不必多礼，本座只是恰好路过，看到叶家张灯结彩，人丁兴旺，一派阖家团圆的景象，特来道贺。他顿了顿，语气平淡地补充道：毕竟能把人聚得这么齐，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番话如腊月的寒风，瞬间吹散了叶凌天心中最后一丝侥幸。阖家团圆，聚得齐，这是要将叶家一网打尽。叶凌天头颅深埋，额头紧紧贴着冰冷的地面，声音里带着哭腔：老祖明鉴，老祖之子在黎州不幸陨落，我叶家上下无不为之悲痛，但我叶家对天发誓，此事与我等绝无半分干系。我叶家一向尊崇青山宗，绝不敢，也绝没有胆子冒犯天威啊！陆清玄不置可否，只是侧过头看向身旁的苏青言。苏青言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忍，他本性善良，见不得这般景象。他向前一步，清越的声音响起：叶凌天，罪人在，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师尊愿给你们一个机会。苏青言字字清晰，交出叶凡，今日之事可止诸首恶，叶家其他人或可留得一条性命。交出叶凡，叶凌天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抹挣扎与痛苦，但那情绪只是一闪而逝。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转向身旁的叶明天，厉声喝道：明天还不快去集市，将你那惹下滔天大祸的顽劣弟弟绑来，交由老祖与宗主处置。说话间，叶凌天的眼神却死死锁住叶明天，那眼神深处没有半分责怪，只有不容置疑的决绝与催促。叶明天先是一愣，随即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痛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作为在外游历多年的佣兵团长，他怎会不明白父亲这个眼神的含义？这不是命令，是托付，这是要用他自己的命去为弟弟换一条生路。如果不走，今天叶家一个人都活不了。血泪涌上眼眶，又被他强行逼了回去。叶明天重重的叩首，声音嘶哑而沉重：是父亲，孩儿这就去。他猛地起身，转身就要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后院。然而他刚一动，陆清玄那带着一丝嘲弄的笑声便响了起来：晴儿，
看到了吗？他对着苏青言，语气却像是说给整个叶家听。为师早就说过，人性本劣，顽劣不堪。你给他们机会，他们想的也不是承担罪责，而是如何逃避。苏青言微微躬身，神色恭敬。是师尊教诲的事，弟子受教了。轰！这师徒间轻描淡写的对话，却如9天神雷，在叶灵天脑中轰然炸响。他瞬间明白了，从始至终，陆清玄就没打算放过叶家任何一个人。所谓的机会，不过是这位化神老祖用来教育自己心软徒弟的一场戏，何其残忍，何其轻蔑！巨大的羞辱与绝望化作了滔天的怒火。叶灵天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贵妇的脊梁一寸寸挺直，他脸上的恐惧和哀求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燃烧着生命的疯狂与决然。轰！金丹9层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冲天而起，吹得他须发狂舞，衣袍猎猎作响。他双目赤红，死死盯着天空中那道淡漠的身影，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原来在化神老祖眼中，我叶家满门不过事儿等随意戏耍的蝼蚁。既然横竖都是一死，那我叶灵天今日便来会会你这位青山老祖，看看离州绝顶究竟是何等风采。这绝死般的怒吼点燃了所有叶家子弟心中的血性，跟他们拼了！我叶家没有孬种，叶家死战！一声声怒吼汇聚成洪流，冲破了那无形的威压，响彻云霄。恐惧已然不在，只剩下被逼入绝境的悍不畏死。叶家死战！面对这满门绝死的怒吼，陆清玄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他没有看那气势滔天、状若疯魔的叶灵天，而是再次侧手望向身旁的苏青言，温和地询问道：“晴儿，可曾见过一种从天而降的掌法？”苏青言微微一愣，他尚未来得及思索师尊话中深意，便见陆清玄那只一直负于身后的右手随意地抬起，对着下方那沸腾的叶家府邸轻轻一掌按下。就是这么一个轻描淡写的动作，刹那间风停了，云散了，整个天地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抬起了头，只见那蔚蓝的天幕不知何时已被一片巨大的阴影所笼罩，那阴影的轮廓分明是一只手掌，它遮蔽了苍穹，取代了日光，掌心的纹路清晰得如同山川和月。那巨掌尚未落下，其携带的无上威压已然让空间都开始扭曲。叶家府邸中那些精美的亭台楼阁，在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冲击的情况下，便开始自行瓦解，梁木化作齑粉，砖瓦归于虚无。一些年轻的叶家子弟刚刚燃起的血性瞬间被淹没，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裤裆处传来阵阵骚臭。就连那些修为高深的长老，此刻也是面无人色。就在这人心即将崩溃的瞬间，叶灵天那燃烧着生命的咆哮再次炸响：“叶家上下，听我号令，助我！”恐慌的众人像是找到了主心骨，绝望的眼神中重新燃起了光。是啊，横竖都是一死，与其跪着被碾成粉末，不如站着化为灰烬。老祖宗，我这条命是叶家给的，现在还给你！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老怒吼一声，第一个将体内的金丹之力毫无保留地引出，化作一道璀璨的光柱，冲天而起，融入叶灵天的体内。父亲，孩儿愿与您共赴黄泉。叶明天双目血红，同样将毕生修为化作洪流，汇入那光柱之中。为叶家死战！为叶家死战！1个、10个、100个，上至耄耋素老，下至垂髫小儿，所有叶家血脉在这一刻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们盘膝而坐，神情决然，将自己或强或弱的灵力，将自己那微不足道的生命之火尽数奉献了出去。一道道颜色各异的光柱从叶家府邸的每一个角落升起，宛如一片倒生的绚烂森林。他们在空中交汇，最终凝成一股通天彻地的巨大光束，疯狂地灌入叶灵天的身体。大震巨！叶灵天仰天长啸，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痛苦与力量。他的身体在寸寸皲裂，又在磅礴的能量下瞬息愈合。金丹9层巅峰，瓶颈破碎。轰！一股远超金丹的恐怖威压从他身上轰然爆发，搅动风云。天地灵气倒卷而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元婴以全族性命为薪柴，以血脉大阵为熔炉，叶灵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真的强行破开了境界，踏入了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元婴之境。叶灵天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脸上却不见半点喜色，只有一片死寂的悲凉。他抬头望向那缓缓压下的灭世巨掌，将所有力量汇于双拳，发出了此生最强也是最后的一击。青山老祖，我叶家上下不惧生死。一道凝练到极致的血色拳罡，裹挟着一个家族最后的尊严与不屈，逆天上悍然迎向了那片天。然而那道被叶灵天和整个叶家寄予了全部希望的血色拳罡，在接触到巨掌的瞬间，竟没有激起一丝涟漪，
没有撼动那巨掌分毫。紧接着，巨掌落下，无声无息。整个叶家府邸，连同其中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在这一掌之下被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烟尘散尽，风声重起。曾经雕梁画栋、人声鼎沸的叶家府邸，此刻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掌印，烙印在大地之上。黎州望族，叶家就此除名。满门上下，无一人生还。天空中，苏清言清冷的眸子里再也藏不住那份震撼与惊悸。这就是化神之威，这就是师尊口中那从天而降的掌法。陆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同时神识瞬间覆盖了整个被夷为平地的叶家废墟，乃至方圆百里的每一寸土地。下一刻，他的目光精准地投向了叶家后山深处。哦，居然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叶家后山，断崖，山风如刀，刮过少年赤裸的上身，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白痕。叶凡正以一个极其古怪的姿势立于崖边，双臂大张，每一寸肌肉都紧绷到了极致。呼呼，叶凡大口喘着粗气，感觉肺部都要爆炸了。这套名为淬骨诀的炼体法门，简直不是人练的。每日寅时开始，直到日落西山，雷打不动。若非胸中憋着一股气，他早就放弃800回了。老头子，今天可是除夕，就到这儿吧。叶凡在心中默念道：我爹还在等我吃年夜饭呢，还有我哥今天也该历练回来了，我得让他瞧瞧，他弟弟我已经不再是废物了。说到最后，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藏不住的雀跃和炫耀。3年前，他从天之骄子一招沦为废人，受尽白眼，并且还被人当众退婚。悲伤之时，在后山被野狗追赶，慌不择路滚下山坡时，无意间用血激活了手上这枚平平无奇的黑铁戒指，才改变了命运。戒指里住着一个自称药圣的老怪物残魂。除夕，一个苍老而慵懒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几分戏谑：凡人过的节，与我等修道之人何干？你小子就是懒劲又犯了，想偷溜回去啃你家的零售腿吧？叶凡脸一红，嘴硬道：胡说，我这是为了孝道。对，孝道，百善孝为先，修炼也得讲究劳逸结合吗？哼，歪理邪说。戒指里的声音轻哼一声，却也没再抢逼。也罢，你这半个月的苦修顶得上旁人1年，根基已稳，是该让你回去给你那眼高于顶的族人一点小小的震撼了。嘿嘿，还是您老明事理。叶凡闻言大喜，身体一松，只觉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他3两下穿好那件洗得发白的衣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兴冲冲地朝着山下家的方向跑去，脑中甚至已经想好了开场白：哥，你看，我的天赋又回来了。就在他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中，跑出山坳，视野豁然开朗的瞬间，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蔚蓝的天空被一片阴影所取代，那是一只巨掌。叶凡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恐惧，而是震撼，是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痴迷。这是何等伟力！他喃喃自语，双眼放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丈夫当如是，有朝一日，我也要拥有这样的力量。一掌，不对，那是我家。叶凡疯了一般，不顾一切地朝家的方向狂奔而去。他要回去，他要去救他们。站住，蠢货！脑海中药圣的声音第一次如此严厉。滚开！叶凡双目赤红，状若疯魔。我要回去救我爹，救我哥。回去送死吗？药圣的声音冷得像铁。你看清楚那是什么？那是化神大能的手段。别说你，就算把你那个金丹9层的父亲再升2级，在那一掌面前也和蝼蚁没什么区别。化神！叶凡的脚步踉跄了一下，但他依旧没有停下，嘶吼道：我不管什么化神，那是我家，就算是死，我也要和他们死在一起。突然，一股恐怖的威压从天上袭来。哦，我可以给你一个和他们死在一起的机会。陆清玄双手负后，戏谑般说道。叶凡感受到陆清玄恐怖的化神威压，浑身筛糠般抖个不停，牙齿咯咯作响。快跑！你这个白痴，快跑！戒指里，药圣焦急地喊道：别听他放屁，他要杀你！用你最快的速度燃烧精血，往断崖跑！快！叶凡想动，却发现身体根本不听指挥，动弹不得。叮！检测到天命之子叶凡，当前气运等级金色，警告：目标受天道垂青，气运护体，常规手段无法将其彻底抹杀，强行击杀将引来天道阻拦。建议方案：夺其机缘，破其道心，使其众叛亲离，待其气运衰败，天道摒弃之后，方可一击必杀。陆清玄却不屑地笑道：天命之子，气运护体，前世看过的那些小说套路
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反派总是因为话多，因为傲慢，因为总想玩弄主角，最后被主角抓住机会，绝地翻盘，一路逆袭，最终踩着自己的尸骨登临巅峰，何其愚蠢！天道，陆清玄在心中轻笑一声，修仙修的便是逆天之道，若凡事皆顺天而行，我还修什么仙？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什么夺取机缘，什么破其道心，都太过繁琐。趁他病，要他命，将一切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念及此，陆清玄再无半分犹豫，抬起手对着瘫倒在地的叶凡一掌拍出。虽然只是普通一掌，但在叶凡的眼中，这一掌却仿佛抽干了天地间所有的光与声，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白二色，唯有那只手掌越来越大。不，叶凡错愕地看着陆清玄，这就动手了？不应该先是放几句狠话，嘲讽我一番，说我如同蝼蚁吗？不应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嘶吼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吗？不应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靠着要胜的秘法侥幸逃脱，然后发誓他日必将百倍奉还吗？这反派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就在那毁天灭地的一掌即将印在叶凡天灵盖上的前一刹那，嗡！一道璀璨的青光凭空乍现，于电光火石之间，在叶凡身前凝聚成一道厚实的护盾。轰！掌力与护盾相撞，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狂暴的能量余波向四周席卷而去，将方圆100丈的地面又往下刮了3尺。烟尘中心，一道魁梧的身影挡在了叶凡面前，衣袂飘飘，气息沉稳。那是一个面容刚毅的中年男子，眼神锐利如鹰，此刻正一脸凝重地看着陆清玄。陆清玄的眉头机不可见地皱了一下。不是吧？他的神识早已将此地离了不知多少遍，别说一个大活人，就是一只蚂蚁都逃不过他的感知。这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陆清玄的目光落在了那中年男子腰间悬挂的一块玉牌上，玉牌通体银白，上面用古篆雕刻着一个龙飞凤舞的柳字，中州柳家。陆清玄瞬间了然，这应该就是叶凡的青梅竹马柳梦瑶的护道人了。柳梦瑶虽回了中州，却将自己的护道人留了下来，暗中保护叶凡，以免其遭遇不测。原来是中州柳家的人。陆清玄的语气听不出喜怒。护道人柳泉见陆清玄一眼便认出了自己的来历，脸上露出了一丝理所当然的傲然。中州柳家那可是传承了数万年的古老世家，底蕴深厚，族中强者如云。在整个修仙界，无论走到哪里，柳这个字都代表着一份傲然。柳泉对着陆清玄拱了拱手，姿态虽是礼节，语气中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阁下好眼力，在下柳泉，奉我家小姐之命，再次保护叶凡公子。今日之事或许有些误会，还请阁下看在我中州柳家的薄面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此结果如何？在他看来，一个化神再强也不可能轻易去得罪中州柳家这样的庞然大物。为了一个仅是炼气7层的少年赔了命，不值当。戒指里的药圣也松了一口气，急忙传音道：小子，有救了！这是中州柳家的人，看其实力，至少也是化神3层。这下稳了，就算是化神也得给柳家几分薄面。你先别说话，看他如何应对。叶凡却有些疑惑，柳家小姐，他何时认识的？然而陆清玄却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瞥了一眼柳泉。面子？你的面子很大吗？柳泉的脸色瞬间一僵，没想到对方会如此不留情面。他恶狠狠地眯起双眼，周身的气势开始缓缓攀升。阁下，当真要为了一个炼气小辈，与我中州柳家为敌？他的声音冷了下来，带着毫不掩饰的威胁。为了确保小姐在外的安全，他早已将这南岭离州的大小势力乃至叫得上名号的修士都调查了个底朝天。青山宗老祖陆清玄，化神1层，宗门底蕴尚可，但放在中州不过是2流势力。这便是他全部的情报。一个区化神1层，竟敢无视他化神3层的修为，更敢不把中州柳家放在眼里。自己先前放低姿态，不过是敬他同为化神，又是名门正派，不想在黎州这种乡下地方平白多添杀孽罢了。既然对方给脸不要脸，那就休怪自己手下无情了。今日便要让他知道中州柳家的威严，不容挑衅。敬酒不吃，柳泉杀机毕露，体内神元轰然运转，化神3层的恐怖威压如山洪海啸般，就要朝着陆清玄当头压下。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动作未起，陆清玄便早已抬起手，并拢的食指与中指轻轻往前一递，清元化蝶，双指为剑，天阶下品，清元剑诀。柳泉的感知中，一股恐怖剑意瞬间锁死了他周身100丈内的每一寸空间，无数剑意化作蝴蝶向他涌来。他引以为傲的化神3层修为竟毫无抵抗之力。不可能！你的修为，你不是化神1层吗？在你覆灭叶家之时，我还特意在远处暗中观察许久，
这怎么可能作假？柳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时的陆清玄展露出的气息，的确就是出入化神的层次，绝不可能看错的。可眼前这股力量，这股让他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的力量，别说化神3层，就是化神4层，乃至5层，都未必能及。柳泉瞳孔骤缩，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声：“我亲眼看见的！”噗！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血线从柳泉的眉心浮现，笔直的向下蔓延，穿过鼻梁、嘴唇、咽喉、胸膛，他的吼声戛然而止。下一刻，他的身体连同体内的元神都沿着那道血线顷刻间被分成了2半。陆清玄看都未看那2片尸身，指尖青芒再闪，轻轻一弹，轰！一股更为霸道的剑气爆开，柳泉那被一分为2的尸体，连同他身上所有的物件，瞬间被搅成了最原始的飞灰，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蒸发，形神俱灭。做完这一切，陆清玄才收回了手指，淡然地说道：“做人总要留一手，你不知道吗？”整个过程吐气胡落，不过1-2个呼吸的功夫。戒指里刚刚才松了一口气的药圣，此刻整个残魂都快要凝固了。跑！一道尖利到变调的嘶吼在叶凡的脑海中炸开，药圣彻底被吓破了胆。化神3层，中州柳家的护道人，就这么没了，连一招都没接下来，不，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秒杀了，连渣都没剩下。这哪是什么名门正派老祖，明明就是一尊杀神，再不跑就真的没机会了。这一刻，药圣再也顾不上什么代价，什么后果。天魔解体遁光，一股精纯到极致的灵魂力量不顾一切地从戒指中狂涌而出，瞬间包裹了叶凡的身体。叶凡只觉得浑身一震，双眼瞬间被一片血色所占据，意识陷入了短暂的空白。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弹了起来，周身血肉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蠕动着，皮肤表面浮现出无数道细密的血色裂纹。嗡！一缕缕精血从那些裂纹中喷薄而出，在空中凝聚成一道刺目的血色光华，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这是在燃烧生命，燃烧本源，以不可逆转的巨大代价换取一线生机。陆清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倒是个果断的。不过想跑，陆清玄随即就快速出手。然而只在那毫厘之间，那团血光猛地一颤，仿佛突破了某种空间的桎梏，咻的一声化作一道流光，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瞬间消失在了天际，只在原地留下了一缕淡淡的焦糊与血腥味。与此同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白光，紧随血色其后。陆清玄抬起的手停在了半空，随即又缓缓放下。晴儿，不要让为师失望！10万大山，断魂山脉。砰！一道血色流光力竭坠地，在密林间砸出一个深坑。叶凡从坑中狼狈地爬出，刚一站稳，便抑制不住地弓下身子，喉头腥甜翻涌，哇地一声喷出一大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黑血，他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脸色惨白如纸，浑身衣衫破烂，沾满了泥土与血污。还未等他喘上一口气，戒指里药圣那又惊又怒的咆哮声就在他脑海中疯狂炸响。老阴逼，这绝对是老子这辈子见过最阴的老阴逼！什么狗屁名门正派老祖，连装都不装一下，出手狠辣，关键是心机深沉的吓人。老夫要是还信他是名门正派，我就是个傻子。药圣几乎是在语无伦次的骂街，以此来宣泄那股几乎要将他残魂冲散的惊惧。他根本不是什么化神6层，要不是老夫见识仍在，估计都要被他骗了。那股剑意绝对是化神8层，而且绝不是普通的8层，是那种能越阶杀敌的怪物。一个能越阶的化神8层老怪物，偏偏要伪装成初入化神的模样，在黎州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个什么老祖？他到底在图谋什么？这老东西藏得这么深，所图绝对非小，太可怕了，太阴险了。药圣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带着一丝后怕的颤抖。小子，这次算你命大，若非老夫果断燃烧了2成本源灵魂，催动天魔解体遁光，咱们俩今天就得一起交代在那儿。你知道这代价多大吗？老夫至少要沉睡半年才能恢复元气。你小子！药圣说着说着，忽然没了声息，显然是陷入了秘法反噬后的虚弱期。叶凡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对药圣的咆哮充耳不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那原本已经稳固在炼气7层的修为，此刻如同退潮般飞速跌落，最后堪堪停在了炼气4层的地步，根基受损，前功尽弃。一股巨大的失落与不甘涌上心头，但他不敢有丝毫怨言，因为相比于那个被一指点成飞灰的柳家护道人，能活着已经是一种天大的幸运。那个男人淡然收回手指的画面，已经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快走！药圣虚弱但急切的声音再次响起，别愣着了。那老阴逼心思缜密，
谁知道他有没有后手？此地不宜久留，赶紧离开。叶凡一个机灵，强撑着酸软欲裂的身体，踉跄着就要向密林深处跑去。然而他刚迈出一步，一股极致的寒意便从颈后传来，让他全身的汗毛瞬间倒竖。他僵在原地，不敢动弹分毫。一柄薄如蝉翼、流淌着清冷辉光的长剑，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搭在了他的脖颈上。剑刃上传来的森然剑气，让叶凡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自己的脑袋就会搬家。一道清冷如月华倾泻，不含一丝一毫感情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幸好师尊让我留了一手，在远处时刻准备着，否则还真让你们这两个恶手逃了。叶凡艰难地转过头，只见身后不知何时已然俏立着一位绝色女子。她身上那股浑然天成的威压与深不可测的气息，却让他生不出任何反抗的念头。完了！叶凡心中一片冰凉。苏清言持剑的手稳如磐石，目光冷漠地扫过狼狈不堪的叶凡，心中却是一片安宁与崇拜。不愧是师尊，在自己看来，师尊亲自出手，那两个宵小已是瓮中之鳖，断无逃脱之理。可师尊却在出手前就传音给自己，让自己不必靠近，只远远坠在后方，以防万一。当时自己还觉得师尊是否太过谨慎，对付这等角色何须如此麻烦。现在看来，自己的境界终究是差得太远了。若非师尊提前布下这步闲棋，自己恐怕就要辜负师尊的信任，放跑了这两个可能会给师尊带来一丝麻烦的虫子。师尊的智慧当真如渊似海，算无一策，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想到这里，苏清言的眼神愈发柔和了一瞬，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至高存在的如沐与信赖。叶凡脑海里刚刚沉寂下去的药圣残魂，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再一次炸毛了，居然还留了一手。老子就说，他干脆改名叫陆留一手得了，这是名门正派，这心眼比蜂巢还多。还小，老子纵横中州1000年就没见过这么脏的。叶凡很想点头附议，但他不敢。喉咙上那柄薄如秋水的长剑，距离他的大动脉可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他毫不怀疑，只要自己稍有异动，甚至只是一个念头没动对，眼前这位仙子便会毫不犹豫地切下他的脑袋。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中，一道悠然的身影由远及近，不疾不徐。叶凡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白衣胜雪，风神俊朗，正是那个让他魂飞魄散的男人陆清玄。他来了。叶凡的心彻底沉入了谷底，最后一丝侥幸也化作了泡影。然而就在陆清玄出现的那一刹那，叶凡敏锐地感觉到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那柄剑似乎软了一下，那股足以冻结灵魂的森然杀意，像是被春风吹拂的冰面，悄然融化了一角。苏清言眼中瞬间只剩下最纯粹的如沐与雀跃。师尊！陆清玄闲庭信步般走到近前，目光在狼狈不堪的叶凡身上扫了一眼，随即转向苏清言，脸上露出一丝随和的笑意，再次揉了揉苏清言的发丝。晴儿做得不错。苏清言瞬间开心地忘记了天地。就在这一刻，药圣那虚弱的声音陡然变得急促：小子，快用你全部的灵力把戒指里那块在集市上买的妖皇牌子扔出去，用尽全力往天上扔，快，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妖皇令牌。叶凡的心猛地一颤，那可是他耗费了巨大代价，又在药圣的指点下好不容易才初步激活的传承药师未来崛起的最大依仗，就这么扔了？他不忍不舍不甘。别犹豫了。药圣几乎是在用残魂嘶吼，命都要没了，还抱着那破牌子当老婆吗？扔出去能引来天大的动静，把这潭水搅浑，到时候各方大能齐聚，这陆流一手就算再牛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我们才有机会浑水摸鱼，不然现在就得死。扔啊！是啊，命都没了，还要宝贝何用？叶凡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的疯狂，电光火石之间，他甚至没有去思考苏清言的剑会不会先一步斩下他的头颅。他调动其体内残存的所有灵力，一股脑地涌向空间戒指。嗡！一枚古朴沧桑、刻着狰狞兽首的黑色令牌瞬间出现在他手中。不好！苏清言凤眸一寒，手腕就要发力。然而叶凡已经将那枚妖皇令牌狠狠地抛向高空，令牌脱手而出，化作一道乌光，直冲云霄。下一刻，一股无法形容的来自远古洪荒的苍茫霸道之气，以令牌为中心轰然爆发。轰隆隆，天地震动，整个黎州的天空风云倒卷，灵气暴走。一道肉眼可见的巨大灵气漩涡在天穹之上形成，漩涡的中心，那枚小小的令牌仿佛化作了一轮黑色的太阳，绽放出无尽的妖异光芒。一道巨大的光柱从天而降，将令牌笼罩其中，贯通天地。
古老、威严、霸道的宣告声响彻在黎州每一个生灵的心底。妖皇传承现世，一瞬间，方圆数万里之内，所有修为达到一定境界的修士，全都骇然抬头望向那天地异象的中心。是上古妖皇的传承。天哪，此等机缘竟然出现在我黎州！速去，不惜一切代价！刷刷刷！几乎在异象出现的瞬间，数道强横无匹的神念便从四面八方横扫而来，紧接着一道道流光撕裂天际，以惊人的速度朝着此地赶来。每一道流光之中都蕴含着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化神，而且不止一个，足足5、6道化神大能的气息几乎同时降临。就是现在，走！药圣虚弱到极致的吼声响起，一股精纯的灵魂力量再次从戒指中涌出，包裹住叶凡。天魔解体遁光再起，叶凡只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便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拉扯着，化作一道微不可察的血影，趁着所有人的心神都被天空中的妖皇传承所吸引的瞬间，向着密林深处亡命遁去。想走，陆清玄丝毫没有犹豫，直接果断出手一点，清源闪莲，一朵由纯粹青色灵力凝聚而成的莲花悄然绽放，但脱离指尖的刹那，便无视了空间的距离，瞬间出现在了叶凡的血影后心，速度快到极致，这一击避无可避，挡无可挡。然而，就在那朵青莲即将触碰到血影的瞬间，哧啦一声撕裂声响彻虚空，叶凡遁逃的后方，顷刻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妖皇传承的入口竟然在此刻，在此地不偏不倚地开启了。而那朵足以秒杀化神大能的清源闪莲，就这么一头撞进了漆黑的裂缝之中，被混沌之气彻底吞噬。陆清玄、苏青言、叶凡则趁此机会彻底逃离成功。这……苏青言美眸圆睁，一向清冷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运气好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就好像整个天地都在帮他逃跑。师尊，此寮诡计多端，气运更是诡异，弟子现在就追进去，定要将他斩草除根。苏青言回过神来，脸上杀意重燃，便要动身启用秘法追上去。不必了，陆清玄抬手拦住了他，让他去吧。陆清玄的目光扫过天空中那几道各怀鬼胎的化神气息，又望向叶凡消失的方向，语气平淡：他会回来报仇的，我们只要等着就好了。苏青言有些不解，也有些不甘，可是师尊放任他逃离，万一……没有万一。陆清玄打断了他，轻轻摇了摇头。说实话，他确实有些无奈的想笑了，不是怕叶凡，而是怕这不讲道理的天道。刚才那一下，他已经动了真正的杀招，莫说炼气4层，就是化神4层也是触之即死。可结果呢？传承入口直接开脸上了。这要是再追过去，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万一药圣还藏着个什么合体期、大成期的生死之交，恰好就在逃亡的路上遇见，然后被叶凡一嗓子给喊出来怎么办？陆清玄越想越觉得脑仁疼，跟这种天命之子硬碰硬不是明智之举。在他那身后的离谱的气运被削弱到正常水平之前，任何看似万无一失的绝杀都可能变成给对方送温暖的快递。看着苏青言依旧有些愤愤不平的模样，陆清玄笑了笑，再次伸出手，却不是揉他的头发，而是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晴儿，这香了。有时候看似吃了亏，焉知非福。苏青言摸了摸额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师尊，弟子受教了。师尊说的话怎么可能不对呢？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强取豪夺妖皇传承，获得圣级物品4圣兽蛋白虎。天命之子叶凡身负重伤，气运下降，当前气运等级橙色。陆清玄的眼底一抹金光一闪而逝，意识沉入系统空间，一枚约莫有半人大小的白色巨蛋正静静地悬浮其中，蛋壳之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黑金色斑纹，玄奥而霸道，隐隐勾勒出一头仰天咆哮的白虎虚影，一股庚金之气的锋锐与杀伐之意，即便隔着系统空间都让人感到一阵心悸。但天空之上那5、6道撕裂空间降临的化神气息，却并未离去他们这些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哪个不是人精？自然第一时间赶了过来。结果紧赶慢赶，却看到堂堂青山老祖居然连一个炼气小辈都杀不死，纷纷沉默。就在这时，一道刺耳又张狂的笑声传来：结，陆清玄，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伴随着笑声，西边的天际被一片浓郁的血色浸染，腥风扑面，血气冲霄，一道干瘦的身影从血云中走出。来者身穿一件宽大的血色长袍，面容枯槁，眼窝深陷2点猩红的鬼火在其中跳动。他只是站在那里，周身便有无数冤魂哭嚎的虚影沉浮，
正是血魔宗3大老祖之一的血河老祖。血河老祖目光扫过下方一片狼藉的战场，最后落在陆清玄身上，毫不掩饰其讥讽之意。本座还以为是谁能闹出这么大动静，原来是你青山老祖在跟一个练气期的小娃娃玩捉迷藏。啧，追了半天，最后还让人给跑了。陆清玄闭关100年，已经老得提不动剑了。此言一出，其余几道隐匿在虚空中的神念也泛起了丝丝波动，显然都准备看好戏。见陆清玄不语，血河老祖愈发张狂，周身血气轰然爆发，化神3层的恐怖威压如山崩海啸般席卷开来，将天空的云层都染成了令人作呕的暗红色。怎么哑巴了？血河老祖枯槁的脸上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容。100年前你以化神1层尚能勉强接下本座化神2层的手段，如今本座已是化神3层，你这老匹夫是不是连与本座对视的勇气都没了？此言一出，虚空中隐藏的几道神念顿时起了剧烈的波动。东方的天际，一缕浩然正气微微荡漾，苍老的声音在神念中响起：血魔宗的功法果然霸道，100年不见，这老魔竟已突破至化神3层。若非我正道武宗联手压制，这方天地恐怕早已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这道气息来自正道武宗之一浩然书院的李山长。另一侧，一股凌厉无匹的剑意微微颤动，似有叹息。血河老魔与青山老祖乃是宿敌，争斗了近600年，大小血战不下10余场。当年陆清玄已出入化神之境，硬汉化神2层的血河虽败不乱，何等风采。可惜100年闭关似乎并未让他更进一步。天剑宗的剑祖言语中满是惋惜，先是追杀一个炼气小辈无果，又被宿敌当着整个南岭黎州顶尖强者的面如此羞辱，青山老祖的威名今日怕是要一落千丈。苏清言站在陆清玄身后，听着那污言秽语，气得俏脸发白，玉手紧紧攥着剑柄。若非师尊在此，他恐怕早已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拼命。可他抬头看去，师尊的背影依旧如山岳般沉稳。就在血河老祖的笑声攀至顶峰，准备再度开口时，你的话太多，太吵，太密了。陆清玄顷刻间并起食指与中指，对着那血云滔天的方向一挥，嗡，一朵不过巴掌大小的青色莲花凭空出现在他的指尖，莲瓣晶莹剔透，宛如青玉雕琢，莲心处一点金芒闪烁。那朵青莲芳一出现，便已消失。下一瞬，他直接无视了空间与距离，无视了血河老祖身前那层层叠叠的血煞罡气，突兀地出现在其身前。血河老祖刚要施展秘法，可是一切都晚了。那朵青莲顷刻间绽放爆裂开来，砰一声巨响，一代化神3层的魔道巨擘血河老祖就这么化作了一滂漫天血雾，连一丝完整的元神碎片都没能留下。虚空中那几道原本还在看好戏的神念瞬间震惊，死了，就这么死了。一个化神3层修行了近千年的老魔头被一招秒了，连渣都没剩下。这就是青山老祖真正的实力。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这震撼中时，陆清玄手袍一挥，轰，一股恐怖气势轰然苏醒，那股威压如天河倒灌，席卷了整片断魂山脉的天穹。化神1层，不，化神2层、3层、4层，都不是。那股气息一路攀升，势如破竹。化神6层，死！虚空中不知是谁倒吸了一口凉气，神念的波动剧烈的几乎要从虚空中跌落出来。如果说方才一招秒杀血河老祖是震撼，那么此刻陆清玄展露出的修为就是惊悚。化神6层，他不是化神1层吗？浩然书院的李山长倒吸一口冷气，100年闭关，从化神1层到6层，这怎么可能？天剑宗的剑祖惊骇，我被修士化神之后，每进一步都需数百上千年的苦功，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闭关100年，化神6层，陆清玄竟如此能藏，如若不是血河挑衅，估计都不能知道他现在化神6层的真实修为，着实恐怖。就在这时，一声娇媚又带着嫌恶的清脆声响起，西南方向一片粉色云霞微微荡漾，一道慵懒的女声在神念中传开。哎呀，这老东西的血怎么又腥又臭，溅了人家一身。云霞中一道婀娜的身影若隐若现，正是魔道3宗之一合欢宗的老祖花千影。他似乎离得近了些，被方才血河老祖爆开的血雾溅到了一点。只见他玉指轻弹，一道粉色霞光闪过，将那血污弹去，动作间满是毫不掩饰的厌弃。早就听说血魔宗这群人练的都是些污秽东西，连带着自己都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如今看来，果然名不虚传，真是晦气。此言一出，几位正道老祖虽然不耻合欢宗的行事作风，此刻却同样颔首赞同。血魔宗的功法
确实邪门歹毒，在魔道之中也是被许多同道瞧不上的存在。然而，就在花千影话音刚落之际，另一片血云之中，一只血爪竟是将那片正在消散的血雾一把抓住，随后猛地一吸，如同长津吸水般，将血河老祖死后留下的所有残余尽数吞入了腹中。咯，一个满足的饱嗝声在神念中响起，那道阴森的身影咂了咂嘴，沙哑地说道：“浪费，简直是天大的浪费！三弟这一身精血可都是大补之物啊，怎么能说净化就净化了呢？”正是血魔宗三大老祖中的另一位血煞老祖。此举一出，花千影更是忍不住又啐了一口，真他娘的恶心，连同门的尸骨血肉都吃，你们血魔宗是穷疯了吗？虚空中几道神念不约而同地挪远了一些，仿佛生怕沾染上那股子恶心。诸位道友看了这么久的戏，也该现身一见了吧？莫要我亲自请各位出来不成？陆清玄双手负背，沉声喝道。虚空中的几道神念齐齐一致，短暂的沉默后，东方天际一片浩然正气如云海翻涌。一位身穿如袍，面容清癯，三缕长髯飘于胸前老者，脚踏一卷竹简，自云海中一步踏出，对着陆清玄遥遥一拱手。陆道有神通盖世，李某佩服。正是浩然书院的李山长。既然被点破，再藏匿下去便失了气度。紧接着，虚空被无形剑气撕裂，一名身背古朴长剑，面容冷峻如万年玄冰的中年男子悄然浮现。天剑宗剑祖洛天星。西南方向那片慵懒的粉色云霞终于不再遮掩。咯咯咯，一阵媚骨天成的娇笑声响起，漫天桃花瓣凭空洒落，每一片花瓣都带着醉人的香气。花瓣雨中，一道身影款款行来，他身着一袭薄如蝉翼的粉色宫装，身姿曼妙，曲线玲珑，一颦一笑都带着勾魂夺魄的魔力。合欢宗老祖花千影，他赤着一双雪白玉足，脚踝上系着一串金色小铃，行走间叮当作响，清脆悦耳。陆道友真是坏人家的兴致。花千影眼唇轻笑，一双桃花眼水波流转，毫不避讳地在陆清玄身上打量。人家还想多瞧瞧道友的风采呢，这么快就叫破了，真是不解风情。他的声音又娇又媚，仿佛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让人心神荡漾。花千影话音刚落，虚空中又有数道气息显露。东方，一位鹤发童颜，身穿太极道袍的老者，手持拂尘，脚踩祥云而来，周身道运天成，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无量天尊，陆道有修为通天，贫道佩服。太一门老祖玄机真人起手为礼。西方，佛光普照，梵音禅唱，一尊金身罗汉虚影之下，一位面容枯槁，眼含慈悲的老僧双手合十，踏空而至。阿弥陀佛，陆施主神通高远，老衲万古寺普渡，见过施主。与血煞老祖那片血云相隔不远，一团更为深邃的黑雾，仿佛有万千怨魂在嘶吼，阴冷之气刺人骨髓。一个干瘦如骷髅的身影在黑雾中若隐若现，嘿嘿嘿，血河那废物死得其所。万魂殿老祖鬼幽，声音如夜宵啼哭。至此，正道五宗、魔道三宗，其余七大化神老祖竟已齐聚于此。他们的目光无一例外，全都汇聚在负手而立的陆清玄身上。陆清玄的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了血煞老祖身上。你三弟都凉透了，你还杵在这儿干什么？等我请你喝茶。血煞老祖闻言不仅不怒，反而嘿嘿一笑。陆道友说笑了，三弟学艺不精，冒犯道友虎威，那是他死有余辜。他指了指下方的妖皇传承，这妖皇传承乃是无主之物，如今道友在此，这分配权自然是等着道友您来定夺。此言一出，在场众人神色各异，这血煞当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前一秒还吞了自家兄弟的精血，后一秒就将皮球踢给了陆清玄，姿态放得比谁都低。呸，真叫人恶心。花千影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吃同门的血肉，现在又摇着尾巴讨好人，你们血魔宗的脸皮是拿血糊的吗？越糊越厚。血煞老祖眼中凶光一闪，阴森森地盯着花千影。臭娘们，若非看在陆道友的面子上，老夫现在就将你擒了，炼成浴血魔奴，保证让你快活到死。哎呀，我好怕呀。花千影非但没被吓住，反而娇笑一声，莲步轻移，竟是旁若无人地朝着陆清玄款款走去。他身形一软，如同一条无骨的灵蛇，就要靠近陆清玄的怀里，吐气如兰。陆哥哥，你看他好凶哦，人家这点微末道行，哪里是他的对手嘛？你可得保护人家，好不好吗？柔媚入骨的声音带着撒娇的尾音，一双桃花眼水雾蒙蒙，直勾勾地望着陆清玄。这一幕让远处视力的苏清言眸光骤然一寒，那双清冷的凤眸深处，一丝凛冽杀意一闪而逝。竟敢如此轻薄师尊，这妖妇罪该万死。然而他的手在云袖中悄然握紧，
最终却还是缓缓松开。师尊没有推开他，一股委屈与酸涩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却又被他以绝大的定力死死压下。师尊行事自有深意，或许师尊只是想利用这妖妇，或许就在花千影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陆清玄的衣襟，那醉人的香风即将扑面而来的瞬间，陆清玄右手快如闪电般探出，在花千影腰间一抹一带，紧接着一只手掌印在了花千影的香肩上，砰一声闷响，花千影那娇媚的身躯直接被拍飞出去数十丈，她脸上的媚笑僵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错愕与羞愤。陆清玄掂了掂手里凭空多出来的一个精致香囊，老斑鸠注意分寸，再有下次就不是拍一掌这么简单了。噗嗤，老斑鸠这个称呼对于活了数千年最是在意自己容貌风韵的合欢宗老祖而言，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花千影一张俏脸瞬间长成猪肝色，气得浑身发抖。而另一边，苏青言那垂下的眼帘悄然抬起，化作一池春水。师尊，还是那个师尊。花千影猛地一摸腰间，那里果然已经空空如也。你把我香囊还我！花千影又惊又怒地叫道。那相思扣香囊不仅是他以本命精血和神魂祭炼多年的法宝，内含他3成功力，更是他那天阶上品双修秘法所在之地。嘿嘿嘿，血煞老祖见状幸灾乐祸的怪笑。花千影不就是一个破香囊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你要是喜欢，等回头老夫去你们合欢宗逛一圈，杀个1800的女弟子，把他们的香囊全给你带回来，让你挂满全身，如何啊？老匹夫，你找死！花千影那张媚骨天成的脸庞因愤怒而扭曲，再不见半分风情，却又不敢呵斥陆清玄，只能无奈憋着一口气。随后陆清玄手腕一翻，那枚精致的相思扣便消失在了云袖之中。做完这一切，他才重新抬眼环视众人。既然诸位信得过陆某，将这妖皇传承的分配之权交由我手，那陆某自会秉公处置，不偏不倚。众人心头一凛，重头戏来了。陆清玄顿了顿，薄唇轻启，这传承我正道5宗独占其9，你们魔道3宗占其1。此言一出，血煞老族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沉。他与旁边的鬼幽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森然寒意。嘿嘿嘿，鬼幽那如夜宵般的笑声再次响起。陆道友，你这分配之法未免太公平了些吧？莫不是真以为我3大魔宗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不成？血煞老祖也收起了那副谄媚嘴脸，向前踏出一步，魔气翻涌。陆清玄，我等敬你实力高强，才给你几分薄面，但你若真想一口吞下9成，就不怕崩碎了满口牙。我3大魔宗虽内有摩擦，但若有外敌欺上门来，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对付。哦，陆清玄轻笑一声，一致对外。那真好，也省得我日后一个个去找。你们现在便传讯回去，让你们那个正在联手必死关的血海和鬼杀2位老祖一起出关吧，与我一战便是了。陆清玄的声音依旧淡然，却像一道惊雷在血煞和鬼幽的心头轰然炸响。血煞老祖瞳孔骤然一缩，鬼幽周身的黑雾也猛地一滞，两人脸上的凶厉与威胁瞬间褪去，只剩下无以复加的震惊与骇然。他怎么会知道血海老祖与鬼杀老祖联手闭关，冲击化神8层境界？此事乃是魔道最高机密，知情者寥寥无几。他陆清玄是如何得知的？一个可怕的念头同时在两人心中升起，魔宗之内出了叛徒。是谁？究竟是谁？这群吃里扒外的混账魔修，当真可恶至极。事已至此，再多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血煞和鬼幽对视一眼后，竟是同时选择了沉默，只是那眼神中的猜忌与阴狠却更胜之前。见到魔道众人吃瘪，正道几位老祖心中皆是一阵快意，同时他们也看向陆清玄，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按照陆清玄的说法，正道5宗分9成，可这9成又该如何分？以他今日展现的雷霆手段，若是他青山宗要独占5成，恐怕也无人敢说半个不字。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陆清玄的声音再次响起：这9成之中，我青山宗取其2。什么？众人皆是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陆清玄却没理会他们的惊讶，继续说道：浩然书院得2成，天剑宗得2成，万古寺得2成，太一门得1成。话音落下，全场一片寂静，正道几位老祖面面相觑，脸上满是不可思议。这个分配何止是公平，简直是大方到了极点。要知道，以往若有类似的机缘，他们几宗的分配方案也大致如此。可那时候青山宗同样只有1位化神坐镇，实力与太一门仿佛，故而只分1成。天剑宗因有化神7层的洛星河老祖在，实力冠绝正道，往往会再多分一些。可现在
陆清玄以化神6层的修为横压全场，其实力恐怕已直追落星河。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可理直气壮地为青山宗争取到最大利益，但他却只取了2成，与最强的天剑宗和底蕴深厚的浩然书院、万古寺平起平坐。这等胸襟，这等气魄！阿弥陀佛！万古寺普渡大师双手合十，对着陆清玄微微躬身：“陆道友高义，老衲佩服。”浩然书院李山长也抚须笑道：“有陆道友坐镇南岭黎州正道，实乃我等之幸事。”天剑宗和太乙门的老祖亦是纷纷拱手，言语间尽是赞许与敬意。另一边，苏清言垂下的眼帘悄然抬起，那双清冷的凤眸中满是倾慕与自豪。师尊，还是那个师尊，无论修为多高，地位多尊，其行事之风始终光风霁月，令人心折。正当众人心潮起伏，对陆清玄的敬意攀升至顶点时，又一道声音传出：“至于我青山宗所得的2成，我会再拿出1成，赠与南岭黎州所有无门无派的散修。”此言一出，无论是正道5宗还是魔道3宗，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赠与散修，1成传承，这可不是什么灵石丹药，这是上古大能的传承，足以改变一个修士甚至一个小型势力命运的无上机缘。就这么送出去了。陆道友，你……太乙门的老祖嘴唇哆嗦着，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他活了近1000年，从未见过如此正道行事之人。浩然书院的李山长眼中金光一闪，随即长长一叹，看向陆清玄的目光中，除了敬佩，更多了几分探究。他隐隐感觉到陆清玄的每一步都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图谋。毕竟即使自己用不到，也可以给自己宗门增添底蕴。不过陆清玄话锋一转：“我有一个提议。”来了。众人心中一凛，知道这天大的好处绝不是白拿的。断魂山脉凶险异常，我等门下弟子每次进入历练皆有伤亡，长此以往，实非我正道之福。陆清玄的声音沉稳有力，与其让弟子们各自为战，平白折损，不如我等5宗联手，就在这断魂山脉的入口处合力建造一座城池。此城可为我5宗弟子提供一处庇护、休整、交易之所，亦可作为抵御山脉深处妖兽狂潮的第1道防线。最重要的是，此城不专属于任何一宗，而是由我5宗共同镇守、共同管理。所有进入山脉的黎州修士，无论宗门弟子还是散修，皆可入城庇护。阿弥陀佛！普渡大师第一个反应过来，双手合十，对着陆清玄深深一拜。陆道友深谋远虑，心怀苍生，老衲自愧不如。万古寺愿遵道友提议，全力支持建成之事。我浩然书院附议。李山长抚须大笑：“善，大善，此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天剑宗与太乙门的老祖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与折服。他们再无任何犹豫，齐齐拱手：“我等谨遵陆道友号令。”一座联合城池意味着5大宗门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此以往，一个以青山宗为隐性核心的强大的正道联盟将牢不可破。就在这正道同心、魔道师生的微妙时刻，轰隆！天空之上，那片原本只是散发着金光的云霞，猛然间剧烈翻涌起来，万道霞光汇聚，竟在天穹之上缓缓凝聚成一行行金光闪闪的上古文字。那文字苍劲古朴，带着一股贯穿时空的磅礴威压，让在场所有化神老祖都感到一阵心悸。吾乃9命猫妖皇，合体9层修为，于此地冲击大成之境，不幸身陨道消，毕生所学尽藏于此。然大道无情，非大气运，大毅力者不可得。此传承，金丹期以下修士方可入内一探机缘。切记，贪念一生，神魂俱灭。7日之后，传承开启。短短几行字，却蕴含着惊天动地的信息。9命猫妖皇，合体期9层，冲击大成失败。在场的所有人呼吸都在瞬间停止了。化神之上，乃是反虚、合体、大成。一位站在合体期顶点的妖皇留下的传承，其价值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珍贵100倍、1000倍。但紧接着，所有化神老祖的脸色都变得古怪起来。金丹期以下修士方可入内，他们这些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在这里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争了半天，结果自己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一时间，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可李山长最先打破了沉默，看来我等这些老家伙都只是来为小辈们开路的。众人闻言皆是莞尔，陆清玄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既然如此，诸位便各自回去准备吧。7日之后，让门下最优秀的弟子们来此一较高下。话音落下，陆清玄不再停留，大袖一挥，
化作一道青色长虹，径直向着青山宗的方向破空而去。恭送陆道友。青山宗内与往日的清静不同，今日的宗门上下，从外门弟子到内门精英，无不兴奋齐聚。演武场上，议事殿前，三三两两的弟子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同一件事。听说了吗？咱们老祖已是化神6层的大能了。何止？断魂山脉前，血魔宗那不可一世的老魔头，被咱们老祖一指点杀，连元神都没能逃掉。霸气！这才是我们青山宗老祖该有的风范。我等与有荣焉。哈哈，从此以后，黎州正道除了天剑宗，便要数我青山宗为尊了。就在这片热烈的气氛中，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兀响起。哼，老祖威风是威风，可跟我们这些弟子又有多大关系？一名身穿内门服饰，面带几分傲气的年轻弟子撇了撇嘴。你们也不想想，那9命猫妖皇的传承何等珍贵，结果老祖大笔一挥，咱们青山宗只取2成，还白白分了1成给那些散修，这算什么？胳膊肘往外拐吗？此言一出，周围的喧闹声顿时一滞，几名弟子面面相觑，脸上的兴奋冷却了不少。他们之前只顾着高兴，确实没细想这利益分配的问题，如今被这么一提，心里顿时也泛起了一丝嘀咕。是啊，1成听起来是太少了点。那弟子见状更来劲了，声音也拔高了几分。我等辛辛苦苦修炼，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宗门强盛，我们也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吗？老祖倒好，把天大的好处往外推，也不体恤我们这些弟子的处境。体恤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清冷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讥讽。刘师弟，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老祖的决定，何时需要你来认可了？众人闻声回头，只见一名身姿挺拔、面容沉毅的青年正缓步走来。他目光如电，所过之处，弟子们纷纷低下头，恭敬的行礼。见过陈师兄。来人正是青山宗当代大师兄陈克。那被称为刘师弟的弟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强自辩解道：陈师兄，我只是就事论事，为宗门和同门们感到不值罢了。不值？陈克冷笑一声，站定在众人面前。我看真正目光短浅，只看得到眼前蝇头小利的人是你。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沉稳而有力。你们只看到了我们少拿了一部分利益，却没有看到我们得到了什么。你们可知如今整个黎州的散修是如何评价我们老祖，如何看待我们青山宗的？众人皆是茫然。陈克继续道：他们会说青山宗陆老祖心怀天下，有大德。他们会说青山宗行事公允仗义。这1成的利益换来的是整个黎州数十万散修的交口称赞和人心所向。这点账你算不明白。人心能当饭吃吗？能当零食花吗？刘师弟不服气的小声嘟囔。能。陈克斩钉截铁地吐出一个字。7日之后，传承开启，我等皆要进入其中。那里面是什么光景，谁也不知道。届时若遇到危险，遇到机缘之争，一个散修对我们是何态度？是拔刀相向，还是念及老祖恩情出手相助，甚至主动退让？这就是人心换来的实际好处。老祖此举是在用一份我们吃不下的短期利益，为我们所有即将进入传承的弟子铺就了一条坦途，更是为我青山宗赢下了未来100年的声望与气运。这等深谋远虑，岂是你这等只知盯着碗里几块肉的蠢材所能理解的？陈克的一番话如洪钟大吕，字字句句敲在众人的心头。原本还有些迷茫的弟子们，此刻眼中纷纷亮起光芒，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大师兄说的是。我等愚钝，险些误会了老祖的深意。是啊，1成的利益算什么？能换来那么多修士的善意，这笔买卖简直太值了。老祖果然是老祖，想的就是比我们远。刘师弟，你还不快给大师兄道歉，也给我们大家道个歉，差点被你带到沟里去了。众人的矛头瞬间调转，纷纷指责起那个姓刘的弟子。刘师弟被众人说得面红耳赤，对着陈克深深一揖。师兄教训的是，师弟知错了。陈克没有再看他，而是环视众人，沉声道：老祖为我们铺好了路，但路终究要靠我们自己走，都别在这里闲聊了。7日时间转瞬即逝，各自回去好生准备，莫要堕了我们青山宗的威名，更不要辜负了老祖的一片苦心。是，谨遵大师兄教诲。大殿内，苏清言一袭素雅长裙，步履轻盈地走入殿中，空气里还残留着淡淡的檀香。他一眼便看到了高座上方的陆清玄，只是往日里或闭目养神，或手持古卷的老祖，此刻的姿态却有些不同寻常。他怀中竟抱着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猫，那小猫约莫只有巴掌大小，毛发如上好的绸缎，没有一丝杂色，
一双眼眸是纯粹的湛蓝色，宛如2颗剔透的宝石，正懒洋洋地蜷缩在陆清玄的臂弯里，偶尔动动耳朵，显得神俊又乖巧。苏清言心中闪过一丝讶异，师尊清修多年，何曾养过这等宠物？他压下心头的好奇，上前几步，躬身行礼。师尊，传承名额已全部分配妥当，如今弟子们斗志昂扬，感念您的苦心。陆清玄淡应了一声，修长的手指正有一下没一下的顺着小猫背上的软毛，小猫似乎很享受，发出了细微的呼噜声，尾巴间惬意地勾了勾。这画面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和谐与安逸，让苏清言也不禁放缓了语速，唇边漾起一抹浅笑。师尊，这是您新养的灵宠吗？倒是生得别致可爱。作为元婴修士，他习惯性地分出一缕神识，想探查一下这小家伙的根骨品相，看是何种血脉，竟能得老祖青睐。然而神识方一触及那小猫的身体，却像是撞在了百炼金刚之上金丹镜，一只巴掌大的奶猫金丹镜，这怎么可能？似乎是被苏清言的惊呼声扰了清梦，那雪白小猫不满地动了动，睁开湛蓝的眼眸瞥了他一眼，随即又往陆清玄怀里拱了拱，寻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打了个秀气的哈欠，露出几颗米粒般大小的尖牙。那一眼清澈中带着一丝懵懂，可落在苏清言眼中却让他心神一凛。陆清玄看着他失态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小家伙刚出生，还有些认生，莫要吓着他。刚出生就是金丹境，那要是成年了，岂不是要苏清言的呼吸微微停滞？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修士，300余年的岁月，身为一宗之主，见过的奇珍异兽、天才地宝不计其数。可刚出生与金丹境这2个词，无论如何也不该被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是一只看上去人畜无害，甚至有些娇憨的奶猫。师尊鸿福齐天，竟能寻得如此神物。苏清言先是好奇，但同时又为师尊感到开心。弟子愚钝，实在看不出他的来历，不知是何种灵兽异种，竟有这般逆天的天赋。陆清玄指腹轻轻挠着他柔软的下巴，小猫舒服的4脚朝天，露出了粉嫩的肚皮。可知4大圣兽，4大圣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不是传说吗？那不是只存在于最古老的典籍残卷中的图腾，是上古时代镇守天地4方的神明。典籍记载，圣兽成年便可与天地同寿，举手投足间便是渡劫境的威能，稍一用力便能破碎虚空，飞升上界。那是真正站在食物链顶端，俯瞰万物众生的恐怖存在。自上古中末，仙路断绝，这些神话中的生灵便早已销声匿迹，连一丝血脉后裔都未曾听闻。世人皆以为他们早已随着那个辉煌的时代一同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可现在师尊却苏清言震惊地看着那只通体雪白，正毫无防备地在师尊怀里打滚撒娇的小猫身上。雪白通体雪白，没有一丝杂色，那湛蓝色的眼眸如9天之上的星辰。执掌庚金，主杀伐一个让他头皮发麻的念头抑制不住地涌上心头。师尊，这莫非是圣兽白虎？说出这几个字，苏清言自己都觉得荒谬。传说中杀伐无双、威震寰宇的圣兽白虎，此刻竟是一只巴掌大的奶猫，还在师尊怀里呼噜呼噜的求抚摸。这反差实在太大，大到让他这位元婴9层的宗主都感到一阵阵眩晕。运气不错，当外出时捡到的。捡到的。苏清言嘴角微微抽动，虽然不相信，但还是由衷的为师尊感到开心。恭喜师尊，贺喜师尊。他真心实意的躬身一礼，眼角眉梢都染上了笑意。有圣兽相伴，师尊未来仙途必将更加璀璨。师尊这次闭关100年，成功突破到化神6层，如今在天圣兽这等逆天助力，更是如虎添翼，恐怕黎州将无一人再是师尊的对手。陆清玄看着他那副雀跃的模样，心情也跟着好了几分，拍了拍怀里小家伙的屁股，示意他翻个身。这小东西脾气不小，野得很，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白灵。白灵，苏清言在口中默念了一遍，眼睛更亮了。好名字，灵气十足，又显清静，甚好，甚好。看着在陆清玄腿上伸懒腰的白灵，那雪白的绒毛，那湛蓝的眼睛，那小巧的耳朵，无一不戳中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平日里清冷孤高的领月仙子，此刻眼中也流露出了几分喜爱与向往。哪个女子能拒绝这样一只神俊又可爱的毛茸茸呢？陆清玄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唇角微扬。喜欢。苏清言脸颊微热，但还是诚实的点了点头。上来摸摸看。陆清玄朝他招了招手。苏清言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在陆清玄身侧蹲下，伸出纤纤玉指，带着一丝朝圣般的虔诚，轻轻落在了白灵的背上。触感温热、柔软、顺滑的不可思议，仿佛是一匹最顶级的云锦绸缎。
白灵察觉到了陌生的气息，懒洋洋地睁开眼，看了看苏清言，又看了看陆清玄，见主人没有反对，便又闭上眼睛，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甚至还主动用小脑袋蹭了蹭苏清言的手指。他喜欢我。苏清言惊喜地伸出手指，轻抚白灵湿润的小鼻头，谁知这小家伙竟伸出粉嫩的舌头，在他指尖轻舔了一下，那温热柔软的触感瞬间传来，苏清言心头一颤，眼角眉梢都染上了纯真的笑意。陆清玄看着他这副模样，唇角微扬，将白灵从腿上抱起，直接放入了苏清言怀中。既然他喜欢你，就让你抱会儿。苏清言接过白灵的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小心翼翼地拖着这团雪白的小生命，生怕用力过度伤到他。白灵在新的怀抱中翻了个身，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窝好，还用小爪子踩了踩苏清言的衣襟，发出满足的呼噜声。师尊，他好聪明，您看，他知道找最舒服的地方。没过多久，陆清玄就注意到了大殿门口的楚离。此时的他换上了一身素净的淡青色长裙，愈发衬得他肌肤胜雪，身姿楚楚。陆清玄看了一眼楚离那腹不安的模样，便知他所谓何来。他收回目光，对苏清言道：白灵对新世界还不熟悉，你先带他下去适应一下，饮食起居你亲自照看。是，师尊。苏清言立刻应下，心中的喜悦更甚。师尊能将圣兽白虎交给他来照顾，这是何等的信任。苏清言抱着这软绵绵热乎乎的小家伙，只觉得心都要化了。他站起身，满心满眼都是怀里的白灵和师尊的嘱托，便离开了大殿，至于门口魅惑师尊的妖女，师尊自然是有能力降服他。苏清言离开后，楚离没有像苏清言那般在阶下行礼，而是径直走上高台，身子一软，十分自然地坐进了陆清玄的怀里，双臂顺势环住了他的脖颈，温香软玉，满怀馨香。谢老爷成全。楚离吐气如兰，离儿知道，若非老爷，这次妖皇传承的名额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的。他心中明镜似的，自己不过筑基3层的修为，而此次前往秘境的100名弟子，修为最低的也是筑基8层，绝大多数都是筑基9层的佼佼者，越阶而战，何其艰难。若无陆清玄暗中示意，苏清言和宗门那些长老们怎会同意他这个实力不济的弟子占用如此宝贵的名额？不过是你卖力换来的奖励。陆清玄语气平淡，进去之后见识一番便可，量力而行。这话说的轻描淡写，却让楚离心头一暖，随即又燃起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虽然他知道陆清玄是让他别逞强，保命要紧，可他也明白机遇往往与危险并存。虽说几位师兄都向我保证进了秘境会护我周全，但离儿更明白，求人不如求己，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根本。楚离仰起头，仰视着陆清玄深邃的眼眸，声音不自觉地放软，带着一丝羞涩的请求。还有7日时间，离儿想再努力一番。老爷，我们可以继续上次的双修吗？说完，楚离的脸颊便染上了一层绯红，纤长的手指撩人的在结实的胸膛上轻轻画着圈。呵，还挺上进。陆清玄低笑一声，对他这份野心与清醒颇为欣赏，随即就从袖袍内拿出一枚香囊。楚离的动作一顿，画圈的手指停了下来，秀气的眉头轻轻一蹙。这香囊不是苏清言宗主的。苏清言身为领月仙子，平日里用的熏香是极寒之地采摘的冰心雪莲所制，清冽孤高，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意。他闻过数次，绝不是这个味道。那这香囊是谁的？难道老爷身边还有别的女人？心中先是一酸，但不过半秒就相通了。陆清玄是何等人物？化神6层的老祖，黎州修仙界的擎天之柱，这等屹立于云端的大人物，身边有几个红颜知己，再正常不过。修仙之路漫长而孤寂，常言道才履法地，履之一字，排在第2，其重要性仅次于修行资源。除了少数一心向道，能忍受无边孤寂的苦修之士，哪个强者身边会没有1、2位可以相互扶持，慰藉心灵的道侣？能在老爷身边求得一席之地，已是天大的幸事。想通了这一层，楚离环着陆清玄脖颈的手臂不仅没有松开，反而收得更紧了些。陆清玄自然察觉到了怀中人那一瞬间的情绪波动，但他又不是舔狗，还不至于因为女人一点小小的情绪变化就上赶着去解释安慰。陆清玄淡然将那枚香囊递到楚离面前，此物乃合欢宗老祖花千影所有。花千影，楚离瞳孔骤然一缩，心神俱震。这个名字在黎州，尤其是女修之中，可谓是如雷贯耳。合欢宗，黎州最顶尖的魔道宗门之一，行事随心所欲，亦正亦邪。而花千影便是这个庞大宗门的执掌者，一位与陆清玄同辈，同样站在化神期的绝世女修。传闻她容颜绝世，媚骨天成，一手合欢秘法通天彻地，坐下入目之兵不知凡几，其中不乏化神期的老怪，甚至还有其他宗门的太上长老。
这样一个跺跺脚就能让黎州修仙界斗3斗的女魔头，她的贴身香囊为何会出现在陆清玄手中？难道他们之间？陆清玄屈指在香囊上轻轻一弹，嗡，一道玄奥的粉色光晕自香囊中浮现，无数细小的符文如游鱼般在光晕中流转，一股浩瀚而精纯的灵力波动随之扩散开来。其中蕴含的粉红灵气，让楚离这个筑基期修士仅仅是感知到一丝，便觉神魂激荡，几欲沉沦。这香囊中封印着一部天阶上品的双修功法，名为寰宇交欢点。天阶上品，楚离彻底懵了。据他所知，功法品阶从低到高分为黄、玄、地、天4阶，每一阶又分下、中、上及4品。在黎州，地阶功法已是各大宗门的镇派之宝，非宗主或核心传人不得修炼。至于天阶功法，只有8大宗门的老祖才能拥有。而现在，一部天阶上品的双修功法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出现在了自己面前。震撼过后，一个念头闪过楚离的脑海：妖皇传承的名额，实力低微的自己，神秘的香囊，天阶上品的双修功法，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楚离猛然抬头，感动地望向陆清玄，他全明白了，老爷这是在为自己铺路啊。他知道自己修为不足，即便进了秘境也难有作为，所以特地为自己寻来了这部逆天的双修功法。有了这部寰宇交欢点，再辅以老爷化神6层的雄厚修为，自己的实力定能在短短7日内突飞猛进。到那时，自己便有了在妖皇传承中争夺机缘的真正资本。这等深谋远虑，这等良苦用心，自己方才竟然还在为一个小小的香囊而暗自神伤，简直是鼠目寸光，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老爷他根本不是将自己当成玩物，而是在认真地培养自己。一时间，巨大的幸福感与愧疚感让他的眼眶微微泛红，声音都带上了一丝哽咽。老爷，离儿误会您了。楚离将脸深深埋进陆清玄的胸膛。陆清玄感受着怀中温软的变化，抬手抚摸着青丝。他当然知道楚离在想什么，女人嘛，总是擅长自我攻略。有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自己就能脑补出一场感人肺腑的大戏，但有时候你什么都做了，反而会被他们唾弃。不过他这次倒是猜对了一半，这部寰宇交欢点的确是为妖皇传承准备的，只不过不是为他楚离准备的。陆清玄回想起了那本已经被他熟记于心的原著剧情，在原来的故事线中，这部功法本该是另一位天命之女的机缘，合欢宗圣女妖灵儿，一个身负9阴绝脉却又天赋异禀的女子。她是花千影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主角叶凡后宫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按照剧情，妖灵儿会在进入妖皇传承后被仇家追杀，机缘巧合下和叶凡相遇，两人掉入了仇家的陷阱，被下了御药。而9阴绝脉这个体质虽然能极大的增强双修的效率，但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只认一人。结果自然是双修为大进，妖灵儿被收入了叶凡的后宫。不仅如此，两人还因祸得福，联手降服了妖皇传承中最重要的一桩机缘——阴阳异火。这是一种兼具创造与毁灭之力的天地异火，对炼丹、炼器乃至战斗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叶凡后期的许多次越阶反杀，都仰仗了这朵异火的威能。而此刻楚离的心中再无半分杂念，扬起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红唇轻启。陆清玄随手一挥，嗡，一层无形的结界瞬间笼罩了整座大殿。殿外云卷云舒，殿内光阴流转，自成一方天地。7日后，当笼罩大殿的结界悄然散去，晨光透过窗棂洒在香汗淋漓的玉体上，折射出点点光晕。楚离斜倚在高座之上，青丝如瀑，凌乱地铺散在背后。他浑身提不起一丝力气，每一寸肌肤都透着疲惫，但那张精致绝伦的脸上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内视己身，丹田气海之中，灵力漩涡赫然已是筑基8层的境界。筑基3层到筑基8层，短短7日连跨5境，这是何等恐怖的提升速度！最开始的3天几乎是一天一层，势如破竹，让他沉浸在力量飞速暴涨的巨大快感之中。直到冲击筑基7层时，速度才稍稍放缓，但也仅仅用了2天便成功突破。这种修炼速度若是传扬出去，足以让整个黎州修仙界为之疯狂。而这一切都源于身边这个男人。他侧过头，痴痴地望着陆清玄。这就是化神老祖的伟力吗？楚离心中愈发敬畏，挣扎着想要起身行礼，声音因脱力儿显得格外软糯。老爷，多谢老爷神功造化，离儿的修为才能。不必谢我。陆清玄端起一杯灵茶，轻啜一口，这都是你自己的血汗钱啊！楚离先是一愣，随即那句话里的双重含义在他脑中盘旋开来，一股热气轰的一下直冲天灵盖，让他刚褪去红潮的脸颊瞬间又变得滚烫，
连耳根都烧了起来。他羞赧地将头埋进臂弯里，心中却如小鹿乱撞，泛起一丝异样的甜蜜。老爷，他也会说笑。陆清玄放下茶杯，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平淡。7日已到，去洗漱一番，准备出发吧，别让你的那些师兄们久等了。是，老爷。楚离乖巧地应了一声，强撑着酸软的身子，寻了一件月白色的长裙换上，莲步轻移，退出了大殿。当他走出殿门，迎面便看到了早已等候在外的苏青言。苏青言依旧是一身清冷的白衣，只是那双总是淡然无波的眸子，在看到楚离的瞬间，还是忍不住泛起了一丝涟漪。此刻的楚离面若桃花，眉眼间水光潋滟。苏青言虽未经人事，但又岂会不明白这7日闭关的内情？事实上，他每天都会来此等候，每次看到那紧闭的殿门，都会让他脸颊微微发烫。师尊。苏青言收敛心神，对着殿内恭敬行礼。陆清玄的身影出现在殿门口，目光落在他身上。晴儿，此次妖皇传承由你带队前往。弟子明白。苏青言点了点头，随即又忍不住问道：师尊，您不亲自前往吗？妖皇传承非同小可，各宗老祖或许都会。这等盛事，师尊作为青山宗的定海神针，理应坐镇，以防万一。陆清玄却只是淡淡一笑：我还有更重要事需要亲自前往。陆清玄没有多做解释，苏青言也知趣的没有再问。师尊行事自有他的道理，只是他心中依旧困惑。放眼整个黎州，还有什么机缘能比妖皇传承更加重要，值得师尊放弃坐镇宗门，亲自出动？断魂山脉，仅仅7日，这里便已然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巨城。来往的修士、商贩络绎不绝，摩肩接踵，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兴奋。城门口，一座崭新的白玉石碑巍然耸立，其上龙飞凤舞的刻着2个大字：玄清。还是陆老祖仁德啊！听说了吗？这城名就是取自清玄老祖名讳，以瘴气供给。何止？我可听说了，要不是清玄老祖出手，估计我们这些散修连进入妖皇传承的机会都没有。是极，青山宗还宣布，凡入玄清城者，皆受其庇护。这等胸襟，这等气魄，不愧是正道模范。人群的议论声中，一个身披宽大黑袍、头戴兜帽的身影，随着人流缓缓走入城门。兜帽的阴影下，一双眼睛似乎有冰冷的火焰在无声燃烧。仁德。叶凡心中冷笑，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弹指间便要取人性命的伪君子，转眼间就成了受万人敬仰、庇护一方的仁德老祖。这伪装的本事，当真炉火纯青。若非自己命大，恐怕早已是那仁德之下的又一缕残魂。想到此，叶凡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7日前那九死一生的瞬间。天魔解体遁光，以燃烧精血灵魂为代价，换取极致的速度。连续2次强行催动，对他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当他一头扎进断魂山脉深处的一座隐蔽妖兽洞穴时，最后一丝力气也随之抽空，经脉寸寸崩裂，丹田灵力溢散一空，辛苦修炼多年的修为在短短几个时辰内化为乌有。那种连凡人都不如的虚弱与绝望，足以让任何道心坚定之辈彻底崩溃。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际，却在洞穴的最深处发现了一株奇异的植物。那植物通体赤红，形如死而复生的凤凰，静静地扎根于一小簇散发着灼热气息的火苗之上。这是涅槃凤莲，天助你也！小子，快吞了它！叶凡甚至没有力气去摘取，只能用尽最后的意志，将那株涅槃凤莲连根带土地吞入腹中。恐怖的药力瞬间在他体内炸开，那种痛苦远胜经脉寸断，仿佛整个人被扔进了熔岩火炉之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乃至每一寸血肉都在被焚烧。他疼得昏死过去，又在剧痛中醒来，如此反复，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他即将被这股狂暴力量彻底撑爆时，药圣的残魂强行引导着那股力量，重塑了他那副破败不堪的身躯。破而后立，涅槃重生。当叶凡再次睁开双眼时，体内已经焕然一新，崩断的经脉被拓宽，加固了数倍，变得坚韧无比。原本的凡俗根骨，更是在涅槃凤莲的霸道药力下，被硬生生洗炼成了晶莹剔透的灵体。修为不仅尽数恢复，更是一举冲破瓶颈，迈入了筑基之境。而那株涅槃凤莲赖以为生的火苗，一朵呈现出凤形的奇异火焰，也被药圣用最后的灵魂力量帮他强行镇压、炼化吸收，成了他丹田内的第一朵兽火。正是借助这朵兽火，他才将涅槃凤莲残余的庞大药性彻底炼化。修为一路从筑基1层飙升，最终稳稳地停在了筑基7层。代价是药圣的灵魂力量彻底耗尽，陷入了沉睡。无论叶凡如何呼唤，戒指中都再无半点回应。师父，等我！叶凡心中默念，同时想起了药圣沉睡前所说的话：小子，记住，
这妖皇传承乃是上古时期赫赫有名的九命猫妖皇，那妖物曾是合体9层的通天大能，一身修为深不可测。更可怕的是，他半生有一朵阴阳异火，可逆转生死，玄妙无穷，既是无上修炼之火，亦是焚天灭世之焰。当年他野心滔天，欲率领妖族大军攻伐中州，结果引得中州8大世家联手镇压。那一战打得天崩地裂，8大世家足足杀了他8次，却依旧被他以第9条命遁走，藏匿于此，苟延残喘。你的焚天诀本就是驾驭天下万火的无上功法，若能趁此机会将那阴阳异火收为己用，不仅能让你实力暴涨，更能以其生死之力助我残魂恢复，将我从沉睡中唤醒。唤醒师父，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叶凡抬起头，看向了城中心最为热闹的方向，那里灵力波动最为剧烈，隐隐有金铁交击之声传来，正是5大宗门为散修设立的比武擂台。妖皇传承之地空间有限，危机四伏，5大宗门设立大比，允诺散修中的前100名可随他们一同进入。叶凡迈开脚步，逆着人流朝着那片喧嚣之地走去。不多时，一座由巨石垒成的巨大广场便出现在眼前。广场之上，10座青石擂台并列排开，每一座擂台周围都围满了修士。广场边缘，一张长长的桌案后，几名身穿5大宗门服饰的弟子正懒洋洋地负责着报名事宜。姓名、来历、修为。一名天剑宗的弟子头也不抬地问道。王二，散修，筑基5层。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一脸兴奋地报上名号。筑基5层也敢来凑热闹，找死不成？那弟子嗤笑一声，却还是随手丢出一块木牌。下一个。很快轮到了叶凡。姓名、来历、修为。叶凡沙哑着嗓子低声开口。萧凡，散修，筑基7层。呵，又来一个藏头露尾的。那弟子抬眼瞥了叶凡的黑袍一眼，轻蔑地嘲讽道：怎么不敢见人？你们这群散修就是喜欢拿个黑袍子将自己罩住，实在太老套了。叶凡没有理会他的挑衅。见叶凡不语，那弟子自觉无趣，撇了撇嘴。2号场，第3个。叶凡随即就走到2号擂台，同时却时刻注意着周围。那个老贼陆留一手，不知道有没有留下后手。与此同时，合欢宗此地终年被一层旖旎的粉色瘴气笼罩，山门之内琼楼玉宇，雕栏画栋，处处都透着一股奢华与妩媚，空气中飘荡着若有似无的靡靡之音，闻之令人心神荡漾，血脉奋张。这里是伤风败俗的魔门，也是梦寐以求的极乐圣地。突然，一道青色剑光悬停在了合欢宗的山门上空，这道身影瞬间引起了下方无数弟子的注意。快看，那人是谁？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咱们宗门上空遇见！一名刚入门不久、梳着双压髻的小师妹仰着头，满脸的不可思议。她身旁一位身段妖娆、眼角天生带着一抹媚意的师姐，则懒洋洋地倚着廊柱，青眼红唇打了个哈欠，瞥了一眼天上那人，眼神里非但没有敌意，反而扬起一丝玩味的笑容。大惊小怪，看那身行头和那股子假正经的酸腐味，8成又是那些正道的老祖。看这模样，好像是青山宗的陆清玄老祖。青山宗的老祖？小师妹捂住了嘴，更加震惊了。他来我们这儿做什么？难道是来降妖除魔的？降妖除魔？妖娆师姐咯咯的笑得花枝乱颤，引得周围不少男弟子的目光都直了。我的傻师妹，来我们合欢宗的正道栋梁，你以为还少吗？只不过啊，他们大多都是趁着月黑风高，偷偷摸摸的从后山溜进来，生怕被人瞧见，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旁边另一位正在修剪花枝的师姐也停下了手中的活计，饶有兴致地看了过去。这位陆老祖倒是个妙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拜山，这份胆魄确实比那些伪君子强上不少。胆子大的我见得多了。最先开口的妖娆师姐伸出涂着丹蔻的指尖，点了点自己的红唇，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上次我可是在老祖的寝宫外亲眼见到了万古寺的渡厄老祖呢。什么？此言一出，周围偷听的几名弟子瞬间震惊。万古寺，那不是和尚吗？渡厄老祖，传闻他佛法高深，早已是金刚不坏之身，6根清净，怎么可能？我的天，连和尚都来，他就不怕破了戒体，毁了千年苦修？看着众人震惊的模样，妖娆师姐得意地扬了扬下巴，嗤笑一声。谁知道他是不是个酒肉和尚？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恰恰证明了咱们老祖的双修神功是何等的玄妙无穷，魅力通天。管你是什么得道高僧，还是正道老祖，到了咱们老祖面前，都得乖乖放下矜持。一番话说的众人是又惊又奇。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毫无征兆地从虚空中传来，如春风拂面，瞬间盖过了所有的嘈杂。咯咯咯，不知是哪阵香风，
竟将陆道友这般稀客吹来了我这小小的合欢宗。话音未落，只见空气中香风弥漫，无数粉色的桃花瓣凭空浮现，翩翩起舞。一道绝美的身影就在这花雨之中缓缓凝聚成形，出现在了陆清玄的面前。花千影笑盈盈地看着陆清玄，那副亲昵热络的模样，仿佛是在招待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似乎早已忘了自己那条性命娇羞的本命香囊，不久前才被眼前这个男人抢了去。山门下的弟子们见老祖现身，纷纷躬身行礼，大气都不敢出。陆清玄立于剑上，白衣在风中微微浮动，面对花千影颠倒众生的媚态，眼神依旧淡漠如水。来还你的香囊。花千影脸上的笑意更浓，向前轻飘飘地挪了一步，身姿摇曳，吐气如兰。陆道友若是真心喜欢，送你也无妨，就当是奴家的一点心意。陆清玄面无表情，便要将那枚精致的香囊收起。哎呀！花千影一声娇呼，身形贴近，纤纤玉指轻飘飘地按在了陆清玄的手背。陆道友真是的，难道听不出人家说的是反话吗？他靠得极近，独特的体香混杂着桃花的气息不断钻入鼻腔。不过还是要多谢陆道友，特意将他送还回来。陆清玄手腕猛地一震，花千影只觉一股沛然大力袭来，闷哼一声，不得不松手后退，才稳住身形。他按住自己被震得有些发麻的手腕，脸上的笑容出现了些许僵硬。香囊可以还你。陆清玄收回手，神色依旧冷淡，但我有一个条件。花千影眉间一蹙，那抹稍纵即逝的僵硬瞬间被更加妩媚的笑容所取代。他轻抚着胸口，一副受了惊吓的模样。陆道友，你这又是何必呢？你我之间谈条件多伤和气。再说了，小女子如何能确认道友不会是随口说说，诓骗于我呢？诓骗你？陆清玄笑道，若是让鬼杀和血海老祖知道他们苦寻不得的东西在你手上，然后一起出了关，你觉得你这合欢宗还能像现在这般和平吗？鬼杀，血海老祖。陆清玄。花千影的声音瞬间变得冰冷，再无一丝娇媚。你到底想说什么？陆清玄却不看他，指了指下面的合欢宗弟子，语气平淡的反问，此事关乎你合欢宗的存亡，你确定要我在此地当着你这些徒子徒孙的面说出来吗？花千影的胸口剧烈起伏，死死地盯着陆清玄看了半晌，随即转身化作一道粉色流光，朝着宗门深处的大殿飞去。跟我来。陆清玄御剑跟上，二人一前一后，瞬息便落在了合欢宗最核心的主殿前。花千影素手一挥，一道粉色的光幕冲天起，将整座大殿笼罩其中，隔绝了内外一切声息与窥探。做完这一切，他才豁然转身。现在可以说了吧？陆道友费尽心机，究竟想要什么？然而陆清玄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就在花千影几乎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他手腕一扬，那枚他以为会成为最重要筹码的本命香囊就这么朝他飞了过来。花千影下意识地伸手接住香囊，入手，那熟悉的与自己心神相连的触感传来，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就这么还给自己了？那他方才说的那些话，摆出的那副架势，又是为了什么？一瞬间，这位纵横魔道千年，玩弄人心于股掌之间的合欢宗主脑中竟是一片空白。香囊不过是开胃小菜，我真正好奇的是，若是让鬼杀和血海老祖知道他们合练的功法出了岔子，并非功法本身有缺，而是你将其中最核心的一卷寰宇交欢点给偷偷藏了起来，到那时不知道你能不能如此平静。寰宇交欢点。花千影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退得干干净净，此事绝无第二人知晓。他是怎么知道的？无数念头在电光石火间闪过，花千影到底是纵横魔道千年的宗主，心神俱震之下，竟在短短一息之内强行平复了翻涌的气血。他深吸一口气，那抹金黄被完美的掩盖下去。陆道友，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他抢笑道，什么寰宇交欢点，奴家闻所未闻。你我无冤无仇，你又何必编造这等谎言来污我清白？陆清玄看着他拙劣的表演，淡淡的笑道，你不用这么急着否认，反正也用不了多久了。待到月圆之夜，他们二人功法反噬，自然会来找你。我今日能站在这里心平气和地听你狡辩，你觉得他们两个会吗？花千影的身体不可抑制地微微颤抖起来。鬼杀的万鬼噬心，血海老祖的血河滔天，这两个老魔头耐心可没有眼前这个男人这么好。一旦发现被骗，他们绝不会给自己任何解释的机会，只会用最残忍的手段将整个合欢宗连同自己从这世上彻底抹去。你想要什么？功法、灵宝，还是我合欢宗的秘库？只要我能给，只要你肯为此事保密，你全部拿去。到了这一步，他已是待宰的羔羊，再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陆清玄看着他这副模样，眼神依旧没有半分波动。你的弟子妖灵儿
妖灵儿。花千影先是一愣，似乎完全没料到会是这个答案，脑中瞬间闪过妖灵儿那张清纯又带着一丝天生媚骨的脸蛋，随即一种荒诞的念头涌上心头。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陆清玄，仿佛是第一次认识这个男人。原来如此，亏他还以为陆清玄是何等清心寡欲的正道砥柱，不为外物所动，不为美色所迷。闹了半天，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终的目的也不过是食色性也。想通了这一点，花千影心中那块悬着的巨石反而落了地。怕的不是对方有欲望，怕的是对方无欲无求。只要有想要的，那一切就都好谈。比起自己的生死，一个弟子又算得了什么？尤其是妖灵儿，虽是他做下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但终究也只是一个工具。用一个工具换取整个宗门的存亡和自己的性命，这笔买卖简直划算到了极点。花千影脸上重新绽放出了妩媚入骨的笑容，甚至比之前更加热络和真诚。哥哥，我还当是什么天大的事呢？没想到陆道友也是性情中人，早说嘛，何必跟奴家绕这么大的圈子？灵儿那丫头能得道友青睐，是她的福分。这番话他说的是真心实意。在他看来，陆清玄这等人物，无论是实力、样貌还是心计，都远非世间男子可比。妖灵儿若是能跟了他，倒也不算辱没。好说好说。花千影媚眼如丝，朝着陆清玄抛了个风情万种的眼神。道友稍待，我这边让他过来。说罢，他指尖一点，一道神念已然破开大殿的禁制，传了出去。做完这一切，花千影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莲步轻移，又向陆清玄靠近了几分，吐气如兰。陆道友，奴家有一事不明。这寰宇交欢典的秘密，乃是我合欢宗不传之秘，知晓者唯我一人。花千影的目光紧紧锁住陆清玄的眼睛，试图从中看出些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试探。除了此事，你还知道些什么？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从焚天万域中知道的。在那本书原本的轨迹里，花千影今日的所作所为，正是第二卷正魔大战的导火索。鬼杀与血海老祖在合练了有缺陷的功法后，虽强行突破至化神8层，却留下了致命的后患。功法反噬之时，需以海量修士的精血魂魄为药引，方能苟延残喘。两个老魔头为了活命，掀起了席卷整个黎州的腥风血雨，正魔两道因此全面开战。而叶凡在第一卷妖皇传承中侥幸得到阴阳异火，进入金丹后，便是在这场大战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最终趁乱夺走了鬼杀与血海老祖合练的那部功法。那部功法名为混元玄天经，乃是真正的灵阶功法。要知道，在这下界，天阶功法已是凤毛麟角，足以作为镇宗之宝。而灵阶功法，放眼整个世界，也唯有中州那8大顶级世家，以及少数几位大成期的老怪物才可能拥有。叶凡正是凭借此功法与大战中搜刮的资源，一举冲破化神桎梏，开启了他前往中州的篇章。这些陆清玄自然不会告诉花千影。他看着眼前已是惊弓之鸟的合欢宗之主，缓缓开口：很多年前，你们3人还未像现在这样各自为王，一次结伴外出历练，误入了一处上古修士留下的传承之地。轰！第一句话就让花千影瞬间惊恐地看向陆清玄。这件事他怎么会知道？陆清玄没有理会他的失态，自顾自地说了下去。那处传承禁制太强，凭你们3人的本事根本无法深入其中，但在外围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一部灵阶功法，对吗？花千影手开始不自觉地微微颤抖。你意识到那部功法的价值远超想象，所以想将其隐藏下来自己使用，但却被鬼杀看见，最终你迫不得已将其共享出去。但在交出去的时候，你偷偷将寰宇交欢典藏了起来，然后你们联手将此事隐瞒了下来，抹去了所有痕迹。陆清玄的语气依旧平淡，而那部功法真正的核心总纲，也就是寰宇交欢典，则被你藏了起来，偷偷修炼。陆清玄说完便不再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大殿之内死一般的寂静。你，花千影的声音干涩，你到底是谁？能知道的如此详细，绝非寻常探查推演之术所能做到。而且陆清玄最近的行事风格确实不同之前，不仅修为大涨，而且为人也变得杀伐果断，和之前一直是老好人的陆清玄完全不一样。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眼前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陆清玄。难道是他已经被某个从上古活下来的老怪物夺舍了？或者说是某位大能转世？无数个荒诞的念头让他不寒而栗。陆清玄则只是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那部灵阶功法也有些好奇。不瞒陆道友，那部功法奴家确实留了全本。
花千影坦然承认，事到如今再隐瞒已毫无意义。只是他顿了顿，神色黯然。或许是奴家资质愚钝，那功法深奥无比，我参悟了数百年，除了那部寰宇交欢典外，其余部分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如看天书。道友若是不嫌弃，我愿将功法踏本奉上。这番话倒是出自真心，一来是向陆清玄示好，二来也是存了万一的心思。或许陆清玄能看出些他看不出的门道，将来若能指点一二，也是天大的机缘。谁知陆清玄听完却轻笑一声：天书。他摇了摇头，眼神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怜悯。你当然看不懂。花千影一愣，你以为只有你藏了一手？鬼杀与血海那两个老魔头活了近1000年，心眼比蜂巢还多。你将寰宇交欢典这等核心总纲扣下，他们又岂会毫无防备？你教给他们的功法被你动了手脚，同理，他们将踏本交给你的时候，自然也被动了手脚。轰！仿佛一道天雷在脑海中炸开，花千影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天资不够，悟性不佳，才无法参透那神妙的灵阶功法。为此，他曾无数次暗自神伤，甚至道心都险些因此蒙尘。到头来才发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数百年。怪不得自己修炼主体功法时楚楚滞涩，灵力运转如同陷入泥潭，而修炼寰宇交欢典时却顺畅无比，一日千里。鬼杀，血海，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从心底直冲天灵盖。花千影那张美艳绝伦的脸蛋此刻因愤怒而扭曲，再不见半分媚态。两个老狗贼！一声怒骂竟是直接吼了出来，连合欢宗宗主的仪态都全然不顾。他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数百年的困惑与自我怀疑在这一刻尽数化为了对那两个老魔头的滔天恨意。发泄过后，花千影又颓然坐倒，神情沮丧。他看向陆清玄，满脸歉意。如此说来，倒是奴家让道友失望了。这残缺的功法，怕是帮不上道友什么忙。不，陆清玄却摇了摇头。你能帮我？花千影精神一振，道友请讲，只要奴家能做到，万死不辞。我要知道他们两个现在合练闭关的地方。花千影难以置信地看着陆清玄，仿佛在看一个疯子。陆道友，你这是何意？他们二人如今皆是化神7层的修为，合练功法之后，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你不过化神6层，现在去找他们，与送死何意？他实在无法理解，就算是为了完整的灵阶功法，也不该如此冒失。陆清玄却没有解释。送死？他当然不是去送死。焚天万域的原书中对鬼杀与血海老祖的结局描写得非常清楚。叶凡趁二人功法反噬之际，一举将他们灭杀，不仅夺走了混元玄天经，更从他们的储物戒中得到了一样不起眼的东西。那是一把古朴的青铜钥匙，是那个传承洞府开启所需3把钥匙的一把，是一位只差一步便能渡劫飞升，却最终陨落在天劫之下的上古巨擘叶长生。他的传承，其价值又岂是一部小小的灵阶功能相提并论的？功法残篇，他要；那把钥匙，他更要。叶长生这个名字若是传到中州，足以让那些传承万载的圣地和8大世家都为之震动。上古末期，人族最后一位有记载的最接近飞升的巨擘，传闻他已经引动了飞升天劫，却不知为何最终身死道消，成为修行界万年以来最大的悬案之一。可谁又能想到，这位曾经威压一个时代的叶长生，正是他陆清玄不久前才亲手覆灭的黎州叶家的先祖。何其讽刺！想当年叶家还是雄踞中州的8大世家之一，只因叶长生渡劫失败，偌大的家族便如大厦倾颓，一落千丈。经过万年岁月消磨，最终竟沦落到偏远的黎州，成了一个连化神修士都需仰望的一流世家。陆清玄的眸光深邃了几分。原书中，叶长生为自己留了不止一条后路，他将毕生传承与宝藏藏了起来，并以3把青铜钥匙作为信物，一把留在了叶家祖地，另一把则交给了当年与叶家关系最亲密的盟友柳家。这便是为何柳家会不惜代价派遣柳梦瑶潜入小小的黎州叶家，图谋的正是那把藏于叶家祖地的钥匙。只可惜他却迟迟没有找到，最后无奈回到中州柳家，准备开启自己的成人礼。而这第3把也是最后一把钥匙，则被藏在了传承之中，等待有缘人，最终落入了鬼杀与血海这2个老魔头手中。所以他今天来此，妖灵和灵阶功法只是顺带的，最重要的是想要夺取鬼杀手中的钥匙。叶长生的传承才是他此行真正的目标。看着陆清玄那古井无波的眼神，花千影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脸上浮现出一抹浓浓的苦涩与无奈。陆道友，非是奴家不愿相告，实在是那2个老魔头生性多疑，
狡猾如狐。他们闭关合炼之地，乃是其宗门最核心的禁地，除了他们二人，无人知晓，更无人胆敢靠近。他摇了摇头，歉意更深。他们每次闭关都会布下天罗地网，隔绝内外，除非他们自己出关，否则就算是化神巅峰的修士，也休想找到他们的具体位置。奴家实在是有心无力。无妨，陆清玄本就是随口一问，想碰碰运气。既然问不出，那便等他们自己出来就是了，反而省得麻烦，只要等他们自己出来，一掌拍死即可。花千影正想再说些什么，忽然神色一动，妙目转向紧闭的殿门方向。灵儿来了。话音未落，他素手轻扬，一道灵光拂过，殿门便无声地向两侧划开。门外一道倩影亭亭玉立。陆清玄抬眼望去，这一眼饶是以他的心境，呼吸也不由得停滞了一瞬。殿门洞开，光线涌入，勾勒出一道曼妙无双的轮廓。来人身着一袭桃粉色的薄纱长裙，裙摆宽大，随着他轻盈的步履微微漾开，像是3月里最柔嫩的一抹桃花云。那纱衣极薄，却又恰到好处的在关键处以层叠的绣纹遮掩，将那惊心动魄的曲线衬得若隐若现，引人遐思。他身形高挑，骨肉匀庭，多一分则鱼，少一分则柴。然而最夺人心魄的还是他的那张脸，标准的瓜子脸，肌肤胜雪，吹弹可破。一双微微上挑的狐狸眼，瞳仁是极为罕见的浅紫色，眼波流转间仿佛带着天生的魅意。右眼角下一颗恰到好处的泪痣，如画龙点睛之笔，为那极致的魅惑中添上了一丝楚楚可怜的脆弱，让人既想征服又想怜惜。她便是妖灵儿，合欢宗当代圣女，被誉为万花丛中一点真的绝代妖女。叮铃叮铃，清脆悦耳的铃声伴随着她的脚步响起，源自她裸露在外的雪白脚踝上那一串精致的赤金脚铃。铃声不大，却仿佛能直接敲在人的心坎上，让人心神摇曳，气血翻涌。但花千影见此，反而大感不妙。灵儿这孩子，平日里仗着自己的天生媚骨和从寰宇交欢点中简化出的唯一心剑无往不利，早已养成了先声夺人的习惯。可他哪里知道，今天殿内坐着的是一尊何等恐怖的杀神。妖灵儿莲步轻移，迈入殿中，他一眼就看到了面色不对的师尊花千影，以及神情淡漠的陌生男人。一个男人，难道是师尊的新欢？但即使是有其他化神境的老祖前来寻欢，还从没见过在主殿的。难道是师尊的新玩法？师尊。妖灵儿先是乖巧地对着花千影行了一礼，声音软糯，如同沾了蜜糖，甜得腻人。随后他才将那双勾魂夺魄的狐狸眼转向了陆清玄。他没有立刻开口，只是歪了歪头，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轻轻颤动，眼神里带着3分好奇，3分探究，还有4分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少女娇憨，这是他最擅长的姿态。纯真与魅惑的结合，足以让任何铁石心肠的男人化为绕指柔。他朱唇轻启，声音比刚才更添了几分魅意。这位前辈看着面生得很，不知找灵儿干嘛？灵儿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前辈多多海涵呢。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着痕迹地催动了自身的9阴绝脉。刹那间，大殿内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粘稠而暧昧起来，一缕若有若无的体香弥漫开来，能轻易钻入人的骨髓，勾起心底最原始的欲望。这是他的天赋神通，与功法结合，无往不利。寻常修士只需他一个眼神，一句话，便会心神失守，任他摆布。然而他失算了，陆清玄早已看穿了他所有的伪装。这怎么可能？妖灵儿震惊地看着陆清玄。你就是妖灵儿？陆清玄终于开口了，声音平淡。是奴家。妖灵儿下意识地回答，心中的不安越发浓烈。陆清玄的目光从他的脸缓缓移到他的腿上，淡淡道：9阴绝脉，合欢宗千年不遇的天才，心性有些差，但这腿长得不错。腿长得不错。妖灵儿先是一怔，随即那双狐狸眼便弯成了月牙，非但没有丝毫羞恼，反而笑意更浓。他身子微微前倾，那本就惊心动魄的曲线愈发凸显，声音娇媚入骨：前辈好眼光，不过难道只有腿美吗？灵儿身上可处处都是宝呢。妖灵儿巧笑嫣然，玉指轻轻点着自己饱满的红唇，每一个动作都经过千锤百炼，足以让世间9成9的男子魂飞天外。这是他的自信，也是他的武器。在他看来，男人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定力高低之分。眼前这个男人虽然深不可测，但只要是男人就一定有破绽。然而陆清玄却移开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花千影。你这徒弟心思倒是熟络，就是有些不太乖。轰！花千影瞬间明白了陆清玄的意思。一个筑基9层的小辈，竟敢在一个化神大能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卖弄他那点可笑的媚术，这已经不是胆大包天，而是不知死活。换做任何一个脾气稍微暴躁些，
或者心思歹毒些的老魔头，此刻的灵儿恐怕早已神魂被抹，只剩下一具完好无损的颅顶被打包带走了。陆道友息怒，是晚辈教徒无方，灵儿她年幼无知，冒犯了老祖虎威，还请老祖看在灵儿尚且有些用处的份上，饶他一命。老祖，妖灵儿脸上的媚笑瞬间僵住，能让师尊如此失态，绝对不是普通的化神老祖。毕竟花千影虽然实力不强，但他的老朋友可是不少，要不然和欢宗这块大肥肉可留不到现在，早就被各门各派给瓜分了。灵儿还愣着做什么？花千影见他呆立原地，厉声喝道：“这位便是青山宗之主陆清玄陆老祖，还不快快跪下，向老祖谢罪！”陆清玄，是他。妖灵儿的瞳孔骤然收缩。关于这位清玄老祖的传闻，最近他可听得太多，也太恐怖了。传闻他100年前不过是化神1层，闭关100年，一出关便已是化神6层的通天修为，此等境界简直匪夷所思，堪称神迹。传闻他心性大变，杀伐果断，视人命如草芥，传承数千年的叶家一夜之间被他夷为平地，鸡犬不留。传闻不久前凶名昭著的血魔宗血河老魔，只一掌便被一同拍成了齑粉。妖灵儿只觉双腿一软，冷汗瞬间浸透了他那身薄纱长裙，紧紧地贴在身上。弟子妖灵儿不知是清玄老祖驾临，多有冒犯，罪该万死。他收敛了所有的小心思，压下了所有的惊惧，恭恭敬敬的脸刃下拜，双膝触地，额头紧紧贴着冰凉的地面，姿态谦卑到了极点。请老祖责罚，知错能改，尚不算无药可救。陆清玄声音不高，却让匍匐在地的妖灵儿和一旁势力的花千影同时松了口气。起来吧。陆清玄的语气依旧平淡，我这次前来和欢宗，本就是为了你。什么？妖灵儿难以置信的抬头，为了我？他竟然说得如此直白。在他过往的认知里，那些正道老祖，即便是对某件东西、某个人势在必得，也总要寻些冠冕堂皇的由头，或是威逼，或是利诱，断没有像陆清玄这般开门见山。这份坦诚让他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应对。然而心念电转间，那短暂的愕然便化为了然，目光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身旁如释重负的师尊花千影。原来如此，在自己被换来这座大殿之前，一切便都已成了定局。师尊，这是把自己卖了。一股悲凉涌上心头，却又在瞬间被他强行压了下去。悲伤、怨恨，这些情绪对他而言太过奢侈，也毫无用处。从他觉醒九阴绝脉的那一天起，从他被确立为合欢宗圣女的那一刻起，他就明白自己早已不是自己。他是宗门最珍贵的瑰宝，也是宗门最重要的筹码。他享受了宗门倾尽资源的培养，享受了无数弟子的敬畏与羡慕。那么在宗门需要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便没有资格说一个不字。这是宿命，也是交易。合欢宗的圣女从来都不是用来谈情说爱的，而是用来投资的。上一任拥有特殊体质的圣女师姐，便是被师门送给了一位凶名赫赫的化神老魔手下。那位师姐的下场，他至今记忆犹新。据说被带走后不出10年，便被那老魔头采捕致死，神魂俱灭，连一具完整的尸身都未曾留下，凄惨到了极点。与那位师姐相比，自己眼下的境遇又何尝不是一种天大的幸运？陆清玄，这可是清玄老祖。虽然最近传闻他变化很大，杀伐果断，灭人满门，但传闻同样也说他为了亡妻数百年不曾纳妾，甚至连道侣都未曾再寻。一个能为逝去之人守身数百年的男人，其心性之间，情义之重，又岂是那些满脑子只想着采阴补阳的邪魔外道可比？跟着他或许会失去自由，或许要小心翼翼的侍奉，但至少能活下去。甚至这或许是他这辈子能遇到的最好的归宿。正道老祖总归是要些脸面的，自己这九阴绝脉若是运用得当，对他这等通天修为的大能亦有裨益。只要自己乖巧听话，表现出足够的价值，想来也不会被当成用过极气的炉鼎。想通了这一切，妖灵儿心中那点残存的阴霾一扫而空，非但不再惊惧，反而生出几分庆幸与期待。妖灵儿缓缓从地上站起，先前那副卑微到尘埃里的姿态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恭顺与柔美。他整理了一下因跪拜而微乱的裙摆，再次抬起头时，那双勾魂摄魄的狐狸眼已经恢复了7分神采。前辈此言，灵儿有些惶恐。灵儿不过一介小辈，蒲柳之姿，何德何能，竟能劳前辈亲自驾临？他顿了顿，盈盈一拜，语气却无比真诚。不过若能追随在前辈左右，聆听教诲，实是灵儿3生修来的福分。花千影在一旁看着，心中暗暗点头，不愧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这份心性，这份极致，当真不凡。陆清玄轻轻颔首，算是认可了他的表现。伶俐的丫头，你既有此觉悟，
倒也不枉我亲自走这一趟。安心跟着我，日后若有机缘，未必不能让你亏得大道。亏得大道，这是何等的许诺！一旁的花千影同样心头巨震，短暂的失神后，妖灵儿立刻反应过来，多谢老祖成全。灵儿粉身碎骨也无以为报。眼见气氛到了这里，火候恰到好处，花千影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妩媚。她轻挪莲步走上前，对着妖灵儿递了个眼色，声音带着几分娇嗔：傻丫头，还愣着做什么？试问这漫漫修仙路，人生能有几回这样的黄金机缘？还不快快过来，大力的把握它！妖灵儿也不再犹豫，身姿摇曳间缓步走向那高坐于主位之上的男人。妖灵儿走到陆清玄身前，一股清冽好闻的气息萦绕鼻尖，让他心神微定。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屈膝，然后身子一软，无比自然地温顺地坐进了陆清玄的怀中。陆清玄没有动，也没有言语，默许了他的亲近。大殿之内一时寂静。花千影见状，脸上的笑容已经灿烂到了极点。成了，他心中高呼。从今往后，合欢宗有了清玄老祖这尊大靠山，在这离州之地，谁还敢轻易招惹？同时又看了眼已经蓄势待发的妖灵，懂事地笑了笑。自己再待在这里，未免有些碍眼，当个不识趣的电灯泡。想到这里，花千影立刻对着陆清玄盈盈一拜：陆道友，灵儿这孩子便托付给您了。他若有任何侍奉不周之处，还请老祖多多担待。千影就不打扰道友和灵儿了，这就告退。然而陆清玄一手揽着怀中温香软玉的妖灵，淡淡的说道：灵儿年纪尚轻，很多事情怕是还不甚了解，经验不足。你身为他的师尊，在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留下来亲身示范，好好扶持你的徒儿一把吗？与此同时，玄清城中心最大的演武广场上，人声鼎沸。历时数日的散修大比终于落下帷幕，最终胜出的100名修士正神情激动地站立在广场中央。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的气息自天际垂落，众人只觉眼前一花，广场的高台之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道绝美的身影。来人一袭月白云纹长袍，身姿高挑，怀中抱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猫，凤眸平静地扫过下方众人。是领月仙子，青山宗宗主苏青年。人群一阵兴奋，这可是真正的大人物，元婴9层巅峰的强者，整个离州都屈指可数的存在。苏青年怀中的白猫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同时伸出素手轻轻抚摸着猫柔顺的背毛。奉清玄老祖法旨，老祖仁德，见魔道猖獗，正道式微，不忍见我辈散修于乱世之中，如浮萍飘零，故特赐下机缘。他玉手一挥，刹那间100道流光从他的储物法宝中飞出，精准地悬浮在每一位胜出的散修面前。那是一枚枚造型古朴的黑色手环，此物名为玄清环，乃黄阶极品法器，催动之后可抵御住击9层修士全力一击。轰！此言一出，整个广场彻底炸开了锅。黄阶极品法器，天哪，我没听错吧？能挡住筑击9层全力一击，这简直是多了一条命啊！100件，一出手就是100件黄阶极品法器。清玄老祖仁德，青山宗大气，无数散修激动得面红耳赤。要知道，对他们这些散修而言，一件黄阶上品的法器都足以当作宝贝。苏青言继续说道：此外，玄清环内含定位共享之阵，佩戴之后，方圆千里之内，若有同道遇险，其余人皆可感知方位，以便守望相助，共抗魔道。此乃老祖对我等正道散修的期许，望尔等好自为之。话音落下，下方的散修们再也按捺不住。清玄老祖仁德无量，多谢老祖赐宝，我等必不负老祖厚望，斩妖除魔，匡扶正道。青山宗万岁，领月仙子万岁。山呼海啸的感激响彻云霄人群之中。叶凡正死死地盯着面前悬浮的黑色手环，眼中满是震惊与不解。陆清玄，那个心狠手辣的伪君子，竟然会如此好心！100件黄阶极品法器，说送就送，还附带定位功能，让大家抱团取暖。这听起来怎么都像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可是他看了一眼周围那些已经迫不及待将手环戴上、满脸狂喜的修士，又感受了一下戒指中陷入沉睡的药圣。现在他太需要一个保命的底牌了。这手环能硬抗住击9层一击，诱惑力实在太大。至于定位共享，或许真的是那位老祖为了整合正道力量，对抗魔道的一步棋。毕竟到了他那种层次，格局应该不是自己能想象的。富贵险中求，叶凡咬了咬牙，心中做出了决定，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那枚冰凉的玄清环，没有丝毫犹豫，将其烤在了自己的手腕上。手环自动收紧，大小正合适，一股温润的灵力从中传来，让他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全感。
或许是自己多心了。叶凡看着手腕上的玄青环，心中暗道。轰隆隆，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璀璨的光芒将整个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九命猫妖皇的传承终于开启了。传承开启，八大宗的老祖们齐齐站起身来。苏青言怀中的白猫突然竖起了耳朵，一双眼眸死死盯着光柱，发出了低沉的呜咽声。各宗弟子听令。天剑宗的洛天河率先开口，传承已开，速速进入。记住，此次传承凶险万分，务必小心行事。叶凡混在散修的队伍中，尽可能地隐藏着自己的身形。所有人进入传承。随着一声令下，各宗弟子纷纷踏入光柱之中。叶凡深吸一口气，跟着人群走向那道璀璨的光芒。就在踏入光柱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吸力传来，叶凡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被卷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斗转星移，天旋地转的感觉不过持续了短短一瞬。当叶凡再次脚踏实地时，一股草木的清香涌入鼻腔。他睁开眼，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震。这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参天古木遮天蔽日，巨大的藤蔓如囚笼般缠绕，地面铺着厚厚的落叶，空气中弥漫着浓郁到近乎液化的灵气，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吐着灵石。远处隐约可见巍峨的山峦轮廓，不时有奇异的鸟鸣兽吼从林海深处传来，带着一股蛮荒而危险的气息。和他一同被传送进来的修士们，此刻都聚集在一片相对开阔的林间空地上，足有数百人。短暂的惊叹过后，人群开始变得嘈杂。这就是九命猫妖皇的传承秘境，好浓郁的灵气。机缘，到处都是机缘。那株草好像是300年份的凝血草。别傻了，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就算发现宝贝怎么分？我劝各位还是各凭本事，生死有命。一个面容精悍的汉子高声喊了一句，立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确实，在机缘面前，所谓的守望相助，脆弱的不堪一击。谁也不愿意自己辛辛苦苦找到的宝贝被旁人分一杯羹。很快，人群便如潮水般四散开来，3、5成群，或独自一人，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纷纷选定一个方向，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之中。叶凡没有急着动，他站在一棵巨树的阴影下，目光冷静地扫视着剩下的人。他需要确定那些大宗门弟子的位置，尽量避开他们。然而下一刻，他的目光凝固了。不远处，一群身穿青山宗服饰的弟子中，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楚离！轰！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自叶凡的心底最深处轰然炸开。就是这个女人，如果不是她带着陆云前来退婚，极尽羞辱；如果不是她，陆云那个废物就不会死；如果陆云不死，他叶家又怎会惨遭灭门，父母惨死，自己沦落到今天这般境地？一切的源头就是他。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叶凡的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刺骨的疼痛却远不及他心中的恨意。他几乎是本能的就想冲上去，不顾一切的将这个女人碎尸万段，为他惨死的父母和族人报仇雪恨。可他的理智却让他不断压抑着内心的冲动，因为此刻楚离的身边众星拱月般围着10数名青山宗弟子，个个气息沉稳，修为不俗，为首的那位更是达到了筑基9层巅峰。而自己呢，不过是筑基7层，虽有兽火依靠，但也不可能越阶打一群人。最大的依仗要圣残魂还在沉睡，现在冲上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死他不怕，但他不能就这么死了。大仇未报，他有什么资格去见父母的在天之灵？人必须忍耐。叶凡的胸膛剧烈起伏，强迫自己移开视线，看向别处。他必须尽快找到阴阳异火，唤醒药圣，只有那样，他才有复仇的资本。就在叶凡充满杀意的目光投来的瞬间，正与同门师兄交谈的楚离忽然心有所感，秀眉微蹙。他下意识地循着感觉望去，只看到一个身形略显单薄的背影，穿着一身黑袍。那人的长相虽然只是一瞥，但他确定他不认识，只是这个身形似乎有些熟悉。那人同样察觉到了他的注视，没有丝毫停留，迅速转身混入了另一波即将离开的人群中，很快便消失不见。是错觉吗？楚离心中升起一丝困惑，那道目光给他的感觉竟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熟悉感，可他想不起来在哪里感受过。楚师妹，怎么了？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青山宗的大师兄陈克见他神情有异，关切地问道。楚离回过神，轻轻摇了摇头，没什么，可能是我多心了。陈克笑了笑，态度十分热情。师妹不必紧张，临行前宗主特意交代过，进入秘境之后，一切行动都听师妹你的指挥。他这话一出，周围的青山宗弟子纷纷附和，脸上没有丝毫的不愿。是啊，楚师妹，我们都听你的，有师妹在，咱们这次肯定能满载而归。
他们心中跟明镜似的。谁不知道如今的楚离已经不是过去的楚离了？传闻他入了清玄老祖的法眼，地位水涨船高，跟着他不就是等于间接抱上了老祖的大腿吗？说不定指缝里露出点机缘，就够他们受用终身了。对于众人的吹捧，楚离只是淡然一笑。既然各位师兄如此信任，小妹确实有件事想请大家帮忙。陈克立刻拍着胸脯，满脸热忱。师妹但说无妨，只要我们能办到，绝不推辞。对，师妹尽管吩咐。其余弟子也纷纷表态，热情高涨。楚离的目光在众人脸上轻轻扫过，缓缓道：各位师兄，可还记得当初被老祖追杀，最终却侥幸逃脱的叶家余孽叶凡？叶凡这个名字一出，场间的气氛瞬间一凝。一个弟子忍不住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惊奇和忌惮。当然记得，这是当初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区区练气期的蝼蚁，居然能在咱们老祖的手下逃出升天，简直是走了8辈子的狗屎运。这份运气，说实话，我都嫉妒。何止是嫉妒，另一人接口道，简直是匪夷所思。我听说当时老祖都用出绝学了，但却被传承裂缝吞噬，居然让他活了下来，这运道简直是个谜。陈克的面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师妹突然提起此人，莫非？楚离的眼神落向远处叶凡消失的方向，眸光深邃。我怀疑刚才那个穿着黑袍匆匆离去的人就是他。什么？是他？一众青山宗弟子哗然，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不可能吧？一个弟子皱眉，报名进入秘境的名单我们都看过，根本没有叫叶凡的。况且他一个丧家之犬，哪来的资格和门路进入这等秘境？易容术。楚离轻轻吐出3个字，却让众人心中一凛。他很可能改换了容貌，用假身份混了进来。他补充道，虽然楚离也有些怀疑真假，但他又不傻，只要有一丝怀疑都要认真求证。这不正是老爷给自己这么多人手的原因吗？岂能浪费了？陈克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抹杀机。这贼子胆大包天，竟敢混到我们眼皮子底下！师妹，我们现在就追过去，将他就地格杀，以绝后患。没错，绝不能让他跑了。这次定要让他神魂俱灭，为老祖清理门户。众人群情激愤，纷纷祭出法器，一副马上就要追杀过去的架势。这可是向老祖献媚的绝佳机会，要是能将叶凡抹杀，得到老祖欢心，说不定就能一步登天，不必了。楚离却抬起素手，轻轻一摆，制止了众人的冲动，从容不迫地抬起自己的左腕，只见一只通体碧绿、雕琢着繁复云纹的玄青手环正套在上面。宗主临行前赐下的玄青手环是子母式的法器，而我这便是玄阶上品的玄青手环，不仅能够标记定位，还能共享视野。楚离盈盈一笑，就在方才我心生疑虑的瞬间，已经给他打上了标记。随后纤细的指尖在手环的镜面上一划，一道微光闪过，一幅清晰的画面竟凭空投射出来。画面之中，一个黑袍身影正在丛林里飞速穿行，正是刚刚离去的叶凡。他的一举一动，甚至连脸上那份压抑不住的恨意和焦急都分毫毕显。这是陈克等人看得目瞪口呆。这玄青手环不仅能定位，竟然还能实时监控对方的影像，这等法宝简直闻所未闻。他手上的入门手环已经被我的玄青手环悄悄接管了。楚离的话却让在场的师兄们背后感到一阵凉意。现在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一个弟子看着画面里叶凡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林中寻找着什么，忍不住嘿嘿一笑。师妹高明，这下好了，咱们就让他先去探路，等他辛辛苦苦找到了什么宝贝，我们再跟在后面当个渔翁，岂不美哉？哈哈，王师弟这个主意好，让他给我们当开路的苦力。众人哄笑起来，看向楚离的眼神也已经变了。如果说之前是敬，那么现在就是畏。这位楚师妹怪不得能深得老祖恩宠，这心思手段远超同柴。楚离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凝视着光幕中的叶凡，心中却翻涌着滔天巨浪。老爷真是神机妙算，英明神武。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双修的间隙之中，老爷对他说的话。此去传承，那个叫叶凡的小虫子十有八九也会混进去。他身上有大气运，更有残魂相助，寻常手段杀不了他。这只玄青手环你带着，见到疑似他的人不必声张，只需暗中催动，便可在他不察之下种下追踪印记。届时他便是你的眼睛，替你去寻那秘境中最大的机缘。记住，不要急着杀他，一只会寻宝的狗总比一具尸体有用。等他找到了为父想要的东西，再取他性命也不迟。当时他还觉得老爷有些小题大做，一个侥幸逃生的废物，何至于如此郑重其事？而且他不过是个练气期的蝼蚁，就是获得天大的机缘也难进入其中。
难道他还能一口气从炼气突破到筑基9层？可现在，一切居然都应验了。那个人真的是叶凡，他真的混进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和老爷预料的一模一样。这一刻，楚离心中不禁对老爷涌起了近乎狂热的崇拜。老爷的棋局早已布下，而自己还有叶凡都只是这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同时，楚离浑身一颤，脸色微红，心中暗道：这种被老爷摆布不用动脑子的感觉居然出奇的舒服。哎呀，楚离，你到底在想什么？只有这样的强者才是我楚离要侍奉终身的老爷。片刻之后，楚离才缓缓回过神来。走吧。楚离挥手散去光幕，恢复了惯常的清冷。我们先去别处逛逛，给他一点寻宝的时间。好，都听师妹的。陈克等人纷纷回应，簇拥着楚离朝着与叶凡旁边的方向走去。妖皇传承外，裂隙之下，云海翻腾，几道身影盘坐于云端之上，气息渊庭月至，与天地相合。他们正是5大宗门的老祖，亲自前来为门下弟子护道。这等机缘万年难遇，既要防止小辈在其中陨落，更要提防其他宗门暗下杀手，夺了本属于自家的机缘。云海之上，气氛看似祥和，实则暗流涌动。各家老祖闭目养神，神念却早已铺开，笼罩了整片区域，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们的感知。苏仙子，李长生抚须问道。陆道有此次敬畏亲至。这妖皇传承非同小可，万一内部出现什么我等都无法预料的变故，还需他坐镇才好。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真诚的担忧。虽然有他们坐镇，那些魔宗的人士也不敢放肆，但有他在，众人心中都会安稳几分。苏清言闻言微微欠身，李院长挂心了，师尊他老人家另有要事，无法前来。阿弥陀佛。普渡大师缓缓睁开了眼。苏施主，贫僧的渡厄师弟这些时日正在云游，倒是无意间看到了一些趣事。普渡大师慢悠悠地开口，他言之凿凿，亲眼看到陆道友被那合欢宗的宗主花千影亲自迎进了宗门之内。此言一出，云海之上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其余几位原本闭目养神的老祖齐刷刷地睁开了眼睛。陆清玄，他去了合欢宗。去合欢宗干什么？然而苏清言的神色没有半分变化。师尊行事自有他的道理，又何须向外人解释？话音一顿，他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讥诮。不过晚辈倒是十分佩服，万古寺与合欢宗一南一北，相隔何止万里之遥，渡厄大师竟能看得如此一清二楚，想来是修成了什么不得了的佛门天眼神通吧。其他几位老祖瞬间神色各异，谁不知道万古寺的渡厄和尚是什么德行？虽是和尚，但反而喜好女色。普渡大师一张老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被苏清言这番话噎得半天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说自己的师弟就是个老色批，那丢的是万古寺的脸。而就在老好人李山长准备接话，给普渡一个台阶之时，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怖威压自遥远天际骤然降临轰，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了天地，整片翻涌的云海瞬间凝滞。在场的几位化神老祖齐齐色变，只觉一股源自神魂深处的战力感油然而生，一身浩瀚的法力竟有了凝滞不畅之感。这股气息，洛天星豁然起身，惊疑地喊道：是天劫！此言一出，众人皆惊。天劫能引动如此恐怖威势的天劫，绝非寻常。莫非是有哪位道友要叩开化神之门，与我等平起平坐了？李长生抚须的手微微一顿，神情变得无比凝重。化神大能在黎州已是凤毛麟角，数百年都未必能诞生一位，任何一位新晋化神都足以改变整个黎州的势力格局。只是不知此人究竟是正道栋梁，还是魔道枭雄？另一位老祖沉声开口，语气中满是戒备。若是正道还好说，可若是魔道中人突破，那对于他们5大宗门而言绝非好事。众人议论纷纷，神念交织，都在猜测着这位即将渡劫之人的身份。唯有苏清言在感受到那股气息的瞬间，心脏猛地一缩，他的目光竟直望向了那威压最盛之处。那个方向不正是普渡大师口中合欢宗所在的方位吗？难道是师尊？师尊他说另有要事，难道就是要在此地突破境界？可师尊不是化神6层吗？还能突破什么？就在此时，太乙门的玄机真人脸色陡然巨变，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骇人之事，失声惊呼：不对，这天劫不对劲，这威势，这规模根本不是化神天劫，这是炼虚之劫。炼虚2字一出，云海之上瞬间鸦雀无声。炼虚？开什么玩笑？黎州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出过炼虚境的大能了？3000年？还是5000年？那等存在早已是传说中的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一念之间便可令山河倾覆，天地变色。短暂的死寂之后，是更为巨大的恐慌。炼虚天劫，方向是合欢宗。普渡大师最先反应过来，尖声叫道：“不好，是魔道老魔在突破炼虚！”这一声彻底点燃了所有人心中的恐惧。一个化神境的魔头就足以搅得黎州腥风血雨，若真让合欢宗诞生一位炼虚境的无上大能，那后果不堪设想。届时，什么五大宗门，什么正道联盟，在那等伟力面前，皆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整个黎州将彻底沦为魔宗的后花园，再无宁日。他们这些所谓的宗门老祖，恐怕都会被杀干抹净，绝不能让他成功。洛天星怒吼一声，声震云霄：“此魔一旦攻城，我黎州正道万古基业将毁于一旦。诸位，随我前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他。”话音未落，他已化作一道璀璨的剑光，撕裂云海，朝着天劫的方向疾驰而去。速度快到了极致，显然是已经拼命了阿弥陀佛。降妖除魔，乃我佛门本分。普渡大师高宣一声佛号，身上佛光大盛，化作一尊怒目金刚，紧随其后。李院长，你我联手，布下两仪微尘阵，或可干扰天劫。好。其余几位老祖再无半分犹豫，纷纷爆发出平生最强的气势，化作数道流光追了上去。这一刻，什么宗门隔阂，什么个人恩怨，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生死存亡的威胁面前，他们空前的团结了起来。苏清言站在原地，望着远方那片愈发恐怖，甚至已经开始扭曲空间的劫云，清冷的脸庞上浮现出浓浓的忧色与决然。他不知道渡劫的是不是自己的师尊，但他必须去。若是师尊，他当为师尊护法，万死不辞；若不是师尊，而是那合欢宗的老魔，那他更要去。为了师门，也为了这天下苍生。一念及此，苏清言不再迟疑，周身青光流转，化作一道青色长虹，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化神9层巅峰，天劫，突破炼虚境。花千影呆呆地立在原地，美艳的脸庞上满是匪夷所思。就在刚才，妖灵儿的元婴之力伴随着一种玄奥的先天道运，被陆清玄精吞入体。紧接着，他本就深不可测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仅仅是几个呼吸的时间，陆清玄的修为便已然冲破了化神境的桎梏，触碰到了那传说中的门槛。这怎么可能？花千影修炼了1000多年，深知修行之路步步维艰，越是往后，每提升一个小境界都需耗费100年苦功。可陆清玄这提升的速度竟比喝水还简单。而在另一侧的软榻上，妖灵儿正手忙脚乱地将凌乱的衣衫裹在身上，还来不及去思考自己失去了什么，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悸动与恐惧让他猛地抬起了头。轰隆隆，整个合欢宗，不是方圆数百里的天地都在剧烈地震战。透过门户能看到外界的天空已经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一种混沌般的暗紫色。一道道比山岳还要粗壮的劫雷，如紫金色的怒龙，在厚重如铅的劫云中翻滚咆哮。那股毁灭万物的气息，仅仅是溢散下来的一丝，就让身为化神大能的花千影感到一阵心惊肉跳。天劫，花千影的声音都在发抖。这种威势是炼虚之劫。他终于明白陆清玄要做什么了。他竟然要在这里，在合欢宗渡劫突破炼虚境。疯了，这简直是疯了！炼虚天劫何其恐怖，一旦降下，恐怕整个合欢宗的山门基业都会在第一道劫雷下化为飞灰。快走，必须离开这里！花千影当机立断，便要去拉妖灵儿逃离此地。而此时的陆清玄依旧稳坐如山，双眸紧闭。外界那足以令天地倾覆的恐怖天威，于他而言不过是清风拂面。他的识海中，一道机械音悄然响起：叮！强取豪夺焚天万域天命女主妖灵儿，成功掠夺其9阴绝脉本源，奖励地气列虚空神剑。法宝：黄阶、玄阶、地阶、天阶、宝器、神器、圣器、地器、仙器、先天灵宝、混元灵宝、混沌灵宝、鸿蒙至宝。成了！陆清玄心中一定，缓缓睁开了眼，看了一眼满脸焦急的花千影，又瞥了一眼正惊恐地望着天花板上裂缝的妖灵儿，嘴角微微上扬。不慌，问题不大。陆清玄缓缓伸出手，掌心向上，嗡！一柄古朴的长剑出现在他的掌心，剑身约3尺，狭长而笔直，通体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暗沉之色，仿佛是由一段凝固的深空锻造而成，仿佛连周围空间的光线都被其吞噬。花千影看着陆清玄手中的那把长剑，震惊地说道：这是什么法宝？妖灵儿也被那柄剑吸引了目光，虽然看不出品阶，但他能感觉到当天劫的毁灭气息触碰到那柄剑周围3尺时，竟悄然退避，不敢侵犯分毫。法宝！陆清玄笑了笑，五指轻轻握住了剑柄，刹那间
一股无形的剑威冲天而起，瞬间冲出大殿的穹顶，贯穿了厚重的劫云。那翻滚咆哮的亿万雷龙，在这股剑威面前，竟齐齐一掷。花千影害得连退3步，一屁股跌坐在地，满脸的不可置信。他想起来了，1000年前，他曾有幸随前代宗主前往过一次中州，参加了一场震动天下的顶级拍卖会。在那场拍卖会上，压轴的宝物便是一件天阶下品的灵器。他至今还记得，那件天阶灵器出场时，引得灵气道观，其威能之盛，让在场的所有化神老祖都为之疯狂。可是那件天阶灵器的威能，与眼前这柄平平无奇的古剑相比，简直就是萤火与皓月之别。天阶之上，莫非是传说中只存在于8大世家的镇族之宝宝器？不对，就算是传说中的宝器，也绝无可能仅凭威势便能震慑炼虚天劫。这柄剑之威能，恐怖如斯。合欢宗山门100里外，数道流光撕裂云层，骤然停住。为首的李山长身后，老祖们面色凝重。他们本来打算进入合欢宗一探究竟，谁知刚一靠近，便被这毁天灭地般的炼虚天劫给拦住了去路。这是何等恐怖的天劫！劫云覆盖数百里，雷光凝如实质，内蕴紫金神芒，此乃炼虚之劫，绝不会错。可这方圆千里，何曾听说有哪位化神巅峰的大能要突破了？此时，整个合欢宗已是鸡飞狗跳，乱作一团。无数弟子从洞府中冲出，惊恐地望着头顶那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压垮的劫云。完了，天要亡我合欢宗啊！一个年轻的女弟子瘫软在地，涕泪横流。这是天劫，为什么会有天劫降临到我们宗门？是谁在渡劫？还能是谁？肯定是宗主。可宗主不是才化神一层吗？怎么会引来天劫？你们快看外面！一个眼尖的弟子指着护山大阵外，是那群正道老祖，他们把我们包围了。此言一出，众人再次恐慌。天劫在内，强敌在外，我们今日死定了！我就说不该见色起意，抓了那个浩然书院的弟子，日夜折磨。这下好了，人家师门长辈打上门，哭什么？左右是个死，把他给我抬出来，必须榨干他最后的价值。而在合欢宗之外，正道老祖的脸色同样不好看。这天劫的范围太广，我等若是强行闯入，必会被天道误判为挑衅，一同卷入其中。李山长眉头紧锁，李道友所言极是。玄机真人掐指推算，却发现天机一片混沌，被那股恐怖的劫威搅得粉碎，不由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花千银100年前方才晋升化神一层，就算他天赋异禀，得了什么天大的机缘，也不可能在100年内就冲击炼虚境。莫非是他的道侣？听闻魔道修士有不少采补速成之法，或许是哪个隐士的老魔头借助花千影强行破境。众人议论纷纷，猜测不断。不对劲！李山长摇了摇头，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普渡说的话：难道是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数日前陆清玄分明还只是化神境6层的修为，这才几天功夫，从化神6层到突破炼虚，这是什么概念？就算是上界先帝转世，也没听说过这么离谱的修行速度。然而就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一道淡然的声音响了起来：怎么，各位道友兴致这么好，也来观看陆某的渡劫时刻？刹那间，正道老祖们僵在了原地，停止了议论。陆某？哪个陆某？黎州大地有哪个姓陆的猛人能引动如此天劫？李山长瞳孔骤然收缩，难以置信地想到：是他，就是他，陆清玄，陆施主，怎么可能？普渡大师失声惊呼：数日前他不是才化神6层吗？现在就要渡炼虚天劫了，老衲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不合常理，这违背天道，震撼，无与伦比的震撼。如果是一个隐世不出的老怪物再次渡劫，他们或许会忌惮，会凝重，但绝不会如此失态。但一个他们亲眼见过、修为境界一清二楚的人，在短短几天内完成了他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无法跨越的天堑，这才是真正的震撼。师尊！人群后方一道绝美的身影冲天起，正是姗姗来迟的苏青言。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苏青言化作一道流光，没有丝毫犹豫，径直冲向了那片足以毁灭一切的劫云。苏仙子，不可！李山长大惊失色，急忙高喊：苏施主，快回来！闯入他人天劫，你会被天道视为挑衅，一同抹杀的。然而苏青言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眼中只有那道立于雷海之下的身影。苏青言稳稳落在陆清玄身旁，扬起俏脸，眸中星光璀璨，满是如沐之情。恭喜师尊再次突破，弟子来助师尊一臂之力。
虽是少女之音，却尽显男儿气魄。陆清玄看着身旁这个胆大包天的弟子，眼中没有丝毫责备，反而掠过一丝淡淡的笑意，伸出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发顶，动作自然而亲密。晴儿这份心意，为师领了。不过区区天劫，为师自有手段，你且站到一旁看着便好。苏清言点了点头，眸光晶亮。我相信师尊，师尊从来都不打无把握的仗。话语中毫不掩饰对师尊近乎盲目的信任。就在此时，雷云也被苏清言这个不速之客彻底激怒。轰隆，一声震彻天地的咆哮，劫云疯狂翻涌，旋转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中心，无尽的紫金雷光高度凝聚，最终化为一条长达1000丈的紫电雷龙。那雷龙栩栩如生，龙鳞是凝如实质的雷霆，龙瞳是毁灭万物的神芒。他自劫云中探出狰狞的头颅，光是那溢散出的一丝气息，就让百里之外的正道老祖们通体冰寒，神魂战栗。紫霄神雷，是传说中的紫霄神雷。玄机真人骇然道：这一击的威力，怕是化神9层巅峰的修士也得瞬间灰飞烟灭。完了，那女娃太鲁莽了，快退，离远一些。这等天威，沾上一点都得神形俱灭。众老祖纷纷暴退，无一人敢靠近那片死亡禁区。身处雷龙威压正下方的苏清言感受最为真切，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仿佛一座太古神山，死死压在他的神魂之上。他引以为傲的元婴9层修为，在这一刻脆弱的如同薄纸。突然，一只温热有力的大手揽住了他的纤腰，将他轻轻带入一个坚实而温暖的怀抱。站稳了。陆清玄的声音平淡依旧，却带着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那足以压垮化神巅峰修士的恐怖威压，在靠近他周身3尺时，便如春雪遇骄阳般悄然消融。苏清言靠在陆清玄怀中，身体虽然酥软无力，心中却前所未有的安宁。他抬起头，看到的是师尊那张平静如水的侧脸，和那双深邃的仿佛能容纳整片星空的眼眸。此时，天空之上的紫电雷龙已经蓄力完毕，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吟，携着足以撕裂苍穹的无上神威，轰然扑下。整个世界在这一刻仿佛都失去了色彩，只剩下那一道纯粹的毁灭之光。百里之外，李山长等人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不敢直视神威。然而，陆清玄一手抱着怀中娇躯发软的苏清言，另一只手抬起裂虚空神剑，一道淡然却响彻九霄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我有一剑，可碎裂星辰。话音未落，陆清玄一剑挥出，嗡！剑锋所过之处，空间被轻易撕裂开来，露出一道漆黑深邃的虚空裂痕。那道裂痕迎风而长，以一种超越了闪电的速度，径直迎向了那俯冲而下的紫电雷龙。那道漆黑的虚空裂痕与紫电雷龙轻轻一触，下一刹那，那条威势无双、足以秒杀化神巅峰的紫电雷龙，从头到尾地被一分为二。被展开的雷龙化作漫天紫金电弧，四散纷飞，却连陆清玄的衣角都未能触及。而那道斩灭了雷龙的漆黑剑痕，威势不减分毫，继续向上，直冲云霄。吃了！一声轻响，众人骇然抬头，只见那厚重如山的劫云，竟被这一道剑痕从中间硬生生劈开。剑痕继续蔓延，穿透劫云，斩在了那片青天之上。刹那间，万里无云的青天竟也被劈出了一道长达数百里、深不见底的漆黑裂缝。裂缝之中是混乱的虚空乱流和闪烁的星辰光芒，仿佛天被这一剑展开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一剑斩雷龙，破劫云，裂青天，死寂！无论是百里之外心惊胆战的正道老祖，还是下方劫后余生的合欢宗弟子，所有人都呆呆地仰望着天空。那里有一道贯穿天地的裂痕，被一分为二的劫云，像是畏惧那道剑痕中残留的无上锋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溃散。而被展开的青天，那道长达数百里的漆黑裂缝正缓缓地自我修复，但那狰狞的姿态却像一道永恒的烙印，刻在了每个人的神魂深处。一剑之威，尽至于斯。咕咚，那是什么剑法？李山长咽了口水，声带都在颤抖。陆道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玄机真人失神的喃喃自语。这一剑之后，陆道友正道魁首的地位估计已经坐实了。我们这是见证了黎州的历史啊！而此时的洛天星则震惊地看着天之裂痕，喃喃道：此之剑道，无死亦亡矣。与正道老祖们的惊骇欲绝不同，下方的合欢宗弟子们在短暂的呆滞后，兴奋地高呼着：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清玄老祖威武！清玄老祖万岁！感谢老祖不杀之恩，我等从今往后愿为老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无数弟子无论男女，纷纷跪倒在地，朝着陆清玄的方向虔诚叩拜。人群后方，
花千影搀扶着还没恢复过来的妖灵，同样被这惊世骇俗的一幕震得七荤八素。他美眸圆睁，红唇微张，心中翻江倒海。那可是传说中的紫霄神雷，那一剑却连带着降下神雷的劫云和苍天一并斩了。这是何等霸道，何等恐怖的实力！花千影忽然一个机灵，一个念头闪电般划过脑海：震惊、恐惧，不，现在是天赐的良机。灵儿，我们赶紧回去表忠心。他当机立断。而此刻，作为风暴中心的苏清言却感受不到外界的任何喧嚣，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下眼前的师尊，感受着被师尊揽在怀里的安全恬静，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的味道，混杂着一丝刚刚斩灭雷霆后残留的凛冽。师尊的手掌温热而有力，稳稳地托着他的腰，仿佛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港湾。苏清言痴痴地仰着头，看着师尊平静无波的侧脸，可就是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却比任何霸道的宣言都更让他心惊摇曳。砰砰砰，心跳得又快又急，脸颊不受控制地升起一抹滚烫的红晕，眸中少女情意流转间，仿佛有万千星辰在其中沉浮，最终都化作了拉丝般的痴恋，牢牢地粘在了陆清玄的身上。这就是他的师尊，他的天。而就在这时，那被展开的劫云彻底消散后，9天之上竟降下一道无比璀璨的七彩华光。这道华光比太阳还要耀眼，其中蕴含着精纯到极致的天地本源之力。它精准地穿过正在愈合的天穹裂缝，将陆清玄和被他抱在怀里的苏清言一同笼罩。天道之功，渡劫者引来的天劫越是恐怖，渡过之后，天道赐予的馈赠便越是丰厚。陆清玄引来的紫霄神雷本就是万中无一，而他更是以一种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霸道方式，直接将天劫连同苍天一并斩破。这种行为非但没有引来天道的震怒，反而像是触动了某种更高层次的规则，降下了超乎想象的赏赐。轰！陆清玄的体内传出一声沉闷的轰鸣，化神9层巅峰瓶颈在这股浩瀚的本源之力冲刷下，瞬间被冲破，正式踏入了炼虚之境。如果说化神境是元神与天地交感，借用天地之力，那么炼虚境便是炼化虚空，开始真正触及并掌握法则。这是一个质的飞跃，陆清玄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肉身在七彩华光的洗礼下变得愈发晶莹剔透，元神更是疯狂暴涨，并开始与周围的虚空产生一种奇妙的共鸣。子府之中，原本的元婴小人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尊与陆清玄面容一般无二的法相。这尊法相盘坐于子府中央，双眸紧闭，周身环绕着淡淡的虚空涟漪，每一次呼吸吐纳都在吞吐着精纯的天地灵气。从化神到炼虚，是修饰生命层次的一次巨大签越。然而这还没完，就在陆清玄的修为稳固在炼虚一层时，一股潜藏在他体内的特殊力量被这股突破的势头彻底引爆，正是妖灵儿那尚未完全炼化的元婴之力。这股力量本就精纯无比，此刻在天道馈赠的催化下，化作了一股最狂猛的燃料，注入了陆清玄刚刚突破的修为之中。嗡！陆清玄的气息在刚刚稳定之后，竟再次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攀升。炼虚1层，炼虚2层，炼虚3层，炼虚3层巅峰，成了！借助天道馈赠和元婴之力的双重加持，陆清玄竟一鼓作气，直接从化神9层巅峰连破3重大境界，一步登天，踏入了炼虚3层。七彩华光缓缓散去，天地恢复了清明。陆清玄缓缓睁开双眼，一抹深邃的紫芒在他眼底一闪而逝。炼虚境，一步之遥，天差地别。苏清言依旧痴痴地看着他，只是那张绝美的俏脸上，红晕已经蔓延到了雪白的脖颈。当陆清玄的目光垂下，与他对视的刹那，苏清言像是被烫到了一般，猛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心如鹿撞，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师尊，他刚才一直抱着我。陆清玄看着他这副娇羞可爱的模样，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瞬。恭贺陆道友一步登天，踏入炼虚之境。李山长率先飞了过来，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与震撼。身后其他的势力老祖也纷纷上前拱手道贺。陆道友此番壮举，真乃我正道之幸。是啊是啊，以化神之躯斩破苍天，渡炼虚之劫，亘古未有。陆道友风采，我等望尘莫及。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敬畏。陆清玄神色平静，对着众人微微颔首。多谢各位道友关心。众人屏息凝神，等待着这位新晋炼虚大能的下文。然而陆清玄却望向了远处，淡然的开口：既然人来都来了，还躲着不成？此言一出，李山长等人心头一凛，顺着陆清玄的目光看去，却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们同样不敢怀疑陆清玄的话，一时间所有人都警惕起来，竟然还有人藏在暗处窥伺，是敌是友。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
一道金光闪过，一个肥头大耳、身披袈裟的和尚满脸堆笑地从虚空中钻了出来，双手合十，走起路来身上的肥肉一颤一颤。阿弥陀佛，陆道友误会，天大的误会啊！和尚一脸憨厚，对着陆清玄连连作揖。贫僧万古寺渡恶，只是恰好路过贵地，这才驻足观望，绝无恶意，绝无恶意啊！在他旁边，一位身段妖娆、风韵犹存的美妇人也尴尬地现出身形，她是合欢宗的另一位老祖媚雪灵。此刻她全无媚态，只是强笑着附和。渡恶大师所言极是，我等只是路过。众人看着二人，表情变得古怪起来。陆清玄看着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的说道：看来还剩下2位不愿出来。既如此，那便由陆某亲自将你们请出来了。话音未落，血煞和鬼幽这才连忙飞出。道友误会了。血煞老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们也只是路过。鬼幽没有说话，只觉得手脚冰凉。哦，都只是路过。陆清玄轻笑一声，骗你们的，出来也得死。什么？血煞和鬼幽的瞳孔骤然收缩，亡魂接帽他们想也不想，瞬间燃烧精血，化作2道流光，便要逃遁。但晚了，在炼虚境的陆清玄面前，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只见陆清玄抬起手中烈虚空神剑，对着他们逃窜的方向随意的一划，只有一道细微的剑痕在虚空中一闪而逝。扑哧，血煞和鬼幽遁逃的身形猛地一僵，停在了半空中，脸上还残留着极致的惊恐与不敢置信。正道老祖居然如此不讲道理，按理说都出来了，不应该慢慢谈吗？你倒是说个条件啊，又不是不答应，何必像魔道一样喊打喊杀呢？何必呢？下一刻，一道细细的血线出现，2位凶名赫赫的魔道老祖齐腰断开，鲜血与内脏洒满长空。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正道老祖还是侥幸逃过一劫的渡恶与媚雪灵，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这可是2位在化神经营多年的魔道老祖，就这么被一剑随意的划开身体，死得像路边被车轮碾过的野狗。陆清玄手腕轻轻一旋，2枚储物戒指便从尸身上自行飞出，悬浮在他掌心。神识一扫，却发现里面都是些普通化神所用的东西，实在寒酸。陆清玄将2枚戒指抛到苏青言手中，收好，冲入宗门宝库。是，师尊。苏青言看向师尊淡漠的侧脸，心跳依旧紊乱。李山长第一个反应过来，连忙上前恭维道：陆道友，好手段。当真是杀伐果断，有上古大能之风。此言一出，其他正道老祖也纷纷附和。不错，血煞鬼幽这2个老魔头在黎州作恶多端，早就该杀了。陆道友此举，乃是为我黎州正道扫清寰宇，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恭喜陆道友如今一步登天，神威盖世。恭喜陆道友成为当今黎州第1人。一时间，马屁与口号齐飞。这些活了上千年的老狐狸，已经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变革的气息，以及重新划分利益蛋糕的机遇。就在众人情绪高涨之际，花千影和妖灵这才匆匆赶来。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心头一片冰凉。地上那2具死状妻，自家老祖媚雪灵和万古寺渡恶大师那副鹌鹑般噤若寒蝉的模样，以及对面正道老祖们一个个跃跃欲试的亢奋神情，一瞬间花千影什么都明白了。正魔2道在黎州对峙了近万年，早已形成了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平日里底下弟子们打生打死，那是小辈的历练，但到了化神老祖这个层面，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维持着一条底线。大家都是要脸面的，谁都不会轻易撕破脸。就算偶尔失手抓住了对方的老祖，那也是一门绝佳的生意。关押起来，好吃好喝供着，然后派人去对方宗门，狮子大开口，勒索一笔天价的资源和赎金。最后魔道出了血，正道得了利，面子里子都有了，大家各退一步，皆大欢喜。这是一种规则，一种属于顶层修士之间的人情世故。甚至就像渡恶大师和媚雪灵老祖这样，一个是佛门高僧，一个是魔道妖女，暗地里说不定还有些不清不楚的资源交易。毕竟正道未必人人光风霁月，魔道也非个个茹毛饮血。大家都是为了修行，为了宗门延续，谁又愿意真的掀桌子拼个鱼死网破？可如今陆清玄已然炼虚，一人便可镇压一州。以前大家实力旗鼓相当，才能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着怎么五五分账，共享这黎州的资源。但现在人家有实力了，凭什么还要跟一群土鸡瓦狗分食？陆清玄要的是通吃，是一家独大，是将整个黎州的所有资源都牢牢攥进自己一个人的手里。花千影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翻涌的惊涛骇浪，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整理了一下仪容，款款上前一步，对着那道宛如神魔般的身影盈盈一拜。合欢宗花千影，恭喜陆前辈
勘破化神，一步登天，进入炼虚。这一声让正道老祖们面面相觑，眼神里充满了古怪。这女人疯了，没看到地上还热乎的尸体吗？这个时候还敢凑上来，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还是说合欢宗的妖女都这么有恃无恐？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陆清玄的身上。这位新晋的黎州主宰会不会再随手一划，让这魔道妖女也步了血煞鬼幽的后尘？不少人甚至暗暗期待起来。然而陆清玄并未如他们所想的那般再次挥剑，只是静静地思考着什么。但这沉默却比任何雷霆手段都更令人恐惧。一滴冷汗顺着花千影光洁的额角滑落至下颌，他尽力维持着躬身的姿态，一动也不敢动，内心却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回来，居然如此愚蠢，选择相信男人。是了，男人。他执掌合欢宗1000年，见过的男人比渡恶大师念过的佛经都多。那些海誓山盟，那些忠贞不渝，在绝对的利益和权势面前，又有几分是真的？没得到的时候，你是心头的朱砂痣，是床前的白月光；得到了，玩腻了，你就是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衣襟上的一粒白饭渣。始乱终弃，过河拆桥，这种事他见得太多了。陆清玄如今已是炼虚大能，镇压一州的存在，他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女人而对整个合欢宗网开一面？凭什么？就凭灵儿这张漂亮的脸蛋，还是那尚显青涩的身体，还是已经失去元婴，对炼虚大能修炼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的九阴绝脉？可笑！或许在陆清玄眼里，妖灵儿也不过是一件稍微精致些的玩物。现在当着众人的面杀了自己，屠了合欢宗，再将妖灵儿强行掳走，求为痉挛，岂不同样可以？毕竟他刚刚才用比魔道更魔道的手段杀了2名魔道老祖。就在花千影心如死灰之际，身旁的妖灵儿鼓起了勇气，学着师尊的样子对着陆清玄深深一拜。灵儿，恭喜陆前辈突破炼虚。苏清言站在师尊身后，清冷的眸子里也闪过一丝复杂。从妖灵儿身上那与楚离几乎如出一辙的衣衫褶皱，到那白皙脖颈间若隐若现尚未完全消退的暧昧红痕，再到陆清玄身上那一缕虽已微弱却与妖灵儿同根同源的九阴气息，种种线索串联起来，苏清言已经将整件事理清了。师尊他估计是借助了这合欢宗圣女的九阴绝脉，作为破镜的最后一把钥匙。苏清言心中并无鄙夷，只有复杂的叹息。大道之争本就无所不用其极，更何况一个是正道魁首，一个是合欢宗圣女，本就是水火不容的立场，谈何亏欠？只是想到妖灵儿那时估计还是处子之身，也算是个圆满之人，就这么随意杀掉，或者当作痉挛，他心中终究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啊！妖灵儿一声轻呼，被一股温和的力量包裹，身不由己地飞了起来。花千影骇然抬头，只见自己的宝贝徒弟不偏不倚，正好落入了陆清玄的怀中。全场死寂。这是什么情况？按理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将合欢宗一同抹杀掉吗？怎么突然就抱上了？这反转来得太快，所有老祖的脑子都有些转不过弯来。被那熟悉的阳刚气息包裹，妖灵儿整个人都懵了。他将在陆清玄怀里，大脑一片空白。他没有杀自己，他没有抛弃自己，巨大的狂喜与委屈瞬间冲垮了多年的理智，化作滚烫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在合欢宗这口大染缸里浸淫多年，他见惯了薄情寡义，看透了人心凉薄，以为自己早已心如铁石，再不会为任何男人动容。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若是陆清玄翻脸无情，便引爆自身，至少也要溅他一身血，让他知道合欢宗的圣女并非任人揉捏的玩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刚刚登临黎州之巅的男人会用这样一种霸道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告了他的所有权。这一刻，什么宗门，什么立场，什么正魔之别，似乎都变得不重要了。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叶在狂风暴雨中飘摇了许久的小舟，终于找到了可以停泊的港湾，哪怕这个港湾是他的主人。老祖！妖灵儿抬起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水汪汪的眸子里满是依赖与眷恋，痴痴地望着陆清玄的侧脸。既然已是我的人，这称呼是不是也该改一改了？妖灵儿娇躯一颤，脸上瞬间飞起2抹醉人的红霞，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她执掌合欢宗圣女之位，媚术早已登堂入室，一颦一笑皆可勾魂夺魄。可此刻，她却像个初涉情事的怀春少女。她咬着下唇，羞意与甜蜜在心头交织，最终化作文瑞般的低语主人。这2个字，软糯娇媚，入骨销魂。一众正道老祖听的是眼皮直跳，心里直呼妖女，却又不敢表露分毫，只能眼观鼻，鼻观心，假装自己是个木头人。陆清玄低头，右手捏了捏妖灵儿的下巴，明面上叫老爷就行。妖灵儿娇媚一笑，知道了，老爷。陆清玄满意的抬头看向花千影，花宗主，晚辈在。花千影一个机灵，连忙应道，姿态放得更低了。
你和欢宗助本座勘破炼虚，此乃大功，死罪可免。多谢陆前辈，多谢陆前辈开恩。花千影欣喜答道。但是陆清玄话锋一转，声音骤然转冷：血魔宗与万魂殿荼毒黎州久矣，宗内弟子行事乖张，人神共愤。今日本座便要替天行道，将这2大毒瘤彻底铲除，还我黎州一个朗朗乾坤。正道老祖们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大喜过望。铲除血魔宗和万魂殿，这可是他们做梦都想干，却一直没能力干成的大事啊！如今陆清玄愿意出手，那简直是天大的好事。至于合欢宗众人看了一眼被陆清玄搂在怀里的妖灵，又看了看旁边喜不自胜的花千影，心中顿时了然。罢了罢了，水至清则无鱼，能除掉2大魔门主力，已经是天大的功德。至于合欢宗，人家既然已经弃暗投明，主动抱上了这条最粗的大腿，他们又何必去做那个恶人？花千影更是心花怒放，血魔宗和万魂殿的死活关他屁事，少2个竞争对手，他和欢宗以后能分到的资源只会更多。随即花千影便主动来到陆清玄身边，甚至自觉落在了苏青言这个小辈身后。这一举动无疑是向整个黎州修仙界表明了他的立场，从今往后他和欢宗唯陆清玄马首是瞻。站定之后，花千影对着陆清玄再次盈盈一拜，姿态恭敬到了极点。然而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一道细若游丝的神念传音却悄无声息地钻进了陆清玄的耳中：陆前辈，下次若还有这般好事，晚辈还帮您扶着灵儿。阿弥陀佛，陆道友。陆前辈心怀苍生，愿出手铲除魔道毒瘤，实乃我黎州万民之福。血魔宗与万魂殿倒行逆施，罪孽滔天，我万古寺院追随陆前辈脚步，荡平魔窟，还世间一个清净。杜鄂连忙这个时候走上前，弓着腰，笑着连谄媚道。他这一表态，其余的正道老祖们也瞬间反应了过来。是啊，现在可不是发愣的时候。不错，杜鄂道友所言极是，我浩然书院愿为陆前辈马前卒，我太一门愿听陆前辈号令。陆前辈登临黎州之巅，乃是天命所归。从今往后，我黎州修仙界当以青山宗为尊，以陆前辈为首。他们嘴上喊得响亮，心中却都捏着一把冷汗。陆清玄现在的实力太过恐怖，已经彻底打破了黎州的平衡。他若真有心，今日此地便是他们所有人的埋骨之所。谁也不敢赌，这位新晋的黎州第一人会不会为了彻底掌控黎州，来一场血腥的大清洗。他今天能灭掉2大魔门，明天会不会就轮到他们这些所谓的正道宗门？一将功成万骨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些道理他们比谁都懂，毕竟修仙界以力为尊，斩草除根的故事他们见得多了。陆清玄将众人的神态尽收眼底，心中却是波澜不惊，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将他们全杀了，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去管理这偌大的黎州，去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宗门纠纷和资源分配。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他可没兴趣当这个保姆。真正的依仗还是脑海中的系统，只要夺取那些天命之子的机缘，就能获得万倍奖励，修为1日千里。区区一个黎州的资源，他还真没怎么放在眼里。与其费心费力的搞什么一统天下，远不如让这些识时务的老祖们替自己打理。他们会为了讨好自己，主动将整个黎州的资源供奉上来，自己只需要坐享其成，闲暇时和怀里的灵儿谈谈人生，聊聊理想，岂不美哉？这些老家伙只要足够知趣，乖乖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最好的工具人。想到这里，陆清玄心中已然有了计较。诸位有此心，本座甚慰。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所有老祖都松了一大口气。陆清玄没有再多言，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怀中温顺如猫的妖灵，随即目光转向血魔宗所在的方位，眼中闪过一抹冷冽的杀意。既然如此，那便即刻动身。话音未落，他抱着妖灵，身形骤然化作一道璀璨剑光，撕裂长空，朝着远方天际呼啸而去。霎时间，合欢宗光华大作，一道道颜色各异的盾光冲天而起，如同过境的流星雨，密密麻麻地紧随在那道最为耀眼的剑光之后，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血魔宗的方向。血魔宗宗门坐落于一片猩红色的山脉之中，终年被浓郁的血煞之气笼罩，寻常生灵靠近100里之内便会被侵蚀心智，化作只知杀戮的行尸走肉。此刻，一处幽暗的洞府内，粘稠的血池正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腥臭的气味令人作呕。一名刚入门不久的弟子正小心翼翼地将一桶泛着黑红色的液体倒入池中，脸上带着几分掩饰不住的恐惧和疑惑。师兄，宗门规矩不是说严禁我等私下用凡人精血修炼吗？若是被执法堂发现了……旁边一个面色苍白、嘴唇嫣红的青年弟子闻言，嗤笑一声，拍了拍小师弟的肩膀，眼神里满是看傻子似的怜悯。小师弟，你还是太天真了。
规矩是给弱者看的，也是给外面那些正道伪君子看的。你真以为咱们血魔宗靠什么立足？靠吸纳天地灵气。他指了指血池，循循善诱道：你瞧瞧，这才是咱们修为的根基。什么狗屁规矩，只要手脚干净点，别去动那些大城池里的人，找些犄角旮旯鸟不拉屎的村落，谁会为你那几个凡人出头？死了也就死了，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青年说着，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猛地张口一吸，一道血剑从池中飞出，被他吞入腹中。霎时间，他全身皮肤泛起妖异的红光，气息也随之强盛了一分，脸上露出极度舒爽的表情。看到了吗？这比你打坐苦修1个月都管用。只要够狠，元婴、化神都不是梦。那小师弟看得目瞪口呆，咽了口唾沫，正想说些什么，洞府外却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怎么回事？青年弟子眉头一皱，有些不悦。两人走出洞府，只见宗门上空，无数弟子都抬着头，惊恐地望着天际。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西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片璀璨至极的霞光。那霞光仿佛一柄无坚不摧的利剑，撕裂了血魔宗上空千年不散的血色瘴气，带着煌煌天威，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这边压来。那是什么？小师弟的声音都在发颤。是正道修士。好多！天哪，几乎是离州所有宗门的老祖都来了。青年弟子见多识广，一眼就认出了几道遁光的气息，瞬间面无人色。老祖呢？我们的血煞老祖呢？快去请老祖出关啊！弟子们乱作一团，有的想去敲响警钟，有的想去呼唤闭关的长老，更多的则是转身就想跑出血魔宗避避风头。可他们哪里还有机会？就在此时，那万千霞光的最前方，一道耀眼到极致的剑光骤然停滞，剑光散去，现出陆清玄的身影。他没有说任何废话，只是缓缓抬起了右手，对着下方的血色山脉轻轻一掌按下。轰隆！一只由纯粹灵力构成的擎天巨掌遮蔽了天日，带着无可匹敌的毁灭气息，从9天之上轰然落下。血魔宗刚开出护山大阵，万魂血煞阵，一道血色护罩将整个血魔宗都包裹在一起。但在那巨掌面前，瞬间便被碾成了齑粉。紧接着，山峰崩塌，大地龟裂，无数宫殿楼阁在掌风下化作飞灰。那些惊慌失措的血魔宗弟子，无论是炼气筑基，还是金丹元婴，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那股沛然墨玉的力量彻底抹去，形神俱灭。只一掌，传承万年、凶名赫赫的魔道巨擘血魔宗，连同其所在的整片山脉，被硬生生从离州大地上抹平，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掌印。跟在后方的花千影、杜鄂以及一众正道老祖们都倒吸一口凉气，同时心中暗自庆幸自己刚才站队站得快，否则这毁天灭地的一掌若是落在自己宗门头上，后果不堪设想。苏清言站在陆清玄身后，心中不知为何有些许疼痛。即使他觉得师尊做的都是对的，但是那股阵痛却一直持续，疼得他眉头紧皱，一手捂着心脏。师尊，他们之中或许也有被逼无奈或者罪不至死的人，我们是否应该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陆清玄闻言侧过头，看着苏清言困惑中又带着一丝本能悲悯的脸庞，瞬间想到了什么。来了，先天道心琉璃圣体。苏清言这突如其来的心痛与不忍，并不是圣母心泛滥，而是他那特殊体质先天道心琉璃圣体即将彻底觉醒的前兆。这种体质万法亲和，修炼速度1日千里，堪称天道宠儿，但也附带了一个在陆清玄看来堪称致命的 debuff 天性之善。在原著小说《焚天万域》中，苏清言之所以能成为后期战力最强的女主，甚至问鼎大帝之位，靠的就是这先天道心琉璃圣体。可她与主角叶凡那段孽缘的开端，也正是因为这个体质。陆清玄的思绪瞬间飘回了那本让他至今都想骂娘的小说剧情里。书中的苏清言在一次独自前往10万大山历练时，恰逢体质觉醒，心境与修为产生剧烈冲突，引来心魔，被一头化神境的妖王趁虚而入，打成重伤。然后经典桥段上演，路过的主角叶凡英雄救美，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苏清言。在苏清言体质觉醒、修为尽失、最脆弱无助的那段时间里，叶凡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他疗伤，为他汤药，甚至为了保护他，被另一头妖兽重伤，险些丧命。一来二去，再冰冷的仙子也得被这俗套的剧情给融化了。苏清言那颗只为师尊跳动的心，硬生生被挤进去一个叶凡的身影。后来的剧情更是狗血淋头。苏清言伤愈后，发现叶凡竟是自己师尊死敌叶家之人，陷入无尽的痛苦抉择。最后，他虽然选择了师门，离开了叶凡，但心中那道裂痕已然存在，并没有将叶凡的踪迹告诉师尊。而他也因祸得福，体质彻底觉醒后，修为1日千里，很快突破炼虚，前往中州寻求更高的道。
正是他的离开，才给了叶凡充足的发育时间。同时，没有了苏清言这个练须保镖在身边，叶凡的各种作死行为才能顺利的将仇恨引到他陆清玄的头上，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生死道消。一想到自己亲手养大的、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贴心小棉袄，最后竟然成了主角的最强助力，间接导致自己被主角挫骨扬灰，陆清玄的脸就忍不住有点黑。开什么玩笑？我辛辛苦苦种的白菜，凭什么让猪来拱？不行，绝对不行！师尊。苏清言见陆清玄久久不语，只是盯着自己，眼神变幻莫测，不由得有些忐忑，是自己说错话，让师尊不悦了吗？那股莫名的心痛似乎更剧烈了，他的脸色又白了几分。晴儿，陆清玄伸出手，一道温润的青色灵光没入苏清言的眉心，那股撕裂般的心痛感瞬间被一股清凉之意抚平。苏清言长舒了一口气，谢谢师父救主。你觉得为师杀孽过重？陆清玄问。苏清言连忙摇头，急切的辩解：不，弟子不敢。师尊所为必有深意，血魔宗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只是弟子刚才心口无端作痛，一时间心神失守，胡言乱语，请师尊责罚。他说着便要跪下请罪，却被陆清玄一手扶住。不必。陆清玄淡淡道：你的心没有错。苏清言听得云里雾里，不解地望向师尊。师尊，弟子愚钝，不知何意。而陆清玄则一道神念传到苏清言耳中：明日3更来我房间。苏清言又是不解，却听陆清玄淡淡说道：晴儿，你觉得为师这一掌杀的人多吗？苏清言一怔，不知该如何回答。多吗？血魔宗修士接近万人，对整个黎州修仙界来说都是个不小的人数。陆清玄继续道：你可曾想过，血魔宗屹立于此上万年，死在他们手中的无辜凡人、无辜修士又有多少？是10万、100万，还是1000万？我们不是神，无法分辨他们中谁罪大恶极，谁罪不至死。但你要记住，我们更没有资格替那些惨死在他们手中的受害者去原谅他们。一入魔道，便无回头路。你今日心软放过一个，他日他为了修炼魔功，便可能屠戮一个村庄，灭掉一个家族。那些被他屠戮之人，临死前向他求饶时，你觉得他会给别人一个活命的机会吗？苏清言的身体猛地一颤，那股刚刚被师尊灵力抚平的心痛感再次袭来，甚至更加猛烈。他闷哼一声，仿佛看到了无数张绝望的脸，看到了无数个村庄在魔焰中化为焦土，看到了无数个家庭在血泊中支离破碎。那些惨死的冤魂，他们的怨气，他们的不甘，似乎都通过他这颗天生至善的道心传递了过来。这种撕心裂肺的共情，也是先天道心流离圣体最大的桎梏。是啊，我凭什么呢？我今日的心软，换来的可能是明日更多无辜者的惨死。那我这所谓的善，不就成了最大的恶吗？一念及此，苏清言紧咬贝齿，原本因剧痛而有些涣散的凤眸，此刻骤然决绝。痛，那就让他痛。如果这点痛能让天下安宁，能让师尊开心，那我受着便是。苏清言强行压下心口的翻腾，无比坚定地说道：弟子明白了，弟子日后绝不再行此无端之善。陆清玄满意的点头，在没有被叶凡这个黄毛带坏之前，苏清言对自己的忠诚度丝毫不用怀疑，只要思想不出问题，其他的都好说。你能想明白，很好。陆清玄轻笑一声，但随后说出的话却让旁边的几位化神老祖眼皮直跳。他们入了魔道，便是一辈子的魔道。我们今日遇到，若是不杀，岂不是让他们白入了魔道？这也太不尊重他们的选择了，不是吗？李山长嘴角微微抽搐，手里的书卷差点没拿稳。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是什么虎狼之词？魔道修士听了，怕是都要流下感动的泪水。洛天心古怪地看向陆清玄，怪不得陆清玄能有如此修为，这脑回路果然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揣度。只有苏清言此刻却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是啊，师尊说的对啊，他们自愿堕入魔道，享受着掠夺他人生命与修为带来的快感，早已将自己与正道划清了界限。我若强行用正道的善去要求他们，去可怜他们，本身就是对他们所选道路的一种侮辱。师尊原来连魔头的尊严都考虑到了，这份胸襟，这份格局，当真是妙啊。陆清玄自然不知道自家徒弟又自行脑补了些什么，但看到苏清言那副我悟了的模样，继续加了把火。当然为师也知道你天性至善，当你觉得心痛不忍之时，也不必勉强自己。苏清言一怔，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师尊，他还是心疼我的，那你该如何？很简单，陆清玄淡然说道，你只需要将那些该杀之人打残了交给别人，让别人来杀就行了。他伸手指了指旁边的李山长、洛天星等人。
你看，为师这不是给你找来了这么多帮手吗？以后再有这种脏活累活，让他们上。你站远些，眼不见心不烦。苏青言、李山长、洛天星、玄机真人、普渡、杜鄂、李山长等人此刻的内心是崩溃的。我们是化神老祖，是执掌一宗，受万千弟子敬仰的存在，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专门干脏活累活的打手了？可偏偏他们还不敢反驳。别说让他们干点脏活累活，就算现在陆清玄让他们去把裤子脱了，绕着血魔宗跑3圈，他们恐怕也得认真考虑一下可行性。弟子明白了。苏青言这次是真的彻底通透了。原来如此，师尊不是在教我如何变得冷血，而是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的道心，让我远离杀戮，却又不违背除魔味道的本心。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大慈悲。师尊，为了我，当真是煞费苦心。苏青言眼眶微红。好了，此件事了，还剩最后一个。陆清玄拍了拍手，走吧，去万魂殿。话音落下，他身形一晃，已然消失在原地。众人不敢怠慢，连忙跟上。万魂殿不同于血魔宗的血腥，这里阴森的可怕。整座大殿由一种不知名的黑色巨石建成，石上遍布着天然的孔洞，当阴风吹过，便会发出呜呜咽咽的鬼哭之声，仿佛有亿万冤魂在此哭嚎。殿前广场上矗立着一根高达100丈的万魂幡，无数扭曲痛苦的魂魄虚影被禁锢其上，发出无声的嘶吼。光是看上一眼，就足以让筑基修士心神失守，走火入魔。当陆清玄一行人抵达时，这里的阴气已经浓郁到了化为实质的地步，黑雾缭绕，鬼影幢幢，好重的怨气。普渡大师双手合十，眉宇间满是悲悯。阿弥陀佛，此地亡魂何止千万！哼，一群邪魔外道，死不足惜。洛天星冷哼一声，周身剑意升腾，将靠近的阴气尽数搅碎。陆清玄却没有直接动手，只是背着手，然后回头对李山长等人抬了抬下巴。去吧，那意思很明显，该你们表现了。李山长等人相视一眼，心中苦笑，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是时候交头名状了。轰！就在6位化神老祖准备联手破门之际，一股滔天鬼气从殿内狂涌而出。何方宵小，敢扰本座清修？黑雾之中，一道干瘦却挺拔的身影缓缓走出。他身穿一袭绣着万千骷髅头的黑袍，面容如同干尸，周身环绕着9颗硕大狰狞的骷髅头，甚至有2颗散发着化神级别的恐怖气息。鬼魂老祖刚一出关，便看到了殿外的6位正道化神老祖：浩然书院的李山长，天剑宗的洛天星，太一门的玄机真人，万古寺的普渡和杜鄂，和青山宗的陆清玄。这5大正道巨擘怎么会联袂而来？但当他的目光扫过一旁笑意盈盈的花千影和媚雪灵时，心中稍定。还好合欢宗的人也在，看来是正魔之间又有什么协议要谈。鬼魂清了清嗓子，冷冷道：原来是诸位道友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为何回我殿门，伤我徒子徒孙？然而回答他的并非言语。动手！陆清玄淡淡的吐出2个字，一声令下，6大化神老祖再无犹豫，瞬间出手。浩然正气，书卷镇魔。李山长须发皆张，一本古朴的书卷冲天而起，迎风剑掌，化作一座金色山岳。页面翻动间，无数斗大的金色阵字如流星雨般砸落。天剑，星河。洛天星神情冷峻，拔出宝剑，对着鬼魂老祖遥遥一斩。剑意之凌厉，让天地都为之失色。太一无量，乾坤法印。玄机真人拂尘一甩，双手掐诀，一个巨大的黑白太极图在鬼魂老祖头顶浮现，化作一方巨大的磨盘。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金刚降魔。普渡与杜鄂2位高僧宝相庄严，同时出手。一尊怒目金刚的法相在他们身后凝聚，探出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掌，掌心之中一个巨大的万字佛印金光万丈，当头拍下鬼魂老祖，彻底懵了。这什么情况？一言不合就开打，而且是下死手。鬼魂老祖甚至来不及思考，死亡的威胁已经笼罩全身。修罗鬼手，给我挡！他怒吼一声，周身9颗骷髅头瞬间合一，化作一个巨大无比的修罗鬼手，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条污秽的幽冥鬼河，试图抵挡这毁天灭地般的攻击。同时他急切地看向不远处的花千影和媚雪灵，嘶声力竭地吼道：花千影，媚雪灵，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助我！事后我必有重显。在他看来，合欢宗同属魔道，此刻理应与他联手对抗正道。花千影闻言，非但没有出手相助，反而对着他露出了一个颠倒众生的妩媚笑容。鬼魂道友，我们姐妹也是奉命行事呢，您可别怪我们心狠手辣哦。话音未落，他与媚雪灵已然动手。
红尘万丈，情丝为牢。漫天桃花飞舞，粉色的情丝罗网从天而降，瞬间缠绕住那刚刚成型的修罗鬼手，使其动作一致。哥哥，道友，好好睡一觉吧。媚雪灵娇笑着，双眸之中秋波流转，一股无形的魅惑之力直冲鬼魂老祖的神魂。无耻！鬼魂老祖目眦欲裂，怎么也想不到背后捅刀子的竟然是所谓的盟友。就这么一瞬间的迟滞，其他几人的攻击已然落下。轰隆，没有任何悬念，金色的阵字大印，璀璨的剑气星河，黑白的乾坤磨盘，威严的降魔佛掌，几乎在同一时间结结实实地轰击在了那修罗鬼手之上。不，鬼魂老祖的修罗鬼手寸寸碎裂，紧接着他的身体在这股集合了6大化神老祖之力的恐怖洪流中被瞬间蒸发，化为虚无，形神俱灭。临死前，他最后一道怨毒无比的意念回荡在天地之间：你们等着，等血海老祖和鬼杀老祖出关，你们所有人都得死。阿弥陀佛。普渡高僧双手合十，面露悲悯。鬼魂老祖恶贯满盈，如今伏诛也算了却一桩因果。玄机真人浮沉100，沉声道：万魂殿山门已破，但其根基未除，2位最强的魔头尚未现身，我等不可掉以轻心。花千影与媚雪灵袅袅婷婷地飞至众人身旁，前者掩嘴轻笑：几位道友神通广大，小女子佩服。只是不知那血海与鬼杀2位老祖究竟藏身何处。就在这时，广场中央的万魂幡突然无风自动，猎猎作响。幡面上无数痛苦挣扎的魂魄仿佛活了过来，发出凄厉至极的尖笑，黑气冲天，竟将天边的云彩都染成了墨色。一股更为深沉邪恶的气息从幡中轰然爆发。不好，他们在万魂幡内闭关。李山长脸色一变，话音未落，2道血光从幡中冲天起，在半空中化作2道人影。左边一人身穿血色长袍，面容妖异俊美，一双眼眸却是猩红一片，仿佛2片无边血海，周身血气翻涌，隐隐有浪涛之声，正是血海老祖。右边一人笼罩在漆黑的斗篷之中，看不清面容，只露出一双惨白的手，手中握着一柄白骨镰刀，正是鬼杀老祖。2人刚一现身，化神8层的威压便如天倾般席卷全场。李山长、洛天星等人只觉呼吸一滞，压力倍增。血海老祖猩红的目光扫过地面上巨大的坑洞和满地狼藉，又看了看李山长等人，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啧啧，真是好大的阵仗，鬼魂那个废物竟然被你们这群土鸡瓦狗给宰了。鬼杀老祖轻蔑地说道：也好，省得我们出关后还要分他一份好处。看来我们闭关的这段时日，你们挣到的胆子是越来越肥了。浩然书院、天剑宗、太乙门、万古寺，5大宗门都到齐了。可惜你们最强的那个洛星河没来，就凭你们几个化神初期、中期的货色，也敢来我万魂殿撒野。不过既然都来了，那今天就都别走了，正好用你们的元神精血，为我2人稳固修为，庆贺出关。狂妄，霸道，这就是化神8层的魔道巨擘面对一群境界远低于自己的对手时那种发自骨子里的藐视。然而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对面的李山长等人虽然神情凝重，却没有露出丝毫恐惧，甚至玄机真人和洛天星等人居然怜悯地看着他们。他们在怜悯谁？怜悯我们。血海老祖和鬼杀老祖对视一眼，都觉得有些好笑。就在这时，血海老祖则看到了从始至终都站在一旁气息内敛的陆清玄身上，他眉头一挑：哦，还有一个，我倒是听说过你，青山宗的陆清玄。前些日子你突破到了化神6层，还杀了我的3弟血河。血海老祖上下打量着陆清玄，冷笑道：若非我与鬼杀正在稳固修为的关键时刻，岂能容你活到今日？也罢，今天就先拿你开刀，让世人看看，所谓的天才在我等面前不过是个笑话。话音一落，身上化神8层的气势毫无保留的爆发，天地间的血腥味瞬间浓郁了10倍。一只由精纯血气凝聚而成的百丈巨手朝着陆清玄抓去。面对这石破天惊的一击，李山长等人非但没有出手相助，反而不约而同地向后退开一步，将战场完全留给了陆清玄。这一幕让血海老祖心中先是疑惑，随即便突然大笑：哈哈，你们这群正道还真是可笑，知道实力差距之后连帮都不帮一下，还自称是正道，不过是一些贪生怕死之徒罢了。陆清玄淡然说道：既然你想试试，那就试试。随即一拳挥出，那只足以轻松捏死化神6层修士的血色巨手，在陆清玄的拳锋面前连一瞬间都没能撑住，而拳锋于是不减，直接印在了另一边的鬼杀老祖身上。不是我打的你，你打我干嘛？你打他啊！鬼杀老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来不及说出，瞬间打成了一捧血雾。
血海老祖彻底僵住了，同时感受到了陆清玄逸散的修为。炼虚，他根本不是化神6层。情报有误，被骗了。跑！血海猛地燃烧精血，化作一道血光，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向着天边疯狂遁去。然而陆清玄则是再次挥出同样的一拳，砰！一片更为绚烂的血雾出现，又一位化神8层的魔道老祖陨落。中州紫韵柳家，雕梁画栋，亭台楼阁，仙气缭绕。在一处雅致清幽的水榭之中，两道身影相对而坐，其中一人正是刚刚从叶家归来的柳梦瑶。她依旧是一袭月白流仙裙，气质清冷，宛如画中走出的仙子，只是那双清澈的凤眸深处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疲惫。在她对面坐着一位面容儒雅、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正是柳家当代家主柳天雄。瑶儿，此去叶家可曾找到叶长生当年留下的那份机缘线索？柳天雄亲自为女儿斟上一杯灵茶，声音温和。柳梦瑶轻轻摇头，声音清冷：没有，叶家已经彻底没落。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旁敲侧击了叶家仅存的几位老人，都说从未听说过什么传承钥匙。唉，柳天雄叹了口气，却并未有多少失望。找不到便找不到吧，或许是时机未到。你能安然回来，为父就放心了。看着自己这个完美的不像话的女儿，柳天雄眼神中满是慈爱与骄傲，但深处也有一丝难以察觉的亏欠。那叶家的叶凡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提到这个名字，柳梦瑶端着茶杯的手指微微一顿。他还是老样子，他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整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我也让柳泉护法暗中跟着他，至少能保他一时性命，也算全了我们柳家最后一份情面。你做得很好。柳天雄点了点头，话锋一转，带着几分不屑：瑶儿，你这次回来就好好休养，过几日便是你9窍玲珑心彻底觉醒之日，届时你的天赋将震惊整个中州。最近王家那个老匹夫总在外面吹嘘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王腾说得了什么奇遇，突然开窍，有渡劫飞升之姿，真是笑话。等我家瑶儿神心大成，我看他王家还拿什么来比？什么中州年轻一辈第一人，不过是个笑话罢了。柳梦瑶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对于父亲口中的这些虚名，他并不在意。就在父女二人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刻时，一道仓皇的身影跌跌撞撞地从外面跑了进来，甚至顾不上通报。家主大小姐，不好了！来人是柳家的一位管事，此刻满头大汗的慌忙喊道。柳天雄眉头一皱，慌慌张张，成何体统？那管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都在发颤。家主恕罪。是魂堂那边传来的消息。他抬头不敢看柳天雄，只望着柳梦瑶，艰难地说道：大小姐，柳泉护法的魂灯灭了。什么？哐当！柳梦瑶手中的白玉茶杯脱手而出，摔在地上，4分5裂。柳泉，那可是化神修士，是他最得力的护法之一，他亲自安排去保护叶凡的。柳泉死了，那叶凡呢？我去找他。柳梦瑶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要向外冲去。站住！柳天雄一声低喝，身影一闪，便拦在了柳梦瑶面前。瑶儿，冷静点，事情还没弄清楚，不可鲁莽行事。他转头看向那名管事，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管事被家主的眼神吓得一哆嗦，连忙从怀中取出一枚已经布满裂纹的传讯玉符，高高举起。家主大小姐，这是柳泉护法魂灯熄灭前用尽最后一丝神魂之力传回来的画面。说罢，他将灵力注入玉符，嗡，玉符发出一阵微光，在半空中投射出一幅模糊的画面。画面似乎是在一处荒山之上，周围一片狼藉，而画面的中心是一个男人的脸。陆清玄，陆清玄。柳天雄在脑海中迅速搜索着这个名字，中州之内似乎并无这号人物。瑶儿，你认识此人？柳梦瑶没有回答，思绪早已乱成一团麻。是了，就是他。被柳泉调查过，是前来帮助楚离退婚的陆云的父亲，也是青山宗的老祖。当初柳梦瑶不忍叶凡吃亏，派柳泉暗中跟随，本想出手教训一下，却不料对方飞扬跋扈，主动出手，最后被他打死。此事柳泉曾向他汇报过，一个自以为是的蝼蚁罢了，死了便死了，不必放在心上，处理好首尾，莫要给叶凡惹来麻烦。柳梦瑶当时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没想到陆云的父亲竟然找来了，还杀了柳泉，谁也不能伤害叶凡哥哥。柳天雄看着女儿脸上罕见的激动神色，微微一愣，随即转向那人，威严地问道：查清此人来历。回家主，此人名叫陆清玄，是黎州青山宗的宗主。根据柳泉传回来的情报显示，此人修为在化神6层。化神6层？柳天雄闻言
先是一怔，随即静气笑了。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区区一个化神境，竟让你乱了方寸。他看向柳梦瑶，语气带着几分宠溺。瑶儿，无需担心，魏父这就派3名练虚境的长老过去，将此人活捉回来，交由你处置。与此同时，妖皇传承中，一处洞窟外，气氛剑拔弩张。叶凡，你若识相，自己滚出来，交出异火，我们可以饶你不死。楚离身后跟着数十名青山宗的弟子，将洞口围得水泄不通。在他身后，一名性子急躁的青山宗弟子忍不住嚷嚷起来：楚师妹跟着缩头乌龟废什么话？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师兄弟，直接攻进去，将他碎尸万段。旁边一个稍显稳重的弟子立刻拉住了他：师弟不可冲动，那兽火霸道绝伦，先前我们已经吃了大亏。这洞口狭窄，他若狗急跳墙，来个玉石俱焚，我们谁也讨不了好。那怎么办？就这么耗着？耗着又如何？他被我们围困在此，已是强弩之末，又能撑得了几时？楚离听着身后师弟们的议论，秀眉微蹙，心中也有些不耐，但他心中又想起了老爷的话，对付叶凡不可着急，尤其注意他可能会狗急跳墙。洞窟深处，叶凡背靠着湿冷的岩壁，大口喘着粗气，身上遍布着深浅不一的伤口，鲜血浸透了青衫。所幸这些伤势看着骇人，却都只是皮外伤，并未动及根本。这群混蛋，阴魂不散！叶凡低声咒骂，眉头紧锁。他想不通，明明自己寻到这阴阳异火的藏身之地极为隐秘，为何青山宗的人能如此精准地追来？就像是自己身上装了什么东西，将位置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们。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自己的手腕，那枚青山宗宗主苏清言赠予的玄青手环，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在脑海中炸开。叶凡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玄青手环，发放手环时，他们说的天花乱坠是为了方便大家，提升所有人的生存概率是为了团结正道。自己怎么就这么天真，居然信了他们的鬼话？这分明就是一个追踪法器。好得很。叶凡咬着牙，一把将手环扯下，狠狠地摔在地上，同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从储物戒中，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一枚通体赤红，丹身上萦绕着一缕极淡精气的丹药，这是药圣留给他的最后底牌幻神丹。药圣曾言，此丹能在他神魂最虚弱之时，借助兽火之力，短暂地唤醒其一缕残魂，而唤醒他的代价，便是要用这新收服的异火本源来滋养他，助他恢复。叶凡看向那团被他用特殊方法带走的阴阳异火，那火焰极为奇特，一半漆黑如墨，另一半纯白如雪，黑白两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如同两条相互追逐嬉戏的鳞鱼，缓缓流转，构成一个完美的圆形。黑中蕴藏着一点至阳之白，白中又孕育着一缕至阴之黑，这便是阴阳异火，天地间至奇至强的火焰之一。叶凡的眼神变得决绝，成败在此一举。就在他准备吞下丹药的瞬间，洞口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他就在里面，别让他跑了。陈克一马当先，带着几名青山宗的弟子冲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盘膝而坐的叶凡，以及他身后那团神异的黑白火焰。叶凡，乖乖交出异火，我们说不定可饶你一死。他身后一名弟子附和道：陈师兄，别跟他废话了，拿下他，为死去的师兄弟们报仇。看着这几张丑恶的嘴脸，叶凡反而笑了。想要我的命和异火？他缓缓站起身，将那枚幻神丹举到嘴边，就怕你们没这个本事。话音未落，叶凡毫不犹豫地将丹药吞入腹中。轰！一股无法形容的灼热药力瞬间在他四肢百骸中炸开，仿佛要将他的经脉都焚烧成灰。叶凡闷哼一声，身体剧烈颤抖起来。他要做什么？快阻止他！陈克心头一跳，察觉到一丝不妙，立刻下令。几名弟子催动灵力，数道剑光，法术呼啸着射向叶凡。然而已经晚了。立！一声高亢嘹亮的凤鸣，毫无征兆地从叶凡体内响起。金红色的凤凰兽火冲天而起，化作一道巨大的火焰屏障，将所有攻击尽数挡下。那狂暴的火焰余波倒卷而回，瞬间将冲在最前面的2名弟子吞噬。啊！凄厉的惨叫声只响了半声，那2名弟子便被兽火焚烧得一干二净。陈克等人害得魂飞魄散，瞬间向后退去。洞窟之内，叶凡的双眸紧闭，身体表面浮现出无数玄奥的金色纹路。小子，你果然还是中了那个陆流一手的阴招吗？药圣虚弱的声音久违的响起。师傅，废话少说，先帮我收了他，外面全都是他们的人。叶凡急忙喊道。急什么？药圣的声音悠然自得。小子，看好了，真正的控火之术可
可不是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能比的。话音落下，一股磅礴浩瀚的神魂之力化作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抓向那团阴阳异火。与此同时，洞窟之外，轰隆一声巨响，陈克和仅剩的青山宗弟子被一股狂暴的火浪从洞口掀飞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几人浑身焦黑，头发眉毛都被烧得一干二净，狼狈到了极点。尤其是陈克，半边身子都血肉模糊，散发着一股烤肉的焦糊味。陈师兄，你的头发。一个弟子指着陈克光秃秃的脑袋，结结巴巴地说道：“滚！”陈克又惊又怒，一脚将那弟子踹开。洞口外的楚离和一众青山宗弟子看得目瞪口呆，前一刻还胜券在握的陈克，下一刻就变成了这副模样。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那金红色的火焰似乎比之前更加霸道。怎么回事？楚离询问道。不知道啊，那叶凡难道还藏着什么后手？这还怎么打？冲进去就是送死啊！之前还叫嚣着要将叶凡碎尸万段的弟子们，此刻一个个噤若寒蝉，再不敢靠近洞口半步。楚离心中波澜起伏，叶凡展现出的实力和底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那金红色的火焰显然是一种品阶极高的兽火，如今他又准备收服阴阳异火，一旦让他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届时别说是在这秘境之中，就算是放眼整个青山宗年轻一辈，怕也无人能再制衡于他。楚离的视线不自觉地落在了自己的玄青手环上，想起了临行前老爷对他说的话，这手环内有我留下的一道空间信标，你催动它，我可尝试撕裂秘境壁垒，强行降临。只是这毕竟是合体巅峰修士的传承之地，也不见得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手段，最后的手段，可眼下还有别的选择吗？等叶凡炼化一火，实力暴涨，出来将他们一一斩杀。楚离看了一眼身旁那些已经吓破了胆的同门，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也消散了。罢了，是成是败，总要试一试。一道讯息瞬间穿透层层空间阻隔，向传承之外飞去。一息、两息、10息，什么都没有发生。楚离的眼神暗淡些许，果然还是不行吗？而就在这时，一个弟子无意中瞥见了天空，然后揉了揉眼睛。咦，天上是不是多了条黑线？众人闻言，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那天穹之上出现了一道黑色裂缝。那道凭空出现的黑线，起初细如发丝，却在众人惊疑的目光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仿佛一块完美无瑕的碧玉天幕，被无形的力量硬生生撕开了一道狰狞的伤口。那是什么？裂痕在不断变大，天要裂开了，秘境要崩塌了吗？快跑啊！一众青山宗弟子瞬间惊慌失措的大喊。前有不知深浅的叶凡，后有天地异变，他们只觉得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倒霉到了姥姥家。本来是进来享受机缘的，没想到整出这么个孽缘。陈克也忘了身上的剧痛，仰头看着那道越来越大的空间裂缝，眼中满是骇然。这是何等伟力，才能将合体修士布下的传承秘境撕开一道口子？唯有楚离原本暗淡的眼眸在这一刻骤然亮起。是老爷吗？一定是他。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那漆黑的裂缝中，一道人影缓缓踏出。一名眼尖的内门弟子失声惊呼，声音都在发颤，那是清玄老祖。老祖，真的是老祖！弟子拜见老祖。一瞬间，所有青山宗弟子，包括半边身子都快被烤熟的陈克，全都齐刷刷地跪了下去。陆清玄看着手上的烈虚空神剑，不由得有些震惊。不愧是地气，即便现在自己发挥不出他的全部威能，竟也能如此轻易地撕开这合体9层大能留下的空间壁垒。不错，非常不错。陆清玄收回目光，视线淡漠地扫过下方跪倒一片的弟子，言简意赅地开口：叶凡在哪？楚离连忙恭敬地指向不远处的洞口。回老爷，叶凡就在那山洞之中，他正在试图炼化阴阳异火。老爷，这个称呼落入其他弟子耳中，不亚于一道惊雷。众人面面相觑，传闻果然是真的，楚离果然受到了老祖的青睐，同时心中暗暗庆幸，幸好他们没有阳奉阴违，都全力帮助了楚离捉拿叶凡。想来这次也是能在青山宗彻底站稳脚跟。陆清玄顺着楚离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没有再多问一句，直接果断出手。下一刻便对着那座数百丈高的山峰一剑挥出，众人只觉一道青色剑气荡开，并无丝毫声响。但当他们回头望去，却发现眼前那座巍峨的山峰被平滑的削去，100丈高山瞬间泯灭。所有人无不震惊地望着前方的平地，这就是老祖真正的实力，简直是神仙般的力量。一剑可平山，一念可碎空，何等的逍遥，何等的霸道！所有人心中无不向往。原本的洞窟之内，药圣正操控着叶凡的身体，
以一种玄奥至极的手法，将那桀骜不驯的阴阳异火一点点地压制。突然，一股凉意从头顶传来，正全神贯注观摩的叶凡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什么鬼？药圣的神魂之力一致，操控着叶凡的身体猛地蹲下，抬头望去，然后一人一魂都愣住了。头顶没有了嶙峋的洞顶，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高远的天空，以及天空中那道还未完全闭合的空间裂缝。温暖的阳光和微风吹拂在脸上，感觉有些不真实。叶凡懵了，师傅，山呢？药圣也是一片茫然。而这时叶凡抬眼望去，一袭青衫，一世独立。陆清玄，一股寒气从叶凡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不好，师傅，是陆清玄那个老贼！叶凡在心中狂吼。什么？药圣的神魂猛地一震，难以置信。不可能，这可是合体9层大能留下的传承之地，空间壁垒坚不可摧，他一个化神境怎么可能破开空间进来？同时药圣似乎想到了什么，声音陡然拔高。叶凡，你是不是又被下套了？他瞬间想通了关节。我说你怎么会这要巧，偏偏在这个时候唤醒我？我还以为你小子是成功争夺了这阴阳一火，要让我帮忙炼化，搞了半天是给人家当了诱饵。叶凡自知理亏，声音弱了下去。我一个不小心就着了道。药圣恨铁不成钢的训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一个不小心。药圣气得差点魂飞魄散。你又被什么东西迷了眼？一个黄阶极品的玄青手环。叶凡的声音细若蚊蜡，戒指里死一般的寂静。足足过了3息，药圣的咆哮声震得叶凡脑仁生疼。黄阶极品，你他娘的居然为了一个黄阶极品的破烂，把自己送进了绝地！我沉睡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陆留一手那个老贼心眼很多，绝对会留下一手，让你小心，会给你下套。你居然如此愚蠢，一个黄阶法器就把你调出来了，气煞我也，气煞我也！药圣恨不得从戒指里冲出来给叶凡2个大耳刮子。叶凡被骂得抬不起头，心中也是懊悔万分。他哪里想得到，那个口口声声为了正道团结的手环，竟然也是陆清玄部下的鱼饵。是他大意了。药圣发泄一通，也知道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强行平复下翻涌的情绪，声音变得凝重无比。算了，事已至此，骂你也无用，还是想想该怎么逃出去吧。这老贼既然敢进来，必然是抱着必杀之心。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青色剑气一闪而逝。叶凡和药圣同时感到一股致命的危机感袭来，可那剑气太快了，快到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噗嗤一声轻响，叶凡只觉得右臂一凉，紧接着撕心裂肺的剧痛席卷全身。啊！他惨叫一声，低头看去，自己的右臂从肩膀处齐根而断，鲜血如喷泉般涌出，瞬间染红了半边身子。那截断臂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带着那枚古朴的戒指向地面落去。面对我，居然还有闲心聊天。陆清玄淡漠的声音悠悠传来，带着一丝戏谑。要不要再给你们备上一桌酒菜，让你们师徒2人好好聊上一晚？话音落下，他对着那截断臂凌空一抓，一股无形的大力瞬间将断臂吸射过去，稳稳地悬停在他面前。叶凡痛得浑身抽搐，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但他顾不上这些，一双眼睛血红，死死地盯着陆清玄手中的断臂和戒指。师傅，快把手臂还给我，把戒指还给我！陆清玄屈指一弹，顷刻间火焰将手臂吞噬，将其炼化。青色的火焰焚烧着那截断臂，在短短1息之内便化为飞灰。而那枚戒指在火焰的煅烧下，非但没有损伤，反而愈发幽深。陆清玄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悬浮在掌心的戒指。住手！道友请住手，我们有话好好说。本座乃中州8大世家药家之人，更是2品炼丹师，世人尊称药圣，一身修为已至合体9层。药圣语速极快，将自己的名号和盘托出，生怕晚了半分就会被彻底抹杀。道友，你我并无深仇大恨，不过是小辈之间的争斗。只要道友肯放我一马，我愿立下天道誓言，带道友前往中州药家，届时必有重谢。我这一身炼丹术，包括上古丹方，都可以尽数传授于你。有我药家相助，道友将来问鼎大道也并非难事。为了活命，药圣几乎是把自己能拿出的所有筹码都压了上去。无论是中州药家的名头，还是合体9层大能的人情，亦或是那足以让任何修士疯狂的炼丹传承，即使是同为9层的合体修士也会为之心动。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阵轻笑。老不死的，你当我是你那个傻徒弟吗？还去药家，还传我炼丹术，这种骗3岁小儿的鬼话你也说得出口？你那徒儿为了一个黄阶手环就能被人当枪使，你这当师傅的
脑子似乎也不比他好多少。真当我像他一样好骗？你……药圣又惊又怒，陆清玄却懒得再与他废话，五指缓缓收拢，掌心青色火焰再度升腾。既然你不肯出来，那我便将你这龟壳连同你这缕残魂一并炼成渣子。不！戒指嗡的一声爆发出璀璨的乌光，一股磅礴浩瀚的神魂之力从中喷涌而出，疯狂抵抗着青色火焰的炼化。那力量之强，竟让陆清玄的手掌微微一顿。不愧是曾经的合体9层大能，即便只剩一缕残魂，其拼死反扑之力依旧不可小觑。哦，还想挣扎一下？陆清玄眉梢一挑，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加大了灵力灌注。青色火焰暴涨，与那乌光激烈的碰撞，一圈圈肉眼可见的空间涟漪以他的手掌为中心扩散开来。就在陆清玄全力炼化药圣之时，一声极致的怒吼从地面上传来：“我要杀了你！”此刻的叶凡竟凭借着超强的毅力，强忍疼痛，单手撑地，强行抬起了上半身，脸上满是污血，左眼中布满血丝，另一只眼睛却燃烧着一簇五彩斑斓的火焰，那是他的兽火。给我死开！叶凡用尽全身力气，左手猛地向前一推，那簇五彩兽火脱手而出，在空中迎风暴涨，化作一头斑斓猛虎的形态，咆哮着扑向陆清玄。这一击耗尽了叶凡全部的心神和残存的灵力，整个人再次瘫软下去，意识都开始模糊。陆清玄正集中精力与药圣的神魂决力，感受到下方传来的攻击，眼中闪过一抹诧异。这小子都这样了还敢反击，是真不要命，还是当自己是天命之子，觉得怎么都死不了？这种被好运气惯出来的恃宠而骄，真是可笑。你以为我真的杀不了你吗？陆清玄冷哼一声，左手维持着对戒指的炼化，右手列虚空神剑，对着那扑来的火焰猛虎以及其后方的叶凡猛地一挥，一道更加锋锐的青色剑气发出。这道剑气只有寸许长短，细若游丝，却散发着足以割裂一切的凌冽气息。就算是同为炼虚3层的修士，若是被正面击中，恐怕也是神魂俱灭。剑气后发先至，瞬间便将火焰猛虎击碎，直接斩向已经毫无反抗之力的叶凡的眉心。完了，这次真的要死了吗？我不甘心啊！叶凡瘫软在地上，无声地呐喊着。然而，就在那道青色剑气即将触及叶凡皮肤的刹那，3道身影瞬间从陆清玄旁的裂缝飞速飞出，挡在了叶凡身前。一人身披重甲，魁梧如山；一人手持阵盘，气息飘渺；还有一人身着宫装，风华绝代。老二，顶住！为手持阵盘的柳云低喝一声。身披重甲的柳山怒目圆睁，没有丝毫犹豫，一步踏出，将一面篆刻着玄龟图腾的厚重黑盾挡在身前。区区炼虚一击，看我！当！话音未落，那道细若游丝的青色剑气便已撞在盾牌中央。柳山脸上的自信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骇然。他只觉一股无法抗衡的穿透之力顺着盾牌涌入双臂，整个人被震得气血翻涌。更重要的是，他引以为傲的玄龟盾竟然被这剑气逐渐磨出一道裂缝。咔咔嚓！什么？老二的玄龟盾要碎了！另外2人脸色巨变，那可是地阶极品的防御法宝，配合老二炼虚5层的魂后修为和搭配的专属天阶中品盾山玉土诀，就算是炼虚7层的修士全力一击，也绝不可能一招就将其损毁至此。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柳冰，带上人，快走！柳云当机立断，不敢再有丝毫轻视。柳冰也是反应极快，素手一招，一股柔和的劲风便将地上昏死过去的叶凡卷起，3人身形暴退。就在他们离开原地的瞬间，柳山再也支撑不住，怒吼一声，收回布满裂纹的盾牌，狼狈地向后闪开。吃了！失去了阻挡的青色剑气于是不减，笔直地斩在地面上，大地被划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狭长裂谷。3人落在100丈之外，看着那道深渊般的剑痕，后背惊出一身冷汗。当初家主柳天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他们3人前来黎州对付一个只有化神6层修为的小辈时，他们心中其实是非常不屑的。为了一个曾经的盟友，叶家的子弟，竟同时出动他们3位炼虚境中期的客卿长老，简直是杀鸡用牛刀。现在看来，多亏了家主的谨慎救了他们一命。若非老二的玄龟盾挡了那一下，若非他们退得够快，此刻躺在那剑痕里的恐怕就是他们3个了。3位道友，救我！老夫乃中州药圣，药幻灵，日后必有重谢。药圣艰难地抵抗住陆清玄的炼化，此刻已经奄奄一息。药圣，药幻灵，柳云3人心头巨震，相互对视一眼。这个名字在整个中州乃至修仙界，尤其是炼丹师领域，可谓是如雷贯耳。中州最负盛名的2品炼丹师，被誉为最有希望在1000年内冲击1品大宗师的丹道奇才。传闻100年前，这位药圣外出寻找一味传说中的神药，
从此销声匿迹。无数人以为他早已陨落在某个不知名的秘境之中，没想到他的残魂竟藏在这枚戒指里。这可是行走的丹道宝库，若是能将他救下，让他欠下柳家一个人情，那价值简直不可估量。柳云深吸一口气，阁下，手下留情戒指中的乃是中州药圣，他是我人族丹道的希望，若是就此陨落，是我被修士的巨大损失，还请阁下看在人族大义的份上，放他一马，我柳家必有重谢。只见陆清玄神色淡漠，一缕青金色的火焰反而瞬间包裹了整枚戒指。啊！庶子，你敢！药圣的哀嚎声戛然而止，神魂被那青金色火焰彻底焚烧殆尽。定！强取豪夺天命之子机缘，药圣残魂，恭喜宿主获得灵品炼丹师传承。定！天命之子叶凡气运受损，气运等级由橙色降低为红色。红色！如果现在杀了他，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天道的干预。现在试试。陆清玄淡然说道：“此子与我儿之死有关，你们带不走他。”三人瞬间震惊地看向叶凡，怪不得此人会下此死手，赶尽杀绝。要知道，修为越高，血脉越是珍贵，子嗣便越是艰难。对于他们这种境界的修士而言，断绝血脉之仇，不亚于大道被毁之恨，乃是不死不休的死仇。柳山摸了摸自己那面布满裂纹的玄龟盾，心疼得直抽抽，嘴里小声嘀咕：“他娘的，杀了人家儿子，还有脸让我们来救？什么玩意儿？”声音虽小，但在场几人何等修为，听得一清二楚。陆清玄再次开口：“不过，我儿大仇虽要报，但我也可以给你们柳家一个面子。”柳云心中一动，连忙拱手：“阁下请讲，让他交出焚天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们带着他离开。”焚天诀？柳云和柳山对视一眼，点了点头。至于叶凡的想法，谁在乎？跟自己的小命比起来，一部功法算得了什么？柳云当机立断，对柳冰喝道：“柳冰，动手！”柳冰没有丝毫犹豫，玉指一点，一道寒气刺入叶凡体内。昏死过去的叶凡浑身一激灵，被强行唤醒，意识依旧模糊，只感觉浑身剧痛，仿佛散了架一般。把焚天诀的功法交出来。柳冰冰冷地说道：“不，那是师傅留给我的。”叶凡用尽最后的力气，虚弱地拒绝。不知死活。柳云脸色一沉，没了耐心，直接一步上前，大手按在叶凡的天灵盖上，一股霸道的灵力涌入其识海，根本不顾会不会对叶凡造成永久性的神魂创伤。啊！叶凡发出一声惨叫，在搜魂般的剧痛下，关于焚天诀的功法口诀与运转法门被强行从记忆深处剥离出来，凝聚成一枚闪烁着火光的玉简。柳云一把抓过玉简，看都不看，直接扔向陆清玄：“阁下，东西在此。”陆清玄抬手接住玉简，神识一扫，确认无误。定！成功夺取天命之子核心功法焚天诀，恭喜宿主获得圣级功法焚天万域圣诀。定！天命之子叶凡气运再次受损，气运等级由红色降低为紫色。成了！陆清玄心中暗喜，目光扫过柳家三人，果然只要气运下降，就不会出现所有人都被强行降制的情况，并且红色气运就已经不会让天道强行控制个人的思想，让人强行感受到清静。刚才叶凡还是橙色气运的时候，柳家三人明明实力不敌，却硬要出头救人，简直违背常理。现在气运跌落到紫色，这三人立刻露出了真面目。为了自保，毫不犹豫的搜魂夺宝，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道德高地？天命之子的光环一旦褪去，周围的人就会恢复正常的判断力。陆清玄瞥了一眼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叶凡，被强行搜魂后，整个人痴痴呆呆，双眼无神，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有意思。陆清玄轻笑一声：“阁下，东西已经给了，我们可以带他走了吧？”柳云悄悄朝后退了半步。陆清玄掂了掂手中的玉简：“我儿大仇，岂是一部功法就能抵消的？阁下，你……”柳云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便已然亮起。噗嗤一声轻响，地上那个还在流着口水的身影，头颅已然冲天起，滚烫的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地面。无头的尸身抽搐了两下，便彻底没了动静。整个过程干脆利落，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这一次出奇的顺利，没有虚空裂缝，更没有什么大能撕裂空间前来救援。陆清玄神识瞬间笼罩了方圆百里，一切正常。定！成功击杀焚天万域天命之子叶凡，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宝箱金。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响起，陆清玄的心神彻底松弛下来，终于是死了。而另一边，柳家三人已经彻底呆立当场。他竟然真的杀了你出尔反尔！柳云最先反应过来，我等已经交出功法，你竟不守承诺。
枉为正道。陆清玄收劲而立，淡淡说道：承诺？我何时给过你承诺？我说的是或许可以考虑让你们带他走。现在我考虑过了。陆清玄嘴角勾起，答案是不行。你……柳云气得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斩草要除根，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更懂。留下他，等他日后成长起来再来找我寻仇。还是说你们柳家愿意替我承受这份因果？柳云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是啊，换作是他也绝对会这么做。不死不休的死仇怎么可能留下活口？圣级功法焚天万狱圣诀，不知效果如何？陆清玄心念一动，伸手便朝着那团阴阳异火抓去。火焰入手，温顺如阳，没有半点反抗。只是预想中的系统提示并未响起。陆清玄眉头微挑，随即了然。看来天命之子死后，其身上的机缘变成了无主之物，再夺取就不会触发系统的升级奖励了，倒是有些可惜了。早知道就该先夺了这一火，再结果他的性命。蚊子腿再小也是肉，榨干最后一滴价值才是王道。也罢，陆清玄收敛心神，不再多想。体内灵力一转，刚刚到手的焚天万狱圣诀功法口诀自心头流淌而过。下一刻，手掌中的阴阳异火仿佛受到了某种致命的吸引，猛地暴动起来。吞！陆清玄低喝一声，只见那黑白二色的火焰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的掌心，顺着经脉涌入丹田气海。轰！一股恐怖的炽热感似乎要将他的身躯撕裂。但焚天万狱圣诀霸道绝伦，竟是化作一个巨大的熔炉漩涡，强行将这股力量镇压和炼化。与此同时，陆清玄的身体外也发生了惊天异象，一道粗壮的黑白火柱自头顶冲天起，直入云霄，将天边的云层都搅成一个巨大的黑白漩涡。恐怖的威压以它为中心，如海啸般席卷开来，地面崩裂，山石化为齑粉。远处观望的弟子们被这股气浪冲得人仰马翻，修为稍弱者更是口喷鲜血，满脸骇然地望着那道贯穿天地的火柱。这是何等威势？老祖在炼化那一火，好可怕的力量，仅仅是余波就让我们喘不过气。而距离最近的柳云三人感受最为真切，仿佛置身于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脚下，炽热而凌冽。柳云忌惮地看着陆清玄，此子断不可留，不应该说此地断不可留。这等妖孽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了，必须立刻回去将今日之事原原本本地禀报给族长，由族长定夺。就在这时，那通天火柱骤然收缩，尽数倒灌回陆清玄的体内。陆清玄依旧站在原地，衣袂飘飘，气息却已然天翻地覆。炼虚3层，炼虚4层，炼虚5层，炼虚6层，仅仅是吞噬了一朵异火，境界便连破3层。这就是圣级功法的恐怖之处吗？陆清玄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灵力，心中畅快不已。这焚天万狱圣诀简直是为吞噬异火而生的无上法门，比那叶凡的焚天诀不知高明了多少个档次。陆清玄抬起眼，目光平淡地落在柳家3人身上。柳云心中警铃大作，浑身汗毛倒竖，不敢与陆清玄对视，同时对身旁的柳冰和柳山递去一个隐晦的眼色。走！3人心领神会，几乎在同一时间，身上灵光一闪，便要化作3道流光遁走。我让你们走了吗？一道淡漠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柳云3人头皮发麻，逃遁的速度更快了。陆清玄并指如剑，只见一缕黑白火焰缭绕跳动，并将其抹在烈虚空神剑上。一道融合了黑白火焰的剑气破空而出，速度快到肉眼难辨，瞬间追上了落在最后面的柳山。不好！柳山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猛地转身，再次祭出那面布满裂纹的玄龟盾玄龟阵海。他将全身灵力灌入盾中，玄龟虚影再次浮现，比之前凝实了数倍，显然是拼了命。然而没用，吃啦！那道黑白剑气在触碰到玄龟盾的瞬间，坚不可摧的玄龟盾连同其后的玄龟虚影被一分为二，剑气于是不减。噗！他的身体从腰间整齐地裂开，化作2半，伤口处黑白火焰熊熊燃起，顷刻间便将他的残躯连同神魂烧成了虚无。柳云和柳冰亡魂大冒，眼睁睁看着柳山被一击秒杀，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你敢！柳云又惊又怒，知道今日无法善了，唯有拼死一搏。冰儿，联手！柳云怒吼一声，双手结印，一尊巨大的金色宝塔虚影在他身后凝聚成形，散发着镇压一切的厚重气息。镇魔塔！镇！另一边，柳冰也是俏脸煞白，眼中满是怨毒与恐惧。他玉手一扬，一条冰晶长河凭空出现，寒气弥漫。玄冰绝域，这是他们压箱底的手段。2大炼虚强者联手，
威势骇人。然而陆清玄只是伸出右手，对着那镇压而来的金色宝塔与冰封天地的长河轻轻一握，焚，一个字，言出法随。那片空间，黑白火焰瞬间化作一片火海，金色的宝塔在火海中迅速消融，冰晶长河更是瞬间蒸发，化作漫天白雾。这怎么可能？柳云和柳冰震惊，他们的最强一击在此人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黑白火海席卷而至，将两人吞没。数息之后，火海散去，空中空空如也，柳云和柳冰已然形神俱灭，连一丝灰烬都未曾留下。数十名青山宗弟子呆立在远处，那可是3位炼虚境强者。要知道黎州这几千年下来，除了陆清玄，可没有一位炼虚境强者。可就是这样，3位跺一跺脚就能让一方震动的大人物，在自家老祖面前竟如同3只蝼蚁一般。从出手到结束，恐怕连10个呼吸都不到。楚离站在人群的最前方，近乎狂热的崇拜与迷恋，直勾勾地盯着陆清玄。当陆清玄轻轻一握，焚尽柳云与柳冰的联手一击，将他们化为虚无时，一股滚烫的激流瞬间冲刷着他身体，脸颊不知何时已经染上了一层醉人的酡红，从耳根一直蔓延到雪白的脖颈。那伸长裙下，娇躯正不受控制的轻轻颤抖。老爷，实在太威武了！陆清玄拂袖一挥，3枚储物戒指便落入他的掌心，神念一扫，抹去了上面的印记。而底下的数十名青山宗弟子依旧沉浸在方才那毁天灭地的一幕中。良久，一个看起来年纪尚轻的弟子咽了口唾沫，小声对身旁的师兄嘀咕道：“师兄，老祖这手段是不是太狠辣了些？叶凡虽说有错，可也罪不至死，而且连带着3位炼虚大能还被焚得神魂俱灭，这与传说中的魔道行径有何区别？”话音未落，身旁的师兄脸色一变，反手就是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拍在他的后脑勺上。啪！一声脆响，那师兄压低声音怒斥道：“闭嘴！收起你那可笑又泛滥的慈悲心！你知道什么？如果不是老祖实力强横，可能结果就反过来了。更何况，你忘了老祖唯一的子嗣是如何死的吗？”年轻弟子被打得一猛，捂着后脑勺，有些委屈地反驳：“我知道陆云是因叶家而死，可那毕竟只是一个儿子，以老祖如今通天的修为，再生一个不就好了？何至于此？”啪！又是一巴掌，比之前更响，力道也更重。那师兄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蠢货！说得轻巧，那是因为真没扎在你身上。行，等回了宗门，我就去把你那刚定了亲的道侣抢过来，反正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就是了，你看如何？”年轻弟子一听这话，脸色发白，想到自己的道侣被师兄抢走，彻夜修炼他瞬间就懂了什么叫切肤之痛。师兄，王师兄，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年轻弟子一把抱住王师兄的手臂：“我这就张嘴，求师兄别抢我道侣，滚一边去，我喜女不喜男。”王师兄一把推开他，但脸色缓和了不少，心中暗道：孺子可教。就在这时，一声压抑不住的痛苦闷哼打断了弟子们的窃窃私语。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陈克再也支撑不住，那被兽火烧得焦黑卷曲的半边身子重重砸在地上，身体剧烈抽搐，口中溢出黑色的血沫，气息已是游丝一般。弟子们心中一紧，陈克师兄为了宗门，为了老祖，已是油尽灯枯。陆清玄的神识从戒指中移出，看向了倒地不起的陈克。陈克，捉拿叶凡有功，当赏。话音落下，陆清玄伸出一根手指，只见上阴阳异火再次浮现。看到这朵火焰，所有弟子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这可是能焚烧炼虚境大能的火焰，谁都不想碰到，引火上身。同时再次窃窃私语：老祖这是何意？难道是要连我们都杀了？不想让这件事外传。老祖估计是要给陈克师兄一个痛快，毕竟伤重至此，已是无力回天。那可不一定，只要回到宗门，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只是怕到时候也会修为散尽，成为一个普通人。然而当阴阳异火触碰到陈克的伤口时，瞬间变成一抹白色火焰，将其彻底覆盖。只见那翻卷的皮肉，焦黑的骨骼，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重新生长。黑色的死皮不断脱落，露出下面新生如玉的肌肤。被烧毁的半张脸也重新长出了血肉，恢复了原本清秀的样貌，甚至比之前更多了几分英气。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陈克身上的伤势便已痊愈，完好如初。但这还不是结束。就在陈克睁开眼，茫然地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身体时，一股磅礴浩瀚的灵力猛地从他体内爆发开来。轰！天地间的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牵引，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疯狂地涌入他的天灵盖，筑基9层，瓶颈破碎。那道困扰他整整3年的壁垒被彻底打破。金丹，
一股属于金丹真人的威压以陈克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开来。青山宗的弟子们被这股气势冲得连连后退，脸上写满了震撼。一步登天，前一刻还濒死的筑基修士，下一刻变成了他们需要仰望的金丹真人。这是何等通天的手段！陈克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激动得浑身颤抖，猛地翻身跪倒，对着陆清玄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多谢老祖再造之恩。陈克此生愿为老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陆清玄负手而立，神情淡然。起来吧，这是你应得的。是，老祖。陈克恭敬地起身，退到一旁。其他弟子们此刻心中再无一丝疑虑。什么魔道？这才是他们青山宗的老祖。杀伐果断，对敌人便要斩草除根，雷霆灭杀，不留半点后患。恩怨分明，对有功之人则不吝赏赐，一步登天，造化通神。赏罚之间尽显无上威严。陆清玄继续淡淡地说道：你们继续在此历练，夺取自己的机缘。是，老祖。众弟子齐声应道。陆清玄身形一闪，直接来到了妖皇传承的核心区域。果然如他所料，没有了叶凡这个气运之子的干扰，整个传承之地对他毫无阻碍。炼虚修为对付金丹以下的传承，确实是杀鸡用牛刀。陆清玄自语道。陆清玄伸手一招，远处一座古朴的石台上，一枚散发着淡金色光芒的传承玉简缓缓飞来，稳稳落在他掌心。玉简入手的瞬间，一股庞大的信息流瞬间涌入他的识海。妖皇炼体诀、血脉觉醒术、妖族秘法大全，各种珍贵的功法秘术让陆清玄都忍不住挑了挑眉。不愧是妖皇传承，确实有些门道。同时还有数件宝物被他收入囊中，一柄泛着血光的手爪，一瓶9命猫妖皇的精血，还有一株万年灵药。叶凡应该就是靠这个精血获得的9命猫妖血脉，这才能屡次死里逃生，收服异火。只不过我已经拥有了焚天万域圣诀和混沌阴阳圣体，反而不需要这个东西污染了血脉。陆清玄思索片刻，将其收了起来。青山宗大殿，3枚样式各异的储物戒指悬浮于陆清玄身前。陆清玄的神识探入第一枚属于柳云的戒指，里面的空间不小，堆满了各种灵石、丹药和法宝，琳琅满目。对于寻常修士而言，无疑是一笔泼天巨富。但陆清玄扫了一眼，心中略感失望。就这，上品灵石不过1万余块，各种丹药倒是不少，大多是炼虚期用的。几件法宝品阶也就一般，最好的也就是一柄天阶中品法宝镇魔塔。这柳云好歹也是中州柳家的人，身家竟然这么寒酸，难道是出门忘带了？陆清玄又快速扫荡了一下剩下2个戒指。天罡镇月宫天阶中品，以雄魂灵力镇压万物；玄土霸体诀天阶中品，防御有余，变化不足；玄冰刺骨经天阶中品，玄冰绝域，冰封万里。陆清玄将3枚玉简取出，放在一旁。这些功法虽然在外界足以引得无数人争破头颅，但在他眼中也就那样。有了焚天万域圣诀，自然看不上这些只有天阶的功法。至于那些灵器，跟烈虚空神剑比，与废铁合一，回头丢进宗门宝库，充实一下门面也好。陆清玄随手将3枚戒指里的东西归拢一处，准备回头让苏青言处理。紧接着他拿出了最后1枚戒指，叶凡的储物戒，神识探入其中。戒指里的空间小得可怜，角落里孤零零地堆着一小撮下品灵石，旁边是一些最基础的断体药材，除此之外再无他物。陆清玄沉默了片刻，这就是气运之子，就这点家当，简直比青山宗最穷的外门弟子还要寒酸。好歹也是个主角，出门连点好东西都没有，说出去都替他丢人。不过就在这时，陆清玄发现草药中夹杂着1枚青铜钥匙。紧接着陆清玄手腕一翻，另一枚从鬼杀戒指中找到的青铜钥匙也出现在掌心。柳家、鬼杀、叶家3枚钥匙凑齐了2枚，只差最后的柳家钥匙就可以开启叶长生的传承。不过真的需要钥匙吗？不知道叶长生留下的传承禁制能否挡住烈虚空神剑的一剑。与其费心去找那第3把钥匙，直接一剑劈开，岂不更省事？就在陆清玄思考着暴力破局的可行性时，大殿门口一道窈窕的身影悄然出现。陆清玄抬眼望去，目光不由得顿了一下。来人是楚离，只是此刻的他与往日模样判若两人，换下了青山宗的服饰，穿上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绯色纱裙，裙摆很长，拖曳在地，但上半身的设计却极为大胆，紧紧遮住了关键部位，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和精致的锁骨。贴身的剪裁将她玲珑有致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行走之间，裙摆下的修长玉腿若隐若现，平添几分朦胧的诱惑。脸上略施粉黛，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刻水汪汪地盯着陆清玄。
整个大殿的空气仿佛都因为他的出现而变得燥热了几分。你不是在妖皇传承中历练吗？怎么出来了？陆清玄疑惑地问道。根据原著和现实中的多次负距离接触，陆清玄自认为已经很了解他了。心气极高，是个不折不扣的慕强者，并且极度渴望力量。为了变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干劲十足。妖皇传承对他而言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机缘，他没理由这么快就放弃。楚离赤着玉足一步步走近，在陆清玄面前3步远处停下，微微垂下眼帘，声音又轻又软：传承之地，弟子已无所得，倒是有些想念老爷了。说完这句话，楚离白皙的脸颊上迅速飞起一抹红霞。陆清玄低头看着怀中人，这般娇羞又大胆的模样着实勾人。陆清玄笑了笑，长臂一伸，便将那道楚离揽入怀中，让他直接坐在自己腿上，手指轻轻勾起楚离小巧的下巴，说说怎么想念老爷了。楚离身子一软，几乎要化在他的怀里，伸出玉臂环住陆清玄的脖颈，将脸颊埋在他的肩窝，声音又软又糯，带着几分嗔怪：讨厌，都已经是老爷的形状了，还欺负奴家。一句话让陆清玄心头火热，很满意楚离的上道，不仅天资绝佳，更难得的是懂得审时度势，知道如何取悦自己。这样的妙人，若是不给些赏赐，倒显得他小气了。陆清玄忽然想起了从妖皇传承中得到的九命猫妖皇精血，那东西转化出的妖皇血脉，对他而言品阶太低，食之无味，但对楚离来说却是一桩天大的造化。更何况九命猫妖皇，那好歹也沾了个猫字，若是楚离融合了这滴精血，不知道会不会生出什么有趣的变化，比如猫耳娘。陆清玄玩味地捏了捏楚离滑嫩的脸颊，说道：我这里刚好有个大机缘给你，不过过程可能有点疼，你得忍一忍。怀中的楚离身子微微一僵，机缘疼，原来老爷喜欢这种调调吗？虽然有些害羞，但为了能一直跟在老爷身边，这又算得了什么？楚离轻轻咬着下唇，声若文瑞地嗯了一声，随即又将头埋了回去，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陆清玄见他答应，也不再废话，一滴灿金色的血液便悬浮于掌心。这滴血一出现，整个大殿便充斥着一股蛮荒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恐怖气息。血液周围的空间都微微扭曲，仿佛承受不住其中蕴含的能量。紧接着，陆清玄又取出那株流光溢彩的万年灵药。楚离感受到那心悸的威压，终于察觉到不对劲，呆呆地从陆清玄怀中探出头。当看到那滴金色血液和万年灵药时，整个人都呆住了。老爷，这是……他话未说完，陆清玄已屈指一弹，那滴妖皇精血与万年灵药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了他的眉心。轰！一股极致的能量在他体内轰然炸开。楚离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便感觉自己的四肢百骸、经脉丹田仿佛要被这股力量彻底撕碎。剧烈的痛苦让他眼前一黑，差点直接晕厥过去。凝神静气，守住心神。陆清玄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让他混乱的意识恢复了一丝清明。楚离这才明白，陆清玄所说的机缘和疼，原来是真的机缘，真的疼。紧接着，陆清玄开始按照原著中叶凡炼化妖皇血脉时的操作，翻手将阴阳异火覆盖楚离全身。在妖皇精血、万年灵药和阴阳异火的3重作用下，楚离的身体像是被千锤百炼的金刚，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骨骼变得更加坚韧，闪烁着玉石般的光泽，经脉被拓宽了数倍，血肉更是蕴含了磅礴的生命精气。痛苦依旧，但随之而来的是脱胎换骨般的新生。楚离紧咬牙关，全力运转功法，配合着陆清玄的引导，在这股庞大的灵气冲击下，原本有些虚浮的修为开始节节攀升。筑基8层巅峰，筑基9层，筑基9层巅峰。随即体内汹涌的灵气微微一顿，然后轰然爆发。砰！海量的天地灵气疯狂地涌入大殿，形成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倒灌进楚离的体内。丹田之中，液态的灵力开始高速旋转、压缩，最终凝聚成一颗金色丹丸。金丹已成。从筑基8层到金丹，竟只是一息之间。不知过了多久，大殿内的灵气风暴才渐渐平息。陆清玄缓缓收回手掌，看着面前的楚离。此刻的他肌肤胜雪，光洁如玉，仿佛轻轻一摸都能掐出水来。周身气息圆融内敛，修为赫然已经稳固在了金丹1层，一双眸子此刻更添了几分神采，顾盼之间隐隐有华光流转，确实是脱胎换骨了。只是陆清玄上下打量了他好几遍，眉头微微皱起。说好的猫耳呢？说好的尾巴呢？怎么什么都没有？就只是修为提升了，人变漂亮了点，白期待了。陆清玄心中略感失望，随手一挥，一件新的长裙便披在了楚离身上，遮住了那动人的春光。
楚离感受到陆清玄情绪的变化，冰雪聪明的他稍一思索，便猜到了几分。看着陆清玄那副略带失望的表情，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老爷是在找这个吗？楚离俏皮的眨了眨眼。话音刚落，只见他头顶光芒一闪，两只毛茸茸、粉白相间的可爱猫耳波的一声冒了出来，还俏皮的抖了抖。陆清玄的眼睛瞬间就直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楚离身后裙摆之下，一条、两条、三条，足足9条蓬松雪白的形似虎尾的猫尾舒展开来，如同孔雀开屏，在他面前轻轻摇曳，每一根尾巴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看起来手感极佳。老爷，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伸缩的。楚离的声音变得又媚又软，赤着双足，莲步轻移，再次走到陆清玄面前，缓缓俯下身。猫耳、九尾，配上他那张清冷绝美的脸蛋，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反差萌与极致的魅惑。他伸出温软的指尖，轻轻点在陆清玄的嘴唇上，吐气如兰。老爷为了奴家竟舍得如此重宝，奴家真的很感动。所以楚离凑到陆清玄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魅惑地说道：你别动。夜半3更，苏清言按照陆清玄所说的时间来到了大殿门口，殿门紧闭，内里却并非一片死寂。当苏清言的脚步停在殿前10丈时，竟听到了带着哭腔的求饶声。苏清言的脚步猛然一顿，清冷雪白的脸上出现一抹绯红，一时竟不知是该进还是该退。可师尊的命令，他又绝不敢违抗。就在他心乱如麻之际，殿内那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戛然而止。吱，殿门自动打开，陆清玄那略带慵懒的声音从中传来：晴儿，进来吧。苏清言定了定神，脸认正容，恢复了领月仙子该有的威仪与清冷，缓步踏入殿中。然而当他看清殿内的景象时，那刚刚才搭建好的新房瞬间崩塌。师尊陆清玄正斜倚在他那张宽大的专属宝座上，姿态闲适，而楚离此刻正侧躺在师尊的怀里，衣衫尚算完整，只是发丝微乱，一张清冷绝艳的脸蛋上此刻却媚意如丝，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楚离的头顶竟生出了一对粉白相间的毛茸茸猫耳，其中一只正被师尊捏在指尖，有一下没一下的揉捏着。而在他的身后，9条蓬松雪白的猫尾如扇般铺开，其中一条最长的正被师尊的另一只手握着，轻轻把玩苏清言脸颊更烫。师尊也真是的，如今连避都不避着自己了吗？可下一瞬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猫耳、九尾这股气息带着一丝猫妖的妖媚，是9命猫妖皇的传承。师尊竟然将此等机缘赐给了楚离，一时间苏清言内心竟然感到一丝酸楚，甚至有些嫉妒。他苏清言才是师尊唯一的弟子，是师尊亲手从血泊中救起养育至今的晴儿。这300年来，他兢兢业业将宗门打理得井井有条，不敢有丝毫懈怠，为的就是不让师尊烦心，成为他最完美的骄傲。可到头来，师尊却将这般堪比再造的无上机缘给了一个才来没多久的狐猫妖精，自己竟比不过一个女弟子吗？苏清言的指尖在袖袍下微微颤抖，但仅仅一息之后，所有的波澜都被他强行压下。他是青山宗主苏清言，但更是被师尊救下来养育100年的晴儿。师尊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如果他产生了质疑，那一定是他错了。苏清言缓缓垂下眼帘，掩去其中所有的情绪，对着陆清玄盈盈下拜：弟子苏清言拜见师尊。不知师尊唤弟子过来，所谓何事？陆清玄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这个徒弟脸上那瞬息万变的表情，心中暗笑。他捏了捏楚离那抖动的厉害的猫耳，示意了一下。楚离立刻心领神会，从陆清玄怀中轻盈起身，整理了一下裙摆，款款从苏清言身边走过。连被老爷视若珍宝的领月仙子，在这份宠爱上都输给了自己。这份重视让他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与满足感。看来日后还要准备些别的惊喜，好好报答老爷才行。楚离满心欢喜地退出了大殿，还贴心地将殿门轻轻带上。殿内只剩下陆清玄与苏清言师徒2人。陆清玄从宝座上走了下来，最终停在了苏清言的面前。这脸绷的都能刮下一层霜了，跟为师说说，心里在气什么？苏清言缓缓抬起头：弟子不敢。楚离能得到师尊的青睐是他的福分，此机缘本就是师尊凭通天手段夺来，如何分配自然全凭师尊做主。他顿了顿，长长的睫毛垂下，眼中眸光。只是弟子愚钝，实在不解自己究竟是差在了何处，是宗门管理出了纰漏，让师尊烦心了，还是弟子修为进境缓慢，让师尊失望了，亦或是弟子平日里不够贴心？师尊，弟子可以改，无论哪一点弟子都可以改，直到成为师尊心中最完美的弟子。说到这里，苏清言似乎觉得这些还不够，
那张圣洁如雪莲的脸上竟浮现出一抹决绝的红晕。若是师尊觉得修行功法需要阴阳调和，又或是觉得孤身一人太过冷清，弟子亦可为师尊分忧。此言一出，整个大殿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陆清玄看着眼前面容绯红，眼神却无比认真的苏清言，一时竟有些哭笑不得。养歪了，绝对是养歪了。当初捡回来的时候还是个眼神倔强的小可怜，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一个什么话都敢往外说的偏执狂了？原主当时只是想培养一个能独当一面，好让自己安心修炼的完美工具人。可这工具人现在不仅想把所有活都干了，甚至还想把自己的个人问题也一并解决了。陆清玄终于没忍住，像过往无数次那样轻轻揉了揉他的头，温热的掌心覆盖在发顶，熟悉的触感和温度让苏清言浑身那股紧绷的劲儿瞬间一松。傻丫头！陆清玄的声音恢复了温和，胡思乱想些什么。他收回手，负手而立，神情变得认真了些。为师不将那九命猫妖皇的传承给你，并非你不够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那东西配不上你。苏清言闻言一怔，眸中写满了不解。那可是妖皇传承，足以让任何修士脱胎换骨的无上机缘，师尊竟说配不上自己。陆清玄看着他的表情，便知他心中所想，继续解释道：九命猫妖皇终究是妖，其传承核心在于魅惑、幻术与生命力的腾挪转嫁，虽能速成，却非仙道正统，乃是取巧之道。你的道是青天白日，是高山之巅的雪莲，是堂堂正正的青莲元功，至纯至净。若强行融入那妖皇血脉，只会污了你的根基，毁了你的道心。一番话让苏清言瞬间明悟，原来是这样，师尊原来是在保护他。弟子愚昧，误会师尊了。苏清言说道。知错能改，还不算太笨。陆清玄笑了笑，话锋一转，晴儿，为师今日叫你来，除了此事，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可还记得为师当年为何要为你取这个名字？苏清言心中一动，他的身世是他内心深处唯一不敢轻易触碰的角落。年幼时也曾追问过，但师尊总是说时机未到，久而久之他便不再去想。因为有师尊在的地方就是家，过往如何似乎已不重要。可今日师尊却主动提起了。陆清玄手腕一翻，掌心之中凭空出现了一枚古朴的玉佩。那玉佩通体清脆，色泽温润，一看便知不是凡物。可当苏清言的目光落在那玉佩上时，呼吸却猛地一滞。玉佩的样式他早已没有印象，但上面用古篆雕刻的那个字却瞬间揭开了他尘封的记忆。那是一个情字，这是当年为师从你身上发现的。陆清玄将玉佩递给他，你叫苏清言，这是为师后来为你起的名字，但你的乳名应该就是这个情字。苏清言颤抖着手接过那枚微凉的玉佩，指尖触及玉佩的瞬间，一股源自血脉深处的悸动传来，让他几乎握不住。原来晴儿这个名字是他与那个血色童年唯一的联系。师尊，这只是其一。陆清玄打断了他，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深邃。当年为师发现你时，你身受重伤，濒临死亡，但你的身体内部却有一股至纯至净的力量在自行护主，生生不息。也正是因为这股力量，为师才动了收徒之心。因为你并非寻常体质，你所拥有的是连所有修士都梦寐以求、万古罕见的先天道心琉璃体。轰！苏清言整个人都懵住了，呆呆地看着陆清玄，一时间无法消化这个信息。陆清玄继续道：何为先天道心琉璃圣体？其一，万法亲和。寻常修士参悟功法，如逆水行舟，而你修行是万千大道争相奔你而来，任何功法典籍在你眼中都无晦涩之处，一眼可知其真意，一练即可得其神髓。其二，道心澄澈，不染尘埃。此体质天生隔绝心魔外邪，让你的修行之路一片坦途，不会有走火入魔之余。但也因此，你的情感会格外纯粹干净，一旦认定了什么，便是一生一世，再难更改。说到这里，陆清玄的眼神颇有些复杂，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这份畸形的依赖与崇拜的根源所在。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清玄的语气凝重起来，此体质一旦彻底觉醒，你的修行速度将会一日千里，如有神助。届时天地灵气会主动为你洗髓伐脉，大道法则会清晰地展现在你面前。所谓的化神瓶颈，对你而言不过是一层薄纸，一捅即破。妖皇血脉说到底是后天嫁接之物，怎能与你这天地所中与生俱来的无上圣体相提并论？陆清玄看着已然彻底呆滞的苏清言，最后下了一剂猛料。晴儿，你可知拥有此等体质的人在上古时期被称作什么吗？仙人转世，道子敌胎。中州紫韵柳家府邸之内，
张灯结彩，灵气氤氲的奇花异草被精心布置在各处，一座座悬空仙岛之间由虹桥相连，宾客往来如织，一派仙家盛景。无他，只因3日之后，便是柳家千年不遇的麒麟女，被誉为中州明珠的柳梦瑶18岁的成人大典。这不仅是一场成人礼庆典，更是柳家向整个中州修仙界宣告其下一代领军人物崛起的盛会。然而，与外界的热闹喧嚣截然不同，柳家身处的祠堂净室之内，气氛却异常压抑。柳家家主柳天雄，这位平日里威严自持的合体期大能，此刻正看着手上3枚碎裂的魂牌。柳山、柳云、柳冰3位炼虚7族老的魂牌居然也碎了，死了，又死了3个。要知道他们3个联手，连炼虚7层大修士都要退避3舍。氏族中真正的中流砥柱，炼虚强者就是在中州，也是无数世家争抢不过来的。毕竟这可不是上古时期，什么炼虚多如狗，合体满地走。即使是在8大世家，每一个化神以上的修士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柳天雄气的脸色铁青，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不断溢散，整个净室的阵法符文堪堪抵御住这股威压。派去保护叶凡，顺便擒拿那个黎州化神小辈陆清玄的3名炼虚7高手。至此全军覆没。一个化神6层怎么可能做到这种地步？难道是他们3个遇到了仇敌，被半路截杀？或者那个陆清玄身后有大能保护？父亲，柳梦瑶本是来向父亲禀报庆典宾客的安排事宜，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第一时间看到了那几枚心碎的魂牌上，震惊地问道：山叔他们也出事了？柳天雄缓缓转身，看到自己这个完美无瑕的女儿，胸中的滔天怒火与惊惧稍稍平复了几分，陨落了。和之前的柳泉一样，魂牌碎得干干净净。柳梦瑶的呼吸微微一滞。叶凡呢？他下意识地问道。不知道。柳天雄看着恋爱脑发作的柳梦瑶，声音陡然拔高。现在哪里还顾得上他？我要去找他。柳梦瑶打断了父亲的话，柳家3位炼虚长老因他而死，他若活着，必须给我柳家一个交代。他若死了，我也要知道究竟是谁敢如此挑衅我子运柳家。这番话听起来大义凛然，但柳天雄却从女儿的眼底深处看到了一丝慌乱。糊涂！柳天雄一声怒喝，合体大能的威压如山岳般压下。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关头？你的成人礼是你9窍玲珑心彻底觉醒，与天地大道交感的最佳时机。此事关乎我柳家未来1000年的气运，绝不容有任何闪失。他上前一步，盯着柳梦瑶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以为我担心的是那个小小的化神6层的陆清玄吗？还是叶家的传承钥匙？亦或者是那个叶凡？错，是王家。是王家那个小畜生王腾，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真的觉醒了所谓的苍天霸体，如今气焰何等嚣张。就在昨日，他在天骄宴上一拳重创了李家的麒麟子，3招击败了赵家的凤雏。整个中州年轻一辈已经被他压得抬不起头了。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柳家，看着你。柳天雄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急切，只有你的9窍玲珑心彻底觉醒，才能压他一头，才能捍卫我柳家的地位。你现在去找叶凡那个扫把星，是想把我柳家的脸面丢在地上，让王家去踩吗？一连串的质问让柳梦瑶哑口无言。他当然知道王腾，一个从小到大都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居然走了狗屎运叫醒了传说中的苍天霸体。他也知道自己的确是柳家对抗王家的唯一希望，可叶凡的下落不明一直让他心神不宁。看着女儿脸上闪过的矛盾与挣扎，柳天雄终是缓和了语气，叹了口气：瑶儿，为父知道你关心那个叶凡，你放心，这件事为父自有安排。他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与绝对的自信。我已经将此事原原本本地禀明了老祖。老祖2字一出，柳梦瑶的身体猛地一颤，清冷的凤眸中终于露出了惊诧之色。柳家老祖，他的亲爷爷，那是一位早已不问世事，沉睡在家族禁地深处，修为通天的大成期存在。爷爷他，没错。柳天雄傲然道：老祖本就是为你这次成人礼才从沉眠中苏醒，打算亲眼见证你的崛起。如今事关你的觉醒，决定亲自走一趟。柳天雄的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意。大成老祖亲临，这是何等的天威！放眼整个修仙界，有几人能当？他陆清玄再妖孽，手段再诡异，终究不过是个化神修士，在老祖面前与蝼蚁何异？同时又宠溺地看着柳梦瑶，等这件事结束，你亲自去陪陪他老人家聊聊天，他也就是太宠你了，才会降下身份帮你出手。柳梦瑶心中的不安也随之烟消云散。是啊，大成老祖，那已经是站在这个世界顶点的存在，是传说中的人物。别说区区一个黎州，就算是在高手如云的中州，大成修士也是制定规则，俯瞰众生的无上霸主。陆清玄再强，还能强得过大成？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想通了这一点，柳梦瑶对着柳天雄微微一扶：“是女儿短视了，父亲放心，3日后的大典，梦瑶绝不会让您让柳家失望。”柳天雄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是我柳家的麒麟女。去吧，好好准备，剩下的交给爷爷。”是。柳梦瑶转身，莲步轻移，缓缓走出了净室，心中暗道：等爷爷将陆清玄斩杀，带回叶凡，我再觉醒9窍玲珑心，说不定能和叶凡哥哥重回以前的美好。而此时的陆清玄在安抚完苏青言后，则是拿出了击杀叶凡获得的金色天命宝箱。那金色宝箱缓缓悬停在空中，宝箱通体金辉流转，表面雕刻着9条盘龙，每一条都栩栩如生，龙鳞片片可见，龙须飘动间散发着淡淡的威压。最为奇异的是，这些金龙并非死物，而是在宝箱表面缓缓游动，时而昂首长吟，时而俯身盘绕，发出阵阵低沉的龙吟声。宝箱4角各镶嵌着一颗拳头大小的龙珠，内部灵光流转，隐约可见微型雷电在其中闪烁。整个宝箱散发出的气息，竟让陆清玄都感到一丝压迫感。看这气势，里面的东西绝对不简单。陆清玄期待地说道：“开启。”叮！恭喜宿主开启金色天命宝箱，恭喜宿主获得绝对忠诚傀儡，影大成3层，绝对忠诚傀儡，还是大成3层。陆清玄立刻将傀儡召唤出来，一道模糊的黑影逐渐凝实，化作一个身穿玄色劲装、面容普通、气息完全内敛的中年男子。他站在那里，若不仔细用神识探查，根本无法发现其存在。男子出现的瞬间，便单膝跪地，冷漠地说道：“影，参见主人。”陆清玄立刻查看其属性：人物，影。身份，天命宝箱产出傀儡，境界大成3层，可成长，根骨，神品，血脉体质，暗影神体与黑暗、阴影、空间之道拥有极高亲和力，修行相关功法事半功倍。功法，大虚无影仙诀，神级下品。神通，影遁、暗杀、空间禁锢、寂灭之刺。灵气，虚空之刃，神器。忠诚度，绝对忠诚，永不背叛，可为主人付出一切。评价，一尊拥有极高成长性的杀戮机器，它是您最忠诚的影子，最锋利的刀刃。陆清玄的眼皮跳了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傀儡了，可成长，神品根骨血脉，神级功法，这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且天赋异禀的绝世大能，唯一的区别就是对自己绝对的忠诚。原著中下界出现的最强之人也才渡劫1层，并且已经垂垂老矣，只剩下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之后便只剩下大成8层的大能，而他则是要加的老祖，还是纯靠丹药堆上去的，下界的衰败程度可见一斑。而影虽是大成3层，但拥有神品天赋和功法，战力绝对不容小觑，恐怕整个修仙界能打过他的不过双手之数。起来吧，陆清玄淡淡道。是。影应声而起，如一杆标枪般立在陆清玄身后，气息再次隐去，若不回头，几乎会忘记他的存在。有了这张底牌，陆清玄的心彻底安定下来，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叶长生的传承。原著中，叶凡得到传承钥匙后，并未立刻开启，而是在中州被王家的一位大成修士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才九死一生逃到了传承之地，借助传承的庇护躲过一劫。那地方名为藏仙崖，位于黎州与中州交界处的一片绝地，传闻上古时期有仙人在此喋血，因而得名。那里空间紊乱，常年被空间风暴笼罩，等闲修士根本不敢靠近。叶长生将传承设在那里，显然也是为了安全。而鬼杀3人能进入其中，也是运气好进去空间乱流，不慎掉入其中，这才能安然无恙。以列虚空神剑的威能，不知能不能劈开那渡劫传承。陆清玄做出决定，不再耽搁，给苏青言留下一道讯息，告知自己要闭关几日，让他安心修炼，不必挂念。随后便带着影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朝着藏仙崖的方向疾驰而去。半日后，藏仙崖正如其名，这里的天空是灰败的，大地是赤褐色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苍凉死寂的气息，一道道肉眼可见的黑色裂缝遍布在虚空中，不时有毁灭性的空间风暴从中刮出，将地面犁出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陆清玄立于藏仙崖的边缘，炼虚气的威压释放开来，将周围的空间风暴尽数排开。闭上眼，神识如潮水般蔓延开来。在原著的描述中，叶长生的传承之地就在藏仙崖中心一处空间最为稳定的起点之内。很快，陆清玄就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是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空地，但神识探入其中，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一层坚韧无比的无形壁障。就是这里了。陆清玄拿出烈虚空神剑，争！
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天地。地气一出，整个藏仙崖混乱的空间能量都瞬间变得温顺起来。剑身之上，古朴的道纹流转，一丝丝足以割裂天地的锋锐气息泄露出来，让下方的赤褐色大地都裂开了无数缝隙。鹰，为我护法。遵命。影的身形融入虚空，彻底消失不见。陆清玄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灌入裂虚空神剑之中。嗡！原本朴实无华的剑身，此刻绽放出璀璨夺目的神光，剑尖前方的空间开始剧烈的扭曲。斩！陆清玄一声低喝，用尽全力，一剑劈下。那剑芒所过之处，空间被整齐地裁开一道长达1000丈的口子，久久无法愈合。轰！漆黑的剑芒精准地劈砍在传承之地的空间壁垒上，整个壁垒剧烈地震站起来，表面荡起一圈圈水波般的涟漪，无数玄奥的符文在壁垒上浮现，疯狂地抵御着这毁灭性的一击。涟漪扩散到极致，最终却还是缓缓平复了下去。空间壁垒依旧完好无损。失败了吗？陆清玄喘着粗气，一剑抽空了他近80%的灵力，看着那道仅仅是光芒暗淡了些许的壁垒，并没有多少失望。果然，还是修为差得太远。陆清玄心中明镜似的，裂虚空神剑是地气，威能通天，但以他炼虚期的修为，能发挥出的威力，恐怕连其1/1000都不到。若是换作一位渡劫期的巨擘，别说这区区传承壁垒，恐怕连这方小世界都能一剑斩开。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提升修为。就在陆清玄准备收起神剑，先行离开，日后再做图谋时，一阵急促的破空声和怒骂声由远及近传入他的耳中。小杂种，你跑啊！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去？妈的，这小子属泥鳅的吗？筑基期怎么可能这么滑溜？别废话，3才阵，围住他！陆清玄循声望去，只见远处3名身穿统一服饰的金丹期修士正成品自行追杀着一名衣衫褴褛的少年。那少年看起来不过15、16岁，不过修为却是不低，竟然也有筑基8层。然而他的身法却诡异到了极点。面对3名金丹期修士的围追堵截，他总能以一种匪夷所思的角度躲开周围的虚空裂缝，让那些金丹修士不敢硬追。哈哈，你们这群废物，追不上小爷吧？少年在险象环生中，居然还有闲心回头做个鬼脸，言语间充满了挑衅。气煞我也！抓住他，定要将他抽筋扒皮！为首的金丹修士气得哇哇大叫。这一幕看得陆清玄顿时感觉有些熟悉，这少年的运气好得有些过分了。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了起来。叮！检测到模拟长生天命之子楚阳。陆清玄，我叫楚阳，是个倒霉的穿越者。上一秒还在电脑前吐槽小说里的降智反派，下一秒就穿成了修仙界一名普通的筑基修士。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事实，就被3个金丹期的老怪物追杀，一路从天南杀到地北。若非我刚穿越就觉醒了模拟长生系统，可以进行100次模拟重生，恐怕早就成了万魂幡中的一员。而这已经是我的第10次模拟，我已对藏仙崖地形的熟悉，终于要成功甩开那3个金丹修士的追杀了。正当我心中兴奋之时，前方的一幕让我浑身的血液几乎冻结。一名身着青衣的男子手持一把古朴长剑立于虚空之中，然后我看到了毕生难忘的景象。他对着一片空无一物的虚空挥出了一剑，那片空间竟被切开了一道漆黑的口子，那道口子深邃的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久久无法愈合，看得我头皮一阵发麻。藏仙崖为何如此凶险？不就是因为这些无处不在的空间裂缝吗？难道这里的空间乱流都是这位爷砍之丸造成的？这是什么级别的存在？元婴、化神，还是传说中的炼虚？根据我阅遍网文的经验，在修仙界这种弱肉强食的地方，搞不清楚对方底细和性情之前，一律按反派大魔头处理，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跑，必须跑，离这个人越远越好。楚阳刚要调转方向，身后的怒骂声已经追了上来。小畜生，我看你还往哪跑！3名金丹修士也看到了远处的陆清玄，脚步同样一致，3人连忙交换了一个眼神，是逃还是杀？藏仙崖的危险，他们心知肚明。眼前这个少年滑溜的不像话，再追下去，谁也说不准会不会一头撞进空间裂缝里。而远处那个神秘强者，气息深不可测，显然不是他们能招惹的。但是修仙就是要争啊，拼了！与其两手空空的狼狈逃窜，不如先宰了这小子，夺了他的机缘，再冲进空间裂缝中，说不定还有机会活着。杀！为首的金丹修士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猛地一拍胸口，喷出一口精血落在自己的飞剑上。飞剑顿时红光大盛，化作一道血色长虹，以比之前快了数倍的速度朝楚阳刺来。另外2人也同样施展出压箱底的搏命手段，一左一右，
封死了楚阳所有的退路。楚阳心中警铃大作，浑身汗毛倒竖，这搏命一击根本躲不开。完了，第10次模拟也要到此为止了吗？就在楚阳准备重新开始模拟之际，一道平淡的声音响起：“小友，我来救你。”紧接着，一道青白剑光自陆清玄手中一闪而过，快，太快了！楚阳甚至没看清他如何出剑。那3名气势汹汹的金丹修士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他们的身体从腰部开始出现了一道整齐的血线，扑通，3具上半身和3具下半身几乎同时失去了所有力气，朝着赤褐色的大地坠落下去。鲜血和内脏洒了一路，浓郁的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直到他们的残躯砸在地上，楚阳才从那极致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秒杀！3名金丹期修士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一声，就被拦腰斩断。楚阳震惊地僵在原地，太凶残了，太狠辣了，这绝对是杀人不眨眼的老魔，而且是那种修行了无数岁月，视人命如草芥的绝世老魔。楚阳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逃。楚阳用尽全身的力气压下双腿的颤抖，转身就要化作一道流光，以生平最快的速度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小友，别跑！那道平淡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催命的魔音。楚阳身形一顿，瞬间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锁定了自己，让他动弹不得。陆清玄飞到楚阳面前，露出一个和蔼可亲的笑容：“我真是个好人。”楚阳，演都不演了。你见过哪个好人会特意强调自己是好人的？而且地上的6块同意了吗？你见过哪个好人弹指间就将3个大活人拦腰斩断，眼皮都不眨一下的？这套路我熟啊！先说自己是好人，骗取信任，然后把我抓回去炼成丹药，或是抽魂炼魄，炼成万魂幡。老魔，这绝对是老魔，还是个喜欢玩弄人心的老魔。其他小说里的那些魔头杀人，好歹还有个理由，要么为了法宝，要么为了功法，最不济也是你瞅我一眼，我觉得你很不爽。你呢？图啥？就为了在我面前装个逼，然后说一句我是个好人？我信你个鬼！恐惧到极点后，楚阳反而催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勇气。反正都是死，横竖躲不过，不如死得有尊严一点，顺便还能重启模拟，摆脱这个老魔头的掌控。对，激怒他，让他一剑把我劈了。楚阳挺直了腰杆，冷笑道：“好人，前辈，你就别装了，这套路我见多了。救下我，无非是看我身上有什么宝贝，或者觉得我根骨清奇，想要将我收进万魂幡内吧。”楚阳死死盯着陆清玄，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被戳穿的恼怒，把我骗回你的洞府，要么搜魂夺魄，要么抽筋扒皮，我都懂，你不用演了。来啊，生气啊！你这种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最要面子了，被人当众揭穿，难道不该恼羞成怒，一巴掌拍死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吗？快，动手，我等着刷新呢。陆清玄脸上的笑容却没有丝毫变化，就像是在看一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小友还真是调皮，莫不是怕我会杀了你？楚阳心里咯噔一下，不对劲，这剧本不对。按照正常流程，他不该是勃然大怒，喝到树子找死，然后一记神通把我轰成渣吗？怎么还聊上了？楚阳心里急得快要冒火，嘴上却更加刻薄：杀我？你当然会杀我，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怎么，嫌我这身板太瘦，还是想玩一出猫捉老鼠的戏码，欣赏我垂死挣扎的表情？你们这些老魔头就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没劲！快杀我，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再不动手，我怎么模拟重生啊？陆清玄终于有了点别的反应。小友，别怕，我真是个好人。陆清玄慢条斯理的开口，杀人这种事，有违天和，我可不会轻易干的。楚阳，陆清玄看着楚阳那张由青转白，又由白转青的脸，心中也是暗自盘算，这小子的模拟系统确实棘手，杀了就等于放他走，下次再想找到，不知要费多少功夫，而且还会留下隐藏的威胁。最好的办法还是将这只羊圈在自己身边，想什么时候薅羊毛就什么时候薅，持续不断的机缘可比杀鸡取卵划算多了。当然，如果这小子实在给脸不要脸，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陆清玄的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楚阳的四肢，那就只能废其修为，斩其四肢，做成人棍，锁进特制的法器里，让他想死都死不成，想模拟也无从谈起。只是那样一来，这只羊也就废了，再也薅不到羊毛，还会错失他身上那些本该惊天动地的机缘。不到万不得已，此为下下策。楚阳被陆清玄那一眼看得头皮发麻，仿佛有一柄无形的刀锋在自己脖颈和手脚上比划，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这个眼神绝对不是好人该有的眼神。
可他为什么还不动手？楚阳的脑子飞速运转，一个荒谬到极点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难道他知道我的底细？他知道我能模拟重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模拟器是自己最大的秘密，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就算是渡劫大能，也不可能凭空窥探到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除非他不是人。楚阳越想越心惊，越想越觉得离谱。那如果不是为了杀我夺宝，也不是为了抽魂炼魄，他图什么？难道他真是个游戏人间的影视高人，单纯觉得我头铁嘴硬很有趣？楚阳的心乱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判断错了。就在楚阳胡思乱想之际，陆清玄袖袍一拂，3枚储物戒指便从尸体的手指上脱落，稳稳地落入他的掌心。楚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来了，终于要暴露真实目的了。搜刮完战利品，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楚阳下意识地绷紧了全身肌肉，准备迎接那致命一击，就算是死也得站着死。然而陆清玄掂了掂手里的3枚储物戒，然后随手朝着楚阳抛了过来。接着楚阳下意识地伸手去接，同时身体也恢复了自由。楚阳握着3枚储物戒，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什么意思？3名金丹修士的全部身家，就算只是最穷的金丹，那也是一笔足以让任何筑基期修士疯狂的巨额财富。他就这么给我了，是封口费，还是上路钱，又或者是更深层次的阴谋？楚阳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宁愿面对一个凶残暴力、一言不合就动手的魔头，也不想应付眼前这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家伙。未知的才是最恐怖的。前辈，您这是？楚阳攥紧了手里的戒指，只觉得无比烫手。陆清玄看着他那副见了鬼的表情，和蔼可亲的笑容又浮现在脸上。他负手而立，青白色的衣袂在微风中轻轻飘动，配上超然物外的气质，真有几分得道高人的风范。我想收你为徒。收我为徒？楚阳的第一反应是荒谬，第二反应是其中必有惊天大阴谋。可转念一想，又品出了一丝别样的味道。如果这是真的呢？自己的模拟系统听上去逆天，可本质上只是个不断独挡重来的机会。他能保命，却不能直接赋予自己力量。每次模拟，自己还是那个修为低微、被人追杀的像条狗的筑基小修。可眼前这个男人不一样，弹指间灭杀3名金丹，风轻云淡。这等实力，恐怕早已超越了金丹，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化神老祖。有这样一尊大神做靠山，自己的修仙之路岂不是能从地狱模式瞬间切换到天堂模式？至于他图什么，管他图什么，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他发现端倪，然后一掌拍死。死就死呗，反正自己还有90次模拟重生的机会，大不了就是独挡重来，再换个地方猥琐发育，用一次重生的机会去赌一个一步登天的可能，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更何况看他这架势，似乎并不想立刻杀了自己。他想玩，那自己就陪他玩玩，说不定还能把他这个终极 BOSS 攻略成自己的金大腿。电光石火之间，无数念头在楚阳脑中闪过。前一秒还紧绷得如同即将赴死的烈士，下一秒楚阳已经毫不犹豫的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陆清玄行了个结结实实的大礼，弟子楚阳拜见师父。这一跪把陆清玄都给整得愣了一下。他设想过楚阳的千百种反应，可能会继续嘴硬，可能会惊疑不定，可能会虚与委蛇。他连后续的说辞和威逼利诱的手段都准备好了，却唯独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如此果断。前一秒还喊打喊杀，下一秒就那头便拜，顺滑的毫无转折，能屈能伸，杀伐果断。陆清玄眼底深处掠过一抹赞许，这样也好，倒是省了自己不少口舌。起来吧，陆清玄淡淡开口。谢师傅。楚阳从善如流的站起身，低眉顺眼的立在一旁，姿态放得极低，活脱脱一个恭顺孝徒的模样。陆清玄满意的点点头，随即话锋一转，用一种随意的口气说道：为师来得匆忙，不曾备下拜师礼。这样吧，你把你储物戒中那株万年雪参拿出来，为师给你个别的见面礼。楚阳刚刚放下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来了，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万年血参，那3个金丹修士追杀自己几百里，为的就是这件东西。这株血参形如婴孩，通体血红，宛若一块上好的血玉雕琢而成，身须根根分明，宛如龙须，其上甚至隐隐有流光转动，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药香和磅礴的生命精气。他图的果然是这个，但楚阳同样感到疑惑，可他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抢？以他的实力，杀自己夺宝比呼吸还要简单，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先是收徒，再开口索要？考验。楚阳的脑海里冒出这2个字，他在考验我的忠心，或者说是在试探我这个徒弟的气量。赌了，
反正烂命一条，大不了重开。楚阳心中发了狠，立刻从自己的储物戒中将那个精心封存的玉盒取了出来。师傅慧眼如炬，弟子这点家当，果然瞒不过您的法眼。楚阳双手捧着玉盒，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弟子正愁如何处理此等宝物，既然师傅有用，那便是他天大的造化，请师傅收下。陆清玄接过了玉盒，叮，恭喜你成功夺取了天命之子楚阳的机缘万年血参，恭喜你获得神品灵药龙血淬体神汁，果然可以，这只羊真的能薅出极品羊毛。陆清玄的神识沉入储物戒中，心念微动，那株刚刚到手的神品灵药便悬浮于意念之内。它并非人参或灵芝的常规形态，而是一株通体赤红如血、形似盘龙的奇特植株。龙首、龙身、龙爪、龙尾，无不惟妙惟肖。细密的鳞片纹路清晰可见，两根龙须般的根茎飘逸灵动，其上隐有血色光晕流转，仿佛活物一般。整株神药如同一尊精雕细琢的血玉，却又散发着一股浩瀚如渊的生命气息与霸道绝伦的龙威龙血淬体神汁。神品灵药，传闻由真龙精血浇灌神木，历经万载雷劫方可成形，食之可重塑肉身根骨，铸就龙血宝体，万法不侵，力可撼山。好东西！陆清玄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而一旁的楚阳看着沉默不语的陆清玄，却懵了。这是什么意思？收了东西，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在检查血参的真伪，还是在盘算着如何杀人灭口，独吞宝物？果然，人心都是不可揣测的，自己就不该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而这时，陆清玄却慢条斯理地打开了那个楚阳递过去的玉盒，形如婴孩，通体血红，散发着沁人药香的万年血参。在外界，这绝对是能引得化神修士大打出手的至宝。然而，陆清玄只是瞥了一眼，嫌弃地说道：“就这？”陆清玄屈指一弹，将玉盒还给了楚阳。这种垃圾也值得你藏着掖着，跟个宝贝似的。楚阳抱着失而复得的玉盒，整个人都懵了。什么情况？这可是万年血参，他看不上，那他费这么大劲，又是收徒又是开口，就是为了看一眼，然后嫌弃地扔回来。楚阳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这位前辈的行事风格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眼界太低。陆清玄摇了摇头，恨铁不成钢地说道：“格局要打开，你既已入我门下，便不能再做那井底之蛙。”话音未落，陆清玄便从储物戒中龙血淬体神汁的根茎上取下了一根毛，一缕比发丝还要纤细的赤金色根毛出现在陆清玄手中。这根毛出现的刹那，一股比那万年血参浓烈千百倍的药香瞬间炸开，空气仿佛都变得粘稠，方圆百里的灵气被瞬间抽空，疯狂地朝着那根细小的根须汇聚。楚阳只是闻了一口，便觉得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体内的灵力不受控制的沸腾奔涌，修为瓶颈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楚阳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死死地盯着那根赤金色根毛，呼吸都停止了。这是什么东西？一根毛而已，其灵韵之盛，竟远超整株万年血参。这简直是恐怖如斯。此物名为龙血淬体神汁，乃神品灵药。陆清玄的声音悠悠传来：“为师说过，不曾备下拜师礼，这便算是为师送你的第一份机缘。”陆清玄指尖一弹，那根赤金色的根须便化作一道流光，悬浮在楚阳面前。轰！楚阳脑子一片空白。神品灵药，送给我。看着眼前这根价值连城，甚至可能比他这条命都珍贵的根须，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怀里那株刚才还视若珍宝的万年血参，楚阳瞬间羞愧难当。自己刚才都在想些什么？怀疑师傅要杀人夺宝，揣测他居心叵测，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人家这等存在，怎么可能看得上自己这点家当？师傅这是在考验自己的心性，考验自己的气量。若是自己刚才有半点犹豫和不舍，恐怕立刻就会被他看清，从而错失这天大的仙缘。弟子不是人。楚阳恨不得抽自己2个大嘴巴。弟子愚钝，竟敢怀疑师傅，请师傅责罚。行了。陆清玄摆了摆手，一副孺子可教的欣慰模样，知错能改，为时不晚。他打量了一下楚阳，又道：“不过以你这筑基期的孱弱肉身，别说这神之根须，便是那株万年血参，你都无法完美吸收。强行炼化，只有一个下场，爆体而亡。”楚阳一怔，感激地道：“谢师傅提醒，弟子定会小心行事。”小心。陆清玄笑了：“有为师在，需要你小心什么？”陆清玄话锋一转，自信地说道：“为师不才，于丹道一途也略有涉猎，勉强算个灵品炼丹师。今日便由为师亲自出手，助你将这血参与神之根须一并炼化，为你重铸道基。灵品炼丹师，根据原主记忆来看，
炼丹师不是只有1到9品吗？1品最高，9品最低。难道师傅是像其他小说中一样，是从上界遇难，或是下界历练，又或者是什么药圣残魂？自己的天命药师，传说中的0品炼丹师，帮助自己逆天改命。楚阳又是一阵头晕目眩，这条金大腿比自己想象中还要粗壮1万倍。至此，楚阳心中最后一丝戒备也烟消云散。师父大恩，弟子没齿难忘。起来吧，盘膝坐好，凝神静气。陆清玄淡淡吩咐。是，师父。楚阳一言起身，立刻在原地盘膝坐下，心神一片空明，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完全全的交了出去。反正也可以模拟重生，无需担心彻底生死道消，更是放下所有警惕。陆清玄见楚阳坐定，手一抬，万年血参和赤金根须便悬浮于半空，然后对着虚空轻轻一捻，嗡，黑白色的阴阳异火瞬间将他们包裹，空间都发出不断的嗡鸣声，仿佛被扭曲成了一个无形的烘炉。这是什么手法？楚阳心神俱震，以天地为炉，以阴阳为火，这哪里是在炼丹，简直是在夺天地之造化。这就是0品炼丹师的恐怖吗？一金一红，2种极致的药力彼此交缠，最终化作一滴龙眼大小、金红2色流转不休的灵液。这滴灵液出现的瞬间，一股磅礴的生机与龙血霸道之力便充斥了整片空间。去！陆清玄屈指一弹，那滴金红色的灵液便直接没入楚阳的眉心。轰！金红色的灵液刚一入体，楚阳便感觉仿佛有一座沉寂亿万年的火山在他的眉心轰然引爆，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都在被一股霸道绝伦的力量疯狂撕扯。啊！饶是楚阳不惧生死，也忍不住被疼得发出一声惨叫，同时他的皮肤寸寸皲裂，渗出混合着黑红色杂质的血珠，整个人仿佛成了一个即将破碎的血色瓷器。这简直就是酷刑。然而就在楚阳感觉自己快要被这股力量撑爆的瞬间，一股浩瀚的力量从外界笼罩而来。陆清玄神色淡然，一手负后，另一只手对着楚阳隔空虚按，每一次指尖的变换都引得那黑白火焰随之而舞。那股原本要将楚阳撕碎的霸道龙血之力，在这火焰的梳理下，竟变得温顺如绵羊，一丝不苟地淬炼着楚阳的经脉与骨骼。而万年血参磅礴的生机则紧随其后，修复着破损的肉身，并将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楚阳紧咬牙关，虽然依旧痛苦，但神智却清明了许多。自己的身体真的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脉在被拓宽，骨骼变得晶莹，血肉中蕴含的力量节节攀升。半个时辰后，当最后一缕药力被完美融入楚阳的四肢百骸后，陆清玄缓缓收回了手掌。呼！楚阳浑身一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全身疼痛，但却异常兴奋，体内的灵力竟然比之前浑厚了10倍不止。修为虽然依旧是筑基8层，但根基之稳固，灵力之精纯，已是天壤之别。楚阳同样清楚地知道，若没有陆清玄出手，自己恐怕在灵液入体的第一个瞬间就已经化为一滩肉泥了。这位师傅不仅给了自己天大的机缘，更是救了自己一命。楚阳来不及清理身上的污秽，翻身便拜倒在地，额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师傅再造之恩，弟子粉身碎骨，无以为报。起来！陆清玄的声音依旧平淡，你寄入我门下，这些便是分内之事。楚阳心中愈发感动，恭敬地站起身，迟疑了片刻，终究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小心翼翼地问道：弟子斗胆，敢问师傅宗门何处？弟子日后也好寻根问祖。陆清玄瞥了他一眼，负手而立。本座青山宗老祖陆清玄。青山宗。楚阳的身体猛地一震，脑海中疯狂闪过原主留下的记忆。黎州5大正道宗门之一，传承万年，底蕴深厚，门内高手如云，乃是黎州境内无数修士挤破头都想拜入的圣地。自己的师父竟然是青山宗的老祖，弟子参见老祖。楚阳激动的又要下拜。行了，以后叫师父便可。陆清玄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动作。你既已重铸灵体，此地试了，也该回宗了。是，师父。楚阳连忙应道，随即又有些犯难，不知我们何时启程回宗？陆清玄看了他一眼，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傻子。现在。话音未落，他大袖一挥，楚阳只觉得眼前景物一阵扭曲模糊，斗转星移，乾坤颠倒，一股无法抗拒的伟力包裹住他。当他再次恢复视觉时，整个人已经呆立当场，眼前是连绵不绝悬浮于云海之上的仙山琼阁，千仞绝壁之上有银河般的瀑布垂落，激起万丈灵雾，仙鹤成群，在云雾缭绕的山峰间优雅飞舞，发出一声声清越的啼鸣。山门处，一块不知由何种灵玉雕琢而成的牌匾，上书2个龙飞凤舞的古朴大字青山，这里就是青山宗。然而还不等楚阳从这震撼中回过神来，
两道绝美的身影便如同画中仙子般出现在了前方。左边的女子身着一袭素雅的月白色长裙，裙摆随着山巅的微风轻轻摇曳，不染纤尘。右边的女子则是一身艳丽的绯色薄纱长裙，将她那玲珑有致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两人风格迥异，一个清冷如月，一个妖冶如火，却都美得令人窒息。楚阳只看了一眼便心头狂跳，随即想到了什么，猛地低下头，眼观鼻，鼻观心，连呼吸都放轻了3分。他不是傻子，这两位绝色女子看师傅的眼神，关系绝对不简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自己这个刚入门的弟子，还是当个不会说话的木头桩子比较安全。陆清玄看了眼楚阳，淡然地说道：“你先下去吧，稍后会有人领你熟悉宗内环境，安排住处。”是，师傅。楚阳如蒙大赦，恭敬地行了一礼，便朝着山门内飞去。楚离和妖灵再无顾忌，一左一右贴近了陆清玄。老爷，两声呼唤，音色截然不同，却又奇异地交叠在一起。妖灵温热的吐息拂过陆清玄的耳畔，整个人像没有骨头一样紧紧依偎着陆清玄的臂膀。而另一边的楚离同样伸出素手，轻轻环住了陆清玄的另一只手臂。一团火热，一缕清冷，就这么将陆清玄夹在了中间。老爷，您可算回来了，灵儿想你想的心都快碎了。妖灵儿扬起那张媚态横生的俏脸，美眸中水波流转，仿佛能将人的魂魄都吸进去。油嘴滑舌，老爷一路劳顿，需要的是静养，而不是某些人的聒噪。楚离针锋相对地说道。妖灵儿痴痴一笑，身子贴得更紧了些，用那丰腴的曲线向陆清玄展示着自己的本钱，嘴上却不饶人。姐姐这话说的，莫非是上次得了老爷赏赐的9命猫妖皇血脉，便觉得能独占老爷的恩宠了？我可是听说了，自那日你我偶遇，姐姐可是闭关了好一阵子呢。怎么，是不是在苦思冥想，该如何与妹妹我争宠呀？自上次两人无意间撞见，彼此都从对方身上嗅到了那股熟悉的陆清玄的气息后，一场无声的战争便已然打响。楚离羞红了脸，我只是潜心修炼，以求能更好的侍奉老爷，不像某些人整天只知将心思花在些歪门邪道上。歪门邪道？妖灵儿突然委屈地说道。姐姐果然是仙子风范，不像我这么傻，只会心疼老爷，只想让老爷能好好休息。随即他眼波一转，忽然变得神秘兮兮，对着陆清玄娇声道：老爷，您瞧，为了迎接您回来，我这次可是费了好大的劲，特地从万宝阁托人从中州给您带回了一件稀世奇珍呢。陆清玄眉梢微挑，倒也生出了几分好奇。哦，是何奇珍？妖灵儿得意地瞥了楚离一眼，随即他向后退了半步，拉开了一点距离。这宝贝啊，得穿在身上才能显出它的精妙之处。话音未落，妖灵儿那纤纤玉手轻轻捏住了自己绯色薄纱长裙的裙角，动作不快，甚至带着一种刻意的缓慢，充满了仪式感。裙摆被缓缓撩起，只见那7双赛雪的肌肤之上竟被一层薄如蝉翼的黑色织物包裹着。那织物紧紧贴合着她腿部的每一寸曲线，从脚踝一路向上延伸，直至隐没于长裙更深处的阴影之中。黑色非但没有遮掩，反而以一种极致的对比，将那份白皙与圆润凸显得淋漓尽致，带着一种冲击力极强的魅惑。黑丝，陆清玄眼神微微一滞，鼻子微热，没想到来到了修仙世界，居然还有机会领略如此风光。老爷，你别光看他的，离儿也有。楚离微微侧过身，脸颊上染着2抹醉人的酡红，玉手探下，同样掀开了自己那身素雅的月白色长裙的裙摆，一抹截然不同的色彩映入陆清玄的眼帘。如果说妖灵儿的黑是暗夜的诱惑，那么楚离的白便是月下的圣洁。同样是薄如蝉翼的织物，却是纯粹到不染一丝杂质的雪白。它包裹着那双仿佛由上好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的长腿，白皙的肌肤在白色的衬托下竟透出一种淡淡的荧光。那份清冷与圣洁与这般贴身的装束结合在一起，其冲击力竟丝毫不亚于方才的黑丝。果然诚不欺我也，白丝的战斗力丝毫不弱于黑丝，黑白双输那更是极好。陆清玄只觉一股热流从丹田直冲头顶，前世身为资深同好，本以为穿越修仙，此生再无缘的见这般光景，谁曾想今日竟能一饱眼福，而且还是黑白双煞气上阵。陆清玄深吸一口气，压下鼻头温热，此情此景，岂能在这山门前耽搁？陆清玄心念一动，大袖一挥，便将楚离与妖灵2人卷起。待两女回过神来，人已置身于主殿之内。轰隆，殿门自行关闭。陆清玄大马金刀地坐在宝座，妖灵最先反应过来，娇笑一声，扭动着水蛇般的腰肢便贴了上来，熟门熟路地坐上了陆清玄的左腿。楚离稍作迟疑，终究还是抵不过心中那份渴望，莲步轻移，顺从地坐在了他的右腿上，一左一右，温香软玉抱了满怀。陆清玄一手环住妖灵儿纤细的腰肢，
另一手则揽过楚离的香肩，将二人更紧地拥入怀中，手却很不老实，顺着他们柔美的背部曲线缓缓滑落，最终精准地停在黑丝上，指尖拂过，一种奇异的触感传来。黑丝的触感细腻滑顺，带着一种冰凉的质感，指肚在上面轻轻刮过，甚至能听到沙沙的微响，其上更有若有若无的凌厉波动。而白丝则更加轻柔，宛若无物。至于下一片惊人的滑腻，仿佛是为那羊脂白玉般的肌肤又附上了一层月光，触之温润，令人爱不释手。陆清玄心中一片火热，左手感受着暗夜的魅惑，右手品味着月下的圣洁。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正当陆清玄沉浸其中，享受着这帝王般的待遇时，突然想起了什么。等等，修仙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陆清玄抚弄的动作蓦地一顿，这玩意儿的工艺和设计完全超出了这个世界的认知范畴，无论是纺织技术还是审美理念，都带着一股浓浓的现代味道。陆清玄的眼神瞬间锐利了几分。巧合？陆清玄绝不相信。他的目光从楚离那双被纯白包裹的玉腿上移开，开口问道：灵儿，此物从何而来？妖灵儿正享受着陆清玄的抚弄，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弄得有些发懵，但还是乖巧的回答：回老爷，这是灵儿托人从万宝阁买来的。万宝阁？陆清玄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是遍布整个大陆的超然商会，背景神秘，实力雄厚。妖灵儿妖公似的挺了挺胸，身子又向陆清玄怀里蹭了蹭，献宝般说道：听万宝阁的人说，这叫丝袜，是他们少主偶然间创造出来的新式珍宝，一经推出便风靡了整个中州，那些圣地仙子、皇朝贵女都快抢疯了呢。他得意地瞥了一眼旁边默不作声的楚离，继续说道：而且啊，这可不是普通衣物，灵儿这双黑色的乃是皇阶极品的灵器，不仅能让腿型更好看，还附带了不错的防御法阵，寻常刀剑都伤不到分毫呢。说着，妖灵儿仰起脸，美眸中水波盈盈，满是期待地望着陆清玄。老爷，您是不是很喜欢？灵儿可特地备了好几条不同款式的呢，就等着给您一个惊喜。万宝阁少主创造风靡中州皇阶极品灵器，想都不用想，这绝对是另一个穿越者，而且很可能金手指还是跟买卖有关的。陆清玄心中瞬间了然，难怪会有这种跨世代的产物出现，而且这家伙还很聪明，没有直接拿出不同世界理解的东西，而是将其包装成了灵器，完美的融入了这个世界的体系，塑造腿型，增加防御力。这产品经理的思维简直领先这个时代1万年。陆清玄心中同时想到，如果能将这个万宝阁少主掌握在手中，或者与他达成深度合作，那好处简直不可估量。单单是这丝袜就能让自己大饱眼福，若是让他再研究研究，陆清玄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两女的脚上，她们此刻都赤着玉足，更显玲珑可爱。一个大胆的想法冒出，既然丝袜都有了，那高跟鞋是不是也能安排上？再给鞋子附魔，弄个敏捷加10%、攻击速度正20%之类的属性丝，那画面光是想一想就让人血脉奋张。青山宗内，云雾缭绕，仙鹤啼鸣，白玉铺就的阶梯蜿蜒而上，直入云海深处，两旁是郁郁葱葱的灵植药圃，随处可见正在打坐或演练剑诀的宗门弟子，一派仙家气象。楚阳跟在陈克身后，目光不住地打量着四周。楚阳师弟，你可真是天大的福分啊！陈克感受到了他的拘谨，侧过身，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热情。能被老祖收为亲传，这可是咱们青山宗多少弟子梦寐以求的机缘。他拍了拍楚阳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满是崇敬。咱们老祖在整个黎州那都是出了名的仁德之主，庇护一方生灵，修为通天，德才兼备，说是当之无愧的正道魁首也不为过。正道魁首？楚阳闻言心中有些好奇，师父虽然救了自己，但行事风格似乎与仁德二字有些出入，尤其是斩杀金丹时的果决狠厉，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师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可以从这次的游览中得知。两人正沿着山道前行，迎面走来几名内门弟子，见到陈克连忙停下脚步，躬身行礼，拜见陈长老。大师兄好，恭喜大师兄成就金丹，荣登长老之位。一个看起来颇为机灵的弟子话说快了，连忙改口，脸上带着一丝笑意。陈克如今已是金丹真人，在宗门内的地位水涨船高，自动晋升为外门长老。他摆了摆手，脸上并无多少得色，反而郑重地说道：哪里，若非老祖垂怜，我早已是一具焦尸，哪还有今日？这一切皆是老祖所赐。那几名弟子闻言皆是面露向往之色。楚阳心中好奇，忍不住问道：陈师兄，此话怎讲？陈克看了一眼楚阳，叹了口气，将之前在秘境中的遭遇简略说了一遍。当时我被那兽火焚身，半边身子都成了焦炭，神志不清，只当自己必死无疑。陈克的语气有些后怕，
但随即又变得无比激昂，是老祖亲自出手，以无上一火为我疗伤。那一火入体，非但没有带来痛苦，反而如春风化雨，使我枯木逢春，破而后立，一举冲破了困扰我多年的瓶颈，结成金丹。他越说越激动，仿佛又回到了当时那荣登金丹的瞬间。老祖仁德啊！旁边一名弟子听完也是感慨万千。我等当时也在场，亲眼目睹了陈师兄的惨状，都以为回天乏术，没想到老祖不仅救了师兄，还送了如此一场大造化。另一名弟子也接口道：何止此事，你们忘了玄清城是怎么来的吗？如若不是老祖提议，见横断山脉外围常有妖兽侵扰，更有邪修觊觎，便在山门外建起了一座雄城。如今城中不仅有我宗弟子家眷，更有无数凡人和散修受其庇护，再无性命之忧。对，还有妖皇传承之事。最开始那个机灵弟子抢着说道，老祖取了传承，并未独吞，甚至还分出了一成的传承交给散修。这等凶金，这等大爱，试问天下谁人能及？老祖大爱，我青山宗能有老祖，实乃三生有幸。弟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起陆清玄的种种事迹，脸上都泛着狂热的光。楚阳站在一旁，彻底听傻了。这已经不是人德能够形容的了，这简直是圣人行径。他原以为陆清玄只是一个杀伐果断的强者，此刻才明白，这位师傅的胸中竟藏着如此广阔的天地。自己之前那点小人之心的揣测，实在是可笑至极。一股暖流自心底涌起，瞬间冲散了所有的疑虑。能拜入这样一位师傅门下，何其幸哉！楚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一直紧绷的身体彻底放松下来，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对着陈克，也对着其他弟子郑重地拱了拱手。诸位师兄师弟初来乍到，日后还请多多关照。陈克见他神态变化，哈哈大笑，正要再说些什么，就在这时，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毫无征兆地从9天之上炸开，整个青山宗的山脉都为之剧烈一颤，护山大阵的光幕瞬间亮起，嗡鸣不止，无数灵鸟惊飞，弟子们站立不稳，东倒西歪。所有人，包括楚阳和陈克在内，全都骇然抬头望向天空。只见那云海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罪人陆清玄，出来受死！那一声怒喝如9天神雷滚滚而下，蕴含着无上威严，仅仅是声音就让山中弟子口鼻溢血，心神欲裂。楚阳更是首当其冲，只觉一股恐怖威压当头照下，仿佛蝼蚁仰望苍龙，连反抗的念头都无法生出。这股气息竟比师傅还要恐怖。就在青山宗上下人心惶惶，被这股威压震慑的难以动弹之际，一道青山身影出现在山门上空，背对众生，独自面对那巨大的空间裂缝。陆清玄衣袂在罡风中微微浮动，藏头陆尾，何不现身一见？哼！一声冷哼自裂缝中传出，随即一道身影缓步踏出。那是一个身着古朴灰袍，须发皆白，面容古拙的老者，浑身气息轰出。大成期。当这股气息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时，青山宗内所有修士无不骇然色变。中州、紫韵柳家、柳山河，罪人陆清玄，你屠我柳家数人，可知罪？此言一出，下方弟子一片哗然，老祖杀了中州柳家的人。据他们所知，老祖绝不是这样的人。然而面对这等存在的质问，陆清玄却只是淡淡一笑，你们杀死我儿陆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什么？陈克理所应当的点了点头，果然是对方先动的手，牙尖嘴利。柳山河的声音冷了下来，因果如何，老夫不感兴趣。今日你必死无疑，你身后宗门亦将飞灰烟灭。他缓缓抬起一只手，刹那间风云变色，苍穹之上凝聚起一只由无尽灵气汇成的遮天巨手，掌纹清晰可见，宛如天神之掌，缓缓向着整个青山宗压下。末日降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在劫难逃之时，柳山河戏谑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老夫有好生之德，尔等弟子若现在退出青山宗，与陆清玄划清界限，可活。这番话无疑是在诛心。他要的不仅是陆清玄的命，更是要让他众叛亲离，死在无尽的屈辱和绝望之中。一瞬间，山中死寂，所有弟子都感受到了那只巨掌带来的死亡阴影，两股战战，汗流浃背。退还是不退？这是一个无比残酷的选择，一边是生，一边是死。楚阳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看着周围那些脸色煞白、身体颤抖的同门，心中一片复杂。就在这时，一个声音颤抖着，却异常坚定地响了起来：“放你娘的屁！”开口的正是之前那个看起来颇为机灵的弟子。他涨红了脸，指着天空中的柳山河，破口大骂：“我们老祖仁德盖世，庇护一方，玄清城数10万生灵皆受其恩惠，
就你这老梆子，满口仁义道德，一来就要灭我满门，还好生之德！我呸！这一声叫骂，像是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所有弟子心中的狂热与血性。对，老祖不可能无故杀人，定是你们柳家仗势欺人，咎由自取，想让我们背叛老祖？做梦！我等生是青山宗的人，死是青山宗的鬼。就是，老祖救我性命，赐我造化，这等恩情，岂是贪生怕死能够回报的？老匹夫要杀便杀，少在这里妖言惑众。是与老祖共存亡，是与青山宗共存亡。起初还只是零星的呐喊，转瞬间便会成了响彻云霄的怒吼。陈克更是直接拔出长剑，剑指苍穹，眼中满是决绝。他们怕得要死，身体抖得像筛糠，但没有一个人后退。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被逼到绝境的疯狂和忠诚。这一下轮到柳山河，震惊了他活了数万年，见过太多宗门覆灭，见过太多师徒反目，同门相残的丑陋戏码。他本以为自己一句话就能让这小小的青山宗分崩离析，让陆清玄感受孤家寡人的羞辱。可他看到了什么？一群最高不过金丹期的蝼蚁，竟敢指着他一个大成修士的鼻子骂。他们不怕死吗？楚阳也彻底傻了呆呆地看着身边那些慷慨激昂，仿佛随时准备赴死的师兄们，同样万分震惊。疯了，全都疯了！那可是大成老祖啊，吹口气就能让他们神魂俱灭的存在，可他们居然敢对！同时，楚阳再次好奇地看向天上的陆清玄，能让整个宗门为之癫狂，为之殉道，师父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啊？柳山河低头俯瞰，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淡然的冷漠。呵呵，倒是没想到，你这小儿还颇得人心。也罢，既然这群蝼蚁急着为你陪葬，老夫便成全了他们。今日青山宗上下鸡犬不留。话音落，那只悬于苍穹之上的灵气巨手再次光芒大盛，毁灭的气息如山洪般倾泻而下，压得整座青山摇摇欲坠，护山大阵发出了悲鸣。下方所有弟子再度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然而就在这灭顶之灾降临的前一刻，陆清玄却淡然说道：不过是个小小的大成一层，就敢在我青山宗如此猖狂。此言一出，天地间仿佛静了一瞬，准备慷慨赴死的弟子们愣住了，就连楚阳也茫然地抬起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老祖在说什么？那可是大成期，修仙界传说中的存在，到了他口中竟成了小小的大成一层。短暂的死寂后，柳山河荒谬的狂笑，哈哈哈哈！好一个狂妄的小子！老夫纵横中州万载，还是头一次见到你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笑声戛然而止，柳山河的面容狰狞起来。老夫现在就让你看看，你口中这小小的大成一层是如何将你和你这青山宗碾成飞灰的。柳山河不再多言，手臂猛然挥落，轰隆！苍穹之上的遮天巨手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悍然压下，空间寸寸崩裂，法则都在哀鸣。青山宗的弟子们闭上了眼睛，许多人下意识地握住了身边同门的手，脸上没有了恐惧，只剩下坦然。陈克紧握长剑，昂首挺立，准备在宗门覆灭的最后一刻，也要朝着天空挥出自己此生最强的一剑。就在这时，陆清玄淡淡地说道：鹰，出手吧。柳山河动作一致，谨慎的性格让他神念迅速瞬间扫过方圆万里，却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柳山河讥讽道：鹰？什么鹰？死到临头还在故弄玄虚，给我死！柳山河厉喝一声，不再有丝毫疑虑。一道模糊不清的影子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柳山河的身后，仿佛他从一开始就站在那里，没有丝毫的能量波动，没有半点的杀气泄露。噗嗤一声轻响，那只右之手就这么穿透了柳山河的护体罡气，穿透了他强韧无比的大成肉身，从他的后心贯穿到了前胸。柳山河脸上的威严彻底凝固，天空之上那只即将拍落的遮天巨手开始飞速溃散。青山宗的弟子们愕然地睁开眼，看到那位不可一世是众生为蝼蚁的大成老祖，正像一串被穿起来的腊肉，将在半空中，而他的胸前探出了一只手，那只手上还握着一颗仍在砰砰跳动，萦绕着磅礴生命精气的金色心脏。你……柳山河艰难地低下头，看着那颗属于自己的心脏，眼中充满了极致的迷茫与荒诞。他感觉不到疼痛，大成修士的生命力何其顽强，就算被洞穿心脏也远不致死，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生机正在随着那颗心脏的离体而疯狂流逝。影子将那颗心脏拿到柳山河眼前，五指缓缓收拢，砰！金色的心脏被一下捏爆，化作最精纯的能量溢散在空中。柳山河猛地喷出一口金色的血液，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
艰难地扭过头，终于看清了身后那道身影的轮廓。那是一个身着黑衣、面容笼罩在阴影中、看不真切的人，但从那人身上感受到的气息，却让柳山河仅存的神魂都在战栗，远超他这个大成1层，大成3层，不，甚至可能更高。一个如此恐怖的存在，从头到尾他竟没有丝毫察觉。大成3层，你居然搞偷袭！不，将武德。话未说完，尹淡漠地伸出另一只手，对着柳山河的眉心轻轻一点。嗡！柳山河的身体一颤，眼神彻底失去了光彩。一道虚幻的元神小人尖叫着从他天灵盖中窜出，想要逃遁，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禁锢，而后如青烟般彻底湮灭。大成老祖柳山河，神魂俱灭，天地之间死一般的寂静。那股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灭世威压，连同苍穹之上的巨手一同烟消云散。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恰好照在陆清玄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轮廓，愈发显得高深莫测。所有人都还仰着头，目光呆滞地望着半空中那个被捏爆了心脏又被一指点碎了神魂的大成老祖。一代大成就这么死了，死得如此草率。前一刻还执掌生杀，言出法随，视众生为蝼蚁，下一刻便就此陨落。这巨大的反差让所有人的大脑都陷入了停滞。就在这时，那黑衣身影缓缓转身，朝着陆清玄微微躬身，便再次融入虚空之中。来无影，去无踪。这恭敬的礼节彻底让所有青山宗弟子兴奋。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老祖威武，老祖无敌！他们震撼着，同样也骄傲着，自豪着。什么大成老祖，在我宗老祖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那个黑衣人是谁？不知道，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等能够秒杀大成的恐怖存在，竟对老祖如此恭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老祖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无数倍。人群中，陈克拄着长剑，大口喘着气。他望着山巅之上的陆清玄，身体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有此老祖，何愁宗门不兴？而楚阳站在原地，身体有些僵硬。狂喜有，但更多的是震惊和好奇。师父到底是什么人？他想起了初见时，师父随手就拿出了神品的灵药龙血淬体神汁，又想起了刚才那个连大成修士都无法察觉，并且能一击必杀的恐怖存在，在师父面前却如同仆从。一个能让大成3层甚至更高境界的强者当护卫的人，一个念头让楚阳浑身一震。上界，难道师父是传说中从更高级别的世界下来历练的圣人子嗣，或者某个不朽道统的圣子？这种套路他实在看过太多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师父的深不可测，才能解释为何他视大成如无物，才能解释为何他身边会有如此恐怖的护道人。楚阳的心脏狂跳起来。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陆清玄屈指一弹，柳山河的储物戒指便飞入他的掌心。神念探入，陆清玄的眉毛微微一挑，不愧是纵横中州万载的老怪物，家底倒是挺丰厚。陆清玄随即将戒指收了起来，神情依旧淡漠，负手而立，目光看向了中州方向。离州之地终究是太小了。柳家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前来，从柳泉到柳云3人，再到这位大成老祖柳山河，真当他陆清玄是泥捏的不成？坐以待毙从来不是他的习惯。以前实力不足，懒得计较，任由他们蹦跶几下。可现在尹的实力在这下界，除了一些半死不活的老祖，恐怕已经难有敌手。有些账也该亲自上门算一算了。柳家，陆清玄的眸光深邃了几分，一而再再而三的找茬，是时候让你们付出代价了。正好是时候去尝尝柳梦瑶这位天命之女的味道了。当然这也是为了寻找下一个目标，万宝阁那位尚未谋面的天命之子。黎州这片池塘已经养不出真龙了，要找到更多的天命之子，从他们身上薅羊毛，就必须前往中州那片更为广阔的天地。想到系统，陆清玄的心神微微一动，回想起之前的经历，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初面对楚离，仅仅是对方一句口头的臣服，系统的奖励便已到账。后来面对叶凡的妖皇传承，他也只是让叶凡逃走，并未真正阻止叶凡后续再次进入，可妖皇传承的奖励却依旧发放，并且没有收回。这系统似乎并不完全遵循夺取机缘的死板规则，他的判定更倾向于一种概念上的强取和豪夺。只要形成了思想上的认知，哪怕只是暂时的，奖励就会到位。之前没有细想，现在想来，这系统对自己还真挺不错的。不愧是强取豪夺系统，果然够霸道。陆清玄脑中又出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自己能找到一大批天命之子，然后给他们些好处，比如说保护修炼，免受外敌入侵，帮助他们收服炼化机缘，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为自己去搜寻各种机缘，然后上交自己只需要坐在幕后，便能源源不断的收割奖励。至于分成什么，他陆清玄如此大爱的保护他们，没找他们要保护费就不错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宏大的构想，需要慢慢实现。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先踏出第一步，前往中州。实力足够后，他陆清玄的眼中可就容不得一点沙子了。有仇不报，彻夜难眠。就在这时，苏清言抱着白灵来到陆清玄身前，盈盈下拜：“师尊，弟子护驾来迟，请师尊责罚。”怀中的白虎幼崽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一双碧蓝色的眼珠好奇地打量着陆清玄，奶声奶气地嗷呜了一声。这声软糯的叫声瞬间冲淡了山巅的肃杀之气。陆清玄看向苏清言怀里那只已经不能称之为小猫的白虎身上，原本精悍矫健的白虎神兽，如今被养得浑圆饱满，肚子上的软肉都快要垂下来，活像一个雪白的毛团。陆清玄伸出手，在那肥嘟嘟的虎头上揉了揉，触感极佳。白灵都快被你养成猪了。苏清言脸一红：“我这不是怕孩子饿着吗？”“哈哈，你做得很好。”陆清笑道，“表扬你还来不及，何谈责罚？”预想中的责备没有到来，反而是温和的夸奖。师尊还是这么温柔，无论面对何等恐怖的敌人，无论展露出何等霸道的手段，可当他面对自己时，永远是那个会温和的笑着揉着他脑袋的师尊。这种极致的反差让他心中对陆清玄的崇拜与依赖几乎要满溢出来。陆清玄看着苏清言眼中的如沐之情，心中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关于他的未来。在苏清言日后前往中州历练时，其特殊体质被中州8大世家之一的李家所察觉。这个世界的8大世家看似是下界的顶尖势力，实则背后都与上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上界某些道统安插在此界的棋子，负责为上界搜罗资源与天才。李家便是上界一个二流世家的附庸，他们早就接到了上界本家的命令，在下界寻找一个拥有先天道心琉璃体，并且身上带有一块情自愈牌的女子，而苏清言便是他们寻找的目标。当她被李家找到后，直接被奉为圣女，地位尊崇，资源无限，但代价却是失去了自由，成为了李家献给上界本家一位天骄的炉鼎。当然，原著中的苏清言心高气傲，自然不肯屈从。可后来，当他听闻自己的师尊陆清玄被叶凡斩杀于清玄宗山门前的消息后，万念俱灰，哀莫大于心死。巨大的悲痛让他亲手斩断了所有情丝，道心彻底冰封。从此世间再无苏清言，只有一位绝情绝爱的冰山女帝。而她也是整个焚天万域中最特殊的天命之女，并没有被叶凡成功收下，反而是双强人设，在书友的心中对她的喜爱甚至超过了正统女主柳梦瑶。随后苏清言便以雷霆手段掌控了李家，逆伐上界，最终成为一代威震诸天的女帝，但也一生孤苦，再无青年。陆清玄的目光落在苏清言那张清丽绝伦，此刻正因为自己一句话而幸福微笑的脸上，很难将眼前这个会因为一句夸奖而开心，会把神兽白虎养成肥猫的少女与那个未来神情冰冷、杀伐果断、眼中再无一丝温度的冰山女帝联系在一起。我的弟子岂能落得那般下场？陆清玄心中冷哼一声，炉鼎、复仇、孤苦一生，真是笑话。他的弟子，他的晴儿，何该站在万界之巅俯瞰众生，而非成为他人登仙途中的一块踏脚石？至于李家，陆清玄的眼底掠过一抹深沉的光，这枚棋子用得好了，不仅能成为对付中州柳家的一柄利刃，更能顺藤摸瓜，揪出当年覆灭苏清言家族的真凶，一箭双雕，岂不美哉？那些血债，他这个做师尊的自然要帮他一笔一笔的讨回来。思绪收敛，陆清玄的目光从苏清言身上移开，扫向下方广场上那些面带崇敬的青山宗弟子。今日之事，尔等忠心护宗，功不可没。传我法旨，所有弟子赏上品灵石100枚，宗门贡献点3000，可入藏经阁2层任选功法1卷。执事长老，赏赐翻倍。话音落下，满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老祖仁德，誓死效忠宗主，誓死效忠老祖。上品灵石，那可是他们平日里需要做数年宗门任务才能积攒下来的财富。还有藏经阁2层的功法，可都是玄阶功法啊！老祖一开口便是如此惊人的手笔，他们心中愈发坚信，有如此深不可测又出手阔绰的老祖坐镇，青山宗的未来必将辉耀整个南岭。陆清玄摆了摆手，随后便不再理会。苏清言会处理好后续事宜，这种事他只需要说一句就行了。这也算是老祖的特权，青山宗的所有财产他自是可以随意分配，即使看上了一位貌美的女弟子，只要他想，陆清玄顺势从苏清言怀里拎起了那只肥硕的白虎。嗷呜！白灵被捏住后颈的软肉，4只小短腿在空中无助地扑腾着，一脸的茫然。师尊，他还小。苏清言见状，
有些心疼的开口：“再小也不能这么喂了。”陆清玄掂了掂手里的分量，神兽白虎主掌杀伐，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丢出去砸人都未必能砸出个坑来。白灵仿佛听懂了陆清玄在嫌弃他，委屈地把脑袋埋进爪子里，发出一声细微的呜咽。苏清言看着师尊与白灵斗趣的模样，眉眼间不自觉地染上了一层温柔的笑意。外界的腥风血雨，宗门的繁杂事物，在这一刻都仿佛离他远去，只有师尊身边的这一方天地，才是他内心真正的港湾。两人一虎回到了大殿内，苏清言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大殿中央白玉圆盘上两道曼妙的身影，他们似乎因为之前的战斗耗尽了心神，此刻仍在沉睡，呼吸平稳。苏清言对此早已见怪不怪，玉盘还是他特意寻来，怕师尊受凉才安置的。他要做的不是与他们争风吃醋，而是成为师尊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剑，最坚固的那面盾。只要在师尊心中，他晴儿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便足够了。不过他的视线落在了楚离和妖灵那修长笔直的双腿上，那覆盖其上的薄纱之物，色泽如墨，却又晶莹剔透，紧紧地贴合着肌肤的曲线，将那份柔美与力量感勾勒得淋漓尽致，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别样美感。这东西似乎很有趣。苏清言默默记下，准备等他们醒来后，找个机会问问楚离是从何处得来的，或许他也可以试一试。就在他思索之际，陆清玄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晴儿，弟子在。”苏清言立刻收敛心神，恭敬地垂首。为师打算不日将动身前往中州一趟。陆清玄将白灵放在地上，那小胖虎立刻连滚带爬地跑回苏清言脚边，用毛茸茸的脑袋蹭着他的跑脚寻求安慰。中州，苏清言微微一怔。中州大陆，那是整个下界的中心，天骄辈出，古老世家与超级宗门林立，奇水之深远非南岭这等偏远之地可比。师尊为何会突然想去那里？难道是寻找柳家复仇？但柳家可是中州的8大世家，实力深不可测，师尊会不会有危险？然而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苏清言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问去做什么，只是肯定的回答：师尊去哪，晴儿便去哪。好。陆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是他的好弟子。随即便把目光转向那白玉圆盘，笑道：行了，你们两个还要在那装睡到什么时候？是觉得我看不出来，还是单纯觉得躺在那里很舒服，舍不得起来了？玉盘上的2具睡美人身体同时僵了一下，下一刻楚离猛地坐起身，一张俏脸红的快要滴出血来，眼神躲闪，根本不敢去看苏清言的表情。他确实早就醒了，只是刚才老祖和苏清言的对话让他觉得此刻醒来太过尴尬，索性就继续装睡，没想到还是被当场戳穿。而他身边的妖灵儿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大方方的伸了个懒腰，玲珑的曲线尽显无疑。妖灵儿坐起身，不仅没有丝毫羞赧，反而媚眼如丝的看了一眼苏清言，然后对陆清玄娇声道：主人，您这可就冤枉我们了，这不是怕苏宗主脸皮薄，我们突然醒来他会害羞吗？苏清言脸上微微一热，这抹红晕并非源于妖灵儿言语中的调侃，而是来自他此刻的姿态。妖灵儿慵懒地舒展着身体，那原本就曼妙的曲线被拉伸到了极致，薄纱下的风光若隐若现，每一个动作都浑然天成，带着一股深入骨髓的魅意。苏清言暗自心惊，不愧是合欢宗的圣女，仅仅只是被师尊指点了几次，便已蜕变得如此勾魂摄魄，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陆清玄淡然地看着他们二人，我这趟前往中州，很可能不会带你们前去。殿内的气氛瞬间一凝，方才还媚眼如丝的妖灵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楚离更是猛地抬起头，眼中的失落几乎要溢出来。不同于男人，他们现在可是对老爷依赖最深的时候，却要将他们留下。老爷，楚离的声音有些发颤，却又不知该如何挽留。妖灵儿则直接的多滑下玉盘，几步走到陆清玄身前，声音又软又糯：老爷，中州路途遥远，您一个人多孤单呀，路上若是没了我们，您不会寂寞吗？他的手不着痕迹地碰触着陆清玄的衣角。陆清玄摆了摆手，之所以不带你们去，是另有要事交给你们。任务。妖灵儿和楚离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还有什么事是非他们去做不可的？我打算在南岭建立一个全新的势力。苏清言也竖起了耳朵，师尊的每一个决定现在都可能影响整个南岭的格局。陆清玄淡然说道：这个势力就叫天地一家大爱盟。苏清言、楚离、妖灵儿3人饶是心性各异，此刻脑子里也只剩下一片空白。天地一家大爱盟，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说呢？格局很大，气魄很足，就是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古怪。陆清玄似乎对他们的反应很满意，继续解释道：修仙界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多少修士得了天大的机缘，却因没有安全之地炼化，
反被他人劫杀，生死道消，又有多少人被仇家追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终含恨而终。我欲建立的这个大爱盟，便是一个避难所，一个港湾。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你有难，只要你被追杀，只要你需要一个地方安稳炼化机缘，大爱盟都可为你提供庇护。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修士。话音落下，殿内真落可闻。苏清言最先反应过来，震撼崇拜地看着师尊。师尊的胸怀竟如此广阔，他想的不是称霸一方，不是独占资源，而是要为这残酷的修仙界开辟一方净土，庇护那些挣扎求存的弱者。这是何等的仁德，何等的胸襟！楚离和妖灵也回过神来，他们看向陆清玄的目光彻底变了。之前他们敬他、为他、依赖他，是因为他那夯实的实力和强迫威胁。后来见老爷也是真心为他们付出，知道了自己的深浅，索性就彻底追随老爷。可现在他们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敬仰。原来老爷的心中竟藏着如此宏大的愿景，师尊实在是太仁德了。苏清言由衷地感叹道。楚离更是感动得眼眶泛红。从小到大，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信任自己，信任自己必定能成为绝世天骄，成为修士大能，庇护楚家。可越是这样诚挚的信任，却让他倍感压力，尤其是在加入了青山宗后，见识了从不同地方不断涌现的天骄俊杰，他开始怀疑了自己，不敢去面对，不敢去承担。家本是个温暖的港湾，却让他不敢轻易的停港，只能在无垠的海上迷茫的漂浮。而现在他又一次感受到了信任，这或许是他向父母证明他们伟大的时候了。楚离郑重地跪倒在地，声音坚定：楚离定不负老爷所望。妖灵儿也收起了平日里的媚态，神情肃穆地跪下：多谢主人信任，知道我的深浅，灵儿定竭尽所能为大爱盟添砖加瓦。陆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抬手虚扶将他们从地上托起。很好。他看向苏清言：晴儿，你是青山宗宗主，明面上仍需执掌宗门，但大爱盟的建立，你可以动用青山宗的一切资源，全力支持他们。弟子遵命。苏清言毫不犹豫地应下。随后陆清玄手腕一翻，3枚储物戒抛向了楚离和妖灵。这是柳山那3个老家伙的储物戒，里面的东西你们随意使用，就当是大爱盟的启动资金了。那可是3位炼虚7大能的全部身家，一位炼虚修士的收藏就足以让黎州仅存的6大宗门疯狂。而现在3位炼虚大能还是来自中州8大世家的，他们的储物戒肯定更加丰沃。楚离颤抖着手，神识探入其中一枚，瞬间便被其中堆积如山的灵石、法宝、丹药、天材地宝给惊得倒吸一口凉气，里面的财富恐怕足以买下一个青山宗。妖灵儿也看了一眼后，美眸中满是骇然：这老爷，这太贵重了。楚离捧着戒指说道。拿着。陆清玄淡然地表示：钱财乃身外之物，用在对的地方才有其价值。你们要做的是尽快将大爱盟的架子搭起来，将名声打出去。我要让整个南岭都知道，这里有一处所有人的庇护之地。我不在的这段时日，黎州就交给你们了。中州紫韵柳家，此刻的柳家府邸正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之中。雕梁画栋的长廊之上，仆役们脚步匆匆，将一盏盏崭新的紫金琉璃灯挂上眼角。庭院之内，奇花异草被精心修剪，灵气氤氲，汇聚成薄薄的雾霭，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晕。明日便是柳家万年不遇的麒麟女柳梦瑶的18岁成人礼，亦是其9窍玲珑心彻底觉醒之日。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盛事，更是整个紫韵柳家向中州宣告下一代辉煌的庆典。通往家主正厅的青石路上，柳梦瑶一袭月白流仙裙，步履轻缓。大小姐安好，恭贺大小姐明日觉醒，仙途永昌。沿途的族人和护卫见到她，无不驻足躬身。她已是柳家内定的下一代家主，是所有族人未来的希望。柳梦瑶轻手轻点，一一回应，清冷的容颜上挂着一抹恰到好处的疏离，既不失礼数，又维系着天之娇女应有的金贵。只是她的心思并不在这片喧嚣的祝贺声中。2日了，自从柳山河爷爷动身前往南岭，已经过去整整2日。中州与南岭离州相隔亿万里，寻常修士穷尽一生也难以跨越。当初他回到柳家时，借用各大城市的传送阵一路辗转，也耗费了3日有余。但柳山河乃是大成期的老祖，撕裂虚空，横渡宇内不过是寻常手段。按理说，去南岭离州那等贫瘠之地寻一个人，一来一回2日时间绰绰有余，为何至今杳无音信？心底的一丝烦躁让他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还有叶凡哥哥爷爷此去，应该能将他顺利带回来了吧？柳梦瑶压下心头的杂念，踏入了恢宏肃穆的族长大厅。厅内，柳天雄正背对着门口，望着墙壁上悬挂的柳家历代先祖画像，眉头紧锁，
周身气息沉凝，让整个大厅的空气都显得有些压抑。父亲，柳梦瑶轻唤一声。柳天雄的身躯微微一震，转过身来，脸上瞬间换成了温和的笑容。瑶儿，你怎么来了？不在房里静心稳固修为，为明日的觉醒做最后准备吗？女儿已准备妥当，万无一失。柳梦瑶走到父亲身边，抬眼看了一眼那些先祖画像，又状似不经意地问道：父亲是有什么烦心事吗？哈哈，胡说什么？柳天雄朗声一笑，伸手慈爱地揉了揉他的发顶。明日是我柳家麒麟女的成人大典，天大的喜事，为父能有什么烦心事？柳天雄的笑容很真切，眼神中的宠溺也一如往常。可柳梦瑶天生敏锐，总觉得父亲的笑意之下藏着一丝僵硬。他没有再追问，只是换了个话题：爷爷他们还没回来吗？柳天雄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刹那，随即又恢复如常：还没。南岭毕竟路途遥远，你爷爷或许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或者找到了叶凡那孩子，正在返回的途中。大成修士的行踪，岂是我等能够轻易揣度的？柳梦瑶嗯了一声，垂下眼帘。大厅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气氛变得有些微妙。瑶儿，柳天雄忽然开口，语气郑重了许多。明日之后，你便真正长大了，有些担子也该学着挑起来了。女儿明白。不，你不明白。柳天雄摇了摇头，走到门前，望着外面那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声音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疲惫。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残酷。我们柳家看似风光，位列中州8大世家，但实则如履薄冰，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柳梦瑶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信义固然重要，但家族的存续永远是第一位的。柳天雄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记住，保全柳家才是你的首要责任。为了这个目标，可以舍弃一切，包括所谓的情爱，甚至是你我的荣辱。这番话说的没头没尾，却又沉重无比。柳梦瑶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愈发强烈，她张了张嘴，想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看着父亲那严肃郑重的眼睛和紧握的右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女儿记下了。好，好孩子。柳天雄欣慰地笑了，去吧，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日你将是整个中州最耀眼的明珠。柳梦瑶行了一礼，转身缓缓退出了大厅。随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店门缓缓合拢。柳天雄方才还挂着笑容的脸，此刻已经布满了阴云与深可见骨的哀痛。他抬起手，袖袍滑落，摊开右手心，一枚已经4分5裂的玉牌。这是山河老祖的魂牌。柳家真正的核心机密并非功法或宝库，而是这几块由历代家主单线传承的魂牌。柳家明面上有7位大成老祖和1位绝顶的渡劫老祖坐镇，声威赫赫，震慑中州。可实际上早在100年前便有2位老祖寿元耗尽，悄然作画。而渡劫老祖此刻也已经奄奄一息，吊着一口气，恐怕只能再出手一次。这件事除了他无人知晓。靠着这个秘密，柳家才能在其余世家，尤其是那个出了个绝世妖孽王腾的王家面前维持住微妙的平衡。王家则有6位大成，但他们以为柳家有7位，这才不敢轻举妄动。可现在去南岭寻人的山河老祖也陨落了，7去其3，止于4位。这个数字一旦暴露出去，柳家这艘看似坚不可摧的巨轮立刻就会被环伺的群狼撕成碎片。山河书，柳天雄低声喃喃，声音有些沙哑。到了他这个位置，悲伤是最无用也最奢侈的情绪。是谁？究竟是谁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1位大成老祖连传讯的机会都没有就身死道消？难道是王家出手了？不可能，现在的他们正在举全族之力培养那个宝贝儿子王腾，而且他们也不敢贸然出手。难道是陆清玄？那更不可能。一个大成修士是何等尊贵的存在，行走的天灾。若真有这等手段，那陆清玄早就打上中州来了。柳天雄手一握，将魂牌拼接完好，再次收回了戒指中。在陆清玄杀死3位长老的时候，他便意识到对方很可能是在藏拙。修仙界藏一手是常识，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底牌轻易亮给别人看。这也是为何修士之间大多时候都客客气气，毕竟谁也不知道对面那个笑呵呵的道友是不是能一指头戳死自己的老怪物。真正打生打死的，要么是为了足以改变命运的机缘，要么就是被巨大的利益冲昏了头，再或者就是遇上了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搅屎棍。柳天雄越想，头皮越是发麻。现在不是追查真凶的时候，山河老祖的死讯绝不能外泄，一个字都不能。明日瑶儿的成人大典不仅要办，还要办得风风光光，要让全中州都看到他柳家的鼎盛与从容。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露出半点虚弱。至于调查，只能等大典之后由他亲自去。这件事太过重大，不能假手于人。
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被其他7大世家那些老狐狸捕捉到蛛丝马迹。他们现在是没有刻意去注意这件事，但若是山河老祖陨落的事情败露，他们定会顺藤摸瓜，甚至推算出作画的2位老祖。到时候柳家很可能只能舍弃掉手中的王牌渡劫，以求长存。柳天雄再次转身望向墙上那一幅幅先祖的画像，目光从开创基业的初代先祖一路扫过将柳家带上巅峰的历代雄主，他们的眼神或锐利，或深邃，或平和，此刻看来都像是在无声地注视着他，将整个家族的命运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列祖列宗在上。柳天雄闭上眼，天雄不孝，致使家族折损衰微，但天雄在此立誓，只要我一息尚存，便绝不会让柳家基业在我手中倾覆。瑶儿，柳天雄又想起了女儿那清冷倔强的脸庞，方才那番话，希望他能真正听进去。信义、情爱、荣辱，在家族的存续面前，皆可舍弃。明日之后，她将不再是那个被庇护在羽翼下的天之娇女，而是要学会在风暴中掌舵的未来家主。空间被粗暴的撕裂开一道狰狞的豁口，周遭是光怪陆离的法则碎片与混沌乱流，宛如一条色彩斑斓却致命的河流。然而在这片毁灭性的景象中央，却有一个被淡金色光晕笼罩的稳定空间。陆清玄负手立于最前，衣袂在虚空乱流的映衬下纹丝不动。苏清言静静地站在他身后，怀里抱着睡得正香的白灵，好奇地打量着光照外的景象，混乱而壮观。楚阳则显得有些坐立不安，看看左边，看看右边，最后还是忍不住看向陆清玄身侧的黑袍人。中州，那可是中州啊，整个下界的中心，修士的圣地，天才多如狗，强者遍地走。起初的兴奋与激动过后，一个巨大的疑问出现在楚阳的心头。这黑衣前辈，一位站在修仙界顶点的存在，却对师父一口一个主人，难道师父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果然跟自己之前猜测的一样，是来自传说中的上界，因为某个特殊的任务或是下界历练等原因才降临到这下界来，这就说得通了。楚阳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索性豁出去了，鼓起勇气凑上前问道：师父，这位前辈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苏清言也竖起了耳朵，同样的疑问也早在他心中盘旋已久。自己与师尊生活300余年，居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作为徒弟实在太不称职了。陆清玄看着自己这2个徒弟，心里觉得有些好笑。他原本没想过要刻意营造什么神秘感，但楚阳这小子的脑补能力倒是给了他一个不错的灵感。有时候让别人去猜，比自己亲口说出来效果要好上千百倍。适当的神秘是维持敬畏与忠诚的最好养料。有些事情知道了便是因果，等你们将来站得足够高，看得足够远，许多答案自然会浮现在眼前。没承认也没否认，这不就是变相的承认吗？上界，绝对是上界来的。楚阳在心里狂吼，激动的脸都涨红了。原来我师父真的这样牛逼，那我还怕个毛？什么模拟重生系统，把师父舔开心了，我还用死？而就在这时，影的脸色骤然一变。作为暗影神体的拥有者，他对空间波动的感知远超常人。此刻，一股异样的空间乱流正在附近肆虐。主人小心！影低喝一声，瞬间催动大虚无影仙诀，神体血脉彻底激活，暗影之力如潮水般涌出，在他周身形成一层漆黑的防护屏障。楚阳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感觉到周围的空间开始剧烈扭曲。这是什么情况？苏清言紧紧抱住怀中的白灵，美眸中闪过一丝担忧。只见影双手结印，暗影神体的威能完全爆发，虚空之刃在他手中嗡鸣作响，刀身上浮现出诡异的空间纹路。破！影一刀斩出，刀光如黑龙出海，直接撕开了面前的空间乱流。然而当空间裂缝稳定下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透过那道空间裂隙，他们居然看到了一座悬浮在虚空中的巨大岛屿。这怎么可能？楚阳瞪大了眼睛，虚空中怎么会有岛？苏清言同样震惊不已。他修行300余年，见过不少奇景，但虚空孤岛这种存在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影收起虚空之刃，脸色凝重。主人，这座岛屿被强大的阵法包围，应该不是自然形成。陆清玄望向那座神秘的岛屿，眼中闪过一丝思索。影，我们还要多久到中州？回主人，不出1个时辰。影恭敬回道。陆清玄点点头，时间很充裕，报仇的事情不急在这一时半会，既然遇到了有趣的东西，不妨去看看。靠近那座岛屿。是。影催动暗影神体，黑色的力量包裹住整个防护罩，朝着那座悬浮的岛屿缓缓飞去。楚阳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师父，这岛屿看起来就不太对劲啊，万一有什么危险？怕什么？陆清玄淡然道，在虚空之中，
普通的渡劫期老怪物也奈何不了我们。楚阳一想也对，而且自己死了还能模拟重生，更不用怕。随着距离的拉近，苏清言却在岛上看到了一个小孩子。第62章，第62章，我的鲲呢？第62章，我的鲲呢？师尊，你看。苏清言诧异地指向岛屿上一处林间的空地，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楚阳的瞳孔骤然一缩。那片空地上，一头体型堪比小山，浑身覆盖着金色鳞甲的巨兽瘫倒在地，生机断绝。妖丹的气息虽然内敛，但其溢散出的威压明确无误地昭示着他生前金丹期的修为。而在这头巨兽的尸体旁，一个看起来不过3、4岁的小孩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小孩赤着上身，只在腰间围着一张不知名的兽皮，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肌肉线条流畅，完全不像一个幼儿该有的模样。他手里正抓着一只比他脑袋还大的烤兽腿，油脂顺着嘴角往下滴，吃得满嘴流油，不亦乐乎。而那烤腿分明就是从旁边那头金丹妖兽身上卸下来的。一个3、4岁的孩子独自在一座充满强大妖兽的孤岛上猎杀了一头金丹妖兽，还悠然自得的生火烧烤，简直诡异的让人说不出话。而陆清玄同样看向了那个小孩，居然有些熟悉。丁，检测到万古无双天命之子鲲，又一个天命之子，而且又是一个他看过的书。鲲，双圣体拥有者，吞天噬地圣体和玄黄后土圣体。陆清玄眉头微挑，心中泛起一丝波澜。吞天噬地圣体，光听名字就知道其霸道之处，能吞噬万物，化为己用。玄黄后土圣体与大地相合，防御无双，力量无穷无尽。这两种体质集于一身，简直是天道的亲儿子待遇。在整本书中更是一路碾压，成为先帝，带领人族反攻域外天魔，镇压了一个纪元。陆清玄又看了一眼身旁还在震惊的楚阳，心里不禁有些古怪，这天道是怎么了？打了鸡血还是业绩压力太大？怎么开始搞批发，疯狂往外送气运之子？不过这对他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原本以为收个楚阳就已经是撞大运了，没想到这才刚准备去中州，就又送上门一个。看来自己之前建立大爱盟收割天命之子的想法简直是天才之举。金丹。楚阳震惊地看着那个啃着兽腿的孩子，师父，那小屁孩是金丹期。他辛辛苦苦靠着模拟重生系统，在生死之间反复横跳，才勉强有了如今的修为。结果眼前这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小娃娃，啃个烤肉的功夫，修为就跟他不相上下了，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就在几人观察那孩子时，岛上的鲲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他停下啃食的动作，抬起油乎乎的小脸，黑宝石般纯净的大眼睛望向虚空。当看到悬浮在半空的陆清玄一行人时，眼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亮起了兴奋的光芒。他站起身，一手抓着巨大的兽腿，另一只手则冲着他们用力挥舞，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引得身躯微弓，周身暗影之力蓄势待发，等待着陆清玄的任何命令。陆清玄没有立刻下令，神念如水银泻地，悄无声息地覆盖了整座岛屿。岛上古木参天，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郁郁葱葱的林间栖息着大量的妖兽。他甚至感知到了好几股不亚于炼虚期乃至合体期的强大气息蛰伏在岛屿深处。然而除了鲲一个小孩，整座岛屿上再无第二个人类的气息，圈养他的人好像不在。那位被玄天皇族排下来负责看守鲲的大成9层修士，师父，这孩子好可怜。苏清言看着鲲那孤独的身影，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忍。这孩子虽然天赋异禀，但一个人生活在这种地方，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童年该是何等孤寂。如此璞玉，蒙尘于此，确实可惜。陆清玄微微颔首，为师心生怜悯，决定收他为徒，带他离开这蛮荒之地，见一见真正的人间烟火。苏清言闻言，眼眸一亮，心中对师尊的敬仰又深了几分。再看那孩子，越看越满意，这才是师尊弟子该有的风范，天赋异禀，根骨绝佳，不像旁边的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楚阳。不过师尊的决定自有其深意，他作为弟子，无需妄加揣测。楚阳一听师父要收他为徒，心中狂喜。天赋再强又如何？修为再高又怎样？按入门顺序，自己可是板上钉钉的大师兄，想到这个粉雕玉琢、天赋碾压自己的小屁孩，以后得恭恭敬敬地跟在自己屁股后面，奶声奶气地喊一声大师兄，楚阳就觉得浑身舒坦，念头通达。以后使唤他端茶倒水，捏肩捶腿，岂不美哉？楚阳的嘴角已经快咧到耳根了，他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大师兄的沉稳派头，对着陆清玄一拱手：师父英明，为我等再添一位师弟，实乃师门之幸。陆清玄瞥了他一眼，没戳穿他的小心思，只是淡淡的对身旁的影下令：去把我的好徒儿接回来。是，主人。影瞬间动用神体，撕开裂缝，将鲲抓住。鲲甚至来不及挣扎，
身子连带着那只比他还大的兽腿就被直接拽进了空间裂缝之中。吼！嗷呜！就在鲲消失的瞬间，整座岛屿仿佛被引爆的火药桶，无数道恐怖绝伦的妖兽气息冲天而起。岛屿深处那几股蛰伏的炼虚合体大妖的威压更是毫无保留的爆发，震得整片岛屿浪涛翻涌，天际风云变色。然而尹将鲲带到身边后，没有片刻停留，瞬间再次催动神体，化作一道流光，隐匿行踪，远遁而去。不过10几个呼吸之后，嗡！岛屿上空出现了一个一袭锦袍，面容俊朗，只是眉宇间带着几分倨傲与懒散。他伸了个懒腰，感受着下界稀薄却安逸的灵气，脸上露出惬意的神情。还是这下界书塔灵气是差了点，但胜在清静，没什么烦心事。他自言自语，语气中满是优越感。要不是怕引起天道注意，玄天皇族怎么会派我一个大成修士来享这份清福？他咂了咂嘴，似乎想起了什么美妙的事情，脸上浮现出一抹猥琐的笑意。说起来，那个蜘蛛女修花样是越来越多了。今天居然穿上了什么？哦，对，叫丝袜，黑色的。啧，那滋味当真是销魂蚀骨。他回味无穷地舔了舔嘴唇。不行，今天玩得有些过火，耽误了些时间。不过无妨，反正那小祖宗也跑不了。明天再去好好品鉴一番。一边想着美事，他一边习惯性地放出神念，扫向岛屿中央的那片空地，准备例行公事地确认一下材料是否安好。神念一扫过，金丹期的妖兽尸体还在，火堆也还温着等等。锦袍修士脸上的笑容猛然僵住。人呢？那个小祖宗呢？随即他再次扫过3遍岛屿的每一处角落，这才惊声尖叫：我的鲲呢？而此时尹带着众人在虚空中穿梭了不知多少万里，早已将那座孤岛远远甩在身后。直到四周的虚空波动彻底平复，再也感知不到任何被追踪的迹象，才缓缓慢了下来，重新显露出几人身形。主人，那人快回来了，气息不弱。属下擅自远遁，请主人责罚。尹的声音依旧平淡。无妨，你做得对。陆清玄摆了摆手，神色自若。一个大成9层的修士真要动起手来，动静太大，难免节外生枝。反正已经搜完了，能安稳撤离自然是上上之选。同时陆清玄看向了背影提在手中的鲲，此刻的小家伙正呲着一口小白牙，喉咙里发出威胁性的低吼，像一头被惹怒的奶凶小兽，小手小脚不断挣扎，奈何尹的力量如同天堑，一切反抗都显得徒劳无功，只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写满了愤怒与不屈。陆清玄是一引放开他，鲲一落地并未立刻逃跑或攻击，反而弓起身子，双脚微微岔开，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小家伙别怕。苏清言心头一软，主动上前一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无害。我们没有恶意，这是你的天大机缘，我师尊见你天赋不凡，要收你为徒，带你离开那个荒岛。以后你就不用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也不用天天吃那烤得焦黑的兽肉了。鲲歪了歪脑袋，似乎没听懂机缘、师尊这些词汇。他皱了皱小鼻子，非但没有领情，反而朝苏清言龇了龇牙。楚阳见状，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上前一步，努力挺直腰板，将双手背在身后，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大师兄派头。嗨嗨，小师弟，莫要不懂事，师傅他收你为徒，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以后要懂规矩，听师兄的话。师兄我……他话还没说完，鲲的目光却被苏清言抱着的白灵吸引。这只通体雪白、灵气充裕的小猫咪，可比刚才那只没烤熟的兽腿要诱人多了。毛发油光水亮，体态丰腴，一看就肉质鲜美，嚼劲十足。鲲的眼睛瞬间亮了，他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喉结滚动了一下，甚至有晶莹的口水从嘴角滑落。食物。下一个瞬间，楚阳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小小的残影带着一股劲风从他身旁掠过。鲲整个人如同一颗出膛的炮弹，没有动用任何灵力，纯粹凭借肉身的力量，朝着苏清言怀中的白灵猛扑过去。那速度之快，甚至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虚影。小心！楚阳惊呼出声。然而苏清言只是眉头微蹙，面对着凶悍的扑击，不闪不避，伸出手按在了鲲的额头上。砰！一声闷响，鲲那势不可挡的身子僵在半空，四肢还在徒劳的滑动，却无法再前进分毫。白灵被这动静惊醒，睡眼惺忪地抬起头，看到近在咫尺，满脸渴望的鲲，吓得喵一声炸了毛，四只爪子死死地扒住苏清言的衣襟，不敢探头。苏清言本以为只是轻松压制，可当鲲的力量通过手掌传递过来时，他的脸色却微微变了。好强的力量！这股蛮横的巨力根本不像一个金丹期修士所能拥有的，那小小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一头远古凶兽，每一寸肌肉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若非自己修为远高于他，恐怕这一下就要被他得手了。
这小子是个怪物。就在苏青言准备动用更多力量时，陆清玄将其提起，然后松开手，鲲扑通一声跌坐在地。鲲没有再扑上来，只是坐在那警惕地看着陆清玄。陆清玄翻手，几枚玉简出现在掌心。这些玉简并非功法秘籍，而是记录了人族语言、常识、礼仪等最基础的知识。陆清玄走到鲲面前，将其中一枚玉简贴在了鲲的额头。鲲下意识地想要躲闪，但知识已经进入了他的脑子。鲲的身体猛地一颤，无数陌生的文字、发音、画面如同决堤的洪水涌入他那片空白的脑海。他的神情变幻不定，时而困惑，时而恍然，时而皱眉，时而舒展。苏青言和楚阳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这种以神念直接灌输知识的法门虽然不算罕见，但对神魂的要求极高，而且被灌输者若心智不坚，很容易变成白痴。可看鲲的模样，除了最初的迷茫，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信息洪流。半个时辰后，当最后一枚玉简的光芒也融入鲲的眉心，那双空洞的眼睛终于重新汇聚起神采。那是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神采，不再是纯粹的野性与懵懂，而是多了一层清明与了悟。他眨了眨眼，看看陆清玄，又看看苏青言，之前听不懂的话语，此刻在脑海中变得清晰无比。机缘、师尊、徒弟。鲲低声呢喃，发音有些生涩，但吐字清晰。苏青言见他终于能交流，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你明白了，我师尊是真正的大能，拜他为师是你。我不。鲲干脆利落地打断了他。苏青言的笑容僵在脸上。鲲抬起头，理直气壮地看着他，又扫了一眼陆清玄。为什么要拜师？跟着你们有烤肉吃吗？有刚刚大块瘦腿好吃吗？他顿了顿，认真地补充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比烤得流油的妖兽肉更好吃的了。楚阳在一旁听得嘴角抽搐，这小家伙的脑回路异于常人，天赋再高，脑子里也只装着吃。陆清玄却笑了，心性纯粹，目标明确，倒也是一种道。烤肉。陆清玄慢悠悠地开口，那种东西也配称作好吃？鲲的眉头立刻竖了起来。你胡说，烤肉最好吃，是吗？陆清玄不与他争辩，只是手腕再次一翻，手中出现一块巴掌大小的糕点。那糕点层层叠叠，薄如蝉翼的饼皮间夹着雪白的奶油和鲜红的果肉，顶上还撒着一层细碎的碧绿坚果，形态精致，色彩诱人。这是什么？鲲皱着鼻子，一脸嫌弃，一点灵气都没有，软趴趴的，能好吃到哪里去？我就是从这里跳下去，也不会吃这种东西。在鲲看来，食物的好坏就取决于其中蕴含的灵气多寡，灵气越足，就越是美味，越是大补。而这东西简直就是垃圾。尝尝。陆清玄言简意赅。不吃。鲲把头扭到一边，态度坚决。陆清玄也不多言，直接一把将他拽过来，强行塞进他的嘴里。鲲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本想立刻将这垃圾吐出来，可当那糕点触碰到舌尖的刹那，一股前所未有的体验让其瞬间愣了。香甜的奶油入口即化，带着浓郁的奶香，微酸的果肉中和了甜腻，薄韧的饼皮富有层次，而顶上的坚果碎则增添了一抹香脆。无数种味道在他的味蕾上层层递进，冲击着那被单调烤肉味占据了一生的嘴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味道，原来没有灵气的东西也可以这么好吃，比烤肉好吃10000倍。鲲整个人都石化了，嘴巴下意识地咀嚼着，感受着那无与伦比的美味在口中融化，滑入喉咙，留下满口余香。下一刻，他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陆清玄结结实实地磕了一个响头。师父，受徒儿一拜。与此同时，中州紫韵柳家祖祠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达10丈的祭坛，祭坛之上则是一块遍布符文的巨石，这便是柳家的觉醒石，用以测试族中年轻子弟的根骨与体质。祭坛之下，柳家核心子弟与旁系精英汇聚一堂，目光灼灼地注视着祭坛上的每一幕。而在广场最前方的高台上，柳家族长柳天雄正襟危坐，在他身后是柳家的一众长老，他们神色肃穆，气息沉凝，每一个都是足以震慑一方的强者。柳明，上前觉醒。主持仪式的执事高声喝道。一名身材壮硕的少年深吸一口气，快步走上祭坛，将手掌按在了觉醒石上。嗡！觉醒石光芒流转，最终浮现出8道清晰的纹路。柳明，上品根骨，繁体。执事高声宣布。台下一阵惋惜的叹息。上品根骨已然不错，但可惜这是紫韵柳家，只有极品才能得到家族的重视，得到一定的培养。少年脸色煞白，失魂落魄地走下祭坛。下一个，柳月。测试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柳月，上品根骨，繁体；柳山，灵品根骨，焚火灵体。当一个灵体出现时，台下终于响起了一阵小小的欢呼，高台上的长老们也微微点头。灵体在柳家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苗子，用心培养，未来有希望踏入合体之境。柳成风，极品根骨，繁体。那名核心子弟长舒一口气，放松地走下了台。柳天雄皱了皱眉，沉稳说道：极品根骨虽好，但能侥幸踏入化神已是幸运，炼虚之境怕是终生无望，还需努力啊。旁边一位留着山羊胡的长老却有不同看法，族长此言虽是至理，却也并非绝对。想当初那万宝阁的传奇老祖不就是以凡体之身，硬生生用资源和毅力堆到了大成9层吗？若非最后倒在那99重天劫之下，说不定真能创造一个凡体渡劫的奇迹。哼，三长老，你说的轻巧。另一位身形魁梧的长老冷哼一声，那是何等海量的资源，几乎掏空了万宝阁数十万年的积累，才堆出那么一个怪物。而且他最终还不是失败了。事实证明，没有逆天的体质，想逆天而行，终究是痴人说梦。与其寄希望于那种渺茫的可能，不如看看我们自家的麒麟儿。等梦瑶觉醒，以他的天赋，什么大成渡劫不过是时间问题。提到柳梦瑶，所有长老的脸上都露出了自豪的表情。山羊胡三长老话锋一转，又提起了万宝阁。说起万宝阁，他们内部的阁主之争最近可是愈演愈烈。听说他们这一代的大少主觉醒了王体，配合万宝阁的财力，怕是要一飞冲天，重现其先祖的辉煌了。王体，魁梧长老眉头一皱，消息属实，8、9不离10。这世道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三长老感慨道：前些年还风平浪静，近来却天才井喷，各种强大的体质接连出世。我感觉一个波澜壮阔的黄金大事似乎真的要来了。各路妖孽天骄争锋，不知是福是祸。就在此刻，一道无边霸道与张扬的声音从柳家大门外传来。王家族长王云龙携犬子王腾前来观礼，恭贺柳家盛世。声音滚滚而来，震得在场许多修为稍弱的子弟气血翻涌。柳天雄双眼微眯，锐利的锋芒一闪而过。只见柳家正门方向，一大群人排开柳家的护卫，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为首之人是一名身穿金色蟒袍的中年男子，面容与王腾有几分相似，但气息更为雄浑霸道，正是王家的现任族长王云龙。在他身侧，王腾一袭黄衣，身后背着一个巨钟，神情倨傲。王家的一众长老紧随其后，个个气息强横，眼神不善。柳家的执事和护卫们脸色铁青，却不敢妄动。高台上，柳家众长老纷纷起身，面色凝重。王云龙，他来做什么？魁梧长老低喝道，眼中怒火涌动。观礼是假，示威是真。三长老捋着胡须，眼神冰冷。柳天雄缓缓站起身，一股不输于对方的磅礴气势冲天起，与王云龙的霸道气息在半空中无形的碰撞，整个广场的氛围都停滞了。王云龙领着人走到广场中央，停下脚步，对着高台上的柳天雄皮笑肉不笑地拱了拱手。柳兄，听闻今日是贵府觉醒大典，我父子2人特来讨杯喜酒，顺便瞻仰一下柳家年轻一代的风采。看这阵仗，果然是人才辈出，可喜可贺啊！柳天雄面无表情，王兄大驾光临，柳某有失远迎。不过今日是我柳家内部仪式，恐怕没有多余的喜酒招待外客。王云龙哈哈大笑，仿佛没听出话里的意思。柳兄何必如此见外？同为中州大族，理应多走动走动嘛。我儿王腾前些时日侥幸有所突破，正想找个同辈中人切磋印证一番。我看柳家的青年才俊这么多，想必不会吝啬赐教吧。说着，他拍了拍王腾的肩膀，满脸自得地炫耀道：说起来，我这犬子不成器，没什么大本事，只不过被一些老家伙谬赞，说有几分大地之资罢了。同时，王腾解开了背后那个古钟的束带，那古钟通体漆黑，不知是何种材质铸就，上面铭刻着古朴而深奥的纹路，透着一股荒凉与厚重。他单手托起巨钟，然后轰然落地，咚一声沉闷的巨响，尘土飞扬，碎石迸溅。同时，王腾的元婴气息轰然爆发。这是魁梧长老眼珠子瞪得滚圆。元婴，山羊胡三长老抚须的手指将在半空微微颤抖，他竟然已经结成了元婴，这怎么可能？4日前，我听闻他觉醒苍天霸体的消息时，多方打探过，他明明还只是个筑基期的小子啊！4天从筑基到元婴，这中间可是隔着金丹一个大境界啊！无数修士穷尽一生都无法走完的路，他只用了4日。柳天雄的脸色变得凝重，想起了三长老刚才说的话：黄金大事，妖孽争锋。而就在这时，一道女声响起：王族长，王公子，
原来是客。既然是为观礼而来，又何必站在场中？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柳梦瑶正从高台一侧缓缓走出。面对王腾元英劲的威压，他那炼气9层的修为本该如狂风中的烛火，但他却站得笔直，神色自若。与其在下面站着，不如上座观礼，也好让小女子借一借王公子的大帝之资，看看能否给我的觉醒仪式带来几分好运。这番话让柳家众人精神一振。对啊，我们柳家又不是没有妖孽。王云龙双眼微眯，好个女娃！自当年那个天生剑心通明的麒麟子意外陨落后，柳家便青黄不接，颓势尽显。本以为他们已是冢中枯骨，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有趣，好，哈哈，好一个气定神闲的女娃！王云龙大笑一声，收敛了气息。既然柳家侄女盛情相邀，我父子二人便却之不恭了。他一挥手，竟真的带着王腾和一众长老大摇大摆地走到一旁的观礼席坐下。而王腾的眼睛却一直没有从柳梦瑶身上离开。他见过的女子不少，或美艳，或清纯，但从未有一个像眼前这般，明明修为弱如蝼蚁，却敢于直面自己的锋芒。那双眼睛里没有畏惧，仿佛万事万物都难入其心。这份独特的气质，让那颗因力量暴涨而极度膨胀的心，竟生出了一丝征服的欲望。柳梦瑶没有再看他们，转身对着高台上的柳天雄盈盈一拜，随后飘然落至广场中央的觉醒法阵之上，盘膝而坐。刹那间，天穹之上风云变色，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巨大漩涡，疯狂地朝着柳梦瑶的身体里钻去。紧接着，她胸口的位置亮起了一点璀璨的光芒，光芒越来越盛，透过衣衫，将她整个胸膛照得一片通透。在场修为高深之辈，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在那光芒的中心，一颗玲珑剔透，仿佛由世间最纯净水晶雕琢而成的心脏，正在有力地搏动。那心脏之上，赫然有9个天然形成的窍穴，每一次跳动都与天地大道产生共鸣，引得虚空阵阵颤动。9窍玲珑心，真的是9窍玲珑心！三长老激动得浑身发抖。就在所有人都为之震撼时，那颗光芒万丈的水晶心脏竟然从体内脱离而出。心脏离体，柳梦瑶的脸色却依旧红润，气息平稳。她悬于空中，9窍齐开，吞吐着海量的天地灵气，每一次搏动都散发出玄奥的道韵，光芒照耀四方，圣洁无比。父亲，他这是？王腾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低声问道：将本命心窍如此外露，不怕被人所趁吗？这与找死何异？王云龙笑道：腾儿，你的眼界还需磨练，此乃9窍玲珑心与天地法则的直接沟通，是其觉醒最关键的一步。以心为媒，引道入体，此等一事凶险万分，稍有差池便会到销身陨，可一旦功成，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可万一此时有人出手，王腾还是觉得难以理解。出手？王云龙闻言轻笑一声：你以为我们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踏入这柳家核心地带？那是柳天雄故意放我们进来的，不仅是要告知中州所有势力柳家的霸主地位，同时也是借我们的威慑给他当磨刀石啊。他顿了顿，环顾四周，再说此等天骄觉醒的盛世，你以为就我们2家在看？暗中不知有多少活了几万年的老怪物在盯着，谁敢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公然出手夺宝？谁又有这个胆子？谁又？话音未落，一只缭绕着淡淡黑气的手凭空探出，快到极致，一把抓住了那颗悬浮在半空光芒万丈的9窍玲珑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围虚空陡然撕裂，3道大成气息瞬间爆发。住手！胆敢夺心者，死！暗处的大成期修士同时出手，各色神通法术铺天盖地，朝着那只神秘黑手轰去。然而他们的攻击终是有所顾忌，害怕伤及9窍玲珑心。轰！虚空炸响，所有攻击都被一面漆黑的屏障挡下。所有柳家弟子和长老震惊，不好，有偷心贼！竟然真的有人敢在这种时候动手，究竟是哪个老怪物出事了？竟然连我们设下的多重禁咒都被破解了。还没等他们再次出手，那黑手就消失在虚空。不好，追！就在那3名大成准备同样撕裂虚空进行追击的时候，那群人竟然从虚空中走了出来，同时竟然毕恭毕敬地将心脏交给了一道青衣手中。陆清玄单手接住那颗价值连城的9窍玲珑心，在手中随意把玩着。啧，看来我来的还挺是时候的。广场中央，柳梦瑶脸色苍白，身子微微一颤。心窍离体，本命相连，那颗心脏每一次被指尖触碰，都有一股异样的感觉传遍全身，那是一种混杂着轻微刺痛与被肆意侵犯的屈辱感。但好在觉醒仪式最关键的一步已经完成，即使9窍玲珑心长时间离体，也不会让他死亡。庶子，安敢如此！
一声雷霆暴喝传来，虚空寸寸碎裂，3道身影从裂缝中踏出。一人身着赤焰长袍，须发皆张，周身仿佛有烈焰燃烧，正是柳家玄自辈老祖柳玄火。一人着玄冰法衣，面容阴鸷，所立之处空气都凝结出冰晶，乃是柳玄冰。最后一人身披雷蚊子金铠，身形最为魁梧，双目中电光闪烁，脾气显然最为火爆，是为柳玄雷。3位大成期老祖，他们3人一出，瞬间镇压全场。是玄火老祖，还有玄冰老祖和玄雷老祖。底下有柳家长老认出了来人，激动的声音发颤。3位老祖宗都出关了，这几个贼人死定了。玄火老祖3000年前就已是大成4层，曾一掌焚灭过一个顶级魔宗。玄冰老祖和玄雷老祖也都是大成成名已久的前辈，这贼子插翅难逃。观礼席上，王云龙却眉头微皱，抚着下巴，眼神里不是忌惮，而是疑惑。大成2层、3层、4层，冰、雷、火3兄弟联合实力不弱于一般5层高手。王云龙又低声自语，但柳家那几个活了超过5万年的老不死怎么没动静？就派这3个出来。玄冰老祖无视地扫过陆清玄，看向了身旁那个气息完全内敛，仿佛与阴影融为一体的人，正是此人无视了他们布下的层层禁制，于电光火石间夺走了心窍。深不可测。为首的柳玄火压下心中的杀意，声音冰冷如铁，你不过练虚境，也敢觊觎此等神物？现在放下心脏，自负手脚，老夫或可看在你修行不易的份上，放你一马。然而陆清玄闻言却大笑一声，慢悠悠地开口，老不死的，你是不是修炼把脑子修坏了，还跟我玩上文字游戏？此言一出，全场皆惊。柳玄雷更是当场暴怒，周身雷光大作。小杂种，你说什么？陆清玄却只是掂了掂手中的心脏，对柳玄火继续道，我把东西给你，你们或可放我走，不如你放我走，我或可将它还给你，你当我是3岁小孩那么好忽悠吗？你！柳玄火被噎的一口，顿时双手火焰大冒。就在这时，陆清玄的身后空间再度泛起涟漪，3道身影走了出来。就是这些老家伙的心思一个比一个脏。楚阳附和道，身旁的苏清言则是一脸忧色。他先是看了看柳家众人，又看了看云淡风轻的陆清玄，最后目光落在了旁边的鲲身上，眉头不自觉地拧了起来。鲲左手抓着一个大型琉璃塔糕点，右手提着一个布袋，里面是各种的小零嘴。他刚一现身，就含糊不清地嘟囔着，打架了吗？师傅，等我吃完这个塔，哥，人在塔在，还有你储物界里的存货都快被我吃光了，记得补货。苏清言一阵无力，他们一路从横跨亿万里，鲲的嘴就没停过，他真怕哪天陆清玄的储物戒指被他给吃空了。3位柳家老祖看到这一幕，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这是什么？他们王家来送终就算了，你们居然直接来吃席，这是何等的蔑视，何等的羞辱！观礼席上，王云龙也同样疑惑，这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片刻后，王云龙眼中的疑惑尽去，身体微微前倾，准备欣赏这一出好戏。有意思，真有意思。他嘴角的笑意再也无法掩饰。打起来，快打起来！不管谁赢谁输，只要这柳梦瑶废了或是死了，对我王家而言都是天大的好事。广场上，柳玄火的耐心也已经耗尽，被一个练虚境的小辈如此3番2次的挑衅，身为大成修士的尊严荡然无存。好，很好。他怒极反笑，既然你们自己找死，那老夫今日便成全你们。话音落下的瞬间，那双赤焰缭绕的大手猛然抬起，恐怖的威压如同天河倒灌，朝着陆清玄几人当头压下。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眼看那焚天逐海般的火焰巨掌就要落下，广场上的空气都已扭曲沸腾，陆清玄却淡定捏了捏手中的心脏。啊！柳梦瑶娇躯猛地一颤，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萎顿在地，气息急速衰败。柳玄火死死盯着陆清玄，掌心烈焰翻滚，却再也不敢寸进分毫。有种就拍下来！陆清玄不屑地说道。柳玄雷和柳玄冰也是面色铁青，这颗9窍玲珑心早已与他神魂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小子，你究竟想怎样？柳玄雷压抑着雷鸣般的怒火。陆清玄没理他，反而将那颗心脏凑到鼻尖，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真香。只见那颗晶莹剔透的心脏之上，一缕缕肉眼可见的玄奥道韵正氤氲流转。随着陆清玄的呼吸，那些道韵竟化作一道道细小的七彩气流，争先恐后地钻入他的口鼻之中。恕子而胆！柳玄火目眦欲裂，彻底疯狂。就在此时，虚空之中毫无征兆地裂开一道漆黑的缝隙，一只雷电手掌从中探出，直取陆清玄的后心。这一抓无声无息，
远比柳玄火的正面强攻要阴毒100倍。而这时一直警惕着的尹瞬间出手将其牢牢抓住，而陆清玄则依旧闭着眼，享受着倒运入体的快感，身上的气息正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节节攀升。狂风以他为中心卷起，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6层、7层、8层，天地间的灵气疯狂倒灌入他的体内。当最后一缕道运被吸尽，那颗9窍玲珑心瞬间暗淡下去。陆清玄身上的气息也稳稳地停在了炼虚9层的巅峰，只差一步便可迈入合体之境。他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满足地吐出一口浊气。我就喜欢看你们想杀我，却又无能为力的样子。与此同时，尹死死地抓住柳玄雷的那只手，手中瞬间出现一把黑刃。噗嗤一声轻微，雷电手掌便从手腕处齐根而断，断口平滑，没有一丝鲜血流出，只有一缕缕黑气如细蛇般缠绕其上，不断侵蚀着血肉。啊！延迟了半拍的剧痛不断涌上柳玄雷的大脑，左手死死捂住右腕的断口，脸上满是惊骇。然后尹随意地将那只手扔在了地上。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只手掌掌心还残留着未散尽的雷光，可手腕的断口处却被一层诡异的黑暗所笼罩。柳玄雷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向断腕，大成修士肉身重塑的强大生机开始运转，试图让断肢重生。然而那些黑气却将他磅礴的生机与灵力尽数吞噬。无论他如何努力，手腕处依旧是光秃秃一片，连一丝肉芽都无法生出。这一刻，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看向了尹手中的那柄黑刃上。那是一柄通体漆黑的短刃，造型古朴，仿佛一块从永恒黑夜中切割下来的碎片，连周围的光线都似乎被它吞噬了进去，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虚无。神器，那是神器。观礼席上，王云龙惊讶地说道。此言一出，满座哗然。神器，传说中足以镇压一方气运的至宝，每一件都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这个黑衣人不仅是大成3层的恐怖存在，手中竟然还持有一柄神器。尹在斩断柳玄雷一臂后，身形没有丝毫停顿，再次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朝着柳玄雷追杀而去。想要伤害主人的人都得死。主人！柳玄火和柳玄冰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一个大成3层的恐怖杀神，手持神器，竟然称呼一个炼虚境的小子为主人，这已经不是护道人那么简单了。护道人与天骄之间大多是守护与被守护的关系，地位虽有高低，却绝不至于是主仆。这伙人究竟是什么来头？是尹氏家族的传人，还是传说中的天上之人？住手！眼看尹的虚空之刃即将抹过柳玄雷的脖颈，柳天雄大喝一声，然后便对尹摇摇拱手，姿态放得极低。这位前辈，还请手下留情。尹的身形在距离柳玄雷脖颈3寸处骤然停下，虚空之刃上吞吐的黑芒几乎已经触碰到了柳玄雷的皮肤，然后回头看了眼主人，等待着陆清玄的命令。只要主人下令，就是拼死也会完成任务。退回来吧。陆清玄随意地挥了挥手，示意尹退下。杀一个柳玄雷对他而言确实没什么好处。尹得到指令，化作影子再次回到陆清玄身后，垂手而立，气息再次收敛到极致。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把你的手捡起来！柳玄火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冲动的三弟，无奈地说道。柳玄雷沉默地将手捡了起来，同时将手上的黑气部分全部砍断，这才能重新连接恢复。他能说什么？如果刚才那一记掌心雷成功了，他就是力挽狂澜，为家族挣回颜面的英雄。届时所有的赞誉都会向他涌来。可他失败了，那么所有的后果自然也该由他自己承担。修仙界本就是成王败寇，柳天雄心中一凛，不再去看影，而是看向了气定神闲的陆清玄。陆道友，他长长一揖，之前之事是我柳家管教不严，多有得罪，不知陆道友要如何才肯将小女的9窍玲珑心归还？任何补偿，我柳家都愿意付出。陆清玄把玩着手中已经暗淡无光的心脏，侧过头看了一眼正把最后一块琉璃塔糕点塞进嘴里，吃得满脸都是碎屑的鲲。鲲，我储物戒里还有没有吃的？鲲用力将嘴里的东西咽下去，打了个响亮的饱嗝，这才满足地说道：师傅，没了，真的没了，连点渣都不剩了。您得补货了，不然我感觉我快要饿死了。知道了，但鲲你要记住，吃了一个琉璃塔就要还我一个琉璃塔。鲲天真的说道。当然了师傅，我吃什么还什么就是了。陆清玄这才转回头看向柳天雄。柳家主，你觉得你的宝贝女儿派人在黎州杀了我儿子陆云，又该怎么补偿我呢？话音落下，观礼席上的王家长老讨论道。什么？柳梦瑶派人去杀他的儿子？原来是寻仇来了，怪不得下手如此狠辣。黎州，那不是几万年前就被打残的偏远之地吗？柳梦瑶好端端的
派人去那里杀人做什么？王家人玩味地看着柳天雄，仗着自己是霸主世家，就跑到偏远区域去欺负人家的子嗣，结果没想到人家里有个这么硬的爹。这下好了，小的搞定了，老的直接提着刀杀上门来了。柳天雄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心中悔恨交加。自己女儿随手布下的一步闲棋，竟然会给家族招来如此滔天大祸。柳天雄深吸一口气，对着陆清玄再次深深一拜。陆道友，此事千错万错，都是小女一人的错，她有眼无珠，冒犯了令郎，我柳家愿意给出你想要的任何补偿，只求道友能看在她修行不易的份上，将心脏还给她，留她一条性命。陆清看了看地上奄奄一息的柳梦瑶，脸上忽然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柳家主言重了，我这个人一向讲究仁德公正，从不滥杀无辜。柳天雄闻言心中一喜，却听陆清玄话锋一转，继续说道，既然他杀了我一个儿子，那便为我生一个，这很公平吧？柳天雄一愣，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柳家的麒麟女去给别人当生孩子的机器，简直就是在羞辱柳家所有人。就算自己这个父亲答应，估计那位老祖也不会答应。然而还没等柳天雄拒绝，陆清玄却将小胖虎白灵抱在手中把玩了2下，又说道，只是我现在不缺人给我生儿子，倒是缺一条狗。侮辱，这是赤裸裸的侮辱，让他们柳家万年来最杰出的天骄，现任麒麟女族长柳天雄的亲生女儿去给别人当一条狗，这不仅仅是在羞辱柳梦瑶，更是在践踏整个柳家的尊严。庶子，安敢如此欺我柳家？杀了他！家主，下令吧！我柳家儿郎何时受过如此侮辱？跟他拼了！我柳家传承数十万年，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柳家子弟们个个气息暴走，若非还有一丝理智尚存，他们早已冲上去与陆清玄拼命。柳天雄脸色一沉，铁青一片，袖袍下的双拳死死攥紧，怒火在他胸中翻腾，几乎要烧毁他的理智。作为霸主世家的家主，何时被人如此指着鼻子羞辱过？杀了他！这个念头疯狂地在脑海中出现。可他看了眼陆清玄身侧的影，又瞥了一眼对面看台上正饶有兴致盯着自己，嘴角噙着一抹玩味笑意的王云龙，那股滔天的怒火竟被一股刺骨的寒意生生浇熄。不行，不能动手。那个影的实力还没有摸清，但可以肯定一定是那种专司杀伐的顶尖大成修士。而陆清玄本人更是神秘，敢如此单枪匹马杀上门来，背景绝不可能只是偏远黎州的宗门老祖。一旦开战，柳家固然能凭借底蕴将他们留下，但代价呢？一个不要命的大成修士在自家腹地拼死一搏，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王家还在一旁虎视眈眈。柳家看似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可内里的虚弱他自己清楚。3位大成老祖，一死2作画，这是柳家最高级别的机密，一旦暴露，王家、李家这些觊觎霸主之位的恶狼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将柳家撕得粉碎。所以他不能赌，哪怕女儿被辱，他也必须忍。为了整个家族的存续，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柳天雄心中天人交战，脸上阴晴不定，这份诡异的沉默却让对面的王云龙眼底金光一闪，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以柳天雄这老狐狸的性子，就算再能隐忍，面对这种羞辱也该当场暴起，祭出家族底蕴，捍卫尊严。可他居然犹豫了这么久，而且从头到尾除了柳玄火、柳玄雷这3个明面上的老祖，柳家那些真正定海神针般的老怪物一个都没有露面。难道柳家那几位大成老祖死绝了？王云龙心中陡然升起一个大胆的猜测，看向柳天雄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深邃。柳天雄身躯一颤，下定了某种决心，紧握的双拳缓缓松开，他正要开口准备咽下这份屈辱，然而就在此时，轰！一股浩瀚无边，仿佛来自亘古洪荒的恐怖威压自柳家祖地深处冲天而起，瞬间笼罩了整座天雄城。天穹震荡，风云倒卷，虚空中仿佛有大道轮音在轰鸣，无数法则符文在闪现，那股气势霸道绝伦，压得空间嗡嗡作响，让在场所有金丹、元阴境的修士双腿一软，几乎要当场跪伏下去。就连化神、炼虚境的强者也感到一阵心惊肉跳，神魂都在战栗。何人放肆，敢在我柳家猖狂？陆清玄身后的影猛地抬头，凝重地望向柳家祖地方向，眼中黑芒大盛。渡劫期，修仙界的至强者，是老祖，是闭关万年的秦苍老祖。秦苍老祖出关了，太好了，我们柳家定要出一口恶气。秦苍老祖乃是渡劫期的至强存在，看那狂徒还如何嚣张。前一刻还满心悲愤屈辱的柳家子弟们，在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脸上所有的负面情绪一扫而空，激动得满脸通红。柳天雄也是浑身一震，秦苍老祖，
柳家真正的定海神针早已在万年前就开始闭死关，不问世事。然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居然破关而出了。天不亡我柳家！柳天雄朝秦苍老祖一拜，柳家族长柳天雄恭迎秦苍老祖出关。一时间，所有柳家之人，无论长老还是弟子，全都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山呼秦苍老祖，海啸般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洪流，响彻云霄。恭迎秦苍老祖出关。秦苍老祖身着朴素的灰色长袍，须发皆白，面容古拙，并未刻意释放气息，仅仅是站在那里，变成了这方天地的唯一中心，万物皆为之黯淡。这便是渡劫期的威能，举手投足间便可引动天地法则。秦苍老祖并未第一时间看向陆清玄，而是淡淡的扫向了对面看台上的王云龙。王家小子，我柳家的戏好看吗？王云龙心中一凛，站起身，对着秦苍老祖摇摇拱了拱手。秦苍前辈万年不出，晚辈今日有幸的见天颜，实乃三生有幸。只是没想到前辈一出关便要上演这般血溅五步的戏码，晚辈胆小，这等场面还是不看为妙。秦苍老祖眼皮微抬，声音冷了几分。既然不看，还不走，莫非是想让老夫舍了这条老命，送你王家一程？王云龙脸上的笑意终于收敛，又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陆清玄，心中念头急转。前辈说笑了，晚辈这就走，这就走。王云龙哈哈一笑，不再停留，转身便带着王家众人准备离开。小辈，你很不错。秦苍老祖这才看向陆清玄，敢如此辱我柳家门楣，你是这10万年来的第一个。现在将那颗心脏还回来，自断一臂，老夫可以做主，饶你一命。此话一出，柳家众人无不感到憋屈。老祖都出关了，竟还不能直接将此辽镇杀，为柳家报仇，只让他自断一臂了事。但没人敢质疑，这是渡劫期老祖的决断。柳天雄心中也是一沉，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老祖这么说必然有其深意。或许老祖的状态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饶我一命。陆清玄直视着苍穹之上的秦苍老祖，戏谑的轻笑一声：老东西，你是不是闭关太久，把脑子闭糊涂了？我之前杀你们柳家山河老祖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个渡劫期的老部死出来放个屁，怎么现在跳出来，是觉得你能杀死我吗？什么？他还杀了山河老祖？柳家子弟们第一反应是不信，他们柳家老祖从来不问世事，只有在家族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会出事，怎么可能在不知情的时候死了一位？这是谣言，是这狂徒在动摇他们柳家的军心。然而柳天雄的心却一沉，他最担心的是终究还是被公之于众了。无所谓柳家子弟是否动摇，那些敌对的势力一定会彻查到底，到时候柳家危险了。而刚刚准备离开的王云龙震惊地看向柳天雄，随即那震惊化作了狂喜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怪不得柳天雄这只老狐狸能忍到这个地步，怪不得柳家除了这3位，那些底蕴老怪一个都没露面。柳家很可能只剩下一个寿元将近，状态不明的渡劫老祖在撑门面了。立刻回家族，最高等级密令，召集所有长老老祖议事。就在王云龙即将带人踏出柳家广场的那一刻，王腾突然大喝一声：有什么本事欺负一个女人？有本事冲我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声让场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为之医治。柳家众人也是一愣，这小子在帮我们说话。而陆清玄这才注意到眼前之人。定，检测到百战通天路气运之子王腾。定，因原天命之子叶凡已死，其天命气运溃散。根据天道修正，柳梦瑶的气运轨迹发生偏转，正式成为百战通天路天命女主。陆清玄眉梢一挑，女主还能转移的？同时打量着下方的王腾，眼神中透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傲气。标准的龙傲天母版这种主角最好对付，通常头脑都比较简单，心思全写在脸上，不需要费尽心机去算计。看来这百战通天路的机缘自己收起来会很轻松。啪！王云龙一记手刀精准地砍在王腾的后颈上，王腾两眼一翻，直挺挺地晕了过去。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快如闪电。王云龙单手将王腾扛在肩上喊道：犬子年幼无知，胡言乱语，二位前辈海涵，你们继续，我们先走了。话音未落，他脚下生风，带着王家之人瞬间消失在了天际。人已经走了，现在该你做出选择了，是还回心脏断臂求生，还是让老夫亲自动手送你上路？秦苍老祖威严地说道。然而陆清玄脸上原本狂傲不羁的嚣张气焰竟快速褪去，先前那副恨不得将天都捅个窟窿的癫狂姿态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陆清玄淡然地瞟了眼柳梦瑶，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看来在计划之外，
还能额外得到系统的奖励。本来自己此行夺取这颗9窍玲珑心只是顺手而为罢了，真正的目的是借柳家这块踏板，为自己日后在中州立足进行布局。否则，一个失去了天命之子庇护的女人，可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将自己引来这里大闹一场。中州大陆藏龙卧虎，势力盘根错节，饶是他有系统傍身，想要单枪匹马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也非常艰难。最好的办法便是扶持一个本土势力，将其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作为暗棋。而柳家正是一个绝佳的目标，一个传承数十万年，看似底蕴深厚，实则早已外强中干的古老世家。特别是当他将柳山河杀死，猜测柳家已经没有多少高端战力后，这个计划便在他心中成型了。所以他来了，就是要闹，把事情闹大，闹到柳家压不住，不得不请出这位寿元将近的渡劫老祖来撑场面，就是要当着王云龙这种人的面，揭开柳家最血腥的伤疤，将他们最后的遮羞布狠狠扯下。一切都在按照他编写好的剧本上演。王云龙那只老狐狸，此刻恐怕正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族，召集所有高层，商议如何吞并柳家这块肥肉。用不了多久，柳家山河老祖陨落，擎苍老祖已经失去威胁，甚至连大成老祖只剩3人的消息就会像瘟疫一样传遍整个中州。届时无数恶狼会闻风而动，内忧外患之下，一个行将就木的擎苍老祖根本护不住柳家。到那时，柳家除了接受自己递出的橄榄枝，还有别的选择吗？想到这里，陆清玄的心情愈发舒畅。至于王腾那个愣头青，不过是这出大戏里一个小小的变数。不过从柳梦瑶和王腾身上，陆清玄又意外看到了百战通天路这条机缘的影子，看来后续的计划可以一并提上日程了。心思电转间，陆清玄便重新淡然地看向擎苍老祖，随即手一挥，瞬间变出了一个结界。嗡，一只倒扣的琉璃巨碗瞬间将广场上的柳家众人笼罩，只留下了柳梦瑶、柳天雄、擎苍老祖和自己这边的4人。陆清玄平静地说道：前辈，演给外人看的戏已经结束了，既然碍事的观众都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合作的事情了？合作？擎苍老祖怒极反笑，好一个借刀杀人，老夫纵横一世，没想到临了竟被你一个黄口小儿算计了进去。这时的他已经看穿了陆清玄的全盘计划，从大闹柳家开始，逼得他不得不现身，在当着王云龙那只老狐狸的面，将柳家最大的丑闻和虚弱彻底暴露在阳光下。现在王家恐怕已经在磨刀霍霍，准备瓜分柳家的产业，而其他势力很快也会闻着血腥味扑上来。柳家已是风雨飘摇，擎苍老祖却死死盯着陆清玄，周身气势节节攀升。但你凭什么觉得老夫会如你所愿，就这么放过你，而不是鱼死网破，付出代价请动其他世家，未必不能保存柳家？或者我现在就宰了你，以绝后患？陆清玄却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因为我觉得你杀不死我。哈哈哈哈！擎苍老祖放声大笑：好，好，好，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老夫竟被一个小辈如此小觑，练虚境也敢在老夫面前言勇。笑声戛然而止，枯瘦的手掌抬起，就要发动雷霆一击。陆清玄却不闪不避，手腕一翻，取出烈虚空神剑。地威降临，这是？擎苍老祖瞳孔一缩，地气，竟然是地气！只存在于上古典籍记载中，横扫9天10地，镇压一个时代的无上神兵，竟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在柳家最古老的秘文中，他了解过关于那个辉煌上古时代的只言片语，传说地气变为世间至尊。震撼过后，擎苍老祖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起来。原来这便是你的底气，不错，是地气，但你不过区区炼虚修为，又能发挥出它几分威力？催动此等神物，恐怕瞬间就会将你吸成人干。陆清玄闻言，却将剑递给了影。影沉默地接过剑，当那柄烈虚空神剑落入他掌心的刹那，天地变色了。轰隆，一股恐怖剑气自影身上冲天起，撕裂了天空，贯穿了9霄云层。整个柳家祖地上空风云倒卷，电闪雷鸣，虚空震颤。这不可能！擎苍老祖脸上的狂怒与不屑瞬间消失，取而代地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活了数十万年，他从未感受过如此清晰的死亡威胁。那股力量锁定了他，让他浑身的每一寸血肉，每一个神魂都在疯狂地尖叫着逃。他毫不怀疑，对方只要出手，自己根本挡不住。陆清玄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眼神深邃，想起了当初在叶长生传承之地时，他曾有过让影持剑强行破开传承禁制的想法，但当时一直隐于虚空的影却主动传念于他：主人，此剑不可轻易动用全力。
此乃地气，一旦威能全开，必将引来天道窥伺，降下雷劫。而且以我目前的修为，全力催动它一次，很可能陷入漫长的虚弱期。正因如此，陆清玄才放弃了那个念头。地气是底牌，是用来掀桌子的，不是用来开锁的。但现在面对一位活了数十万年的渡劫老怪，动用这张底牌，值得。不过即使如此，陆清玄还是谨慎的，只让影使出5分实力，以便后续谈崩了，遇到意外有个逃跑的机会。影的气息已经攀升至顶点，没有言语，只是静静等待着陆清玄的命令。只要一声令下，他便会挥出这石破天惊的一剑，让眼前这位柳家老祖见识一下主人的底牌。然而就在陆清玄准备下达指令，彻底结束这场闹剧的瞬间，师父，一道急切的神念在陆清玄脑海中响起，请暂且住手，如此不妥，此事请交给弟子来解决。陆清玄动作一致，缓缓侧过头，看向身旁的楚阳。只见楚阳此刻眉头紧锁，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甚至是后怕。仅仅一个对视，电光石火之间，陆清玄瞬间明白了什么。模拟重生，楚阳又经历了一次模拟，但他为什么会死？不，更准确的说，是我们为什么会输？在刚才的模拟中，影必定是出手了。以影手持地气的战力，别说一个寿元将近的秦苍老祖，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渡劫大能，也未必能讨到好处。可楚阳的反应证明，那个结果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是秦苍老祖还有更恐怖的后手，还是动用地气引来了天道雷劫，亦或是其他未知的敌人？无数种可能在陆清玄脑中闪过，但他脸上的表情却未变分毫。深深地看了一眼楚阳，看着楚阳那双相信我的眼睛，心中已然有了决断。风险未知，应当谨慎为主。陆清玄瞬间将剑从影手上收了回来。我又模拟重生了。上一次模拟引挥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剑，让柳青苍不敢再小瞧他们，甚至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已经开始谈合作之时，居然又一个自称是来自上界玄天皇族的大成9层修士突然出手，并且打伤了影，掳走了旁边还在满足吃东西的鲲。合作失败，而自己因为实力太弱，居然被余波打死。重新模拟，我要帮助师父陆清玄，不能让自己再次死亡，并且报答师父之前对我的恩情。烈虚空神剑的地威退去，那股悬于头顶的死亡阴影骤然消散，秦苍老祖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紧绷的身体猛地一松，长长呼出一口浊气。小友，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喊打喊杀的，容易伤了和气不是？柳天雄也擦着额头的冷汗，连忙附和。是急是急，陆道友，咱们坐下来慢慢谈，万事好商量。然而没等陆清玄开口，楚阳却昂首挺胸，气韵丹田，冲着天空一声大喝：谈！你们也配跟我师父谈？这一声吼把所有人都吼懵了。楚阳却不管不顾，遥指天穹，声音愈发高亢，狂妄地喊道：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我师父乃是上界玄天皇族派下来此界历练的圣子，区区柳家能与我师父合作，是你们耗尽了祖上18代气运才换来的天大机缘，还敢在我师父面前摆谱，简直不知死活。话音落下，全场死寂。玄天皇族，秦苍老祖浑身巨震。皇族在上界也绝不是简单的势力，寻常上界势力下来的人，他们柳家或许还能攀攀关系，可皇族那根本是2个维度的存在。圣子，下来历练的圣子。秦苍老祖瞬间将一切都联想在了一起，难怪如此年轻便拥有地气傍身，身边还有拥有神器的大成护道人直呼主人。不对，好像就连那个女子抱着的猫都不简单。这一切如果放在一个下界修士身上，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果对方的身份是上界皇族的圣子，那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这地气恐怕就是皇族赐予圣子历练时防身用的。另一边，苏清言也捂住了小嘴，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玄天皇族圣子，苏清言猛然想起师尊当初曾说过他是从上界来的，原来师尊也是从上界来的，不仅是上界来的，还是身份尊贵的圣子。苏清言的眼眶微微泛红，师尊为了保护自己，真是煞费苦心。陆清玄，我怎么突然成圣子了？但陆清玄很快就反应过来，楚阳怎么会知道玄天皇族？难道那个守护鲲的人找了过来？而远处的虚空之中，一道隐秘的身影愣在了原地。黄浩震惊地低语道：这是我家的圣子，我怎么不知道？黄浩想确认其中的真假，却根本没有办法办到。族中圣子是何等尊贵的存在，自小便在最核心的祖地玄黄天中闭关，由老祖宗们亲自教导。他本就是旁支中的旁支，还是靠了关系才能在此界办事，连圣子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但圣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下界，并且被自己遇到？除了上界，下界可是有3000世界，
这可是3000分之一的概率。黄浩疑惑地看了眼信誓旦旦的楚阳，这世上胆大包天之辈何其多，冒充皇族身份招摇撞骗也不是没有过先例，但看他这副样子好像也不像假的。难道真这妖巧，正好就撞上了微服私访的太皇子殿下？黄浩又看了眼吃得满嘴流油的鲲，按理来说他应该非常警惕才对，但看他这放松进食的样子，好像和那个陆清玄还挺亲近的。别人不知道，但他可是听到过一个小道消息，鲲是玄天皇族的二皇子，但因为其拥有的特殊吞噬体质能兼容多个圣体，然后他们就演了一出戏，让鲲被假装抢走，然后圈养在这里，为圣子获得传说中的双圣体做准备。所以按理来说，鲲并不知道实情，并且会对身为大皇子的圣子殿下更加亲切。再加上他们能从那片空间乱流中精准地找到虚岛，并且带走鲲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本就知道鲲的位置。圣子殿下提前来取走为自己准备的机缘，这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有。黄浩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难怪连那只猫都不简单，这根本就是圣子出行的标配。要不自己现在下去表明身份，叩见圣子，说不定能免除自己失职的责任。不行，黄浩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一来他无法100%确定，万一真是个骗子，自己岂不是罪加一等？二来就算对方真是圣子，可看眼下的情形，殿下明显是在历练红尘，游戏人间，自己贸然冲出去揭破身份，岂不是坏了殿下的雅兴？到时候一个办事不力，窥探圣宗的罪名扣下来，自己照样没好果子吃。谨慎，必须谨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心中稍定。鲲的身上贝族中老祖亲自种下过一道玄黄禁咒，这禁咒不仅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无法被外力磨灭的定位，也就是说人跑不了。既然如此，自己又何必急于一时？不如先退一步，回去禀告师兄。师兄跟随主脉多年，见多识广，自己这个位置还是他弄来的，说不定能知道一些关于圣子出行的内幕消息。如果此事为真，自己就直接出去叩首，保护圣子安全，反而是一件大功，说不定能借此机会将功赎罪，入了圣子殿下的法眼，从此平步青云，一步登天。一想到那种可能，黄浩的心脏就忍不住砰砰狂跳，转眼就再次消失在原地。楚阳紧张地注意着天空，那个大成9层确实没有出来，看来是唬住了他，这下事情就好办了。楚阳暗中吁了口气，随即脸上又挂上那副倨傲的神情，不耐烦地喊道：我师父可没闲工夫陪你们在这耗着，谈还是不谈，给个准话。柳晴苍和柳天雄对视了一眼，柳天雄这才说道：圣子殿下，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入殿一叙。同时顺手将早已被地气威压震得昏死过去的柳梦瑶一起带走。柳家主殿之内，柳天雄依旧坐在象征着族长身份的主位上，只是那张宽大的紫檀木椅，此刻坐着却如针毡一般。他的左手边，柳晴苍面色沉凝，一言不发，而他们的对面，陆清玄安然落座，神态自若地端起侍女奉上的香茗，轻轻拨弄着杯中沉浮的茶叶。楚阳三人立于他身后，鲲则抱着个硕大的灵果，蹲在陆清玄脚边啃得正欢。沉默良久，柳天雄作为族长，终究还是得开口：圣子殿下，不知您所说的合作具体是指？话音未落，陆清玄放下了茶杯。合作这个词现在再用就有些不妥了，倒不如说是给柳家一个臣服于我，臣服玄天皇族的机会。臣服玄天皇族，好处说完了，坏处呢？他们柳家虽是上界大族的下界分支，但终究只是分支，若是能攀上玄天皇族这棵真正的参天巨树，那意义便完全不同。见两人神色巨变，陆清玄心中暗笑，脸上却依旧波澜不惊。当然我也不会让你们白白效力，待我办完老祖交代的事情，返回上界后，自会与你们本家的家主柳玄一好好谈谈，想来他也不会吝啬给你们一些奖赏。两人猛地抬头，骇然地看着陆清玄。柳玄一，上界柳家本代家主的真名，这个名字在下界除了他与柳晴苍等寥寥数人，绝无外人知晓。而且听对方的口气，与本家家主似乎还是平辈论交，甚至隐隐有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他果然是从上界下来的，圣子的身份怕也是8、9不离10。而站在陆清玄身后的楚阳则是震惊了，玄天皇族都是他听那个大成9层自报家门时才知道的，临时给师父编排的，主打的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用上界的名头来唬住他们。可他万万没想到，陆清玄不禁演得风生水起，居然还能拿出真凭实据来。柳玄一，这谁啊？听起来就很牛的样子，难道师父其实真是个下界历练的圣子？紧接着在柳晴苍震惊的目光中，柳天雄双膝一软，竟是干脆利落地跪了下去，对着陆清玄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柳家家主柳天雄有眼无珠，冒犯圣子殿下，
罪该万死。我柳家愿为圣子效犬马之劳，助圣子完成大业，但凭差遣，万死不辞。柳擎苍怔了一下，起身微躬道：愿为圣子分忧。开弓没有回头路。从柳天雄跪下的那一刻起，柳家的命运便与眼前这位深不可测的圣子殿下彻底绑在了一起。成了，便是一步登天；败了，便是万劫不复。陆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手中的九窍玲珑心抛回给了柳梦瑶。此物与我无用，等他醒了，希望你们已经给他做好了思想准备，让他收拾一下，来我的住处。而此时的黄浩已然回到了虚岛深处的洞府内，他没有片刻迟疑，双手飞快掐诀，一道道灵光打入洞府深处的石壁。嗡鸣声中，原本光秃秃的墙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玄奥符文，一座隐蔽的传讯阵法缓缓启动。黄浩将神识沉入其中，小心翼翼地沟通着阵法另一端的存在。过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阵法光芒大盛，一个模糊的人影在光幕中凝聚。不等黄浩开口，对方就不耐烦地骂道：黄浩，你小子怎么有胆子动用紧急传讯阵？别告诉我你又在下界惹了什么都不住的祸事，我可警告你，帮你把你姐姐弄到手，已经还清了人情，再想让我给你擦屁股，门儿都没有。一听这声音，黄浩脸上立刻谄媚地笑道，腰都不自觉地弯了下去。姐夫，瞧您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不是？这次是天大的好事，天大的机缘。好事？光幕中的杨天嗤笑一声，你小子嘴里能有什么好事？有屁快放，我这边忙着呢。黄浩激动地说道。姐夫，我在下界好像遇到咱们玄天皇族的圣子殿下了。什么？杨天的声音陡然拔高，随即是更重的嘲讽。你小子在下界待久了，脑子不清醒了，还是被哪个女妖精吸干了元阳，老眼昏花？圣子殿下正在玄黄天内闭关潜修，受各方老祖庇护，怎么可能跑到你那鸟不拉屎的下界去？千真万确啊，姐夫。黄浩急了，那气度，那威势，绝对不是普通人能装出来的。我隔着老远看一眼，就感觉像是咱们圣子。哼，你见过圣子长什么样吗？杨天毫不留情地反问。黄浩顿时语塞，尴尬地笑了笑。我哪有那福分，这不是全靠姐夫您见多识广，神通广大吗？少给我戴高帽。杨天哼了一声，我也没见过。这下轮到黄浩愣住了，自己这位姐夫在他们这一脉可是混得风生水起，见个圣子应该不是难事才对啊。眼看杨天兴致缺缺，似乎随时都要切断传讯，黄浩连忙抛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姐夫，别急着挂，那人身边有地气，货真价实的地气，那威压绝对错不了。地气这两个字一出，杨天的声音瞬间沉了下来，没有了之前的轻浮。对，就是地气。黄浩斩钉截铁地回答。光幕对面沉默了良久，杨天的声音才再次响起。你确定？别说下界，就是咱们玄天皇族，明面上的地气也只有3件，皆为镇族之宝，轻易不会动用。每一件的动向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拿项上人头担保。黄浩发了狠，那股气息毁天灭地，绝非防品所能比拟。见杨天信了3分，黄浩趁热打铁。姐夫，您在上界人脉广，能不能托您师傅他老人家问问，就问问圣子最近的行踪？万一真是大皇子微服私访，被咱们给遇上了，那可就是从龙之功啊。到时候别说您，就是小弟我也能跟着您一步登天，光宗耀祖了。杨天呼吸一滞，许久之后，杨天才恶狠狠地说道：你小子在那边给我盯紧了，千万别轻举妄动，更不要暴露自己此事事关重大，我去问问师傅。杨天随手一挥，洞府内的阵法符文隐去，烦躁地扯了扯衣领，看了眼床上身段婀娜、面色潮红的姐姐身上。废物！杨天也不知是在骂黄浩，还是在骂床上不省人事的美人。黄浩这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整日惹是生非，可这次是关帝气宇圣子，他应该没胆子拿这种事来诓骗自己。也罢，许久未去拜见师傅，是该去走动走动了。杨天心中有了计较，他走到洞府一角，从一个隐蔽的暗格中取出一个紫金葫芦，葫芦塞子刚一拔开，一股醇厚到极致的酒香便弥漫开来，闻上一口都让人神魂清明，飘飘欲仙。这可是他耗费了极大代价才弄到手的醉龙吟，平日里自己都舍不得喝一口。随即便飞离了洞府。玄天皇族主脉，仙山悬空，云海浩瀚，一座孤峰直插云霄，峰顶之上，一汪碧潭宛如天境，倒映着苍穹。潭边，一位鹤发童颜、身穿朴素麻衣的老者，正手持一根光秃秃的鱼竿，悠然垂钓。鱼竿无钩无饵，只有一根晶莹剔透的丝线垂入水中。一道流光落在峰顶，杨天收敛了所有气息，恭恭敬敬地走到老者身后，将紫金葫芦提在手中。师傅，徒儿来看您了。老者平淡地说道。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又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要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去平事？瞧您说的，徒儿这不是惦记您老人家，特地寻了好久来孝敬您吗？杨天舔着脸，将酒葫芦往前又递了递。老者鼻子轻轻一嗅，咦，醉龙吟，你小子倒是有些门路。话音未落，老者手中的鱼竿猛地一沉，平静的潭水瞬间炸开。吼！一声震天龙吟响彻云霄，一头体型庞大如山岳的独角蛟龙破水而出，周身鳞甲闪烁着金属光泽，大成巅峰的恐怖气息铺天盖地而来，搅得风云变色。那根看似脆弱的丝线骤然绷直，任凭那独角蛟龙如何翻江倒海，都无法挣脱分毫。聒噪！老者淡淡吐出2个字，屈指一弹，一道灵光射出，正中独角蛟龙的眉心。不过眨眼功夫，那头独角蛟龙便化作了一盘晶莹剔透的鱼块。好酒也该配好时，老者随手一招，杨天手中的紫金葫芦便飞入他的掌心，拔开塞子，仰头灌了一大口，脸上露出舒爽的神情。不错，坐吧，一起吃。谢师傅。杨天心中狂喜，连忙在老者对面的石凳上坐下。这可是大成巅峰蛟龙的精肉，由师傅亲自炼化，其中蕴含的能量精纯无比，吃上一口胜过他100年苦修。臭小子，这趟倒是没白来。老者瞥了他一眼，又灌了一口酒。杨天嘿嘿一笑，都是师傅您教导有方。师徒2人一盘鱼块，一壶美酒，在这云海之巅对饮起来酒过3巡。杨天觉得时机差不多了，状似无意地问道：师傅，您老人家见多识广，神通广大，可知道咱们玄天皇族的那位圣子殿下究竟是何等模样？他最近可还在玄黄天内闭关？老者喝酒的动作停了下来，双眼突然变得锐利无比。你打听这个做什么？杨天心中一凛，知道自己还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他连忙解释道：师傅息怒，是徒儿那个不成器的小舅子黄浩，他从下界传来消息，说好像在他们那碰到了疑似圣子殿下的人物。杨天将黄浩的说辞包括地气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听完之后，老者大笑地喝了一口酒，哈哈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子下界。老者夹起一块蛟龙肉，慢悠悠地放进嘴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圣子是何等身份，万金之躯，天皇贵胄，他若想要什么，只需动动念头，整个玄天皇族都会为他办妥。区下界，灵气稀薄，法则不全，有什么东西能入他的法眼？让他屈尊降贵，亲自跑一趟。杨天恍然大悟，师傅说的对，是自己想差了。圣子殿下乃氏族中未来的希望，身份尊贵，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大人物的心神。别说去下界，就是离开玄黄天半步，身边都必然有护道者寸步不离。黄浩那个蠢货，怕是被什么人给蒙骗了。想通了这一点，杨天连忙端起酒杯，恭敬地敬了老者一杯。师傅教训的是徒儿愚钝了，想来是我那小舅子没见过世面，被人用些小手段就唬住了。知道就好。老者眯着眼睛享受着美酒。不过圣子殿下最近确实不在玄黄天，听说是出去历练了，具体去了何处，连我也不知晓，但绝无可能去下界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此事你就不用再理会了。是。杨天连连点头，弟子明白了，这就去回绝了那小子，让他别再做白日梦。老者摆了摆手，酒留下，人滚吧，别耽误我钓鱼。好嘞，师傅您慢慢享用，徒儿改日再来看您。杨天行了个大礼后，便迅速离开了孤峰。看着杨天消失的背影，老者脸上的醉意渐渐褪去，眼神变得深邃起来，将葫芦里剩下的醉龙吟一饮而尽。好酒，真是好酒。不过圣子这小家伙究竟跑哪儿去了？连老头子我都瞒着，这次又是想玩什么花样？杨天回到洞府后，刚准备启动大阵，将黄浩大骂一顿，却又突然停滞了一下。不行，黄浩这人虽然是他的小舅子，但那惹事可是让他都感到头疼。能拿出地气的人，就算不是圣子，也绝非寻常之辈，其背后的势力也绝对不容小觑。自己若是现在点破那人是假冒的，以黄浩的性子，说不定会觉得被耍了，当场翻脸，跑去跟人对峙，那不是找死吗？得罪一个拥有地气且背景未知的人，到时候黄浩死了是小事，万一牵连到自己，那才是天大的麻烦。再者说，从黄浩的描述来看，那个所谓的圣子似乎并没有为难他，双方并无纠葛。既然如此，又何必去捅这个马蜂窝？让黄浩继续误会下去，反而才是最稳妥的办法。想到这里，杨天再次启动了与黄浩的传讯阵法。另一边，黄浩正坐立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也不知道姐夫询问的怎么样了，要不要姜昆被那个圣子抢走了的事情告诉他。但想到会被杨天大骂一顿，
黄浩叹了口气，算了，他知道也就只会大骂我一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还不如我自己多动动脑。不过姐夫到底问的怎么样了？那人究竟是不是圣子殿下？若是能抱上圣子的大腿，以后在玄天皇族，不是整个上界，自己也能横着走了。而就在这时，传讯阵法亮起。姐夫，黄浩激动地问道，怎么样了？您问过老祖宗了吗？他老人家怎么说？杨天淡然地说道，我已拜见过师傅，师傅说了，圣子殿下最近确实不在玄黄天内。不在玄黄天内，那不就是说他有可能在下界？而且圣子殿下身份尊贵，行踪自然是绝密，麦主肯定不好明说，所以才用了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来点拨姐夫，再由姐夫来转告自己，一定是这样。另外，杨天的声音再次响起，师傅还交代了一句，让你在那边万事谨慎一点，切莫张狂。谨慎一点。黄浩听了这话，更是对自己刚才的猜测深信不疑，这绝对是提醒，是怕我得意忘形，在圣子殿下身边失了分寸，惹殿下不快。想通了这一切，黄浩连连点头，姐夫，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谨慎行事，绝不给您和麦主丢脸。多谢姐夫提点。杨天暗道，果然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不过这样也好，省了自己一番口舌。你知道就好。杨天故作深沉地应了一声，便掐断了通讯，收起阵法。黄浩激动地来回踱步，发了，这次真的要发达了。圣子殿下屈尊降贵来到这小小的下界，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这正是自己表现的绝佳机会，一定要想办法为圣子殿下分忧解难，鞍前马后，争取能给殿下留下一个好印象。随即就再次朝柳家飞去。我当然不是玄天皇族的圣子，陆清玄淡然地回应着特意来找自己询问的楚阳。那师傅，您为何会知道柳玄一的名讳？楚阳再次追问。陆清玄本想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比如自己是上界的人，或者从传承秘境得知了一些秘闻之类，可转念一想，圣子这个身份还真是出奇的好用，不仅能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还能震慑宵小，行事也方便许多。只是玄天皇族的圣子这个名头终究是假的，万一哪天真的圣子冒出来，或是被玄天皇族的人撞见，反而会多生事端。得换个名头，一个同样响亮却又无从查证的名头。想到这里，陆清玄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我确实不是玄天皇族的圣子，但我是上界隐士势力大爱盟的圣子。大爱盟隐士势力，楚阳心中一震，随即想到自己看过的传统修仙小说，上界除了明面上的各大皇族圣地之外，肯定还存在着一些不为人知，底蕴却恐怖到极点的隐士道统和古老家族。这些势力从不显山露水，非到天地大劫纪元更迭之时绝不出世，但每一个都拥有着难以想象的威能，其实力甚至可能不亚于乃至超越皇族。大爱盟听这名字就透着一股子仁慈、博大与自信，一定是了，师父定然是这种顶级隐士势力的传人，弟子全明白了。然而在楚阳正沉浸在拜入顶级隐士势力门下的喜悦中，幻想着未来跟着师父横扫诸天、脚踩天骄的威风场面时，柳梦瑶却突然破门而入。陆清玄，我告诉你，我柳梦瑶就算是死，也绝不会从了你的。柳梦瑶的思绪则回到了半个时辰前柳家正堂。父亲，您说什么？柳梦瑶难以置信地看着主位上的柳天雄。您要我听从那个陆清玄的任何命令？柳天雄面色复杂，避开女儿的目光，沉声道：瑶儿，你之前为了叶家那小子不顾后果地杀了陆云，如今陆前辈不计前嫌，还愿意给我们柳家一个机会，你当为家族的未来弥补之前的过失？弥补？柳梦瑶清冷地笑道：我杀陆云是因为他该死，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何谈弥补？父亲，你是被他骗了，他到底许了你什么好处，让你不惜拿亲生女儿去交换一个虚无缥缈的辉煌未来？柳天雄猛地一拍扶手，堂中气氛骤然凝固。放肆！柳天雄盯着自己的女儿，那张从小看到大的骄傲脸庞，此刻写满了叛逆与不解。他长长叹了口气，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我知道你从小就性子清冷，对谁都疏离，唯独对叶家那个小子叶凡另眼相看。你在叶家那几年过得很开心，这些为父都知道。柳梦瑶浑身一震，我一直没说，是觉得你终究是柳家的女儿，是柳家未来的希望，可现在你没有选择了。柳天雄的声音陡然拔高。为什么没有？柳梦瑶泪水夺眶而出。如果你们想要的只是我这颗九窍玲珑心，那我挖出来给你们就是了，我只要和叶凡哥哥在一起。话音未落，柳梦瑶的眼中闪过一抹决绝，她竟真的将手探入自己胸口，灵力涌动，血光迸现，
九窍玲珑心竟真被他硬生生从体内掏了出来。给你。柳梦瑶将那颗九窍玲珑心奋力扔向柳天雄。柳天雄看着女儿胸前空洞的血口，一颗老夫之心彻底碎了，将这颗心脏托在手中，失神的说道：晚了，梦瑶，都晚了。叶凡已经死了，死了，叶凡哥哥死了。柳梦瑶呆呆地站在原地，双眼彻底失神。是谁？是谁杀了他？陆清玄，是他，一定是他。无边的恨意瞬间填满了他空洞的胸膛，化作支撑他没有倒下的唯一力量。思绪从回忆中抽离，柳梦瑶重新憎恶地看向陆清玄：是你杀了叶凡哥哥，对不对？而这时陆清玄看着柳梦瑶空洞的心脏，却依旧淡然地表示：看来柳家主还没和令爱商量好，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在此叨扰，浪费彼此的时间了。说罢，陆清玄就站起身，作势欲走。陆圣子留步！一道残影闪过，柳天雄从柳梦瑶身后出现，一只手掌按在他的肩上，雄浑的灵力渡入，强行压制住他因仇恨而暴走的生机。柳梦瑶的身躯一僵，动弹不得。圣子息怒！柳天雄的姿态放得极低，小女年幼无知，冲撞了您，我柳家绝对有合作的诚意。只是这条件，您看能不能换一个？陆清玄却忽然笑了：换一个？他不懂事？难道你柳天雄也不懂事？陆清玄语气陡然转冷：你觉得你柳家除了他，还有什么东西能入我的眼？是柳某的不是。柳天雄低下头：小女的冲撞，我愿一力承担，只求圣子给柳家一个机会。你承担？陆清玄眉梢一挑：好啊，你若真想负责，就把叶长生的传承钥匙交出来吧。叶长生，传承钥匙。柳天雄猛地抬头，瞳孔剧烈收缩，那只按在女儿肩上的手也不自觉地用力，捏得柳梦瑶眉头紧蹙。这怎么可能？叶长生的传承钥匙是柳家最大的秘密之一，也是柳家崛起的希望。如果和他谈崩了，他们就打算启动后续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收集其他2把钥匙。圣子说笑了。柳天雄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叶长生前辈的传承，传说中需要3枚钥匙方能开启，我柳家也只是机缘巧合下得了其中1枚，实在不成体系。若圣子想要，待我寻其另外2枚，必定双手奉上。然而陆清玄却随意的一挥，叮当，柳天雄的目光下意识地被吸引过去，下一刻他的呼吸彻底停滞了，竟然是另外2把传承钥匙。而这时陆清玄淡然地说道：现在可以了吧？柳天雄眼中瞬间闪过一丝贪婪，叶长生的传承，那可是渡劫9层即将飞升的大能留下的无上机缘。一股疯狂的念头在柳天雄脑海中滋生，抢过来！只要将那2枚钥匙抢过来，3枚齐聚，立刻开启传承，他们柳家绝对能撑过这次危机，甚至会再创辉煌。但他知道不能冲动，眼前的陆清玄可是玄天皇族的圣子，得罪他，就算得到传承也是十死无生，这才强行冷静下来给我。而这时的柳梦瑶却突然摆脱了柳天雄松懈的手掌，冲了上前，将2把钥匙夺在手中。放肆！敢抢我们玄天皇族圣子的东西！轰！一股恐怖威压从天而降，柳梦瑶刚夺到手的2枚钥匙瞬间脱手，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撞在远处的梁柱上，本就空洞的胸膛再次血流如注。梦瑶！柳天雄惊呼一声，却动弹不得。那股威压如天倾，让柳天雄双腿一软，竟是直接跪了下去。一道身影在钥匙落地前，一手超过，稳稳落在地上。来人身着黄色长袍，面容普通，却是大成期9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角落里一直看戏的楚阳震惊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黄浩，是他，就是他，这人不正是他上次模拟人生中杀死他的人吗？上次他没有出现，楚阳还以为自己侥幸过关，现在看来他居然真的信了，还找过来了。这人不会是个傻子吧？陆清玄同样惊讶地看了过去，这人是谁？然而还没当众人反应，他突然扑通一声单膝跪地，双手高举那2枚传承钥匙，头颅低下。玄天皇族外门弟子黄浩护驾来迟，请圣子责罚。而陆清玄则瞬间明白了过来，这个人应该就是让楚阳模拟重生的那个人，不过好像被楚阳给忽悠瘸了，真的相信自己就是玄天皇族圣子了。不过这样也好，送上门来的助力不要白不要。随即陆清玄微微颔首，成了，圣子果然没有拒绝我。黄浩心中狂喜，自己这一步棋走得实在是太妙了。不枉他从虚空中窥探许久，精准地抓住了柳家人冒犯圣子，自己最该登场的时机，既展现了实力，又表明了忠心，简直是完美的亮相。自己的智慧果然和实力一样，深不可测。圣子恕罪，圣子恕罪。
柳天雄再也不敢有任何迟疑，双手高高举起，掌心中正是柳家世代守护的那枚叶长生传承钥匙。是柳某管教无方，让小女冒犯了圣子殿下，此钥匙柳家院献给圣子，只求圣子饶恕我小女一词。陆清玄看都未看他一眼，只是淡然的一抬手，3枚钥匙都被收到了戒指中，淡淡的说道：既然犯了错，就要受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柳家主不会不懂吧？懂，柳某懂。柳天雄回应：小女无知，冲撞圣子，罪该万死。柳某愿代他受过，但凭圣子发落，绝无怨言。哦，你愿意代他受罚？陆清玄转过头，看向一旁气息微弱，但那双眼睛却仍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柳梦瑶。我这个人一向很仁慈。陆清玄的声音温和下来，从不拒绝别人主动提出的要求。陆清玄的眼神轻轻瞥了一眼黄浩，既然柳家主如此有诚意，那就满足他，给我往死里打。黄浩瞬间兴奋，这是圣子给他的第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表现自己价值的绝佳机会。遵命！黄浩暴喝一声，猛然起身，大成9层的恐怖气势毫无保留的爆发，整个空间都开始扭曲。他一步跨出，身形瞬间出现在柳天雄面前。柳天雄瞳孔巨缩，下意识的想要运转灵力抵挡，但他不敢。他若还手，便是反抗圣子，那柳家今日必被夷为平地，鸡犬不留。不能还手，只能硬抗。砰！黄浩一拳打出，拳风撕裂空气，重重地砸在柳天雄的胸口。噗！柳天雄如遭万钧雷击，整个人弓成了虾米状，一口鲜血混合着内脏碎片狂喷而出，在空中拉出一道凄厉的血线。可这仅仅是开始。砰！砰！砰！黄浩的拳头如同狂风暴雨，一拳接着一拳，毫不留情地落在柳天雄身上。每一拳都力道万钧，每一拳都打得柳天雄皮开肉绽，骨骼尽碎。柳天雄这位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合体家主，此刻就像一个破沙袋，被黄浩提在半空中，除了吐血，连一声惨叫都发不出来。他的意识在剧痛中渐渐模糊，但他强行咬着牙，死死撑着一口气，不敢昏死过去。若是自己撑不住死了，那柳家也就完了。梦瑶，柳天雄用最后的力气看向瘫倒在远处的女儿，抽搐地露出一个微笑。柳梦瑶呆呆地看着父亲为了自己被人如此殴打，即使如此痛苦，还在安慰自己，心中剧痛。黄浩则打得兴致勃勃，越打越是卖力，只觉得浑身舒畅。够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要打了，求求你不要再打了。柳梦瑶嘶哑地喊道。黄浩的拳头则悬停在柳天雄已经塌陷的胸口前，拳风激荡，却未落下，然后询问地看向陆清玄，圣子的命令才是唯一的旨意。然而陆清玄却仿佛没有听见柳梦瑶的哀嚎，这无声的漠视便是最清晰的命令。黄浩心中了然，咧嘴一笑，悬停的拳头再次蓄力，比之前更加狂暴地砸了下去。砰！这一拳，柳天雄的脊骨被巨大的力道打得对折过来，意识彻底陷入了黑暗与剧痛的边缘。不，柳梦瑶再也顾不上身上的伤痛，也顾不上那曾视若生命的高傲与尊严，拖着重伤的身躯，用手肘和膝盖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奋力向前爬行。华美的衣裙早已被鲜血和尘土竟然得看不出原样，精致的发髻散乱不堪，几缕湿透的发丝粘在惨白的脸颊上。她爬得很慢，每一下挪动都牵扯着全身的伤口，在地上留下一道蜿蜒的血痕。终于，她爬到了陆清玄的脚边，染血的手指颤抖着，想要抓住他的衣角，却又不敢我真的错了。他抬起头，眼中满是哀求与绝望。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求你不要再打了，他会死的，我爹他真的会死的。陆清玄垂下眼帘，眼中没有一丝怜悯，一脚便将柳梦瑶踢到了一旁。柳梦瑶滚落在地，喉头一甜，又是一口血涌出。我说过，犯了错就要受罚，可那是我的错。柳梦瑶趴在地上，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我不要他替我承担了，还不行吗？呵呵。陆清玄轻笑一声，我是个仁慈的人，但不是圣人。他踱步上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你父亲主动提出带你受罚，我满足了他的愿望，我已经给过他一次机会了，不是吗？机会。柳梦瑶喃喃自语，看着远处黄浩的拳头像不知疲倦地落下。父亲的气息已经微弱到了极致，身体的抽搐也渐渐停止。柳梦瑶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后悔自己的愚蠢和傲慢，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向死亡。就在这时，一道倩影匆匆赶来。苏清言被这边的动静和柳梦瑶撕心裂肺的哭声吸引过来的。当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都呆住了。柳家家主被一个陌生人打得不成人形，柳梦瑶被掏空了心脏倒在陆清玄的脚边，但他没敢直接出声阻止。
而是走到了一边，询问起了楚阳。在得知所有前因后果后，苏青言也是皱眉的看向柳梦瑶，真是个不识好歹的女人。就在黄浩准备终结柳天雄性命的瞬间，一个人影突然出现，阻止了他。泉下留人。黄浩蓄满力道的拳头硬生生停下，只觉自己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锁定，浑身肌肉紧绷。是渡劫期的柳晴苍。黄浩心中警铃大作，但圣子的命令才是第一位。他没有收回拳头，而是用眼角的余光看向陆清玄，等待指示。然而没等陆清玄发话，柳晴苍便对着陆清玄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动！老朽柳晴苍管教后辈无方，冲撞了圣子，还请圣子息怒，放我柳家一条生路。老朽愿永世为奴，但求圣子饶恕他们性命。楚阳和苏青言两人彻底傻了，那可是柳晴苍，整个修仙界唯一的一位渡劫期大能，是站在亿万修士顶点的传说人物。这样的存在竟然跪下了，还要永世为奴。黄浩默默退到陆清玄身后，站得笔直，活像一尊尽忠职守的门神。陆清玄的目光从柳晴苍身上移开，落在了远处那个还在地上艰难蠕动、满眼祈求的柳梦瑶身上。他知道火候到了，再逼下去，这渡劫老怪怕是真要拼命了。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是修仙界的最强者？见好就收，利益最大化才是他的行事准则。柳老祖言中了陆清玄的声音淡漠，听不出喜怒。既然您亲自开口，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柳晴苍闻言，紧绷的身体微微一松，但陆清玄的话锋紧接着一转。不过我给了你父亲机会，他替你受了罚，可归根结底犯错的人是你。陆清玄居高临下的看着柳梦瑶，语气平静。老祖的面子我给了，那我的规矩呢？某人犯了错，该怎么罚，还需要我多说吗？柳梦瑶不再犹豫，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再次爬到陆清玄的脚边。柳梦瑶，知错。柳梦瑶愿永世为奴为婢，侍奉圣子左右，只求圣子息怒，饶恕我父，饶恕柳家。说完，他便以头呛地，匍匐在地，再不敢抬头。看着脚边彻底放下一切，卑微如尘的柳梦瑶，陆清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浅淡的笑意，伸出手在柳梦瑶散乱的发顶上轻轻拍了拍，动作像是在安抚一只宠物。我喜欢听话的人。随即陆清玄对着身后的黄浩颔首示意。黄浩心领神会，嘿嘿一笑，大步走到已经气息奄奄只剩半口气的柳天雄身边，伸出手掌，掌心浮现出一团柔和的绿色光晕。光晕缓缓按在柳天雄塌陷的胸口上，那些恐怖的伤势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片刻之后，柳天雄悠悠转醒，剧痛虽然还在，但意识已经清醒，同时也在刚刚将事情的全过程都听完了。柳天雄颤抖着手，从怀中摸出一个被层层禁制包裹的玉盒，挣扎着起身，捧着玉盒走到陆清玄面前，和柳晴苍并排跪下，双手高高举起，将玉盒呈上。此乃小女之心，亦是我柳家的忠心，从今往后皆属圣子所有。半个时辰后，柳家后山禁地灵泉谷，此地乃柳家的根基所在，终年被浓郁的灵气笼罩，化作肉眼可见的乳白色雾气，在山谷间缓缓流淌。泉边生长着无数外界难得一见的奇花异草，每一株都流光溢彩，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药香。谷中寂静无声，唯有泉水叮咚，如鸣佩环，清脆悦耳。陆清玄负手立于泉边，柳梦瑶垂手而立，身上的白裙早已被鲜血浸透，凝固成暗红色的硬块，长时间的失血让她脸色苍白。别动！陆清玄将九窍玲珑心重新安回了柳梦瑶的空腔之中，胸口血肉衍生，肌肤重塑，片刻之后便光洁如初，只留下一片淡淡的粉色痕迹。柳梦瑶怔怔地看着陆清玄，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反应。感谢，他正是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怨恨，他早已没有了怨恨的资格。主人，您这是……既然说了永世为奴为婢，这颗心便不再需要了。柳梦瑶低下头，奴婢的命是主人的，身体是主人的，这颗心自然也该由主人保管。奴婢只需要听从命令，不需要用它来思考。谁知陆清玄轻笑一声，我不需要一个没有反应的身体，他需要会动。下去，把自己洗干净。陆清玄嫌弃地看着柳梦瑶带血的衣服。柳梦瑶沉默了片刻，便默默转过身，走到泉边，动作没有丝毫扭捏，平静地解开腰带。她赤着脚，一步步走进了灵泉之中。这泉水蕴含着至纯的灵力，不仅能疗伤，更能洗涤修士的肉身与神魂。泉水没过脚踝，没过膝盖，最终淹没了他的肩膀。身上的血腥味被彻底冲刷干净，取而代之的是山谷中清冽的草木芬芳。而就在这时，柳梦瑶惊愕地睁开眼，回头望去，只见陆清玄不知何时也脱掉了外袍，指着一身单薄的白色中衣走进了灵泉。
泉水不算深，他随意找了块被水流冲刷的极为光滑的青石坐下，水面刚好漫过他的腰际。陆清玄闲适地靠着身后的石壁，双臂展开搭在岸边，微微仰头闭上了双眼，一副正在惬意享受的模样。过来帮我按按腿。陆清玄没有睁眼的淡然说道。柳梦瑶的身体一僵，便来到了圣子腿前。是，主人。柳梦瑶缓缓在水中跪坐下来，泉水顺着她优美的曲线向上蔓延，包裹着她的身体。柳梦瑶将手放在陆清玄的大腿上，还没开始按，就听到他淡淡说道：“不是这根。”不知过了多久，山谷中的水声变得急促而凌乱，浓郁的雾气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搅动，翻滚不休。当一切重归寂静时，柳梦瑶已经从灵泉中走出，浑身湿透地跪坐在岸边的青石上。她低着头，乌黑的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与雪白的颈项上，水珠顺着发梢滴落。柳梦瑶极力控制着自己，身体却仍在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不知是冷的还是因为别的。她的脸颊、耳根乃至脖颈都染上了一层消不去的绯红，却又带着几分凄艳。身下的那块光滑青石上，一抹刺目的嫣红在月光下分外显眼。而灵泉之中，陆清玄依旧保持着之前的坐姿，靠着石壁，双目紧闭。只是他周身的气息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嗡！一声嗡鸣自他体内传出，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白太极图虚影在他身后缓缓浮现，缓缓旋转。阴阳二气流转，混沌之息弥漫。随着阴阳混沌圣体的催动，一股霸道绝伦的吸力猛然爆发。只见一道微弱的粉色光华从柳梦瑶身下的那抹嫣红中被强行剥离出来，瞬间没入他身后的太极图虚影之中。在得到这股精纯的元阴之力后，陆清玄身后的太极图猛地一震，旋转速度骤然加快，整个灵泉谷风云突变。轰隆！原本被浓郁灵气笼罩的山谷瞬间化作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肉眼可见的乳白色灵气如同百川归海，疯狂地涌向盘坐在泉水中的陆清玄。灵泉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泉边那些流光溢彩的奇花异草光芒迅速暗淡，它们蕴含的药力与灵性全都被那恐怖的漩涡抽干，吞噬山谷震动，天地变色。柳家禁地之外，正在焦急等候的柳天雄、柳晴苍以及黄浩三人同时感受到了这股毁天灭地般的灵气波动。不好，是禁地方向。这是何等恐怖的灵气暴动？难道是圣子出事了？黄浩眉头紧锁，沉声道：“走，去看看。”三人化作三道流光，瞬间冲向后山禁地。当他们抵达灵泉谷谷口时，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原本仙气缭绕的灵泉谷，此刻天空中不知何时已经乌云密布，黑压压的云层厚重如山。云层之中，无数条手臂粗细的紫色电蛇疯狂窜动，交织成一张巨大的雷网，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一股天地威压笼罩了整个灵泉谷。这是天劫！柳天雄震惊。不对，寻常修士突破的天劫绝无可能如此恐怖，这威势比老夫当年渡合体天劫时强了何止100倍。这雷云中蕴含着一丝天道本源的毁灭法则。柳晴苍同样骇然，黄浩的脸色更是凝重，喃喃道：“是圣子殿下在突破，但这雷劫未免也太不讲道理了，必须为圣子护道。”柳晴苍当机立断，就要冲入谷中。没错，我柳家已与圣子荣辱与共，绝不能让圣子殿下有失。柳天雄同样跟了上去。可就在此时，劫云的中心猛地裂开一道巨大的豁口，一只由纯粹的金色雷霆组成的巨大眼眸缓缓睁开。紫雷之眼，传闻中只有那些逆天道连天道都感到忌惮的妖孽，在渡劫时才有可能引出紫雷之眼。凡紫雷之眼出现，必是天道阻拦到了极点。而就在此时，谷中传来一道平淡的声音：“吵死了！”话音落下，一道贯穿天地的剑光自那已经快要干涸的灵泉中冲天而起，剑光一闪而逝。天空之上那只漠然无情的紫雷之眼动作猛地一滞，下一刻，一道细微的血线从眼眸正中浮现，并迅速扩大。紫雷之眼连同那覆盖了整个柳家上空的恐怖劫云被整齐的一分为二。那恐怖的劫云瞬间化作最精纯的天地元气，倒灌而下，尽数没入陆清玄的体内。而此时，谷内的灵气风暴也达到了顶峰，最后一点泉水被蒸发，整个灵泉谷的根基灵脉被彻底抽干，化作一片死寂的废土。陆清玄的修为气息则如同做了火箭一般疯狂飙升，炼虚9层巅峰，瓶颈破碎，合体1层，合体2层，合体3层，气息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没有任何停顿，直到轰，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席卷八方。合体9层，从炼虚9层直接跨越了整个大境界，真至合体9层。柳天雄震惊地看着天空，
他修炼了近万年，历经九死一生，才勉强达到合体近9层。可圣子泡个澡的功夫，就从炼虚蹦到了合体9层。黄浩也是狠狠地吞了口唾沫，不愧是圣子殿下，永远的神。灵泉谷底，陆清玄缓缓站起身，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重新立了起来。柳梦瑶也正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他，眼中除了空白就是惊恐。圣子殿下，天赋万古无一，神威盖世。黄浩的马屁声突然响了起来，满脸笑容地上前恭喜道。黄浩正要再说些什么，却被陆清玄一个淡漠的眼神止住了。同时柳天雄和柳晴苍也赶了过来。陆清玄则面无表情，随手一挥，一件质地柔软的青色长袍便落在柳梦瑶的身上。人到齐了，省得我再去找你们，走吧，去叶长生的传承之地。话音落下，柳天雄和柳晴苍二人身体巨震。叶长生的传承，这是他们柳家自上古时代传承至今的使命，现在终于要解开了吗？有问题？陆清玄反问。没问题，当然没问题。柳天雄连忙摆手，生怕陆清玄反悔似的，激动地说道：我柳家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感谢圣子殿下，他们这一代终于要亲眼见证使命的终结了。一旁的黄浩见状，眼珠子一转，立刻又找到了表现的机会，一拍大腿，满脸崇敬的高声道：圣子殿下果然是干大事的人，雷厉风行，不拘小节，刚破合体就要再取上古传承，此等气魄万古罕见。属下的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陆清玄没有理他，转过身对着依旧瘫坐在地的柳梦瑶说了一句：跟上。柳梦瑶的身体又是一颤，同样跟了上去。叮！恭喜宿主成功夺取百战通天录的天命女主柳梦瑶，获得圣级奖励。遇到天心骨，鸿蒙初判时诞生的奇骨，无形无质，可融于神魂，直指本源。母骨可汲取天地之力，被控制者修为等方式不断成长，并繁衍子骨。此骨受母骨绝对掌控，可种入他人神魂。被种骨者生死皆在宿主一念之间，终成不二。同时子骨能反哺被种骨者，大幅提升其修为与潜力，最高可繁衍出控制圣人王级别的子骨。控制圣人王，至尊之下最强的存在。在原著焚天万狱中，玄天皇族的族长也才堪达到圣人王。陆清玄倒吸一口冷气，尝试着命令道：孵化4枚可控制渡劫期修士的子骨。他识海中那只仿佛由亿万星辰光辉凝聚而成，瑰丽非凡的母骨轻轻一颤，光芒瞬间暗淡了许多，显得有些微密。紧接着4点比米粒还小的子骨，宛如纯净琉璃的璀璨光点，从母骨体内分离出来，静静悬浮着。陆清玄收回心神，一行人也恰好来到了藏仙崖叶长生传承处。到了。陆清玄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向众人，淡淡说道：既然一同来到此地，便都是自己人了。柳天雄和柳晴苍二人心中咯噔一下，不好，坏事了。陆清玄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缓缓摊开手掌，嗡，4枚琉璃般璀璨的子骨出现在掌心。我这里有样好东西要送给各位。陆清玄继续说道：此物可助长修为，稳固道心，算是我给自己人的一点见面礼。柳天雄和柳晴苍神色一变，彼此互相看了一眼。这怕不是控制人心神的蛊虫，只是寻常蛊虫控制个筑基已是了不得了，要控制合体大成修士，真的能行吗？什么？还有这种好东西？你们都别跟我抢！黄浩双眼放光，连忙冲了上去，将其一口吞下。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柳天雄和柳晴苍都看傻了，还有人抢着要这种东西，这世道是怎么了？陆清玄瞥了一眼兴奋的黄浩，嘴角牵动了一下，似笑非笑：不用急，人人有份。子骨入体，瞬间融化，轰！一股恐怖气息轰然爆发，他的修为瓶颈在这股力量面前瞬间被冲破。狂暴的灵气在他体内奔涌，引得天地间的灵气都为之暴动。天际之上，隐隐有劫云开始汇聚，这是要突破渡劫期的征兆。然而黄浩只是闷哼一声，双拳紧握，青筋暴起，竟硬生生将那股即将喷薄而出的突破气息给压了回去。他缓缓站起身，感受着体内要喷涌而出的力量，这感觉太好了。黄浩崇敬地看向陆清玄，多谢圣子殿下再造之恩，只要属下回去准备好渡劫材料，防备天劫，便可突破渡劫。柳天雄和柳晴苍的眼角都抽搐了一下，这个二愣子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这种来历不明，明摆着是控制手段的东西，他居然抢着吃，还吃得一脸幸福。可偏偏黄浩身上那股几乎要压制不住的即将破入渡劫期的恐怖气息又做不得假。柳天雄与柳晴苍再次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情绪。
挣扎、权衡，最后化为一丝决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很可能当场就是生死道消的下场。更何况他们身后还有整个柳家，既然躲不过，那便享受吧。我等也愿为圣子殿下效力。柳天雄同样从陆清玄掌心取走一枚子骨，没有半分犹豫，直接吞入腹中。柳晴苍紧随其后，同样一口吞下。陆清玄则看向了没有动静的柳梦瑶，伸出手捏住他的下颌，迫使他抬起脸，张嘴，老样子，塞到嘴里，不要咬。与此同时，柳天雄和柳晴苍那边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轰轰！柳天雄只觉得一股温和而浩瀚的力量涌入他的神魂与经脉，那早已停滞多年的合体修为竟开始松动。这力量！柳天雄震撼的低语。而另一边的柳晴苍反应比他更为剧烈啊！柳晴苍突然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捂着胸口，半跪在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老祖！柳天雄大惊，以为出了什么岔子。黄浩则在一旁小声嘀咕：演，接着演，等会儿就知道有多爽了。陆清玄依旧负手而立，静静地看着。只见柳晴苍的身体剧烈颤抖，一道道灰黑色的死气从他体内被强行逼出，在空中消散。他的面色由白转红，一股枯木逢春般的磅礴生机从他体内爆发开来。噗！柳晴苍猛地喷出一口暗紫色的淤血，那血液落在地上，竟将坚硬的岩石都腐蚀出一个小坑。吐出这口淤血后，他整个人的气息焕然一新。原本因为陈年旧伤而显得有些佝偻的身躯，此刻重新变得挺拔如松。柳晴苍缓缓站起身，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通畅与强大。那处当年与人大战留下的伤，此刻竟已痊愈。不仅如此，他的修为也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渡劫3层，甚至犹有过之。柳晴苍激动得浑身颤抖，对着陆清玄一躬：多谢圣子殿下再造之恩。这一拜发自肺腑。这伤困扰了他近万年，遍寻名医，耗尽天才地宝都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生机流逝，修为倒退，慢慢走向死亡。他本以为此生无望，只能在绝望中等待大限的到来。可现在一枚小小的蛊虫，不仅解了他万年的痛苦，还让他重回巅峰。这是再造之恩。柳天雄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他最清楚自己老祖的状况，此刻见他痊愈，心中的激动与震撼无以复加。这哪里是控制人的邪物，这分明是无上神丹。多谢圣子殿下。柳天雄也跟着深深一拜。黄浩见状，立刻凑了上来说道：我就说吧，圣子殿下出手，岂有凡品？这等神物赏给你们，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以后好好跟着圣子殿下干，保准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挣到成圣都不是梦。陆清玄淡然说道：既然都是自己人了，那便办正事吧。随即便将3枚钥匙拿了出来。陆清玄屈指一弹，3枚钥匙化作3道流光，射入前方那片扭曲的空间乱流之中。他们各自占据一个方位，彼此间亮起一道道银色的丝线，瞬间勾勒出一个繁复玄妙的立体法阵。嗡！一声悠远嗡鸣响彻每个人的神魂。下一刻，周围的空间乱流竟在顷刻间平息下来。陆清玄看着这一幕，心中了然，这片绝地般的空间乱流，恐怕也是叶长生的后手。只有用正确的钥匙才能打开传承，否则任何强闯者都只会被搅成齑粉。好大的手笔！空间法阵的中央，一道氤氲着银色光辉的门户缓缓洞开，门后是望不穿的深邃。走吧。陆清玄语气平淡，当先一步踏入门户之中。黄浩挺起胸膛，紧紧跟在陆清玄身后。眼前的景象并非预想中的洞府、宫殿，甚至不是一方小世界，而是一片宇宙星海。无垠的黑暗是这片空间的主色调，但其中点缀着亿万光点，每一颗光点都像是一颗真实的星辰，远近大小各不相同，各自沿着玄妙的轨迹缓缓运行。这是何等通天彻地的伟力，才能造就出如此神迹？叶长生前辈当真是万古奇才。柳晴苍发自肺腑的敬畏与惋惜，他是有记载以来下界最有希望在空间大道上正道飞升的人。可惜了。柳天雄闻言也是一声长叹。是啊，当年上界之路断绝，天地法则不全，所有渡劫修士都看不到前路，是叶长生以一己之力试图勘破虚妄，重开天门，为整个人族续接飞升之路。只可惜他终究还是败在了天道的手上。听着他们的讲述，陆清玄淡然地抬起手，朝着离自己最近的一颗约莫拳头大小散发着醇厚荧光的星辰抓去。手掌收回，那颗星辰已经化作一枚流淌着王道气息的玉简，神念探入其中。大虚空挪移经，王阶下品功法，修炼至大成，可瞬息间挪移万里，甚至能短暂撕裂空间，进行短途的界域穿梭。在下界，任何一本王品功法都足以作为一个世家的传家之宝，
引来无数腥风血雨。这本专精空间挪移的王阶下接平法，其价值更是无可估量。还算不错，陆清玄心中评价了一句，刚好能将他的虚空挪移进行提升，还算不错。随手将玉简收起，目光扫向这片浩瀚星海，再次伸出手。这一次他同时抓向了3颗光芒各异的星辰，一颗通体碧绿散发着浓郁生机的星辰落入手中，化作一枚龙眼大小的果实。果实表面水晶剔透，天生龙纹，丝丝缕缕的灵气在其中吞吐，仿佛在呼吸。水晶血龙果，柳天雄低呼，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传说中能重塑根骨，让凡体脱胎换骨，成就王体的神药，这等神物他只在最古老的典籍上见过寥寥几句记载，没想到今日竟见到了实物。另一颗赤红如火的星辰则化作了36杆巴掌大小的阵旗，每一杆旗帜上都绣着一头栩栩如生的火焰朱雀。王品阵器，南明离火阵，布下之后连渡劫的大能都能困杀一时。柳天雄的眼睛都直了，柳家若有此阵守护，山门便可称固若金汤。最后一颗散发着柔和白光的星辰入手后变成了一个小巧的白玉瓷瓶，打开瓶塞，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弥漫开来，只是闻上一口就让几人感觉神魂清明，修为都隐隐有一丝精进。瓶中只有3枚丹药，每一枚都晶莹剔通，丹气化形，隐约间能看到一头迷你的白虎在其中咆哮。这是灵品丹药白虎炼魄丹，这丹药专补神魂，对于渡劫期修士渡心魔劫有着不可思议的奇效，一枚就足以让一个渡劫大能倾家荡产去换取王品功法、王品阵器、灵品丹药。这些东西任何一件流传出去，都足以在下界掀起一场浩劫，让无数修士为之疯狂，血流成河。然而陆清玄却异常的平淡，这些东西确实不错，但他想要的可不是这些叶长生随手留下的小东西。按照熟知的焚天万域原本脉络，这座叶长生的传承洞府之中，真正核心的至宝是一道异火，并非寻常异火，而是高居异火榜第2位，执掌空间之力的恐怖存在虚无咒光炎。原著中主角叶凡正是凭借此火才得以焚烧虚空，勘破天地桎梏，最终强行打开飞升通道，踏入上界。那才是叶长生留给后人真正的钥匙，一把能够撬开天门的钥匙。而自己现在修炼了圣品功法焚天万域圣诀，此功法本就是驾驭万火的无上法门。收服这道虚无咒光炎，对他而言不仅是实力的暴涨，更是修为境界的巨大推动力。可他在哪儿呢？陆清玄神念越过眼前这些零散的星辰光点，投向了这片浩瀚星海的更深处。而就在这时，整片星海宇宙毫无征兆的剧烈震颤了一下，一股灼热却又带着空间撕裂感的恐怖气息从星海的尽头弥漫开来。怎么回事？黄浩一个机灵，紧张地望向四周，只见在无垠星海的极深之处，一轮太阳正冉冉升起。那并非真正的太阳，而是一团奇异的银白色的火焰。它不大，看起来不过磨盘大小，但散发出的光与热却让周围亿万星辰都黯然失色。那是什么？黄浩好奇。异火，是异火。柳天雄震惊说道，如此恐怖的空间威压，吞噬光芒，扭曲万物，这是异火榜上排名第2的虚无咒光炎。虚无咒光炎，传闻此火生于宇宙虚无，常于空间乱流，能吞噬万物，焚灭苍穹。别说触碰，就是靠近一些，炼虚修士都会被瞬间气化，合体大能也要被扭曲的空间之力撕成碎片。就算是渡劫期的至强者，面对这等天地凶物，也只有退避三舍的份。快退！圣子，快退！黄浩反应过来，失声大喊。陆清玄反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找到了！迎着那让渡劫大能都心惊，足以焚灭神魂的灼热，陆清玄飞但没有后退，反而抬起脚步向前走去。圣子，圣子殿下，不可！黄浩和柳天雄的惊呼声同时响起。圣子此举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那可是虚无咒光炎，是天地的伟力，是规则的具象化，岂是合体所能抗衡？陆清玄置若罔闻，一步步走向那轮银白太阳。越是靠近，那股空间扭曲的力量就越是恐怖，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缝在他身旁生灭不定，仿佛随时会将他吞噬。疯了，真是疯了！柳天雄喃喃自语。就在这时，陆清玄抬起右手，朝着那团足以焚天煮海的虚无咒光炎抓了过去。嗡！虚无咒光炎仿佛感受到了挑衅，猛地爆发出万丈光芒，核心的火焰剧烈跳动，化作一张狰狞的巨口，朝着陆清玄的手掌吞噬而来。那瞬间爆发的威能，让远处的柳天雄等人都不由得心惊。就在那银白色的火焰巨口即将触碰到陆清玄手掌的刹那，体内的焚天万域圣诀轰然运转，一层淡淡的却又仿佛蕴含着诸天万道至理的金色神息从他的掌心浮现。
那金色是如此的纯粹，如此的高贵，带着一种君临天下、号令万火的无上威严。圣品功法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原本狂暴无比，试图焚灭一切的虚无咒光炎，在接触到那层金色神息的瞬间，竟如同老鼠见了猫，猛地一滞。那煌煌如日的威势骤然收敛，整团虚无咒光炎开始剧烈的颤抖，瑟瑟发抖。陆清玄没有犹豫，五指张开，掌心的金色神息化作一道道玄奥的符文锁链，轻易地刺入了虚无咒光炎的本源核心。收！他口中淡淡吐出一个字，那磨盘大小的银白太阳在他的掌心之下，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缩小，1丈、1尺、1寸，任凭他如何挣扎，如何释放空间之力，在那金色的符文锁链面前，都显得那么徒劳无功。最终，所有的光和热都尽数收敛，那曾经不可一世的虚无咒光炎，化作了一朵只有拇指大小、安静燃烧着的银白色火苗，静静地悬浮在陆清玄的掌心。火苗的形态晶莹剔透，内部仿佛蕴含着一片小小的星空。陆清玄屈指一弹，那朵小火苗便顺着指尖没入了眉心。轰！一股庞大精纯到极点的能量瞬间在他的四肢百骸中炸开，修为气息开始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节节攀升，而那片失去了太阳的星海宇宙也瞬间暗淡下来，恢复了最初的平静。徒手炼化了虚无咒光炎，这还是人吗？就在柳天雄心神俱震，以为自己在做梦时，一股浩瀚的气息从陆清玄的体内猛然爆发。轰隆！星海震动，虚空哀鸣。陆清玄周身金光大盛，每一寸肌肤都流淌着神圣的光辉，眉心的火焰印记一闪而逝，紧闭的双眸也在此刻豁然睁开。左眼之中仿佛有阴阳二气流转，化作黑白磨盘，碾碎万法；右眼之内则是一片璀璨星河，银白色的火焰在其中生灭，扭曲着时空。这是要突破大成期。柳天雄的声音都在发颤。1天半天都不到，黄浩震惊，从炼虚到合体，又从合体直接迈入了大成期，这已经不是天才可以形容的了，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修仙之路，一步一登天，一个大境界的跨越，动辄需要数千年乃至万年的苦修与沉淀。可到了圣子这里，怎么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就在两人失魂落魄之际，整个星海宇宙的天穹暗了下来，隆重如墨的乌云从虚无中汇聚而来，瞬间笼罩了方圆亿万里。云层之中，紫黑色的电蛇疯狂窜动，发出沉闷的咆哮，每一道电光都带着毁灭万物的气息。一股天威惶惶而降。天劫！黄浩脸色一白，引来大成天劫了。不对，柳晴苍死死盯着那片劫云，头皮阵阵发麻。这不是大成期的天劫，这威势，这毁灭的气息，是渡劫期才会降下的9重灭世神雷。天道似乎也被陆清玄这种完全不讲道理的突破速度给激怒了，察觉到了一个艺术的存在，竟是直接跳过了大成期的考验，降下了唯有在冲击渡劫才会出现的至高雷法。轰卡！一声巨响，一道水桶粗的紫黑色神雷撕裂天幕，如同一条狰狞的雷龙，咆哮着朝陆清玄当头劈下。那雷光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裂，显露出漆黑的虚空乱流。圣子！黄浩骇然失声。面对这足以让任何渡劫期老怪都严阵以待的恐怖天劫，陆清玄的脸上却看不到丝毫惧色，反而平静地抬起头，看着那毁天灭地的雷龙，嘴角微微向上扬起。来得正好。陆清玄轻声自语，随即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双手，便让我见识一下焚天万域圣诀真正的力量吧。话音落下的瞬间，陆清玄的左手掌心，一朵黑白双色交织的火焰升腾而起，散发出调和阴阳、逆转生死的气息，正是早已炼化的阴阳一火。而他的右手掌心，那朵刚刚被收服的虚无咒光炎，内部蕴含着一片星空的银白色火苗也随之浮现。两种在异火榜上都名列前茅的恐怖火焰，此刻却如温顺的宠物，在他掌心安静的燃烧。陆清玄双手猛然向天一推，焚！刹那间，两朵火焰迎风暴涨，黑白色的阴阳一火化作一条横贯天际的阴阳鱼，首尾相衔，遮蔽了半边天穹。银白色的虚无咒光炎则化作一片无垠的火海，火海中星辰幻灭，空间扭曲，迎向了另外半边天。一黑一白，一银一白，两片截然不同的火之领域，在陆清城的意志下，悍然冲向了那厚重无边的劫云。那咆哮而下的紫黑色雷龙，一头扎进了银白色的火焰星海之中。雷龙周身那足以撕裂空间的毁灭之力，在接触到虚无咒光炎的瞬间，就被一股无形的空间伟力强行扭曲，最后被火焰吞噬殆尽，连一丝电弧都没能剩下。紧接着，两片火海势不可挡地撞入了劫云深处。呲啦啦，足以毁灭星辰的劫云，此刻竟像是被泼了热油的积雪，发出了刺耳的消融声。狂暴的雷霆之力被阴阳一火炼化，构成劫云的本源力量则被虚无咒光炎直接吞噬。天空之上，
一半是焚灭万法的黑白磨盘，一半是吞噬万物的银白星海。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的功夫，那片笼罩了亿万里的灭世劫云就被2朵异火焚烧得一干二净。劫云散尽，星光重现。陆清玄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双手，2朵异火重新化作小火苗，没入体内。果然不愧是圣级功法，仅仅是2朵异火便有如此威能。若是集齐此界36种异火，又该是何等光景？我当年为突破渡劫期准备了3000年，九死一生才扛过去的天劫，其威势似乎还不及刚才，可叹啊！柳晴苍叹息道。黄浩同样震惊，那可是9重灭世神雷，自己即使是大成9层也不敢轻易尝试，只想着回去准备再寻突破，但他就这么没了。同时陆清旋手一挥，无数星光仿佛受到了无上的敕令，化作一道横贯天地的璀璨星河，浩浩荡荡地朝着陆清玄奔涌而来。阵气屠符，功法奥义，灵丹妙药，所有的一切都被陆清玄收入戒指之中。走吧，回中州。中州，王家，檀香袅袅，灯火通明。王云龙正负手站在一幅巨大的中州地图前，目光死死锁定着地图中央那片代表着柳家势力的区域。哈哈哈哈！压抑不住的狂笑声在室中回荡。果然如此，果然如此。柳家那2个必死关的老东西，终究是没能熬过寿元大限，作画了。柳山河那个蠢货也死在了陆清玄手里。妙，实在太妙了。就在刚才，王家一位精通天算的老祖已经将一切都算了出来。一个失去了3位大成顶梁柱的顶尖世家，就像一头被拔了牙的老虎，空有威势，内里却已虚弱不堪。对于王家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柳家必亡无疑。王云龙眼中闪烁着世人的寒光，但他并未被冲昏头脑，唯一需要顾虑的就是柳晴苍那个老不死的。虽然气血衰败，离死不远，但终究是渡劫期的修士，若是拼起命来，也能拉1-2个垫背的。更重要的是，中州这块大蛋糕盯着柳家这块肥肉的可不止他王家。我若动手，张家、赵家那几个老狐狸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定会趁机扑上来分一杯羹。王云龙喃喃自语，与其让他们坐收渔翁之利，不如主动拉几个盟友上船。王云龙的目光在地图上游移，最终停留在了另外3个家族的徽记上。李家、刘家、药家，这3家与我王家素有往来，又同样对柳家心怀不满，拉上他们共同图谋柳家，事成之后4家瓜分，足以让他们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王云龙越想越觉得此计可行，脸上的笑容也愈发狰狞，当即转身便准备传令下去，派遣心腹前往3家密谈。就在这时，王腾走了进来。父亲！王腾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您当时为何要将我击晕？王云龙看到自己这个儿子，眉头先是一皱，随即又舒展开来，带着几分戏谑。怎么，为父若不将你打晕，难道让你去为了一个女人与那陆清玄拼命？王腾一时语塞，但旋即梗着脖子道，我王腾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柳梦瑶那般有性格的女子。她与别的庸脂俗粉不同，如今柳家有难，正是我辈英雄救美的最好时机。只要我们王家出手，帮助柳家度过此劫，何愁不能夺得她的芳心？听到这话，王云龙先是一愣，紧接着再次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我的好儿子，你的苍天霸体已然觉醒，怎么这脑子还停留在当年那个用灵石追逐女人的纨绔时期？王云龙走到王腾面前，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了，女人，尤其是像柳梦瑶那样的女人，是用来征服的，不是用来讨好的。他凑到王腾耳边，你想想看，当柳家覆灭，当他从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变成一无所有的阶下之囚，只能跪在你面前祈求你的怜悯时，那种将凤凰踩在脚下任你蹂躏的滋味，难道不比你当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去讨好他要美妙10000倍吗？结！王云龙发出了怪异的笑声。王腾起初还带着怒意和不解，但听着父亲的话，呼吸渐渐变得粗重，双眼之中那份少年人的执拗与所谓的爱慕正在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点燃的更加原始更加黑暗的占有欲。英雄救美？不，父亲说的对，将他的一切都摧毁，再让他像条狗一样匍匐在自己脚下，那才是真正的拥有，那才是配得上他王腾，配得上他这身苍天霸体的征服方式。连天都能征服，何愁征服不了一个女人？一瞬间，王腾彻底想通了，脸上最后一丝不忿也消失不见，转而浮现出与王云龙如出一辙的兴奋笑容。结！父亲所言极是，孩儿受教了。那柳梦瑶，我必拿下，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主人。王云龙看着眼前这个儿子，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真正的满意。很好。王云龙恢复了平日的沉稳，
但那份进入骨髓的狠力却愈发浓重。这才是我王云龙的重。区区一个柳梦瑶，不过是你霸业路上的点缀。柳家也只是我王家称霸中州的垫脚石罢了。王腾此刻心境已然不同，眼界也随之开阔，躬身道：父亲教诲的事，孩儿先前着项了。如今柳家这块肥肉，我们该如何下口才能吃得最稳，吃得最香？王云龙脸上的笑意更深。灭一个柳家不难，但光一个柳家还远远不够。王云龙缓缓踱步回到地图前，手指在上面轻轻划过，最终停留在了一个金碧辉煌的阁楼徽记上。万宝阁为父记得，你与万宝阁的那位大少主金不换私交甚笃。王腾一怔，随即点头。不错，我与金兄意气相投，先前一同寻幽探欢，交流心得。只是他为人孤傲，除了我，旁人很难入他法眼。孤傲是因为他有孤傲的本钱。王云龙嘴角勾起，就在半月前，家族密探传来消息，这位金大少主同样觉醒了王体，一个苍天霸体，一个王体，两个未来的至强者，若是联手未来的中州，便是你们的天下。万宝阁的老阁主也是个妙人，精力旺盛的不像话，一口气生了13个孩子。如今金不换虽然顶着个大少主的名头，可下面那12个弟妹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背后各有势力支持，对他那个位置虎视眈眈。如今觉醒王体，更怕引起那12个家伙的集体反扑，看似风光，实则如履薄冰。王云龙淡然道：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说的，只要他愿意与我王家结成攻守同盟，未来共同进退，他那个阁主之位，我王家会竭尽全力帮他从他那12个人手里稳稳当当的抢过来。一个未来的阁主之位，换一个坚不可摧的盟友，这笔买卖他金不换是个聪明人，绝对知道该怎么选。话音落下，王腾便点头离开了这里。万宝阁金玉楼，檀香袅袅自3足金禅香炉中升起，盘旋而上，最终消散在雕梁画栋之间。金淑玉坐在那张由千年紫血木打造的宽大书桌后，玉指捻着一份刚刚送来的密报，眉头微蹙。密报上的字迹龙飞凤舞，内容却让他心烦意乱。自从他那位大哥金不换觉醒王体的消息传开后，整个万宝阁暗流汹涌，原先还算克制的各方势力，如今都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纷纷浮出水面。大哥金不换的太子党声势日隆，几乎每天都有阁中长老或执事宣布加入，伏龙之臣的嘴脸显露无遗。二哥金无缺为人阴狠，城府极深，联合了老五、老七、老九，自成一派，公然与大哥唱起了对台戏。四哥金满堂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则拉拢了几个年幼的弟妹，打着中立调停的旗号，实则坐山观虎斗，随时准备渔翁得利。整个万宝阁13位少主一夜之间泾渭分明地分成了3大派系，而他邢13的金淑玉竟成了3方势力都想拉拢的香饽饽。原因无他，只因他一手开创的丝袜系列，尤其是那款名为仙云弄巧的丝袜，一经推出便以匪夷所思的速度风靡了整个中州，从家族贵女到宗门仙子，无不为之疯狂。其带来的庞大现金流和影响力，让他这个原本最不起眼的13妹一跃成为了一股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13小姐、2少主和4少主那边又派人送来了请柬，一名侍女垂手立在门边，轻声禀报：烧了。金淑玉头也未抬，声音清冷：是。侍女不敢多问，躬身退下，顺手将门轻轻带上。空旷奢华的房间内只剩下他一人。金淑玉这才将手中的密报随手扔在桌上，身体向后靠去，整个人陷入柔软的兽皮大椅中，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份在手下面前维持的清冷与威严瞬间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疲惫与疏离。半年了，他喃喃自语，眼神有些放空。谁能想到，半年前她还是地球上那个叱咤风云的商界女王，最年轻的世界500强女总裁。一场莫名其妙的意外，让她穿越到了这个强者为尊的玄幻世界，成了万宝阁阁主最不受待见的第13个女儿，一个连亲生母亲是谁都不知道的私生女。刚来的时候，她也曾惶恐不安。这个世界动辄毁天灭地，移山填海，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简直就是食物链的最底层。可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不允许她就此沉沦。作为曾经站在商业金字塔顶端的女人，她最擅长的就是发现需求，创造市场。这个世界的女修士们穿着千篇一律的宽大道袍或繁复宫装，白白浪费了一双双修长笔直的美腿，简直是暴殄天物。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她脑中萌生：丝袜。她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结合这个世界的炼器手法，改良了数十次，终于用冰蚕丝和几种柔性灵矿炼制出了第一批集美观、舒适、防御，甚至能微弱增幅身法速度于一体的丝袜灵器。他给这个产品起了一个极具诗意的名字：仙云弄巧。当第一位顾客
一位在宗门里受尽排挤、相貌平平的女弟子，穿上仙云弄巧后，在一众同门面前惊艳亮相，并因此获得了心仪师兄的青睐后，仙云弄巧的传说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她不再是一件简单的灵气，而是成了自信、魅力和身份的象征。金书玉的商业天赋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云长商号迅速崛起，日进斗金，他也从一个无人问津的边缘人物，变成了如今几位兄长眼中的肥肉。谁都想把他连同他手下的云长一口吞下，作为自己争夺阁主之位的筹码。可他们谁又知道，他金书玉从来就不是甘居人下的人。臣服，他的人生字典里就没这个词。唉，要是在地球，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连给我提鞋都不配。我108种商战手段，能让他们把裤衩都亏掉。金书玉揉了揉眉心，有些怀念那个用数据和资本说话的世界。在这里，拳头才是硬道理。他赚的零食再多，没有顶尖武力坐镇，终究是镜花水月不响了。看看这个月业绩，金书玉心念一动，一个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淡蓝色光幕浮现在眼前。商业帝国系统，宿主，金书玉，当前产业，云长，服装，饰品，核心产品，仙云弄巧，丝袜，流光雨衣，内衣，惊鸿一面，面纱，月度销售总额3620万下品零食，覆盖用户1754321人，商业点数38500点，可兑换奖励，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穿越者福利，商业帝国系统，规则简单粗暴，只要他的商品卖得越多，用的人越广，他就能获得商业点数，兑换各种奖励。金书玉熟练地点开兑换列表，从灵石矿脉勘探图、上古丹方到宗门气运掠夺卡、天阶功法打折券，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只是大部分奖励后面那天文数字般的兑换价格让他望而却步，还是太慢了。金书玉看着自己那3万多点数，眉头又皱了起来。中州还是太小，市场很快就会饱和。想要快速扩张，必须把目光投向东荒、北漠、西海、南岭其他4域。可万宝阁如今内斗不休，根本无力支持他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张。归根结底，还是绕回了那个问题：实力。只有他够强，才能将整个万宝阁的权力握在手中，调动所有资源，将他的商业版图铺满整个世界。阁主之位，我当定了，只是没有强有力的人来给我撑腰，终究还是太难了。金书玉皱了皱眉，叹气地重新开始制作商业计划书。而这时门口响起一道敲门声：“小姐，柳家族长请求一见。”云长商号的正厅，金书玉缓步走入时，感受到2道目光瞬间聚焦在自己身上。中间是柳天雄，而在他身侧还站着另外一个男人，一袭简单的青衫，面容俊朗，气质却有些超凡脱俗。柳天雄和陆清玄也在打量着金书玉。眼前的女人一头瀑布般的金发随意散落在肩头，那张精致的面孔上，红唇娇艳欲滴，肌肤白皙透亮，五官深邃立体，带着一种异域风情的美艳。身上穿着一件裁剪利落的黑色短衫，肩线笔挺，恰到好处的收紧腰身，勾勒出惊人的曲线。衣领敞开，露出一截白皙的颈项和精致的锁骨。下身是一条同样是黑色的及膝短裙和红底高跟鞋，将她那双本就逆天的长腿衬托得愈发紧致修长。最让他们挪不开眼的是包裹着那双美腿的一层薄如蝉翼、色泽如墨的黑丝。那黑丝紧贴着肌肤，在光线下泛着诱人的微光，将腿部的每一寸线条都完美的呈现出来，却又带着一种若隐若现的神秘。柳天雄暗自点头，怪不得这位13小姐能在短时间内将云长商号做得风生水起。光是这份气场，就不是一般女子能有的。金小姐果然是引领中州风尚的奇女子，这身装束，柳某前所未见，却别有一番飒爽英姿。柳族长过誉了。金书玉微微颔首，不过是平日里处理公务习惯的穿着，方便罢了。而此刻陆清玄的内心却不像表面那样平静。OL 套装，金发黑丝，红底高跟鞋，这可是在玄幻世界啊！这是何等熟悉又亲切的风景线！这熟悉的感觉，这直击灵魂的冲击力，简直让他热泪盈眶。对位，实在太对位了。而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检测到修仙商业帝国路天命之子金书玉。陆清玄又是一怔，天命之子是这个女的。本来他是打算来这里直接展示铁血手腕，给予一些好处，并且将其剥夺气运，打造成傀儡，统一修仙界的商业。但现在对象是个这么对胃口的极品 OL 御姐陆清玄，摸了摸下巴，对着这么一双黑丝美腿，一步到位，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金书玉身为前世的商业女王，眼光何等毒辣，早已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从进门开始，柳天雄这位中州第一世家的族长虽然走在中间，
但他的站位却始终比那青山年轻人落后了半个身位。在他开口请两人落座时，柳天雄更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年轻人，见他点头，才顺势坐下。这些细节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不经意的举动，但在金淑玉眼中却暴露了最核心的信息，这个看似随意的年轻人地位应该在柳天雄之上。一个能让柳家族长都甘为陪衬的年轻人，他究竟是谁？金淑玉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不动声色，亲自为两人斟上苓茶，笑意盈盈地开口：不知柳族长今日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柳天雄听了金淑玉的问话，却没有立刻回答，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陆清玄。金小姐，今日之事并非刘某要与你商议，而是我的主子想和金小姐谈一笔生意。主子？金淑玉端着茶杯的手指一紧，能让柳天雄这位中州第一世家族长，一个跺跺脚就能让中州镇3镇的人物心甘情愿称呼为主子，其背景绝不简单。柳天雄继续道：这位乃是上界玄天皇族的圣子陆清玄大人。上界玄天皇族圣子？轰！金淑玉脑中一片空白。陆清玄看着金淑玉瞬间僵硬的笑脸和微微睁大的眼眸，摆了摆手，淡淡说道：不用紧张，我又不会吃人，坐下好好谈。金淑玉深吸一口气，重新坐回梨花木椅上，然后习惯地将右腿优雅地叠在左腿上，裙摆随着动作微微上移，那层薄如蝉翼的黑丝被再度拉伸，紧紧包裹着她修长圆润的小腿，黑丝表面更是泛起绸缎般的光泽，脚上的红色高跟鞋在空中性感的悬停。陆清玄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专业，这交叉的弧度，这紧绷的质感，这若隐若现的神秘，简直是艺术品。陆清玄清了清嗓子，强行将视线从那双夺人心魄的美腿上移开，落回金淑玉那张美艳又冷静的脸上。金小姐，想必你也清楚万宝阁如今的局势，我想帮你坐上阁主之位。陆清玄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过我为什么要帮你？你有什么优势？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金淑玉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不仅没有慌乱，反而笑了起来。圣子大人会选择来我这小小的云长商号，而不是直接去找我大哥或者二哥，想必已经是对我的一种认可。你们或许认为与我那几位根基深厚的兄长相比，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私生女更好掌控。柳天雄瞳孔一缩，好一个大胆的女子，竟然敢当着圣子的面直接将一切挑明了说。陆清玄眉梢一挑，颔首道：你说对了一半，我的确准备了2套方案。第一套就是扶持你，让你成为万宝阁的傀儡阁主，为我所用。这套方案的前提是你足够聪明，也足够听话。至于第2套方案，陆清玄淡然地审视道：如果你不识相或者能力不足，我也可以转头去投资金不换，甚至金满堂，然后我会动用柳家的力量，全力打压你和你的云长商号，夺得万宝阁。金淑玉的心脏猛地一跳，但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上位者的行事风格永远准备着备用计划，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对方说得出，也绝对做得到。见两人沉默，金淑玉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大胆说道：我不仅可以聪明听话，我还可以做得更多。只要圣子大人助我登上阁主之位，未来万宝阁所有的利润，我分文不取，全部可以上交给您。什么？柳天雄震惊道：万宝阁的利润？那是一笔足以让他们柳家都眼红的天文数字，他竟然说全不要，这女人是疯了吗？金淑玉坦然道：我所追求的从来不是零食或者财富，我只享受将一个商业帝国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看着它不断扩张吞并，最终屹立于顶点的过程，那种快感远非金钱可以衡量。当然，金淑玉在心中默默补充了一句，更何况只要商业版图扩张，我脑子里的商业帝国系统给我的奖励可比万宝阁那点死钱珍贵多了。就在这气氛被推到顶点的时刻，陆清玄却忽然笑了起来，摆了摆手，打断了还想继续说什么的金淑玉。金小姐，恕我插嘴。陆清玄的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目光缓缓下移，最终又落回了那双被黑丝包裹的堪称完美艺术品的美腿上，眼神中带着几分玩味，几分欣赏，还有一种不加掩饰的侵略性。我对万宝阁那点生意其实不是很感兴趣，倒是对你这个人和你脚上的鞋子感兴趣。柳天雄端着茶杯的手悬在半空，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圣子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应该先离开一下？金淑玉脸上的惊愕仅仅持续了不到一息，随即便果断俯身探出那只悬在空中的玉足，纤细的手指捏住红色的鞋跟，轻轻一退，哒一声轻响，那只惹人遐思的红色高跟鞋被他稳稳地放在了梨花木桌面上。作为前世叱咤风云的商界女总裁，金淑玉太懂了，商业谈判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利益交换，
当绝对的权势下场时，总会伴随着一些权力的小小人性。无论是前世那些脑满肠肥的董事，还是眼前这位淡定自若的圣子，本质上并无不同。他们享受的是在绝对掌控的棋局上，随手拨弄一颗棋子的快感。这是一种服从性测试，而他需要这张通往顶点的门票。陆清玄看着桌上那只小巧精致的高跟鞋，再看看金淑玉那张平静的俏脸，也有些惊讶。他设想过他可能会羞恼，可能会惊慌，甚至可能会义正辞严的拒绝，唯独没想过他会如此干脆利落。这份果断，这份狠劲，简直太妙了。哈哈哈，金小姐，你当真是个妙人。柳天雄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吓得一哆嗦。陆清玄好不容易才止住笑意，指了指桌上的高跟鞋。我在南岭还有2个女人，我想她们应该会很喜欢这种新奇的玩意儿。同时目光又不自觉地飘向金淑玉那只还未来得及收回的依旧穿着黑丝的玉足，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不过金小姐的脚确实很可爱。轰，一股热气猛地从金淑玉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她竟然会错意了。金淑玉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手忙脚乱地将桌上的高跟鞋一把抓了回来，迅速地重新穿上。整个过程因为羞窘完全失去了先前那份从容优雅。一旁的柳天雄坐在椅子上如坐针毡，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绝对该走了，这些应该不是我能听的吧。陆清玄收敛了玩笑的神色，将话题拉回正轨。不过我也确实了解了金小姐的决心，就凭你刚才的这份果决，我决定了帮你坐上万宝阁阁主之位。金淑玉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的窘迫迅速被狂喜所取代。成了，他赌对了。不过陆清玄重新淡然地说道，你之前开出的条件恐怕还不够，我的胃口可是很大的。金淑玉刚刚放下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不够，他已经许诺了整个万宝阁未来所有的利润。这位圣子大人到底还想要什么？金淑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圣子大人除了整个万宝阁已经拿不出任何东西了。金小姐，你误会了。陆清玄淡然说道，我说的不够不是指万宝阁。金淑玉的呼吸一滞，不是指万宝阁，那是指什么？你和万宝阁我都要。陆清玄霸道说道。金小姐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对吧？金淑玉的震惊很快平静了下来。前世作为商界女王，她见过的交易远比这更肮脏更赤裸，只是这一次交易的对象是自己，而对方似乎也格外优质。陆清玄，上界玄天皇族的圣子，身份尊贵，实力深不可测。更难得的是他并不虚伪，将欲望和条件明明白白地摆在台面上。这种坦诚远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要可爱得多。能拿钱办事已经算是一种善良了。至于他说在南岭还有2个女人，金淑玉更是丝毫不在意。这算什么？前世那个号称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哪个顶层男人的身边没有几个看不见的情人？相比之下，这位圣子的数量甚至有些少，更何况他追求的是事业的顶点，是那个商业帝国系统带来的无上快感。男人伴侣不过是通往这条路上的助力和点缀，而眼前这个男人无疑是他能找到的最顶级的助力。想通了这一切，金淑玉抬起头迎上陆清玄那双玩味的眼眸。我答应圣子大人。他顿了顿，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说。陆清玄对他的反应很满意，一个识趣的女人总能让人心情愉悦。在我彻底掌控万宝阁之前，希望圣子大人不要强行对我做什么。金淑玉说出这句话时，耳根还是控制不住的微微泛红。这既是他的底线，也是一种试探。他需要确认对方是否会尊重这场交易的基本规则。陆清玄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再度朗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有意思，真有意思。陆清玄欣赏地看着金淑玉，这个女人总能带给他惊喜。她不是一只温顺的羔羊，而是一头懂得在猛虎面前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母豹。你放心。陆清玄止住笑，一个懂得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聪明女人，理应得到一些嘉奖。在你成为真正的万宝阁阁主之前，我不会动你。陆清玄顿了顿，话锋一转，看向旁边正襟危坐的柳天雄。柳族长，属下在。柳天雄一个机灵，立刻站得笔直。你先出去吧。陆清玄挥了挥手，从现在开始，动用你在中州的所有人脉和资源，为我们未来的金阁主造势。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金淑玉是我陆清玄看上的人。是，属下明白。柳天雄如蒙大赦，躬身行了一礼，顺手还体贴地将门带上。房间内再次只剩下陆清玄和金淑玉2人，气氛莫名变得有些微妙起来。没有了柳天雄这个外人在场，陆清玄的目光也变得更加直接和放肆。金淑玉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下意识地并拢了双腿。交易谈完了，也该办点正事了。
陆清玄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金淑玉心中一紧，警惕地看着他。圣子大人，您别紧张。陆清玄笑了笑，绕过桌子朝他走来。我只是对金小姐的办公能力有些好奇，不如带我去你的书房看看。书房？金淑玉愣了一下，不明白陆清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既然已经答应了臣服，这点小小的要求自然不好拒绝。圣子大人，请随我来。金淑玉定了定神，起身在前面引路，来到了一座雅致的2层小楼，书房就在2楼向阳的一侧。推开门，一股淡淡的墨香和书卷气扑面而来。房间宽敞明亮，一排排极顶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典籍和账册，一张宽大的紫檀木书桌摆在正中，上面整齐地堆放着几摞待处理的卷宗。这里是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核心之地。然而金淑玉还未来得及介绍，陆清玄便已经径直走到那张紫檀木大椅前，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那张椅子是金淑玉专门定制的，靠背极高，坐垫柔软，是他在这个世界里唯一能让他感受到一丝前世总裁办公室气息的地方。这里不错。陆清玄靠在椅背上，双臂张开搭在扶手上，姿态惬意，仿佛他才是这里的主人。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对着站在一旁有些呆愣的金淑玉挑了挑眉。金小姐，愣着做什么？过来，坐。金淑玉顺着他的视线看去，瞬间明白了什么，脸瞬间就变得通红。圣子大人，这不合规矩。现在我就是规矩。陆清玄平淡地说道，坐上来，正常办公，不用管我。金淑玉站在原地，心脏不争气的狂跳。可他看着陆清玄那双深邃的眼眸，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余地，知道这同样是一种服从性测试。金淑玉咬了咬下唇，贝齿在红润的唇瓣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最终他还是迈开了脚步，一步一步走到了书桌前，转过身，背对着陆清玄，双手撑着桌沿，动作僵硬的缓缓坐了下去。隔着几层衣料，他依旧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下那具身体传来的惊人热量和坚实触感，一股男性气息将他完全笼罩，让他浑身都绷紧了。圣子大人，希望您能遵守我们的约定。金淑玉细若蚊蚋的颤抖说道。陆清玄的双臂顺势环住了他纤细的腰肢，将他更紧地揽入怀中，下巴轻轻搁在他的香肩上，温热的气息喷吐在他的耳畔。放心，你弄你的，我就蹭蹭。王家议事厅，中州里刘耀3大家族的族长皆已到齐，正坐于客座。王兄，真没想到啊，柳天雄那老匹夫竟然藏得这么深。耀家族长耀不平面容精瘦，一双小眼睛里闪烁着金光。若非王兄洞察先机，我们几家恐怕还被那个老狐狸蒙在鼓里。李家族长李长河身材魁梧，闻言重重一哼，声如闷雷。何止是被蒙在鼓里，没想到原本这头随时准备择人而噬的猛虎，居然是个纸老虎。主位上，王家族长王云龙端着茶盏，轻轻吹拂着水面上的浮沫，直到两人说完，才慢悠悠地放下茶杯。是虎便有虎的好处。王云龙淡然一笑，虎皮、虎骨、虎肉，浑身是宝，只要我们足够小心，这头虎够我们饱餐一顿了。耀不平搓着手，嘿嘿笑道：王兄说的是，柳家这些年盘踞8大世家之首，得到的利益着实让人眼红。没错，他的矿脉我李家早就看上了，只是碍于情面不好动手。李长河贪婪地说道。几人你一言我一语，仿佛柳家已经是一头被捆在案板上的肥羊，只等着他们下刀分割。一直沉默不语的刘家族长刘宗元心思更为缜密，看向王云龙。王兄，柳天雄毕竟不是软柿子，他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我们4家联手虽有胜算，但若他拼死反扑，我们恐怕也要崩掉几颗牙。刘兄所言甚是。王云龙点了点头，所以这次出手的不止我们4家。哦，3人皆是一愣。我还请了另一位帮手。王云龙淡然说道。万宝阁。万宝阁。刘宗元第一个皱起了眉头。王兄莫不是在说笑？如今万宝阁内斗正酣，金不换和金无缺为了阁主之位斗得你死我活，整个中州无人不知，他们哪还有余力来掺和我们和柳家的事？耀不平也连连点头。是啊，这个时候他们连自己都顾不上。王云龙没有回答，而是看了一眼身旁势力的王腾。王腾心领神会，上前一步，对着3位族长拱了拱手，朗声道：3位叔伯，这正是我等机会所在。我等要做的并非是请万宝阁出手，而是与万宝阁未来的阁主做一笔交易。王腾顿了顿，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才继续说道：我们可以联合4家之力，助金不换公子，以雷霆之势彻底坐稳阁主之位。此言一出，所有人沉默片刻。李长河性子最急，当即问道：我们凭什么帮他？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好处自然是极大的。王腾胸有成竹地伸出了一根手指。第一，金不换承诺，一旦他成功上位，便会动用万宝阁的力量，全力支持我们攻打柳家。事成之后，柳家的一切，他分文不取。分文不取。众人疑惑地互相对视一眼。王腾看着三人的反应，微微一笑，又伸出了第二根手指。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金公子还承诺待他执掌万宝阁，我们4大家族日后与万宝阁的所有生意往来都将永久享受3成的优惠。什么？这一次连最为沉稳的刘宗元都快坐不住了。3成，对于他们这种每年与万宝阁交易额高达天文数字的大家族而言，3成的优惠可不是小数目。与这个好处相比，瓜分柳家似乎都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好，李长河第一个拍案而起，干了！我李家同意这笔交易，我药家也同意。药不平同样应答。刘宗元沉吟片刻，也缓缓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刘家自无异议。好，王云龙府长大笑，诸位，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共同庆祝2件大喜事了。来，我们再商议一下细节。就在这时，一名王家的仆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径直来到刘宗元的身后，递上了一枚小巧的黑色信筒。刘宗元眉头一蹙，但还是接了过来，只看了一眼，眼中的贪婪兴奋瞬间变得惊骇。刘兄，怎么了？王云龙关切地问道。刘宗元却站起身，缓缓说道：诸位，家中突发急事，我必须立刻回去一趟，此事我们日后再议。说罢，转身便大步流星地向厅外走去。王云龙、李长河、药不平3人面面相觑，眼中满是不解。而就在这时，李长河也收到了来自家族的密讯，同样眉头一皱，起身离开。王兄，家中的祖脉爆炸了，我必须立刻回去一趟。转眼间，原本热闹的议事厅就只剩下王云龙、王腾父子和药不平3人，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刚才还信誓旦旦要瓜分柳家的盟友，眨眼就跑了2个。王云龙脸色铁青，冷哼一声：祖脉爆炸？哼，这李长河连编都懒得编了，谁说不是呢？药不平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吹了吹热气，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模样。王兄默契，为这等见利忘义之辈动怒，不值当。咱们2家几千年的交情，岂是他们能比的？听闻此言，王云龙心中稍暖，脸上怒气也散去几分，大笑道：哈哈，还是药兄仗义。说得对，他们算什么东西？等我们2家联手，再加上金不换，吞下柳家照样绰绰有余。那是自然。药不平放下茶杯，一脸正色：王兄放心，我药家必定与王家共进退。王云龙心中大定，正要再开口说些什么，就在这时，又一名仆人悄然入内，脚步甚至比之前那个还要急促，径直来到药不平身后，小声说了些什么。药不平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药兄！王云龙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嗨！药不平眼神躲闪。那个，王兄，我那几炉快要成丹的2品宝丹，好像出了点岔子，爆炸。对，丹炉要爆炸了，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兄弟，你也懂的，炼丹师嘛，丹炉就是命根子。我先走一步。走到门口，药不平还是飞快地说道：王兄，多余的话不说了，你自己小心柳家，他们好像抱上了什么不得了的大腿。话音未落，药不平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门外。砰！王云龙猛地一掌拍木桌上，桌面应声碎裂。混账！一群混账东西！爹，息怒！王腾也是一脸愤恨，咬牙切齿地说道：这群反复无常的小人，刚才还说的天花乱坠，一转眼就全都跑了。什么祖脉爆炸、丹炉出事，全是借口。王云龙喘着粗气，同时开始思考。刘宗元、李长河、药不平3人接连收到密讯，然后不约而同的惊惶离去，甚至连瓜分柳家和万宝阁3成优惠这等天大的利益都顾不上了。这背后必然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且药不平最后那句话，小心柳家，抱上了大腿。柳家不是已经被那个陆清玄打上门了吗？还能抱上什么大腿？腾儿，你去查查，我倒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王腾领命，立刻转身安排人手。王家的情报网络全力运转起来，效率高得惊人。不到1炷香的时间，一名负责情报的王家子弟便冲进了议事厅。组长，查到了。王云龙一把夺过玉牌，将其信息浮在空中，发现其中有4条主要的消息。第1条，之前袭击柳家的那个陆清玄，其真实身份并非无名之辈，而是上届玄天皇族的圣子。第2条，陆清玄已公然宣布扶持柳家，柳家现在是他玄天皇族罩着的。第3条，陆清玄身边有一名大成9层的随从，正在准备突破渡劫期，
柳家的实力居然不减反增。第4条也是最致命的一条，陆清玄公开宣布支持万宝阁的金书玉一脉。就在刚才，万宝阁内部发生巨变，原本支持金不换和金无缺的长老超过30%临阵倒戈，转投金书玉麾下。金不换、金无缺和金满堂3系势力在持续走低。王云龙气得想笑，一把将玉牌捏碎。那个陆清玄明明当着所有人的面，硬生生夺走了柳梦瑶的9窍玲珑心，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柳家那群老东西居然还能舔着脸与其结盟，甚至俯首称臣，这得是多能忍？还是说这世道的脸皮已经不值钱到这种地步了？爹，王腾焦急地问道。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全都泡汤了？柳梦瑶，她会不会已经被那个陆清玄给……王云龙看着自己的儿子，怒火噌的一下又窜了上来。都什么时候了？王家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生死一线，这个孽子脑子里想的居然还是女人。王云龙哀叹一声，自己这个儿子空有苍天霸体，心性却依然停留在过去那个争风吃醋的纨绔阶段。若是将王家交到他手上，恐怕不出3日就要被人生吞活剥，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不行，必须尽快将他这副德性扭转过来，否则王家危矣。王云龙压下心头的失望与怒气，脸上反而露出一丝淡然。他走到王腾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腾儿，你的眼界要放高一些。什么？王腾一时没反应过来。贵妇问你，你觉得一头翱翔9天的真龙会去在意地面上一只蝼蚁的巢穴里是否藏着一颗漂亮的石子吗？王腾愣愣地摇了摇头。那不就是了。王云龙继续说道，陆清玄是什么身份？玄天皇族的圣子，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上界的仙女神姬，哪个不比柳梦瑶强上100倍？何必玩弄一个下界的女子？这番话半真半假，却正好说到了王腾的心坎里。王云龙看着儿子脸上渐渐舒展的神情，继续加了一把火。儿女情长，最是英雄种。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在这里嫉恨，而是去修炼，去变强。等你真正将苍天霸体修炼到大成，拥有了与那陆清玄分庭抗礼的实力，你觉得柳梦瑶的心会向着谁？届时你还会缺女人吗？最后一句话彻底敲醒了王腾，眼中的迷恋与嫉妒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熊熊燃烧的斗志。是啊，自己如今是苍天霸体，未来注定要君临天下，眼光怎能如此短浅？那个陆清玄地位尊崇，想必也和自己一样，不屑于对一个下界女子用强的。我明白了，爹。王腾眼神前所未有的清明，我这就去闭关，不突破化神，绝不出关。说罢，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议事厅。王云龙缓缓走回主位，一屁股坐了下来。盟友跑了，敌人却变得空前强大，吞并柳家。现在看来，王家不被柳家反过来吞并，就算烧高香了。但坐以待毙绝不是他王云龙的风格，必须想办法。王云龙沉默地坐了许久，最终看向了在墙角一个不起眼的暗格上。他走上前，手掌在桌面上一抹，一枚刻满了繁复阵纹的青铜令牌出现在手中。这是他们这一脉与上界王家宗族联系的唯一信物，不到家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绝不可动用。他心里没什么底，王家再上界也不过是个2流世家，面对玄天皇族那样的庞然大物，无异于螳臂当车。可眼下搏一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搏，就只能等死。王云龙不再犹豫，将一道神念沉入令牌之中。书房内一股旖旎而古怪的气氛尚未散尽。金书玉腿一软，瘫坐在名贵的陵墓椅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快没了。他看也不看地上那双被自己扯坏的黑色丝袜，直接用灵力将其震成了飞灰，这才觉得心里的火气顺了一些。他抬起眼，眸中水光潋滟，又带着几分羞恼，瞪着那个罪魁祸首。你这是玩文字游戏。陆清玄斜倚在窗边，神态慵懒，心满意足，这叫惩罚。跟我提条件，总要付出点代价。话音未落，内室的珠帘后传来一个虚弱又愤慨的声音：那你惩罚他，叫我来折磨我，是个什么鬼？柳梦瑶的声音里满是委屈，听得金书玉脸颊更烫，心里却也泛起惊涛骇浪。下意识地看向内室的方向，又瞥了一眼陆清玄。这个男人花样也太多了些，行事作风完全不似这个世界的人。那些匪夷所思的念头和手法，让他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冒出了一个词：穿越者。但要不要问呢？不能问。他自己就藏着最大的秘密，若是贸然开口试探，万一对方不是，自己反而会暴露。若是对方是那先开口的人，就落了下风。金书玉瞬间沉住气，只能等对方先露出马脚。在这场无声的博弈中，谁先出声，谁就输了。陆清玄把玩暖玉的动作一停，神色恢复了惯常的淡然。既然已经是我的人了，也该带你去认认人了。一句话
让金淑玉眼底闪过一抹难以抑制的兴奋。认人，他终于要正式踏入陆清玄真正的核心圈层了。付出的那些代价，不管是尊严还是其他，在这一刻看来都值了。当陆清玄带着重新整理好仪容，恢复了万宝阁女强人风采的金淑玉回到柳家为她安排的庭院时，天色已经黄昏。金淑玉跟在陆清玄身后半步，步履从容，仪态万方。两人刚在院中的石桌旁坐下，还没来得及沏上一壶茶，一道身影便从月亮门外快步走了进来。师尊，你回来了。苏清言抱着已经越发神俊的白灵，雀跃地喊道。然而当他看到站在陆清玄身后的金淑玉时，脚步和话音都顿了一下，审视谨慎地观察着眼前的女人。修为不高，堪堪筑基，可她只是静静站在那里，便有一种久居上位的沉凝气度。那不是修为能带来的，而是从骨子里透出的自信与掌控力。这个女人不简单。紧接着一股熟悉的味道飘入她的鼻尖，那是师尊身上的味道，既安心又迷恋的龙涎香混合着男子气息。而此刻这股味道正从对面那个女人的身上若有若无地散发出来。苏清言抱着白虎的手臂不自觉地收紧了些。又一个吗？不同于楚离的慕强迷恋，也不同于妖灵儿的魅惑，更不同于柳梦瑶那被迫的顺从，眼前的金淑玉却像一柄收在鞘中的利剑，锋芒内敛，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苏清言难得的惊慌了片刻，不过看了眼怀里的白虎身上，底气又足了几分。师尊，你看白灵。苏清言献宝似的将怀里的白虎往前一送，他已经突破到元婴期了。金淑玉也在打量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一身灵气，圣洁孤高，但看自己的眼神却毫不掩饰敌意。金淑玉又瞥了一眼陆清玄，见他神色如常，心中便有了计较。看来这位就是他的又一个女人了。陆清玄伸出手，苏清言乖巧地将白虎递了过去。长大了不少。白灵移到陆清玄怀里，立刻发出一连串舒服的呼噜声，硕大的脑袋在他胸口蹭来蹭去，尽显谄媚，哪还有半点元婴期神兽的威风。陆清玄的手只顺着他光滑的皮毛，抚过额头的王字印记，一丝精纯的灵力探入其体内，根基稳固，灵力凝实，不错，晴儿，你做得很好。话音落下，陆清玄抬手轻轻揉了揉苏清言的发顶，刹那间，苏清言心中所有的不安，甚至是面对金淑玉时升起的敌意，都烟消云散了。陆清玄淡淡问道：“对了，你的师弟楚阳呢？怎么不见人影？”他呀，苏清言无奈地说道，一大早就跑去集市了。听人说万宝阁的什么丝袜，他就跟疯了似的，嘴里乱七八糟地喊着老乡、家人什么的，就冲出去了，拦都拦不住。话音刚落，一直安静站在一旁的金淑玉浑身一颤，心中暗道：难道这个叫楚阳的也是穿越者？必须见一面，越快越好。但在此之前，必须摸清他的底细。而此时的陆清玄则将金淑玉的异样尽收眼底，心中暗道：只要通过这次机会将他们穿越者的身份摊开，自己后续的计划也就能更好地展开了。与其一个个去攻略，不如让他们主动往大爱盟投怀送抱，让这些天命之人心甘情愿地聚拢到自己麾下，被自己收割气运。想到这里，陆清玄放下怀里的白灵，让他回来见见我们新的合伙人万宝阁的金小姐。不过片刻功夫，门外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师傅，这么急找我回来，是有什么事吗？楚阳刚一进门，就看到了坐在石桌旁的陆清玄以及他身边的苏清言。然而下一瞬，他却看到了一套再熟悉不过的装束，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外套，包裹着恰到好处的曲线，内搭一件简约的白色衬衫，领口微开。OL 套装，黑丝。楚阳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她是万宝阁的金淑玉，金小姐。陆清玄淡淡说道，也是丝袜的发明者。从今天起，她就是我们自己人了。自己人，丝袜发明者，信息量太大，大脑宕机了片刻。楚阳猛地回过神，狂喜地看向金淑玉，老乡，绝对是老乡，在这个举目无亲的修仙界，这不就是家人吗？楚阳向前一步，正要喊出那句天王盖地虎，就在此时，金淑玉的眼神里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只有冰冷的警告与制止。楚阳一个机灵，瞬间清醒，这才反应过来，这里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师傅陆清玄和苏清言都还在这里，自己若是贸然暴露，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更可能会连累眼前这位老乡。太冲动了，楚阳心中暗骂自己一句，硬生生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脸上神情迅速收敛，换上了一副客套笑容，对着金淑玉拱了拱手。原来是万宝阁的金小姐，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风采非凡，不同凡响。金淑玉心中松了口气，看来这个叫楚阳的虽然冲动，但脑子还算灵光，微微颔首，算是回礼。陆清玄将两人的眉眼官司尽收眼底，
心中暗笑，真会演。不过，你能有我会演？陆清玄端起桌上刚刚沏好的茶，吹了吹热气。都站着做什么？坐吧。楚阳一言在苏清言身边坐下，屁股只敢沾个椅子边，眼神还时不时地往金淑玉那边瞟。金淑玉则是在陆清玄的另一侧落座，姿态端庄，只是那放在膝上的双手指节微微收紧。院内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凝滞。陆清玄放下茶杯，站起身，缓步走到月亮门旁，随手一挥，一道屏障瞬间笼罩了整个庭院，隔绝了内外的一切声息与探查。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过身，重新回到石桌旁。苏清言有些不解，师尊这是要做什么？如此郑重其事。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了，陆清玄缓缓开口，有些事也该跟你们摊牌了。我其实并不是玄天皇族的圣子。话音落下，苏清言的瞳孔猛地一缩，师尊在说什么？他不是圣子？这怎么可能？现在整个中州谁不知道他是玄天皇族圣子，下界来历练？而且师尊是不会骗自己的，他这么说一定有他的苦衷和原因。楚阳则露出了我早就知道了的骄傲神情，而此时的金淑玉则胸口剧烈起伏，一双美目几乎要喷出火来。不是圣子，他不是玄天皇族的圣子，那自己算什么？一个被骗财骗色、被白嫖的傻子。金淑玉感觉自己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从他穿越到这个世界，他何曾吃过这样的大亏？陆清玄淡淡的安抚道：“稍安勿躁，玄天皇族圣子，那不过是我行走下界，随手扯来的一面虎皮罢了。毕竟，若非如此，又怎能轻易取得金小姐的信任，促成我们今日的合作呢？”金淑玉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承认了，他就是故意利用这个身份来骗自己的身体。你，金淑玉刚要发作，却被陆清玄一句话弄得不知所措。玄天皇族也配做我的出身？一句轻描淡写的反问，却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傲慢与自信。金淑玉愣住了。玄天皇族，那可是屹立于上界、俯瞰万古的庞然大物，在他口中竟然成了不配。陆清玄没有理会三人的震惊，自顾自地说道：“想来你们也没听说过，毕竟我们的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些偏远下界流传了。大爱盟，这名字一出，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古怪。金淑玉的脑子里瞬间冒出一个念头：什么玩意儿？怎么听着像个传销组织？但陆清玄的神情却无比郑重，甚至带着一丝神圣的意味。大爱盟，一个致力于维护诸天万界和平与友爱，播撒真善美，引导迷途生灵回归正途的隐士组织。他缓缓踱步，玄天皇族不过是万千世界中一粒稍大些的尘埃，而我大爱盟的足迹遍布诸天，横跨万界，有光的地方就有我大爱盟的传说。这番话吓得楚阳和金淑玉一时间都忘了反应，可看着陆清玄那不像假的样子，他们又有些动摇了。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这种听起来就很离谱的势力？陆清玄没有给他们太多思考的时间，停下脚步走到了金淑玉的身边，抬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金小姐不必紧张，你与我大爱盟的合作依然有效，甚至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得到的回报将远超你的想象。”同时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楚阳也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我这次下界而来，其实是有3件事要办。其一是入世磨砺，体悟红尘百态，为日后接掌大爱盟做准备。其二便是向下界宣传我大爱盟的理念，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比如金小姐你这样的商业奇才。至于第三嘛，就是为了寻找扰乱修仙界秩序的域外天魔。域外天魔，楚阳和金淑玉的心猛地一跳。他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的？穿越者的身份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立足的最大秘密，也是最深的恐惧。一旦暴露，下场不言而喻。修仙界对于夺舍、域外天魔这类存在，向来是宁杀错不放过。金淑玉脸色一白，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底细。看着两人煞白的脸，陆清玄满意的笑了。看你们的反应，似乎很害怕。陆清玄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也难怪，毕竟其他势力对于你们这种存在的处理方式一向不太友好。搜魂、炼魄、剥皮、抽筋，想尽一切办法榨干你们脑子里那些新奇的知识，最后再把你们的灵魂碾碎，挫骨扬灰，永世不得超生。不过我们大爱盟与他们不同。陆清玄话音一转，脸上露出了悲天悯人的神情。我们认为每一位流落到此的灵魂都是迷途的羔羊，你们孤独，你们无助，你们需要一个家，我们大爱盟就愿意为你们提供这样一个家，给你们庇护，让你们不再担惊受怕。你们脑子里的那些知识可以在这里尽情施展，我们会给予你们最大的支持，大家互帮互助，友爱团结，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陆清玄脸上的笑容愈发温和，甚至带着几分慈祥。当然，我们大爱盟从不强人所难，
但是对于那些不听话、总想着乱跑，甚至可能危害世界和平的人，那我们就只能像其他势力一样，用一些比较传统、比较粗暴的手段来将他们物理超度了。金书玉挺直了背脊，试图找回一丝商场上谈判的气势。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玄天皇族的身份你能拿来骗我？这个闻所未闻的大爱盟，谁知道是不是你编出来诓骗我们的又一个幌子？楚阳也暗自点头戒备。呵呵，陆清玄淡然说道：“问得好，信任确实是合作的基础，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有过成功的案例。在你们之前，大爱盟曾经引渡过数位和你们一样的域外天魔同乡。”金书玉和楚阳的瞳孔骤然收缩，只可惜那人性格太过刚烈，不愿接受我大爱盟的善意，最终在一次冲突中神魂俱灭，只留下了一些破碎的记忆。陆清玄的脸上适时地流露出一丝惋惜。我盟中长辈施展通天手段，将他的记忆碎片尽数抽出。作为盟主继承人，我自然有幸观摩过，也因此，我对那位域外天魔所在的星球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比如那个地方叫蓝星。刹那间，两人脑中一片空白。这个词是他们穿越之后从未对任何一个本土生灵提起过的终极秘密，是他们午夜梦回时才会默默咀嚼的乡愁。金书玉端着茶杯的手抑制不住的轻颤，滚烫的茶水溅在手背上，却毫无知觉。楚阳更是如遭雷击，浑身的灵力都为之医治，险些岔了气。他怎么会知道？我还知道很多有趣的东西。陆清玄继续说道，比如一种叫手机的法器，能于千里之外传递影像与声音；比如一种叫互联网的神奇网络，将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再比如，陆清玄的目光再次落到金书玉的腿上，嘴角勾起。比如金小姐，你腿上这件被称为丝袜的奇特之物，在那边似乎也颇为流行。说来也巧，我正是在黎州偶然见到这件东西，才惊觉可能有域外天魔来到了此界，并且已经开始尝试着用这里的材料复刻家乡的物品。所以我立刻动身，一路追查到了中州，找到了你，金小姐。金书玉的脸彻底白了。原来如此，原来从一开始，他自以为傲的商业天赋，那些领先这个时代的商品创意，都成了暴露他身份的催命符。他就像一个在黑暗中打着火把行走的人，自以为照亮了前路，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了猎人眼中最显眼的目标。这一刻，金书玉心中再无半分怀疑。你，陆清玄摆了摆手，脸上的笑容变得柔和起来，安抚地说道：“你们可以放心，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不是为了威胁，而是为了展现诚意。大爱盟对于域外天魔，永远是欢迎的。其实，说出来你们或许不信，我们大爱盟的创盟始祖，他其实也是域外天魔。”石破天惊，金书玉、楚阳，甚至连一旁一直在倾听的苏青言，都齐齐瞪大了眼睛，陷入了呆滞。一个穿越者创建了大爱盟，这个听起来像是传销的影视组织，其源头竟然和他们一样，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楚阳下意识的喃喃自语，修仙界对域外天魔的追杀何其残酷，一个穿越者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建立起如此庞大的势力？因为他足够坚持。陆清玄直接答道：“始祖他是无数岁月前降临上界的一位域外天魔，经历了你们无法想象的追杀与磨难，也见证了太多同乡的悲惨下场。于是他立下宏愿，要为所有流落诸天的同乡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园，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庇护所。这便是我大爱盟创立的初衷。”陆清玄站起身，走到窗边，负手而立，遥望天际。始祖他以一己之力镇压了一个时代，所有与他为敌的宗门、皇朝、圣地尽数被他踏在脚下。他为我等后继者铺平了道路，留下了足以庇护万古的传承与底蕴。如今始祖他早已超脱于此方天地，不在五行之中，跳出三界之外。他的名讳，他的过往，甚至他的未来，都已不可言说，无人可以推演，无人能够探查。他只存在于我大爱盟最古老的传说之中，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精神图腾。陆清玄转过身，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称他为大爱仙尊。”离开后，金书玉一路沉默，楚阳跟在他身侧，心情同样复杂。大爱仙尊，域外天魔，但与金书玉的绝望不同，他的心底深处还藏着最后一张底牌——重生模拟系统。正是这张底牌，让他不至于像金书玉那样。最终，楚阳还是忍不住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别太担心了，他奈何不了我。”楚阳又补了一句：“他是杀不死我的。”金书玉停下，回头道：“杀你？为什么要杀你？杀了你，一了百了，岂不是太便宜你了？把你关起来，关在一个你永远也逃不出去的地方，废掉你的修为，打断你的四肢，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或者更干脆一点，直接抹掉你的记忆，把你养成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楚阳，你是个现代人，你看过的那些电影、小说，
难道还少吗？金淑玉的目光变得幽深，把一个不死的人封在水泥里，沉入万丈深海，让他永远在窒息、复活，在窒息的循环中挣扎，直到心智彻底崩溃，变成一个只会呼吸的疯子。你觉得以陆清玄和他背后那个大爱盟的手段，做不到这一点吗？算了，他摆了摆手，破罐子破摔道：事已至此，再挣扎也没什么意义了。反正已经被他看光了底裤，知道了最大的秘密，还被他言语上占了这么多便宜。要是不顺势加入，让他罩着我，那我之前那些惊吓，那些恐惧，岂不是白受了？让他白嫖了不成？似乎想到了什么，金淑玉又道：楚阳，同为穿越者，我提醒你一句，你以为他今天说的这些就已经是全部了？不，他只是想让我们看到他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这个人，他的花样太多了，你根本不敢想。此时的陆清玄伸出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抚弄着白灵颈后顺滑的皮毛，心中暗自思索：金淑玉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总是能最快地认清现实，并从中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对于这种人，胡萝卜比大棒更好用，只要给足了利益，他就会成为最得力的臂主。反倒是楚阳陆清玄的指尖微微一顿，这个跟了自己更久的小子才是真正的麻烦。能够带着记忆重生复活，这张底牌足以让任何人生出天老大我老二的错觉，又怎会甘心久居人下？不过无妨，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他有的是时间和耐心，慢慢打磨掉楚阳身上那些不必要的棱角。师尊，苏清言背齿轻咬下唇，轻声喊道：清言如今在柳家，除了照看白灵和坤，便再无他事。眼下您正是用人之际，不知可有什么事情能让清言为您分忧？不在黎州，也便不再是那个说一不二的苏宗主。尤其是在见识了金淑玉的聪慧与价值之后，一股危机感攫住了他的心。师尊言语间对他颇为看重，显然是想将他培养成大爱盟在下界的商业代理人。那自己呢？自己能为师尊做什么？论修为，自己远不及师尊万一；论价值，自己也赶不上那个金淑玉；论潜力，自己连坤也比不上。陆清玄缓缓转过身，对上了他那双焦虑的眼眸。清言，陆清玄自然看穿了苏清言的心思。你觉得为师让你跟在身边，是为了让你处理那些俗物的吗？苏清言一怔，垂下头。弟子不敢。抬起头，苏清言一言抬头，迎上陆清玄深邃的目光。你的价值不在于经商，也不在于权谋。陆清玄淡淡说道：金淑玉是把好用的刀，但刀终究是工具，而你不同。陆清玄向前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想如何帮我处理杂事，而是将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心境的修行之中。据说只有经历强烈的情绪波动，你的先天道心琉璃圣体才能得以觉醒。不过也怪师尊在这方面帮不了你，还得靠你自己多加努力才行。苏清言感受着陆清玄口中散发的气息，脸颊微红。清言绝不辜负师尊厚望。陆清玄摆了摆手：去吧，突破心境，好生感悟。是。苏清言恭敬地应了一声，但却没有立刻退下。他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道：师尊，还有一事，关于坤那个孩子。您收他为徒，他如今却每日除了吃就是睡。苏清言的脸上露出一丝担忧。前几日我见他将您赐下的那株千年雪参当作萝卜一般啃了，而后便一觉睡到了现在，气息倒是平稳悠长。可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听到这话，陆清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小孩子能吃能睡是好事。同时陆清玄将白灵抱起，放回到苏清言的怀里。莫要用常理度之，你只需看着便好，等他成长起来会给你一个惊喜。然后陆清玄惯例地揉了揉他的发顶。苏清言心中的焦虑与不安在这轻轻的揉弄下消散了大半。是，弟子明白了。去吧。苏清言躬身行了一礼，抱着白灵，莲步轻移，缓缓退出了庭院。看着他窈窕的背影消失在月亮门后，陆清玄脸上的温和才慢慢敛去，恢复了往日的淡然。然后对着身侧一处空无一人的阴影处淡淡开口：出来吧。阴影里一阵窸窣，一道纤细的人影有些扭捏地挪了出来。月光洒下，照亮了来人的身形与装束。柳梦瑶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攥着裙摆，根本不敢抬头看陆清玄的眼睛。这身衣服实在是太羞人了，身上穿着一件她从未见过的奇特服饰，主色调是经典的黑与白，剪裁合身的黑色连身短裙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少女纤细的腰肢，裙摆下是洁白的荷叶边，随着她的动作微微颤动。胸前系着一个同样缀有荷叶边的白色围裙，腰后则是一个精致的蝴蝶结。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腿上那双薄如蝉翼的黑色长袜，紧紧包裹着她修长匀称的双腿，在月色下泛着一层诱人的微光。不错。
陆清玄上下打量了一圈，金淑玉的手艺倒是没让我失望。不得不说，金淑玉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个天才。这套女仆装完全符合她的要求，不仅完美还原了她记忆中的经典款式，更在细节上做出了许多巧妙的改动。更妙的是，在裙摆后侧，金淑玉还别出心裁地开了一个小小的心形的镂空。随着柳梦瑶的动作，那片若隐若现的风景足以让任何男人的心跳漏掉半拍。金淑玉很懂她想要什么，听到夸奖，柳梦瑶的头埋得更低了，脸颊滚烫，小声辩解：“圣子，这衣服太奇怪了，穿在身上总觉得……”她的话还没说完，只觉腰间一紧，整个人便被带了过去，跌进一个坚实的怀抱。啊！柳梦瑶一声低呼：“圣子，不要！”柳梦瑶的手下意识地抵在她的胸膛上，却软弱无力。他们还没走远，要是被看到了，她的话语戛然而止，因为一只手已经探到了她的裙摆之下，轻佻地勾住了她腿上那根精致的吊带，隔着那层薄薄的黑丝，指尖轻轻摩挲。柳梦瑶的身体瞬间僵硬，呼吸都停滞了。在外面，你叫我圣子，我不与你计较。陆清玄瞬间严肃地说道。下一刻，把玩着吊带的手指猛然收紧，用力向下一扯，啪！但在里面，你要叫我什么？柳梦瑶紧咬的嘴唇微微松开，屈辱似的呢喃：“主人。”陆清玄揽在她腰间的手臂微微松开了些，另一只手抬起了她的下巴。“懂事，你父亲柳天雄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陆清玄继续问道。这突兀的转换让柳梦瑶的思绪一滞，陆清玄的手没有离开，反而顺着她的腰线缓缓下滑，停留在裙摆后方那片心形的镂空边缘，指尖若有若无地触碰着那里的肌肤。柳梦瑶的身体猛地一颤，几乎要软倒在他怀里。回主人。他稳了稳心神，父亲那边还算顺利。自从那日您在金家现身，中州其余7大世家都变得格外谨慎，暂时都不敢轻举妄动，似乎都在观望。尤其是王家，前些时日，王家家主曾秘密邀请了李家、刘家以及药家的人在自家密会，似乎想要联手试探。可当父亲将您的身份透露给他们之后，那3家的人立马就走了，王家的算盘也落了空。哦，还有呢。陆清玄的手指在镂空边缘轻轻画着圈。黄家，柳梦瑶的呼吸有些急促。黄家家主黄四海在得知消息的第2天便亲自拜访了父亲，当场便表示愿意归附，现在已经算是金淑玉派系的人了。不错，陆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这个玄天皇族圣子身份足以镇住中州这些土皇帝，虽然他们或多或少都与上界有些联系，但这种联系极为有限，得到的信息也残缺不全，在无法证实真伪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拿整个家族的命运去赌。尤其是王家那次失败的串联，更是加深了其他人的忌惮。当然，陆清玄也清楚，这个身份唬得了一时，唬不了一世。时间久了，那些老狐狸总会发现蛛丝马迹。不过，那又如何？陆清玄看向怀里的柳梦瑶，对于柳家而言，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从柳天雄选择臣服的那一刻起，他们柳家就和自己绑在了同一条船上，而且是他想走就能走的船。即便他们知道了真相，也只能装作不知道，甚至还要想方设法的帮他把这个谎圆下去。因为一旦他的身份暴露，第一个被清算的就是他们柳家，更何况还有遇到天心谷这道最终的保险。背叛从一开始就不在选项之中。柳梦瑶顿了顿，声音凝重了几分：“主人，虽然其他世家暂时被镇住了，但金家内部却因为您的庇护出现了一些新的变数。”金家的金不换、金无缺、金满堂那3方势力原本各自为政，互相提防，可现在他们似乎感受到了来自你的压力，竟然有了抱团取暖、隐隐联合的架势。柳梦瑶的脸上满是忧色，这3支势力在金家盘根错节，实力不容小觑。若是让他们真的拧成一股绳，恐怕会对金淑玉还有我们的计划造成极大的阻碍。陆清玄闻言，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这确实是个麻烦。金淑玉虽然有他的支持，但毕竟根基尚浅，想要彻底掌控金家需要时间。而金不换那3个家伙都是在金家苦心经营多年的，一旦联合起来，的确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但他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他们慢慢完工心计，是时候将黎州的大爱盟迁到中州，来加快天命之子的收割了。陆清玄暗道：“你做得不错，我很满意。”陆清玄的另一只手从裙摆的镂空处移开，在那平坦紧致的小腹上轻轻划过。作为奖励，陆清玄嘴角微微上扬：“今晚你就留在这里伺候吧。”主人，柳梦瑶哀求道：“不要在这里。庭院里虽然无人，但一想到苏清言和其他族人，乃至父亲可能就在不远处的院落里，他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的羞耻与恐惧。”哦，陆清玄玩味地看着他：“那你的意思是换个地方就可以了？”
陆清玄拦腰将他抱起，无视他压抑的惊呼，大步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既然你这么懂事，那我就满足你。南岭黎州青山宗，妖灵儿斜倚在软榻上，一双赤足随意地搭在案几边缘，脚踝上的九转玲珑随着他无意识的晃动，手中把玩着一枚玉简，浅紫色的狐狸眼瓣眯着，神情慵懒中透着一丝不耐。在他对面，楚离正襟危坐，月白色的长裙铺陈在地，正一丝不苟地整理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宗卷，每一份都用娟秀的小楷标注得清清楚楚。店内安静的只剩下脚铃声与翻阅纸张的沙沙声，若有外人闯入，定会以为这是一对性格迥异却相处融洽的闺中密友。我说，楚离姐姐。妖灵忽然开口，老爷到底是怎么想的？搞出这么个大爱盟，名字倒是好听，可这招人的规矩也太古怪了吧。妖灵儿将手中的玉简往桌上一丢，抱怨道：非要找什么退婚废柴、天才被辱、家族被灭等一系列遭遇后仍能出类拔萃的人，才有可能是拥有大气运的人，尤其那种说一些听不懂的话的人更是如此。楚离整理卷宗的手微微一顿，没有抬头。老爷行事自有深意，我等遵从便是。遵从？遵从？你一天到晚就知道遵从？妖灵儿撇了撇嘴，从软榻上坐起身，赤足踩在冰凉的地面上，一步步走到楚离身边，弯下腰凑到他耳边。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把整个黎州的天才俊杰都得罪光了，现在外面都传青山宗的大爱盟是废物收容所，专门和正常人过不去。温热的气息拂过耳廓，楚离的身体僵了一下，侧了侧头道：老爷的威名足以镇压一切非议，他们非议只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资格，无法理解老爷的布局。妖灵儿咯咯一笑，不过话说回来，楚离姐姐你倒是很符合老爷的标准呢。出身不错，结果未婚夫成了废人，你果断退婚，引来骂名。啧，我都怀疑那个叶凡就是老爷要找的人，不过老爷又为什么要把他杀了？楚离握着毛笔的指节收紧，深吸一口气，重新提笔，蘸了蘸墨。我如今的一切都是老爷所赐，能为老爷分忧是我的荣幸。你有这闲工夫嚼舌根，不如多想想怎么帮老爷分忧，尽快找到他需要的人。楚离重新落笔，在卷宗上写下一个批注。哎呀，尤姐姐，你这等闲内助，哪里还用得上我这根懒骨头？妖灵儿娇笑一声，再说下面那个叫陈克的长老，不是比谁都积极吗？提到这个名字，楚离的笔尖一顿，点了点头。不错，自从被老爷亲自点拨助他破入金丹后，陈克整个人都像是换了副筋骨。不只是他，整个青山宗的风气都为之一振，所有弟子都以他为榜样，修炼起来一个比一个刻苦。而陈克更是近乎疯魔，他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目标，已经在山下的招募点住了好几天了，吃住都在那儿，日夜不休。那就对了吗？妖灵儿绕到楚离身后，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懒洋洋地开口：这种忠心耿耿的人就该重赏，依我看，可以再把他往上提一提，多给些灵石丹药，让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看看，只要对老爷忠心，荣华富贵、通天大道都不是梦。你说的对。楚离对此并无异议，只是依旧蹙起了眉头，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卷宗，轻声叹息。可老爷要找的人标准实在太过苛刻，黎州虽大，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凤毛麟角，无异于大海捞针。那份淡淡的愁绪让妖灵儿狐狸眼中闪过一抹狡黠，他忽然俯下身，整个人如同一条没有骨头的蛇，柔软地趴在了楚离的背上。姐姐这么辛苦，都快愁白了头，要不要妹妹我帮你解解闷儿？温热的气息拂过耳廓，让楚离的身体瞬间绷紧，握着毛笔的手一颤，一滴浓墨落在洁白的卷宗上。你别胡闹！哥！妖灵儿调笑着抚摸着楚离的脸庞，姐姐害什么羞呀？当初为了能更好的伺候老爷，主动跑来向我请教那些技巧时，你可比现在大胆多了。他顿了顿，声音里多了几分真切的赞许。能有这份心思和决断，妹妹我可是佩服得很呢。楚离耳根迅速染上一层薄红。过了许久，楚离才缓缓放下手中的笔，将那份被墨迹污损的卷宗放到一旁。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某些事上，你确实是我的前辈，向你请教，理所应当。妖灵儿微微一愣，随即从楚离的背上滑下来，伸了个懒腰。姐姐这般勤学苦练，若是让老爷知道了，定会龙心大悦，全神贯注的赏赐。楚离忧愁地说道：只是不知老爷何时才会回来？谁说不是呢？妖灵儿幽怨地耷拉着手，老爷也真是心狠，就这么把我们两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丢在这里，自己跑去中州快活了。可怜我们姐妹俩，夜夜独守空闺，好生寂寞。而就在这时，店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大喊：大人，陈克有要事禀报。楚离和妖灵儿对视一眼，对方都睡在招募点了，怎么可能会突然来到大殿？难道是楚离心头一跳，沉声道：进来。门被猛地推开，陈克大步流星地走近。
依旧穿着那身青山宗长老的服饰，但精神面貌却与往日截然不同。陈克一进来便单膝跪地，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找到了，属下可能找到了老爷要找的人。此言一出，楚离豁然起身，妖灵儿也收起了那副慵懒的姿态，狐狸眼中金光一闪。你说什么？楚离声音都变了调，仔细说清楚，人在哪里？叫什么？符合老爷定下的哪些规矩？陈克咽了口唾沫，努力平复着激荡的心绪，将早已在心中演练了无数遍的说辞一字一句地汇报出来。此人名叫洛凡，并非我黎州人士，而是出身于旁边的元州。元州？楚离的眉头皱了起来，那地方可不近，而且两州之间隔着妖兽横行的10万大山，寻常修士根本不敢轻易跨越。陈克没有理会两位大人的神情变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根据传回的消息，这个洛凡原本是元州一个超级世家的旁系，天资卓绝，但在1年前，其家族被仇家一夜灭门，只有他一人侥幸逃脱，家族被灭，符合标准。自那以后，他便性情大变，整日疯疯癫癫，神志不清，在元州境内四处流浪，人人皆以为他已经彻底废了，天才被辱，沦为废人，符合标准。可就在3个月前，此人忽然清醒了过来，非但如此，修为更是突飞猛进，1日千里。最古怪的是，他手上多了一杆黑色的番旗，终日扛在肩上，自称天机神算，能为人卜算吉凶。听到这里，妖灵儿忍不住问道：算命的还是个疯子？楚离死死盯着陈克，示意他继续说。起初无人信他，都当他是疯病未愈，可但凡找他算过的人，无不应验。如今洛神算的名号在元州已经传开了，无数人排着队想求他一卦，奉上的灵石宝物堆积如山。而且陈克加重了语气，据闻他时常会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比如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之类的。楚离震惊，疯疯癫癫，家族被灭，天才陨落，绝地翻盘，修为猛进，口出狂言，这一切的一切，简直就是照着老爷给出的标准模板刻出来的一样。这世上当真有这样的人，此人现在何处？楚离急切地问道。回大人，洛凡行踪不定，如闲云野鹤，但根据最新的消息，他半个月后会出现在元州与黎州交界的黑风口，为那里的散修开坛卜卦。陈克答道。黑风口，楚离眉头紧锁，在屋内来回踱步。元州，那不是他们的地盘。大爱盟和青山宗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黎州，贸然派人跨州而去，不说路途遥远，单是10万大山中的重重险阻，就足以让元婴修士殒命，更何况元州的那些宗门，也绝不会坐视黎州的势力轻易踏足他们的地盘。此事难办。妖灵儿也想到了这一点，重新坐回软榻上，手指卷着一缕发丝，懒洋洋地开口：姐姐，这事怕是不好办。元州那地方龙蛇混杂，比我们黎州乱多了，派去的人少了是肉包子打狗，派去的人多了又容易引起元州那些老怪物的警惕。万一打草惊蛇，让那洛凡跑了，或是被别人抢了线，我们可没法向老爷交代。而这时陈克抬起头，高声喊道：属下愿亲自前往元州，将此人带回，不成功便成人。良久，楚离皱眉地问道：元州路途艰险，你一个金丹修士，如何去得？陈克坚定地抬头：属下纵使刀山火海，也定将洛凡带回，献于老爷座前。好，楚离干脆的回应，我给你这个机会，不过你一人之力终究有限，我会让孙长老随你同去，护你周全。青山宗5位元婴长老之一，孙百草。陈克心头巨震，脸上涌现出激动之意。他不是傻子，自然听得出楚离话中的深意，让一位元婴大能随行护卫，而不是让他陪同元婴长老办事，这其中的分量天差地别。楚离这是将此次任务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他，孙长老只是一个保险，这是何等的信任与器重。属下谢大人栽培。陈克重重叩首，去准备吧，明日出发。楚离挥了挥手，是。陈克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转身大步离去，直到陈克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殿外，妖灵儿才从软榻上坐直了身子，慵懒地开口：姐姐，你还真信他啊？派个元婴陪着，怕是也悬。他伸出纤纤玉指，在空中比划着，别说那妖兽遍地的10万大山了，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断魂山脉，元婴修士都不能畅游，万一折了个长老，那可就不是小事了。楚离端起茶杯，疲惫地吹了吹漂浮的茶叶。那能怎么办？楚离无奈轻叹一声，老爷离开后，宗内只余5位元婴长老。如今黎州看似风平浪静，各大宗门对我们礼遇有加，可谁知道他们心里打着什么算盘？宗门不可一日无强者坐镇，总不能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人就把家底全掏出去吧。偌大的青山宗看似风光，实则如履薄冰。
妖灵儿眼珠一转，忽然凑到楚离身边：“姐姐，我们自己人手不够，可以找外援吗？”外援？楚离挑眉：“对啊。”妖灵儿嘻嘻一笑，挽住楚离的胳膊：“我师傅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让他老人家去走一趟。”花千影。楚离的动作一顿。合欢宗宗主花千影，化神期的大修士，化神修士出手，别说一个小小的10万大山，就是在元州也能横着走了吧？妖灵儿掰着手指头算计着，你想啊，这事要是办成了，老爷一高兴，随便赏赐点什么，都够我师傅他老人家受用无穷了。我这个做徒弟的，总得为师傅的前途考虑考虑嘛。楚离紧绷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伸手点了点妖灵儿的额头，有些好笑的说道：“你这小狐狸，算盘打得倒是精明。”话虽如此，但他心中已然活络开来。确实，一位化神修士的分量远非元婴可比，有花千影出马，此事成功的把握至少能提至90%。而且合欢宗早已彻底归顺青山宗，请他出手，名正言顺，此事可行。楚离沉吟片刻，便做出了决断：“你去跟你师傅说，就说是我请他帮忙。事成之后，老爷的赏赐我会替他讨要。”姐姐英明。妖灵儿立刻眉开眼笑，从软榻上一跃而起：“那妹妹，我这就去合欢宗摇人了。”姐姐，你等我的好消息。楚离看着空荡荡的殿门，无奈地摇了摇头，端起已经微凉的茶水，一饮而尽。或许这次真的能成。万宝阁内，金家老大金不换，老二金无缺，老四金满堂，三兄弟围坐在一张紫檀木圆桌旁，个个愁云满面。大哥，这是没法弄了。金满堂一巴掌拍在桌上，柳家那帮混蛋到处宣扬金淑玉与玄天皇族圣子的关系，现在我们底下的人心都散了，好几个执事都开始跟我打哈哈，话里话外都在给自己找后路。金无缺的脸色也不好看，四弟说的没错，那可是圣子，上界皇族，这名头压下来，谁不害怕？我们万宝阁的生意遍布五域，靠的就是一个和气生财，现在谁还敢相信我们？万一真把那位圣子得罪了，别说阁主之位，我们金家能不能在黎州立足都是个问题。而金不换却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异常平静，他慢条斯理地为自己续上一杯热茶。一个名头而已，就把你们吓成这样。金不换吹了吹茶沫，轻轻呷了一口，才抬眼看向自己的2个弟弟。这可不是普通的名头，金满堂急了，那可是玄天皇族，在上界都是雄霸一方的势力。我知道。金不换放下茶杯，可他到底是不是圣子？这个圣子又有几分含金量？能不能左右我们万宝阁阁主的归属，都还是未知数。金无缺和金满堂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困惑。你这是什么意思？金无缺忍不住问道。玄天皇族就算在上界也是呼风唤雨的存在，他们想插手我们一个小小的万宝阁，难道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是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他们受天地法则所限，不能派渡劫期及以上的修士下来，可光是用大成修士堆都能把我们活活堆死。金满堂附和道。看着两人焦急又不解的神情，金不换忽然笑了。看来你们还不知道我们这方天地的好处啊。好处？两兄弟更糊涂了，你们只知道上界之人下界修为最高不能超过渡劫，可你们难道就没想过，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上界势力对下界的干涉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金无缺皱眉思索片刻，是因为下界资源贫瘠，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油水。金不换摇了摇头。金满堂挠了挠头，那是因为跨界而来的代价太大，这算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金不换淡然说道，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这方天地的法则在扶弱。扶弱这个词汇让两兄弟彻底懵了，天地法则还能扶弱？没错。金不换嘴角上扬，为了保护本土生灵的成长，这方天地法则对外来者有着极强的排斥和限制，修为的压制只是其一，更重要的一条是对数量的限制。玄天皇族是很强，但他们能送到我们这方世界的大成9层修士，撑死了也就300个。第94章，第94章也就300大成修士，第94章也就300大成修士，也就300个。金满堂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哥，你是不是喝茶喝糊涂了？那可是300个大成9层，不是300颗大白菜。这股力量，别说我们小小的万宝阁，就是把整个中州来回离10遍都绰绰有余了。金无缺冷哼一声，300名大成9层修士，对于玄天皇族也不过是洒水的，我们没有任何胜算。金不换却像是没事人一样，抬手虚按，示意金满堂坐下。慌什么？金不换淡淡说道，如果那300是我们的人呢？金无缺眼中阴光一闪，死死地盯着金不换。你的意思是，我们抢先从上界弄300个大成9层下来，把这个名额占满了？此言一出，金满堂也瞬间反应过来，妙啊，釜底抽薪，这招太绝了。
金满堂一拍大腿，兴奋地喊道：“只要我们把名额占住，玄天皇族就算再强，也只能干瞪眼。到时候就算是圣子，也拿我们没办法。”兴奋过后，金满堂又挠了挠头，可上哪儿去找300个大成9层修士？这可不是街边的大白菜，说有就有啊！而且还得是绝对信得过我们的自己人。金无缺也皱眉道：“没错，如此庞大的一股力量，想要调动，代价必然是天文数字。我们金家在上界的根基，恐怕还不足以。我们金家不够，但王家够。”金不换打断了他的话，将茶杯轻轻放下。王家，金无缺和金满堂同时一愣，他们当然知道王家，只是那王家在上界的势力也比他们强不了多少，如何才能送下来300个大成巅峰修士？金不换又道：“王家已经答应，全力助我登上阁主之位。那300名大成9层修士，他们会替我们解决，代价是事成之后，万宝阁的收益，王家要占一半，并且万宝阁今后所有的资源都要向王腾倾斜，不计代价助他的苍天霸体大成，直至渡劫飞升。”什么？金满堂僵在原地。万宝阁分他们一半。金无缺脸上更是阴郁，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万宝阁是我们金家几代人的心血，分一半出去，那我们不成给王家打工的了？还有那王腾飞升上界何其艰难，古往今来才几人成功，要把资源无限制的砸在他身上，那就是个无底洞啊！我不同意。金满堂无奈道：“这代价太大了，我们还不如直接臣服那陆清玄得了。”看着两个弟弟激烈的反应，金不换的脸上却不见丝毫波澜。你们以为我是在跟你们商量吗？一句话让房间气氛骤然降到了冰点。王家的人已经在路上了。金不换淡淡说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接不接受条件的问题，而是选择站队的问题。要么我们金家内部团结一致，吞下这个条件，我坐上阁主之位，我们金家从此与王家深度绑定，一荣俱荣。我们或许会付出巨大代价，但至少万宝阁还在我们手里。要么……”金不换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我们内部分裂，王家那300名大成修士降临之后，发现我们连自己内部都搞不定。你们猜他们是会客客气气的回去，还是会顺手扶持一个更听话的傀儡？比如直接把我们兄弟3个都抹掉，然后跟扶持别的子弟，就像那金淑玉一样。两人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骇然。短暂的寂静之后，金无缺率先站起身，对着金不换深深一揖：“大哥深谋远虑，我等自愧不如。之前是无缺短视了，从今往后一切全凭大哥做主。”金满堂见状也连忙跟着躬身行：“大哥说的是，我也听大哥的，大哥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就去约束底下的人，谁敢再胡说八道，我第一个拧下他的脑袋。”金不换看着两个弟弟恭敬顺从的模样，紧绷的下颌线稍稍松弛：“都下去吧，约束好各自的人，这几天都安分点，别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是，大哥。”金无缺和金满堂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退出了房间。门被合上，屋内的光线暗了几分。金不换没有动，依旧维持着端坐的姿势，目光落在桌上那杯已经彻底凉透的茶水上。茶水倒映着他模糊的面容，看不真切。他赢了，至少在这场兄弟间的决力中，他以雷霆之势彻底压服了所有意义。可预想中的快意并没有到来，反而是一股难以言喻的苍凉，一路凉到了心底。万宝阁传承数万年，积攒了多少代人的心血，才有了今日富甲天下的局面。可到了他这一代，却要割舍一半的家业，去换取一个存活下去的机会。他慢慢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了那扇雕花木窗。冷风灌入，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他不是莽夫，更不是蠢货。王家开出的条件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一点他比金无缺和金满堂看得更清楚。但他没得选。数日前，他通过金家在上界的秘密渠道收到了一张语焉不详的纸条，纸条上的信息不多，却足以让他夜不能寐。上界的王家出事了，而且是摊上了天大的麻烦。王家的一位嫡系子弟不知天高地厚，在外游历时得罪了一方圣地的外门弟子。果不其然，虽然那圣地并未直接出手，但依附于圣地的几个同级世家却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立刻联起手来，对王家展开了疯狂的打压和蚕食。如今的王家早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金不换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心中也有了猜测。王腾的苍天霸体，300名大成9层修士，这一切都是王家的一场豪赌。他们这是要孤注一掷。下界灵气稀薄，法则不全，想要在此地将苍天霸体修炼至大成，再度劫飞升，其难度比在上界要高出1000倍万倍。可一旦成功，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代表着逆天的潜力和资质。一个能在如此贫瘠的环境下逆天崛起的苍天霸体，一旦飞升上界，必然会引起那些圣地的注意。届时，王腾若能被那得罪过的圣地，甚至是其他圣地看中，
收为弟子王家不仅能化解眼前的危机，甚至可能从此水涨船高，成为圣地的附属家族。金不换不由得在心中赞叹，随即又是一声冷笑。不止他金家在悬崖边上，王家那艘看着光鲜亮丽的大船，底下也早就千疮百孔，随时可能沉没。300名大成9层修士，恐怕已经是王家的孤注一掷。与其留在上界被敌人慢慢耗死，不如投放到下界，为王腾的崛起搏一个万一的可能。只是为了讨好一个圣地，而得罪一个皇族，这个决定究竟是福是祸罢了。金不换转身走回桌案前，重新为自己斟上一杯热茶。棋局已开，我金不换已沦为棋子，只求这天地之间能有我容身之所。柳家府邸，陆清玄端坐于上首的太师椅上，一旁的柳梦瑶穿着黑白女仆裙装，此刻正笨拙地摆弄着茶具。圣子，请用茶。陆清玄并未睁眼，只是嗯了一声。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哈哈，圣子，大喜大喜啊！人未至，升仙道。柳天雄满面红光，大步流星地跨入室内，一进门，他目光先是扫过边上扮作侍女的女儿，眼中闪过一抹复杂，但随即就被更大的狂喜所淹没。快步走到陆清玄面前，躬身行礼，启禀圣子。如今万宝阁内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金不换虽然暂时压下了2个弟弟，但底下的人心已经散了。我们安插的棋子传回消息，现在阁内至少有3成管事都在暗中联络金淑玉，表示愿意奉他为主。他说着，兴奋地一挥手。不止如此，张家、黄家还有赵家，这3家在这几天都派人过来与我接触，话里话外全是想和我们联手的意思。圣子，照这个势头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扶持金淑玉上位。届时，整个万宝阁都是您的囊中之物。面对柳天雄的滔滔不绝，陆清玄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这份意料之中的平静，让柳天雄激动的情绪稍稍冷却。陆清玄端起手边的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让你派人去黎州的事，办得如何了？柳天雄心头一凛，立刻收敛了脸上的笑意，恭敬地回道：回圣子，已经办妥了。尹大人亲自带队，抽调了族中3位长老和20名核心执事，连同他们的家眷亲信，已经在路上了。他顿了顿，补充道：只是这次迁移的人数众多，拖家带口，足有数千人。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分作了10几支队伍，从不同路线出发，所以速度上快不起来。按照尹大人的估算，最快也要5日之后才能全员抵达黎州安顿下来。陆清玄点了点头，对这个速度还算满意。到了黎州，他们就驻守在那里，继续发展大爱盟，但要将大爱盟的一些核心成员带回来即可。属下明白。柳天雄躬身应下。禀报完正事，柳天雄却并未立刻告退，站在原地，神色有些犹豫。圣子，是关于您那位弟子的事，我派人留意了一下，楚阳今日在城中集市采买了不少东西，有上好的丹药，有便于远行的符箓，还有一张详尽的西海地图。看他那架势，似乎是打算离开中州。陆清玄闻言，只是轻轻颔首，不必管他。陆清玄确实没把楚阳的离去看在眼里，对他而言，这些天命之子同样也是分品种的。金淑玉那种属于圈养的品种，他的商业系统需要庞大的资源和平台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放在身边，每日都能产出实实在在的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羊毛。而楚阳则是野生品种，他的金手指是模拟重生，最大的优势在于试错和趋吉避凶，提前发掘那些尚未出世的机缘，把他拴在身边，锦衣玉食，安稳无忧，反而会废掉他最大的价值。没有了生死危机，没有了窘迫困顿，他还如何去模拟，如何去拼命？一个没了动力的天命之子，连当个坐骑都嫌掉价，所以必须放养。等他将那些机缘秘宝、功法传承都从显地里刨出来，自己再去收割，岂不美哉？至于怎么才能让楚阳乖乖将机缘送回来，并且对自己有归属感，这反而才是难事。到现在自己都没能想出一个办法，尤其是在上次的敲打之后，金淑玉2人一直都不敢再来见他。而就在这时，一道倩影闪过，金淑玉突然出现在门口。陆清玄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本以为会是楚阳先来向自己辞行，探探口风，没想到反倒是一直很沉得住气的金淑玉先找上门了。淑玉求见圣子。金淑玉快步走到堂下，对着陆清玄盈盈一拜：起来吧。陆清玄放下茶杯，看你神色匆忙，可是万宝阁那边又出了什么变故？柳天雄也竖起了耳朵。金淑玉可是他们掌控万宝阁最重要的一颗棋子。然而金淑玉却并未回答，看了一眼旁边的柳天雄和正准备重新添茶的柳梦瑶，深吸一口气，再次对着陆清玄躬身：圣子，淑玉有桩天大的要事，必须单独向您禀报，可否请柳家主和梦瑶小姐暂时回避片刻？此言一出，
柳天雄的脸色顿时变了，心中有些不快。什么事？居然连他都不能听？陆清玄看着严肃的金淑玉，心中反而来了兴趣。你和孟瑶先下去吧。陆清玄对着柳天雄挥了挥手，在外面守着，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是，圣子。柳天雄和柳梦瑶父女俩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店门缓缓合拢。大殿之内光线都暗淡了几分，金淑玉却再次躬身。圣子，此事干系重大，不仅关乎淑玉的性命，更可能影响到您的万全之策，可否请您布下禁止，彻底隔绝此地？陆清玄皱了皱眉，但没有多问，食指在空中轻轻一点。嗡！大成的实力瞬间爆发，将整个房间笼罩。说吧。金淑玉的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似乎在做着最后的心理建设。片刻之后，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眼神闪过一抹决绝。扑通，双膝跪地，额头紧紧贴着手背。圣子容禀，淑玉有罪。淑玉除了是域外天魔，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没有告诉圣子。域外天魔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陆清玄眼帘低垂，睫毛遮住了眸中的神色。他确实有些意外，意外的不是金淑玉的秘密本身，而是他居然敢说出来。系统的事情他早已知晓，上次用穿越者的身份来敲打他们，都已经是一次极限的试探。试探过后，楚阳和金淑玉二人果然老实了许多，却也更加谨小慎微，甚至楚阳都打算逃离中州。陆清玄本以为，除非自己用搜魂之类的极端手段，否则这两人到死都不会吐露关于系统的半个字。毕竟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区别于这个世界所有土著的最大依仗暴露，就意味着将自己的命门彻底交到别人手上。可现在金淑玉居然主动掀开了自己的底牌。淑玉的最大秘密是拥有一个系统。金淑玉憋了口气喊道，而陆清玄没有立刻出声，想看看金淑玉后续的操作。金淑玉跪伏在地，看着毫无反应，甚至有些呆愣的陆清玄有些疑惑，圣子没有反应，是因为没听懂吗？也对，系统这种东西对于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而言，恐怕是超乎想象的存在。一念及此，金淑玉解释道，圣子，淑玉所说的系统是一种名为商业帝国系统的金手指。金手指？陆清玄疑惑开口。对。金淑玉见陆清玄有了回应，精神一振，语速都快了几分。您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无上大能的传承，或者是一道与生俱来的法则烙印。只要淑玉进行商业活动，无论是买卖货物还是经营店铺，只要能赚取利润，系统就会给予淑玉各种奖励。这些奖励无所不包，可以是神兵利器，可以是绝世功法，可以是延寿丹药，甚至是一些本不存在于世间，但只要有足够商业价值，系统就能炼假成真的奇物。炼假成真。陆清玄轻轻咀嚼着这4个字，指尖在扶手上无意识地敲击着，每一下都像是敲在金淑玉的心上。成败在此一举。楚阳要走了。同为穿越者，他很清楚楚阳与他完全不同。自从上次楚阳说他死不掉之后，金淑玉就意识到他楚阳很可能也拥有特别的金手指，并且可以不靠任何势力，凭自己的努力终能挣得大道。那自己呢？本身就没有修炼天资，并且系统的成长需要势力的支持，失去了支持，在这个修仙界恐怕将寸步难行。并且一旦万宝阁的模式产品铺开，不再需要它来维持，价值是否就会被榨干？届时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下场？是被随手抹去，还是像一件用旧的工具被丢在角落里蒙尘？他不敢赌，与其被动的等待命运的审判，不如主动出击，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将系统这个最大的秘密交出去，是他能拿出的最大筹码。这是在向陆清玄表明，他愿意将自己的命脉彻底与他捆绑在一起。他不再是那个藏着私心，只想着薅圣子羊毛的穿越者，而是可以为他缔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最锋利的刀。店内的寂静持续了许久，久到金淑玉心中的火焰都快要被这沉凝的气氛浇灭。就在他几乎要撑不住的时候，陆清玄缓缓站起身，一步一步走下高台，来到他的面前，停下脚步，然后弯下腰，伸出双手，轻轻托住了金淑玉的手臂。起来吧，淑玉，你可知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将一个足以颠覆整个修仙界格局的秘密，完完整整地交到了我的手上。陆清玄松开手，负手而立，微微仰头，像是在感叹。我陆清玄自认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但平生最看重的便是信任二字。你肯以性命相托，将如此隐秘之事告知于我，这份信任实在让我动容。原本我只当你是个聪明伶俐，懂得审时度势的棋子。陆清玄话锋一转，但现在看来是我小看你了。你不仅有头脑，更有魄力。很好，非常好。金淑玉的呼吸急促了几分。他赌对了，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
那我陆清玄岂能让你失望？你这商业系统只局限于一个小小的中州，一个下界，未免太屈才了。金书玉闻言一怔，只听陆清玄继续说道：“你不是说只要进行商业活动就能获得奖励吗？那如果你的万宝阁开遍3000道州，甚至诸天万界呢？”圣子，您的意思是？金书玉不真切地问道。陆清玄淡然说道：“我的意思很简单，等我传信回上界，便让我大爱盟的势力为你铺路。从今往后，我大爱盟的旗帜插到哪里，你的万宝阁就开到哪里。我给你平台，你为我创造价值，你我之间不再是主与仆这种简单的关系。”下一刻，金书玉便感觉腰间一紧，整个人已经被陆清玄拦腰抱起。圣子！金书玉惊呼一声，双手本能地环住陆清玄的脖颈。陆清玄抱着他重新回到高座之上，将他轻放在自己腿上。金书玉想要挣扎起身，却被他轻轻按住。别动！陆清玄霸道一笑。金书玉身体僵硬，心跳如鼓。这个距离，他甚至能闻到陆清玄身上淡淡的檀香味。不过，陆清玄忽然开口：“这次我陆清玄是要失约了。”失约？金书玉疑惑地抬起头，恐怕是等不到你彻底掌握万宝阁了。陆清玄的手指轻抚过他的脸颊，有些事不如现在就开始。金书玉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脸颊瞬间红透，垂下头，声音细如蚊呐：“请老爷联系。”陆清玄轻笑：“这才像话。”殿内烛火摇曳，静谧中藏着一丝旖旎。金书玉的发丝有些凌乱，几缕青丝贴在泛着红晕的脸颊上，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他整个人蜷在陆清玄的怀里，身体还微微颤抖，像一只刚刚经历了暴风雨洗礼的蝴蝶。就在这片刻的宁静中，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成功夺取修仙商业帝国路天命之子金书玉，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宝箱金。”来了！陆清玄心神微动，一切尽在掌握。然而，系统的提示音并未就此结束。检测到宿主首次以不损害天命之子气运的方式完成夺取，特殊奖励触发：天命宝箱金，品质提升。恭喜宿主获得天命宝箱彩色。陆清玄脑中嗡的一声，下意识地收紧了手臂。怀中的金书玉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身体猛地一僵。陆清玄瞬间回神，低头看去，只见金书玉秀眉紧蹙，咬着下唇，脸上血色褪去几分，眼中满是痛楚和不解。为何前一刻还算温存的老爷会突然变得如此粗暴？看到他这副模样，陆清玄心中的那点歉意立刻被一股更为强烈的满意和欣赏所取代。真是个宝啊！陆清玄狂喜。金书玉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吓了一跳，身体缩得更紧了，小心翼翼地抬起一点点脸，用带着水汽的眸子怯生生地望着他，声音细微：“老爷，您为何如此开怀？”开怀？陆清玄低头，指腹轻轻擦去他眼角的泪珠，动作温柔了许多。“我当然开怀，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陆清玄眼中满是赞叹：“书玉，你可知我其实是传说中的阴阳混沌圣体，而现在我要送你一根大机缘。”大机缘？金书玉更迷茫了。不错，大机缘。陆清玄的笑容愈发深邃。话音未落，陆清玄虚空朝着金书玉的小腹处轻轻一抓，金书玉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传来，身体深处的一缕元阴之气竟被硬生生从中剥离出来，然后被陆清玄极快地融入体内，黑白光晕瞬间将其笼罩，元阴之力竟被顷刻间炼化。陆清玄快速将那经过阴阳混沌圣体炼化的元阴之力重新注入到金书玉的体内。轰！天河道观，一股远比他自身元阴庞大100倍、精纯1000倍的恐怖能量在他丹田气海中轰然炸开。这股能量精纯到了极点，温和到了极点，根本不需要他费力炼化，便主动地融入他的四肢百骸，冲刷着他的每一条经脉，滋养着他的每一寸血肉。那原本靠吃药叠上来，根基不稳的筑基1层修为，在这股能量的冲刷下，竟飞速增长。筑基2层，筑基3层，金书玉的修为像是坐上了云霄飞车，以一种完全不讲道理的方式疯狂飙升。体内的灵力从涓涓细流转瞬变成了奔腾大河，然后又汇聚成了浩瀚汪洋。筑基9层圆满。砰！体内的枷锁被彻底冲破，气海之中液态的灵力开始疯狂旋转、压缩、凝聚，一点金光在漩涡的中心诞生，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壮大。结丹，寻常修士需要准备无数天才地宝，闭关数年乃至数十年，九死一生才能迈过的天堑，此刻对他而言却如吃饭喝水般简单。金丹1层，成了。金书玉的大脑一片空白，
感受着自己丹田内那颗滴溜溜旋转的金色丹丸，以及那份举手投足间便能引动天地灵气的强大力量感，这就金丹了。从一个连引气入体都困难，要靠药物堆叠的废柴，到如今成为一名金丹真人，竟然只用了1瞬之间。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股返还的精华能量依旧磅礴浩瀚，似乎无穷无尽。金丹在它的滋养下继续凝实壮大，表面的丹纹也变得越来越繁复玄奥。金丹2层，金丹3层，金丹4层。最终，当那股能量的余波彻底平息下来时，他的修为稳稳地停在了金丹5层的境界。从筑基1层到金丹5层，总计14个小层次。金书玉呆呆地坐在陆清玄的腿上，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感受着这个世界在他眼中变得截然不同的清晰景象。空气中游离的灵气粒子，远处殿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甚至一只蚂蚁爬过地砖的细微动静，此刻都无所遁形。这是强者的世界。良久，他才从这巨大的震撼中找回一丝神智。金书玉没有丝毫犹豫，挣扎着从陆清玄的怀中滑落，跪伏在地。金书玉，谢老爷再造之恩。陆清玄缓缓伸出手，虚脱了一下。起来吧，我说了，这是你应得的，老老实实跟着我，你得到的只会更多更好。金书玉缓缓起身，感受着体内的金丹，嘴角微微上扬。陆清玄看着他那副刚获得力量的模样，淡然一笑。不必如此拘谨，力量提升太快，心境难免会有些虚浮。你先在此地静坐，花些时间稳固一下修为，熟悉你新的力量，我怕你受不住接下来的奖励。金书玉脸颊泛起红晕，轻声道：是，老爷。金书玉在原地缓缓盘坐下来，双手结印，开始运转功法。陆清玄见他进入修炼状态，这才将注意力转向了系统空间。意识一动，熟悉的系统空间再次出现在眼前。然而这一次，空间中的景象让他眼前一亮，一条气势磅礴的彩龙正盘踞在宝箱之上，它通体呈现七彩斑斓的光泽，每一片龙鳞都散发着不同的光芒，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华流转不息。龙首高昂，一对龙角如同水晶雕琢而成，透明中带着淡淡的金辉。那双龙眸更是摄人心魄，瞳孔呈现深邃的紫色，竟灵动到让人以为是一条真龙。最惊人的是它身上散发的威压，哪怕只是装饰，也让陆清玄感受到了一股传说中太古神龙的震撼。彩龙感受到陆清玄的目光，缓缓转过龙首，那双紫瞳中竟然闪过一丝光芒，随即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吼！龙吟声在系统空间中回荡，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神圣。然后竟主动从宝箱上盘旋而起，在空中游走一圈后，随即化作七彩光点消散。叮！恭喜宿主获得仙气。叮！恭喜宿主获得仙气。万界通途印。万界通途印由鸿蒙初判时的一缕本源道则所化，无视一切世界壁垒与天道法则。功效1：道标铸造。宿主可消耗少量灵力，以万界通途印为核心，铸造通途令牌。令牌材质不限，品阶不限，可随心定制。功效2：万界货运。任何持有通途令牌者，皆可将无生命之物传送至任意其他令牌所在之处。传送消耗将由令牌持有者自行承担，距离越远，世界层级差距越大，消耗能量越高。宿主可观察交易货物，并且能自由控制货物的传送过程。功效3：偷天换日。持有通途令牌者，在为令牌补充海量能量后，可激活一次性传送功能，将修士本体传送至另一枚令牌所在之处。此过程将屏蔽天机，隔绝天道感应。功效4：天涯若比邻。宿主作为万界通途印之主，可随时无消耗、无延迟地传送到任何一枚已铸造的通途令牌旁。仙气，这就是仙气。陆清玄呼吸一滞，他设想过仙气会很强，或许是毁天灭地的大杀器，或许是逆转乾坤的防御至宝，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系统会奖励他这样一件完全不讲道理、堪称 BUG 级别的战略性仙气。无视世界壁垒，无视天道法则，这12个字分量何其之重。诸天万界为何能维持基本的平衡？靠的就是世界之间那坚不可摧的壁垒，以及所有世界之上悬着的天道。下界修士想要飞升上界，需历经9死1生的雷劫，那是天道的考验，也是一张通行证。而上界的强者想降临下界，同样会受到世界意志的疯狂排斥和压制，实力越强，压制越狠，稍有不慎便会引来天道反噬，生死道消。哪怕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无上玄尊，也不敢轻易触碰这根红线，否则他们早就将下界当成了予取予求的后花园，肆意奴役掠夺了。可现在这件万界通途印却给了他一把能打开所有世界后门的钥匙。这意味着什么？只要他陆清玄愿意，他就可以在下界培养出一支庞大的军队，然后通过充能的令牌成建制的偷渡到上界，
绕过飞升，绕过天劫，直接空降。他还可以在上界搜刮到天财地宝，再通过令牌源源不断地运回下界，武装自己的势力，培养自己的亲信。上界的功法，下界的弟子；上界的丹药，下界的军队，再加上一群无上潜力的大爱盟天命之子，此消彼长之下，所谓的上界大能在他面前将不再有优势可言。用大爱盟反攻上界的计划，此刻被铺上了一条康庄大道。更别提第4个功效，天涯若比邻，随时随地无消耗无延迟地传送到任何一枚令牌旁边，这简直就是究极的保命神技。无论他身处何等险境，只要外界有一枚他提前布置好的令牌，他就能瞬间脱身，甚至比传说中的定仙油不知高明了多少倍。陆清玄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定了定神，陆清玄的意念重新集中在那枚悬浮于系统空间中的古印上。那是一枚巴掌大小的四方印玺，通体呈现混沌色，仿佛蕴藏着宇宙未开之前的蒙昧与古老。印玺的顶部盘踞着一条缩小的七彩神龙，正是先前那条彩龙的模样。此刻虽然安静地化作了雕塑，却依旧散发着淡淡的神威。印玺的底面则烙印着无数玄奥至极的道纹，看一眼就让人头晕目眩，仿佛灵魂都要被吸进去。这就是万界通途印的本体。陆清玄心念一动，尝试着催动它。嗡，古印轻轻一震，陆清玄感到体内的灵力被一丝丝抽离出去，虽然微弱，但确实在消耗。他按照脑海中浮现出的方法，开始构思令牌的样式。既然是为了自己的势力所准备，那自然要有独一无二的标志。大爱盟，陆清玄低声念叨着，嘴角不自觉地扬了扬。那就以爱为记。心念流转间，一个繁复而又充满道韵的古篆爱字在脑海中成型，字体的每一笔每一画都暗合某种天地之理，既有联合包容之意，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令牌的材质用的是最普通的玄铁，试试这仙气的下限。随着陆清玄的构思完成，系统空间内那枚万界通途印的底部射出一道混沌光华，光华之中一块虚拟的玄铁迅速凝聚成型。转眼之间，一枚通体漆黑入手冰凉的令牌便出现在陆清玄的手中。令牌约有3指宽8掌长，正面是一个古篆爱字，背面则是光滑一片，可以随时烙印下传送坐标。陆清玄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看，越看越是满意。这枚令牌本身只是凡品玄铁所制，但因为是万界通途印的造物，其上竟天然带上了一缕若有若无的道泽气息，让它显得深邃而不凡。就在陆清玄沉浸在万界通途印带来的巨大喜悦中时，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老爷！”陆清玄回过神，转头看去，只见金淑玉已经从修炼状态中苏醒，静静地站在不远处，一双美眸正好奇地望着他，或者说是望着他手中的那枚黑色令牌。此刻的他一身修为稳固在了金丹5层，肌肤变得更加细腻，比最上等的阳之美玉还要莹润光洁，仿佛会发光一般。感觉如何？陆清玄将令牌收起，淡然道：“老爷，前所未有的好。”金淑玉兴奋答道，同时看到被收起的令牌，迟疑了一下，终究还是没忍住好奇心，轻声问道：“老爷，恕淑玉冒昧，您刚才手中拿着的那是什么东西？”陆清玄淡淡一笑：“那是我们大爱盟的令牌，只要加入了大爱盟，就能获得一枚普通的玄铁令牌，可以自由穿梭诸天万界，交易货物而已。”金淑玉吃惊地张大嘴巴：“这普通？老爷，能穿梭诸天万界的令牌，您管这叫普通？”金淑玉作为驰骋商界多年的女总裁，怎会不知道交通对于商业的绝大作用？要致富，先修路，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陆清玄淡淡一笑，手再次一握，嗡，掌心上方一块虚幻的紫金凭空凝聚，转瞬之间，一枚全新的紫金令牌凝聚成型。这枚令牌的样式与先前那枚一般无二，只是材质天差地别。通体由一种紫色晶石构成，入手温润，正面那个古篆爱字在紫金的映衬下，竟透出一种紫光东来的尊贵。陆清玄将这枚紫金令牌随手抛给了金淑玉，金淑玉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令牌入手的一瞬间，他浑身一颤，只觉得一股精纯至极的能量顺着掌心涌入体内，让他刚刚稳固在金丹5层的境界，竟又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金淑玉骇然地看着手中的令牌，这东西本身就是一件至宝。大爱盟的令牌根据功劳与身份共分8个等级。陆清玄的声音悠悠传来，由低到高分别是玄铁、青铜、密银、鎏金、黑曜、紫金、仙玉以及唯一的玉玺。陆清玄顿了顿，你手上这枚是紫金令牌，权限仅在我持有的仙玉令牌之下。金淑玉的心脏猛地一缩，仅在圣子之下，自己甚至连个像样的功劳都未曾立下，就得到了如此奖赏。
金淑玉的眼眶微微泛红，她深吸一口气，将那股涌上心头的激动与暖流压下，郑重的将令牌挂在腰间。谢老爷厚赐。随后，金淑玉抬起头，好奇地问道：“那仙玉令牌之上的玉玺，现在又在何人手中？能凌驾于仙玉令牌之上，掌控所有令牌的唯一玉玺，那该是何等至高无上的存在？”陆清玄嘴角微微上扬，他现在在上界大爱盟的盟主手中。上界大爱盟的盟主，金淑玉心中一凛，脑海中瞬间勾勒出一个横压万古、气吞寰宇的伟岸身影。难怪圣子行事这般胸有成竹，底气十足，能掌握此等神器，在上界也绝不是简单的人物。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楚阳，你不能进去，圣子正在里面处理要事，吩咐了任何人不得打扰。”柳天雄的声音响起。听着外面的响声，陆清玄一挥手，大门向两侧划开：“都进来吧。”楚阳连忙整理了一下衣袍，快步走了进来，躬身行礼：“弟子楚阳拜见师父。”他的话说到一半，忽然卡住了，因为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站在陆清玄身旁的金淑玉。金淑玉，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和自己一样是来道别的？但楚阳的神识下意识的扫过，下一刻瞬间如遭雷击。金丹5层，这怎么可能？楚阳记得清清楚楚，就在不久前，金淑玉还只是筑基1层，这才过了多久？他的修为竟然像坐了火箭一样，直接飙升到了金丹5层，甚至比还要高。难道他得到了什么惊人的机缘？陆清玄颔首问道：“来这何事？”楚阳连忙收回心神，恭敬地低下头，回禀师父，弟子是来向您辞行的。哦，陆清玄眉梢微挑。楚阳定了定神，诚恳道：“弟子蒙师父厚爱，赐予无上功法与诸多资源，修为得以精进。只是弟子自觉修行以来，多在庇护之下，少经风雨，心境与实战经验都颇为欠缺。长此以往，恐成温室花朵，难堪大用。弟子听闻西海之外，妖族横行，散修灵力，既是险地，亦是磨砺己身的绝佳之所。故而，弟子想去西海闯荡一番，求一个真正的脱胎换骨。”说完，楚阳便紧张地看着陆清玄，毕竟自己是穿越者，是域外天魔，师父未必会放心让自己离开他的视线。楚阳甚至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甚至被禁足的准备。金淑玉站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心中思索：这个楚阳竟有如此魄力，敢于孤身闯荡凶险的西海。看来他的金手指很可能是有关恢复力或者不死复活之类的金手指。陆清玄听完，淡然开口：“善。”楚阳猛地一怔，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这么同意了，没有盘问，没有考验，没有丝毫的迟疑。不等他反应过来，陆清玄手掌一翻，一枚通体漆黑如墨的黑曜令牌出现。接着，陆清玄屈指一弹，黑曜令牌径直射向楚阳：“你既有此心，为师自当支持。”陆清玄的声音悠悠响起：“西海之行，万里迢迢，妖魔环伺，人心叵测，确实凶险。这枚黑曜令牌，你且收好，此乃我大爱盟的黑曜令牌，是你身为我亲传弟子的身份象征。”楚阳握着令牌，心中一暖。陆清玄话锋一转，继续道：“持此令有2桩用处，其一，若遇生死危难，凭此令牌传讯，为师能即刻知晓你的方位，瞬息而至，救你一命。”楚阳的心脏砰砰一跳，瞬息而至，这岂不是等于多了一张免死金牌？虽然能模拟重生，但能省一次是一次。而且师父居然如此为自己着想，实在感动。其二，陆清玄淡然道：“你此行是为历练，机缘与风险并存。若遇上什么你掌控不了的机缘，或是拿不准的奇花异草、天才地宝，也可通过此令牌传送过来，为师帮你瞧瞧，鉴定一番，免得你年少识浅，走了弯路，或是被宝物反噬。”楚阳拿着令牌的手微微一僵，这话听起来怎么感觉怪怪的？师父帮我瞧瞧，鉴定一番。但转念一想，楚阳心中那点别扭瞬间烟消云散。本以为师父在知晓自己的秘密后，即便不夺取自己的机缘，也必定会对自己的行动加以限制，严加看管。可现在呢？师父不仅放任自己去闯荡，还赐下如此重宝。这令牌的功能，往坏了想是监视与抽成，但往好了想，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信任与保护？这份气魄，这份胸襟，楚阳一瞬间只觉得自己的那些猜忌与防备显得无比可笑和渺小，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楚阳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地对着陆清玄深深一拜：“弟子楚阳，谢师父赐宝，定不负师父厚望。”陆清玄微微颔首：“去吧。”是。楚阳郑重地将黑曜令牌挂在腰间，便转身离去。柳天雄与柳梦瑶父女俩还站在原地，心中对深不可测的圣子更是敬畏。尤其是那枚黑曜令牌，
能让人瞬息而至，这等手段简直闻所未闻。陆清玄指尖光华一闪，一枚通体鎏金，更显华贵却也略显轻薄的令牌出现。此为大爱盟鎏金令牌，赐予你。陆清玄屈指一弹，令牌便平稳地飞向柳天雄。柳天雄惊讶地接住，这也有我的份。随即又一枚与楚阳那枚一模一样的黑曜令牌被扔给了柳梦瑶。这个是你的。柳梦瑶看着这枚令牌，又看了看父亲手中那枚鎏金的，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圣子，这……柳天雄也看出了不同，壮着胆子想问。大爱盟之内等级分明。陆清玄淡然，黑曜为亲传，鎏金为执事。日后若在外界遇到持相同令牌之人，当知皆为同门，需守望相助，不得相残。言下之意，柳梦瑶的地位竟在柳天雄之上。柳天雄握着鎏金令牌的手紧了紧，心中百感交集，心中没有嫉妒，反而涌起一阵狂喜。女儿能得圣子如此看重，前途不可限量。他这个做父亲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站在一旁的金淑玉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心中不禁轻哼一声，不过是黑曜令而已。自己这枚紫金令牌，无论是材质还是其中蕴含的功能，都远非这黑曜令牌可比。看来在老爷心中，自己的分量居然出奇的高。看向柳梦瑶的眼神也带上了一丝前辈看后辈的骄傲审视。柳天雄，陆清玄的声音再次响起，万宝阁的后续事宜你自行处理。另外，王家他们最近的动向，我要你时刻留意，任何风吹草动即刻上报。属下遵命。柳天雄郑重地将鎏金令牌收入怀中。退下吧。是。柳天雄对着陆清玄深深一拜，这才退出了大殿。柳梦瑶见父亲离去，本能的提步也想跟着退出去。他刚挪动一步，陆清玄淡漠的声音便在他身后响起：我让你退下了吗？柳梦瑶的身体瞬间僵住，看来还是调教的不到位。这时陆清玄却不再看他，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一旁始终安静势力的金淑玉。淑玉，说起来我倒是有些好奇。陆清玄慢条斯理的开口，你们这些域外天魔的世界有没有什么别的新花样？虽然他算是你的半个前辈，但是你们彼此之前还是想要互相搀扶，才能走得更远，懂吗？金淑玉娇躯微微一颤，一抹动人的红晕从脖颈迅速蔓延至耳根。懂的，老爷。他轻声应着，连步轻移走到大殿门口，素手一挥，殿门被金淑玉反手关上，彻底锁死了殿内的一切。3日后，王家后山雾霭沉沉，此地常年被列为禁地，寻常王家长老子弟都不得靠近半步。此刻却有4道身影悄然立于山巅的一处空地之上。王云龙负手而立，环视着另外3人，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3位别来无恙啊，不知各位家中的事可都安排妥当了？上次又是刮风就是下雨的，一时都没能尽兴。这话一出，要不平和刘宗元3人脸色都有些不太自然，但李长河却闻言抚掌一笑，神态自若。托王兄的福都处理好了，家里的祖脉总算是不会再炸了。随后话锋一转，只是不知王兄今日为何将我等换来这后山禁地？这里平常可是宝贝的很，连只鸟都飞不进来。呵呵。王云龙轻笑一声，李兄又何必明知故问？你们在来这里之前，难道心中就没点数吗？李长河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眼神深处闪过一抹金光。就在3天前，刚离开王家没多久，金不换的密信就传了过来。信中内容不多，却足以让他心神俱震。王家要开启上古挪移大阵，从上界召唤300大乘期修士降临。300大乘，这可是可以横扫整个修仙界的绝对力量。那个神秘莫测的圣子陆清玄固然可怕，身份尊贵，手段通天，但面对300位货真价实的大乘期修士，还是握在手中真实的存在更让人放心。正是这条消息，才让李长河下定决心，扛着得罪圣子的巨大压力，再次踏入王家的阵营。富贵险中求，若是王家事成，他李家可以顺势摸得不少好处；如若不行，祖脉再爆炸一次，又有何难？见无人应声，王云龙脸上的笑意更盛。好，好，好！王云龙连道3声好，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这片天地。既然各位都来了，那就证明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兄弟。让我们来共同见证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一个一统修仙界的伟大时刻。话音落下的瞬间，王云龙双手猛然掐诀，狠狠拍在脚下的地面上。起！嗡！一声沉闷轰鸣自地底深处响起，整座后山剧烈地颤动起来，山石滚落，林木摇晃。以4人为中心的广阔空地，地面寸寸皲裂，一道道深邃的沟壑从王云龙脚下蔓延开来。沟壑之中并非黑暗的泥土，而是亮起了刺目的血色光芒。无数玄奥繁复的符文在血光中亮起，彼此勾连，
迅速组成了一幅庞大到令人窒息的阵图。阵法的核心是一个由无数珍稀灵材堆砌而成的祭坛，祭坛之上悬浮着一颗人头大小、通体漆黑、表面布满天然道纹的晶石。一股股精纯到极致的空间之力正从那晶石中溢散出来。果然是上古魔夷大阵，要不凭师生惊呼，这东西启动一次，即使是他们附属的上界家族都不一定耗得起。李长河也强压下心中的波澜，看向了祭坛上空的那枚黑色晶石——虚空神晶。王云龙站在阵图中央，衣袍被狂暴的灵力吹得猎猎作响，张狂大笑：“三位，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王家的底牌，是我王家数万年积累的全部心血。今日我便以此阵恭迎上界先祖降临。”血色阵图光芒大盛，直冲云霄，将山巅的沉沉雾霭染成一片诡谲的赤红。狂风骤起，卷动着碎石与断木，仿佛整片天地的灵气都在此刻被疯狂抽离，向着阵法核心那枚虚空神经汇聚而去。万里之外的繁华都城，茶楼里的说书人正讲到兴起处，满堂看客手中的茶杯却毫无征兆的齐齐震颤，茶水溅了一身。无数修士骇然抬头望向王家所在的方向，只觉得心头压上了一块巨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天怎么红了？好可怕的威压！这是有绝世大能出世，还是有一宝现世？无数洞府中闭关多年的老怪物们猛然睁开双眼，看向那片血色天穹，神情凝重到了极点。王家究竟又在搞什么名堂？万宝阁内，金不换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随即走到窗边，看着远方天际那抹不祥的红光，嘴角淡淡上扬。终于开始了吗？与此同时，柳家府邸，柳天雄正与几位族老议事，一股悸动让他猛地站起身来，冲出大殿，望着那片被染红的天空。这股气息是王家后山。不好！柳天雄暗道不好，王家要掀桌子了。王家这是要疯了！必须立刻禀告圣子。王家后山之巅，风暴的中心，李长河三人早已被这股力量逼得连连后退，护体灵光自行激发，却依旧摇摇欲坠。只见那虚空神经已然化作一个旋转的黑色漩涡，空间被撕裂，一道刺目的白光从漩涡深处亮起，紧接着一道身影从中迈步而出。那人身着古朴的玄色道袍，面容冷峻，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股浩瀚如渊海的威压便瞬间笼罩了整座山巅。大成9层，同为合体期的他们在这股气息面前渺小得如同蝼蚁。这还只是第一个，未等众人从震撼中回过神，第2道、第3道、第10道，一道道气息同样恐怖的身影接连不断地从空间漩涡中走出，他们面无表情，眼神漠然，仿佛一群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整齐划一地站到了第一人身后。10人、50人、100人，随着降临的修士越来越多，整片空间都开始不堪重负。山巅上空，一道道肉眼可见的黑色裂缝如蛛网般蔓延开来，似乎随时都会彻底崩碎。李长河的额头渗出冷汗，心跳如肋骨。这里的空间之力快要撑不住了。当人数抵达291人时，那剧烈旋转的空间漩涡猛地一颤，光芒迅速暗淡下去，最终缓缓闭合。天地间的威压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近300位大成9层的顶尖修士，如同一片沉默的钢铁森林，静立于王云龙面前。那种纯粹由力量堆砌而成的压迫感，足以让任何一个修仙世家瞬间分崩离析。291人，王云龙看着眼前的景象，眼中非但没有失望，反而越发满意。291名大成9层已经足够横扫这片天地了。为首的那名玄袍修士上前一步，对着王云龙遥遥拱了拱手，神态间自有一股源自上界修士的傲然，但礼数上却做得滴水不漏。王家主，我等奉宗族之命前来辅佐王腾少主，助其凝聚气运，早日飞升。若有差遣，但凭吩咐。王云龙闻言，脸上的笑意再也无法掩饰。他上前一步，拍了拍那玄袍修士的肩膀，目光扫过李长河三人，最后落向了柳家所在的方向。好，很好。既然如此，现在刚好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诸位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不如就先随我一道去拜访一下我的好邻居柳家，如何？柳天雄心急如焚地飞向陆清玄的府邸，几个呼吸间，别院门口的景象便映入眼帘。然而陆清玄早已站在门前，一袭白衣，负手而立。柳天雄心中一愣，圣子已经准备好了，可他身后怎么空无一人？柳梦瑶和金淑玉，这种时候怎么会不在圣子身边？不及细想，柳天雄3步并作2步上前，躬身急切道：“圣子，王家那边动静极大，恐怕是狗急跳墙，要对我们不利了。”陆清玄神情淡然，只轻轻颔首：“我知道，他们已经到了。”话音刚落，一股恐怖威压便从天而降。轰！视线尽头，数百道流光撕裂天幕，
精准地悬停在了柳家府邸上空。为首的是王云龙，而在他身后，近300名大成9层的威压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实质性的立场。府内无数修为低微的子弟当场口喷鲜血，昏死过去。王云龙立于空中，俯瞰着下方那道孤零零的白衣身影。陆圣子，久仰大名，王某今日前来，并无恶意，只是希望能与圣子谈一笔生意。他顿了顿，将万宝阁让出来。如何至于条件，圣子尽可以开，只要我王家拿得出的，绝不吝啬。陆清玄并没有回话，而是神色平静地看向王云龙，但旁边的柳天雄早已气得浑身发抖。这哪里是谈生意，分明是赤裸裸的逼宫。圣子要的东西，他们能拿得出来吗？简直是欺人太甚。王云龙，他指着天空，厉声喝骂：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威胁我玄天皇族圣子！你这是想让你上界的王家也跟着一同覆灭吗？覆灭！王云龙闻言，孤注一掷的狂笑：哈哈哈！柳天雄，你以为我还有回头路吗？上界的王家本来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而当他陆清玄选择跟我们王家抢万宝阁时，我们就早已没有退路了。笑声戛然而止，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既然横竖都是一死，那今日就只好对他不敬了。身后一名大成9层的修士刚要出手，却在瞬间僵在了半空。砰！一声炸响传来，那名修士的身体直接爆成血雾。血雾还未散尽，一道威吓声传遍全场：谁敢对圣子不敬？黄浩身着黄色劲装自虚空中踏出，周身气息磅礴浩瀚，与天地共鸣，同时杀意凛然地看向天空中那近300名大成修士。渡劫期，王云龙眉头紧锁，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之前听闻陆清玄的手下闭关冲击渡劫，他心中还存着一丝侥幸，毕竟渡劫之难九死一生，失败才是常态。可眼前这人气息圆融，法力通天，分明是已经稳稳踏入了那个境界。王云龙侧过头，用眼神询问身旁那名来自上界的玄袍修士。玄袍修士面色不变，传音道：无妨，不过是初入渡劫，根基未稳。我等不下的锁天绝灵阵，本就是为了应对渡劫修士，别说一个，就是再来一个，也翻不了天。听到这话，王云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一个初入渡劫的修士，或许能造成些麻烦，但面对近300名大成9层组成的战阵，能不能赢还是两说。然而，王云龙这口气还没完全松下来，另一股更加苍茫霸道的气息，如复苏的远古巨龙，骤然笼罩了整片天地。王家的小子，你好大的威风！柳家府邸深处，一道璀璨的金光冲天而起，金光之中，柳晴苍每踏出一步，脚下便有金色莲花绽放，身上那股圆满无漏、气血鼎盛如烘炉的气势，压得在场所有大成修士都感到一阵心悸。柳晴苍，王云龙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你的暗伤怎么可能？你竟恢复了全盛，一个黄浩已是变数，如今再加上一个全盛时期的柳晴苍，局势瞬间逆转。柳晴苍成名万年，底蕴深不可测，绝非黄浩这等初入渡劫者可比。那名一直镇定自若的玄袍修士脸色也阴沉下来。2个渡劫期，事情开始超出掌控了。他冷哼一声，强自镇定道：2个又如何？今日之事已无退路，杀了他们，这天下尽归我等。可王云龙看着下方一袭白衣，从始至终都淡然如一的陆清玄，又看了看他身旁一左一右，如同2尊门神般护卫着的黄浩与柳晴苍，心中的天平在疯狂摇摆。打？拿什么打？就算能赢，也是惨胜，他王家必然元气大伤。更何况看陆清玄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谁知道他还有没有别的留手？电光火石之间，王云龙悲痛欲绝，对着陆清玄遥遥一拜，声音哽咽，情真意切：圣子，其实我王家也是有苦衷的。这一声高喊，让准备动手的黄浩和柳晴苍都愣住了，就连下方的柳天雄也张大了嘴巴，一时忘了该骂什么。只听王云龙继续声泪俱下的哭诉：我上界宗族遭逢大难，这才出此下策，实非我愿。我等与圣子并无深仇大恨，何必两败俱伤，让亲者痛，仇者快。王云龙话锋一转，脸上挤出无比诚恳的笑容：只要圣子您金口一开，让玄天皇族出面，保我上界王家一线生机，这万宝阁我立刻拱手相让。从此以后，我王家愿奉圣子为主，为您鞍前马后，绝无二心。此言一出，全场呆愣，前一刻还喊打喊杀，下一刻就那头便拜，要当人走狗。这脸皮之后，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陆清玄尚未开口，身后的黄浩先忍不住吐槽道：我说你这人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刚才还叫嚣着要对我们圣子不敬，现在看我们人多势众，就想趴下来当狗？不对，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王云龙的脸一阵青一阵白，嘴角抽搐，身后的王家修士和那玄袍修士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人多势众，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算了，不能多想。柳晴苍挑了挑眉，瞥了眼中间的陆清玄，有苦衷。陆清玄轻笑一声：“你们是不是觉得我陆清玄的头是泥捏的？想踩就踩，想拜就拜。”话音未落，他眼中的平淡瞬间化为彻骨的冰寒。来都来了，那就都别想活着离开。无需更多指令，黄皓与柳晴苍在陆清玄话音落下的瞬间便已然出手。黄霸碎天拳！黄皓一声暴喝，简单直接，一拳导出，一条黑色怒龙随着拳风咆哮着冲向王家的战阵。而在另一边，柳晴苍单手掐诀，向天一指，青天琉璃剑。刹那间，苍穹之上浮现出一柄横贯天际的琉璃巨剑。随着柳晴苍手指向下一挥，那柄遮天蔽日的琉璃巨剑厉声斩下，一拳一剑，一霸道，一恢宏。王云龙瞳孔猛缩，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他笼罩。没想到对方竟如此决绝，连一丝转圜的余地都不给。结阵，锁天绝灵。千钧一发之际，那名一直沉默的玄袍修士厉声嘶吼。王云龙身后那近300名大成9层的修士如梦初醒，体内的法力毫无保留地喷涌而出，按照某种玄奥的规律瞬间连接在一起。嗡，一声嗡鸣响彻天地，一道道血色的光柱自每一名修士天灵盖冲出，在半空中交织，瞬间勾勒出一张覆盖了方圆100里的血色大网。大网之上，无数诡异的符文游走不定，一股隔绝天地、封锁万法的气息弥漫开来。锁天绝灵阵发动，几乎在阵法成型的同一时刻，黄皓的霸道拳劲与柳晴苍的青天琉璃剑一上一下轰然降临。血色大网剧烈地颤动了一下，网上的符文疯狂流转，将那2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尽数抵挡。挡住了！下方观战的柳天雄震惊地望着天空，就连悍然出手的黄皓也震惊地看着自己的拳头，有些发懵。柳晴苍也皱起眉头，审视着那座血色大阵。就在刚才碰撞的瞬间，大阵不仅隔绝了他们的攻击，甚至连周遭的天地灵气都被抽空，加固周围的空间用来防守。玄袍修士冷冷一笑，在这锁天绝灵阵中，能锁住周遭所有灵气，并且将攻击的灵气吸收，巩固空间用来防守，越打越强。渡劫期又如何？今日就让尔等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上界仙阵。而这时，陆清玄嘴角微微上扬，手中长剑浮现。我好像听到了空间，装神弄鬼。玄袍修士见状，不屑地轻笑，不过是大成1层的修为，就算有几分蛮力，也想撼动我上界仙阵，痴心妄。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身旁王云龙打断。小心，他手上的那柄剑是地气。什么？玄袍修士猛地扭头看向王云龙，眼神像是要吃人。地气？你为何不早说？王云龙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玄袍修士气得胸膛剧烈起伏，但是已至此，再追究也无济于事。他死死盯着陆清玄手中的长剑，强行压下心中的惊骇，嘶声道：“地气又如何？此阵乃300名大成9层修士以性命催动，我不信他一个大成1层能发挥出地气的几分威力。”然而陆清玄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嚣，体内的焚天万域圣诀疯狂运转，丹田气海之中的阴阳异火和虚无咒光炎瞬间附着在烈虚空神剑的剑身之上，黑白2色的阴阳异火如同2条神龙缠绕着剑身盘旋，而那缕虚无咒光炎则融入剑尖，让那本就幽暗的剑尖变得更加深邃，仿佛一个能够吞噬万物的黑洞。这一刻，陆清玄整个人的气势攀升到了顶点。不好！玄袍修士大惊失色，全力催动大阵，不惜一切代价挡住他。不用他下令，那近300名修士早已感受到了那股足以毁灭一切的恐怖威压，将体内最后一丝法力都压榨出来，尽数灌入血色大网之中。血色大网光芒暴涨，网上的符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流转，整座大阵的气息变得粘稠如汞，化作了一面真正坚不可摧的血色天壁。也就在此时，陆清玄一剑挥出，吃！一道纤细到极致的黑色丝线自烈虚空神剑的剑尖延伸而出，印在了血色大网之上。紧接着，那锁天绝灵阵从黑色丝线接触的一点开始，无声地裂开了一道口子，裂口迅速扩大，向着2端蔓延，顷刻间便横贯了整张血色大网。噗噗噗！阵法被破的瞬间，所有王家修士如遭雷击，齐齐喷出一大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下去。玄袍修士双目圆睁，嘴里喃喃自语：“怎么可能？”他直接切开了阵法，一剑破阵。陆清玄的身形在空中微微一晃，脸色略显苍白，显然刚才那一剑对他消耗巨大。他轻轻喘了口气，
冰冷地看向气息紊乱的王家修士，全部杀光，一个不留，早就等不及了。黄浩兴奋地大吼一声，瞬间冲入敌阵之中。黄霸碎天拳，他根本懒得分辨目标，只是将双拳舞得虎虎生风，每一拳轰出都带着一条咆哮的黑色怒龙，拳风所及，那些本就身受重伤的王家修士非死即残，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便化作漫天血雾。另一边，柳晴苍手中长剑挥洒，每一次青色的剑光都必然带走数名王家修士的性命。没有了阵法庇护，这300名大成9层修士在2名货真价实的渡劫期强者面前，就如同待宰的羔羊，力量完全被分散。零星的反击打在黄浩和柳晴苍身上，连挠痒痒都算不上。屠杀，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单方面屠杀。圣子饶命啊！我王家愿意臣服圣子。王云龙看着族人一个个惨死，跪倒在虚空中。我愿献出我王家所有宝物，只求圣子饶我一命。我愿为奴为仆。他的求饶声戛然而止，一道幽暗的剑光快到极致的从他脖颈间划过，王云龙的头颅冲天起。陆清玄收回长剑，看都未看那颗飞起的头颅一眼。对于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从来不会有半分怜悯。旁边的柳天雄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心中微微一凛，对自己之前的选择感到无比庆幸。天空中的杀戮仍在继续。玄袍修士看着族人一个个倒下，眼中终于闪过一丝绝望。他咬破舌尖，将精血喷在手中的法器之上，燃血大法。一声怒吼，玄袍修士的气息瞬间暴涨，从大成9层直接攀升到了接近渡劫期的程度。他手中的法器一面青铜古镜，散发出刺眼的血光。就算死也要拉你们垫背。玄袍修士双目赤红，将古镜高高举起，镜面中射出一道血色光柱，直奔黄浩而去。黄浩正轰杀一名王家修士，察觉到身后的危险时，已经来不及完全闪避。轰！血光击中黄浩的后背，强大的冲击力将他轰飞数十丈。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出，身上的衣袍被撕裂，露出焦黑的血肉。小心！柳晴苍惊呼一声。玄袍修士狂笑，渡劫期又如何？被我燃血一击，你也得。话音未落，黄浩已经稳住身形，他抹去嘴角的血迹，眼中战意更盛。有点意思。黄浩活动了一下受伤的肩膀，连偷都偷不死，还敢狂妄叫嚣。玄袍修士脸色大变。燃血大法虽然能瞬间提升实力，但持续时间极短，而且会永久损伤修为根基。他本以为这一击能重创黄浩，没想到对方只是受了点轻伤。不可能，怎么可能只是？这就是渡劫与大成的绝对差距。黄浩缓缓握拳，你们永远不会明白。下一刻，黄浩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玄袍修士面前。黄霸天碎，一拳轰出，虚空都在颤抖。玄袍修士慌忙举起古镜抵挡，然而那面铜镜在这一拳之下直接4分5裂，拳风于是不减，重重轰在玄袍修士胸前。噗！玄袍修士整个人炸成一团血雾，连元神都未能逃脱。黄浩收回拳头，看向四周还在负隅顽抗的王家修士，愤恨一声：我这辈子最讨厌就是偷背身的人了，还有谁敢偷？全部给我死来！不过短短一炷香的功夫，天空渐渐恢复了平静，近300名大成9层的上界修士已然化作虚无，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未能留下。浓郁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刺鼻无比。黄浩和柳晴苍回到陆清玄身边，身上煞气冲天，但看向陆清玄的眼神却充满了敬畏。王家洞府最深处的石室内灵气翻涌，王腾全身赤裸地盘坐于中央，周身环绕着一道道玄奥的金色符文。他紧闭的双目猛然睁开，2道金光爆射而出，竟在坚硬的石壁上留下了2道深不见底的孔洞。轰！一个与他面容一般无二的金色小人而盘坐在丹田气海之上，宝相庄严。元婴，成了！哈哈哈哈！成了！我王腾终于成了！王腾感受着体内奔流不息的雄浑法力，忍不住仰天狂笑。他忍不住内视己身，那具经历了上百次死亡与重生的躯体，如今坚韧的如同法宝。这就是苍天霸体。每一次在生死边缘徘徊，每一次自觉心脉在依靠霸体的力量重塑肉身，修为便会迎来一次井喷式的暴涨。这等逆天圣体，放眼整个修仙界，谁人能及？王腾心念一动，背后一道青色的龙影一闪而逝，发出一声震慑神魂的咆哮。本命神通，神形化龙。王腾兴奋笑道：这还只是开始，待我霸体大成，便可化身万千神兽，掌灭星辰，脚踏寰宇。区区数日便可达到元婴，那化神、大成乃至传说中的渡劫飞升，岂非手到擒来？柳家一群土鸡瓦狗罢了，待我出关，定要将那柳梦瑶抢来，
执掌王家，控制柳家，让世人知晓谁才是这方天地真正的主角。王腾的笑声愈发狂妄。就在这时，密室的石门被人用蛮力轰然推开，一道娇小的身影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发髻散乱，衣裙上还沾着点点血迹。少主！王腾的笑声戛然而止，眉头一皱，看清来人是自己的贴身侍女小翠，脸上的不悦化为一丝淫邪的笑意。小翠，你来得正好，本少主今日神功大成，正要寻人好好庆祝一番，你便来陪我共饮几杯。王腾一边说着，一边走向小翠。然而小翠却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只是用尽全身力气嘶喊道：少主，快跑啊！王腾脚步一顿，脸上的笑容微微凝固了。小翠是家族从小培养的死士，专职服侍他的起居，心性沉稳，忠心不二。平时一向沉稳，即使是照顾他的私人生活，也是尽心尽力，多得欢心，不会多言。此刻却这副模样，莫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跑！为何要跑？王腾心中升起一丝不妙的预感。柳家杀上门来了，我们的人都死了，长老们，夹住他！小翠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地喊道。王腾一愣，柳家，他们怎么敢？他们不是已经衰败了吗？怎么可能还能与王家抗衡？更何况还有300名大成9层的修士，足以横扫一切。不可能！王腾厉声喝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一股冰冷气息便从洞开的石门外涌了进来，瞬间笼罩了整个密室。在这股气息面前，王腾刚刚突破元婴期的修为，渺小的如同蝼蚁。王腾僵硬地转过头，望向门口，只见3道身影缓缓步入，2个渡劫期。王腾的瞳孔骤然收缩。然而更让他呆愣的是，跟在陆清玄3人身后的那几个人，竟然是刘宗元、李长河还有药不平3人。这些人可都是王家最坚实的盟友，他们每一个都代表着世家顶尖势力，是王家耗费了无数资源与心血才拉拢的盟友。可现在他们却像3条摇尾乞怜的狗，跟在陆清玄的身后。圣子神威盖世，宅心仁厚。刘宗元谄媚的拱手：我等有眼不识泰山，竟敢与圣子为敌，实乃罪该万死。蒙圣子不杀之恩，我刘宗元愿为圣子鞍前马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一幕让一旁的李长河和药不平暗骂不已，恨自己嘴慢了一步。李长河连忙挤开刘宗元：圣子明察秋毫，算无一策。我等先前还在为您担心，这王家洞府如同迷宫，怕是不好寻到这孽障。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瘫软在地上的小翠，继续拍着马屁。圣子早已看穿一切，略施小计，故意放走这忠心护主的侍女，让她自己前来报信。如此一来，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这缩头乌龟的藏身之所找了出来。此等神机妙算，当真是我辈楷模，望尘莫及啊！药不平也急忙附和：是急，是急。圣子智慧如海，我等能追随圣子，实乃3生有幸。小翠原本就惨白的脸，在听到李长河的话后，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不是的，少主。他浑身颤抖，泪水决堤而出。我只是想来救你，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少主。绝望的哭喊声中，小翠的眼神忽然变了，她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化神气息爆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谁也别想伤害我的少主。她凄厉地尖叫着，发髻散开，长发乱舞，不顾一切地冲向了负手而立的陆清玄。找死！居然敢冲撞我们的圣子大人！旁边的刘宗元一步探出，一拳轰出，冲至半途的小翠在一瞬间化为了一捧细腻的血雾。同时，刘宗元快速退回陆清玄身后，能为圣子铲除祸患，是在下的荣幸。这一举动让旁边的李长河和药不平纷纷瞪大了眼睛，心中暗道：这厮是真不要脸，居然又被他抢先了，可恶！旁边的黄浩同样惊异地看向他，这个家伙是真的连脸都不要了。王腾则僵在原地，整个人如坠冰窟，刚刚突破元婴的喜悦瞬间被冲淡，震惊惊恐地看向对面的陆清玄，而陆清玄同样看向了他，淡淡说道：终于找到你了。小翠化作的那一捧血雾还未散尽，淡淡的腥气钻入鼻腔，提醒着王腾眼前之人的可怕。想不通，一切都想不通。王家300名大成9层的修士，足以踏平这方天地的力量，怎么会败？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你不能杀我！生死关头，王腾惊恐地大喝道：我是王家未来的希望，你若杀我，上界王家绝不会放过你。然而陆清玄却根本没听他的话，抬手指尖一捻，那缕阴阳异火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向王腾。王腾的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他能感觉到，只要被这火苗沾上分毫，自己恐怕会在顷刻间化为虚无。
他想躲，可身体在渡劫期修士的气机锁定下，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完了，死定了！就在这时，异变陡升，当一声古朴悠远的钟鸣毫无征兆地响起，仿佛从亘古洪荒传来。王腾身后，那个被他随意丢在角落里的古钟突然爆发出万丈金光，钟体之上锈迹瞬间剥落，露出刻满无数玄奥符文的青铜钟身。一道凝厚无比的金色光幕从钟口喷薄而出，如同一面坚不可摧的盾牌，恰好挡在王腾身前。黑白异火撞在金色光幕上，发出滋滋声响，光幕剧烈震颤，泛起一圈圈涟漪，却硬生生地将那缕足以焚灭大成修士的异火挡了下来。王腾呆住了，这是那个破钟。他记得很清楚，这口钟是从一个方式上随手买来的。如果不是为了羞辱柳家，他根本不屑于去拿它，尤其是发现它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灵器后，便随手丢在密室角落，再也没多看一眼。劫后余生的狂喜瞬间涌上心头，王腾几乎要放声大笑，然而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谷中爆发出神光，其威能冲天而起，瞬间撕裂了王家洞府上方的阵法禁制。一股浩瀚磅礴之威，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毫无保留地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好强的气息！天降异宝，速去！此宝与我有缘。刹那间，数道强横无匹的神念从四面八方扫来，紧接着天空之上风云变色，数道流光撕裂虚空，朝着王家洞府疾驰而来。每一道流光都代表着一位大成境界的顶尖强者。这些常年闭关的老怪物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威能惊动了。陆清玄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天际，眼神平静。又是这样，天道又在暗中作祟，试图为这气运之子创造一线生机。不过那又如何？陆清玄对着身旁的黄浩挥了挥手，黄浩瞬间心领神会，脸上露出一抹狞笑，身影一晃，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黄浩的身形出现在王家洞府上空，拦住了那几名急速赶来的大成修士。滚！黄浩声如惊雷，震得那几名大成修士身形一滞，气血翻涌。我等前来夺宝，阁下是何人？敢如此猖狂！一名白发老者面色不善地喝道。黄浩环视一圈，目光冰冷。玄天皇族圣子在此办事，尔等也敢叨扰？玄天皇族圣子，此言一出，几名大成修士脸色巨变，他们心有不甘地看了一眼下方那口被一火灼烧过后神光愈发璀璨的古钟，那钟声的道韵，那流转的符文，无一不在说明这是一件无上之宝。放弃实在心疼，可玄天皇族圣子他们又惹不起。就在众人迟疑之际，其中一名眼神贪婪的修士似乎还抱有一丝侥幸，又看了看孤身一人的黄浩，没有立刻退去。黄浩注意到了他的眼神，嘴角咧开一抹残忍的笑容。敬酒不吃吃罚酒，抬手顺身一个肘击撞去，咔嚓！那名心怀贪念的大成修士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修炼了数万年的强大肉身被硬生生挤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齑粉，当空爆开，神形俱灭。死！剩下的大成修士倒吸一口凉气，一招，仅仅一招就秒杀了一位大成修士，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他们再也不敢有丝毫贪念，惊恐地看了一眼黄浩，然后头也不回，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向着远方逃窜，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的陆清玄则早有所料地点了点头，刚才那几个大成修士的到来时机巧妙的过分，偏偏就在王腾性命垂危的瞬间，那口破钟突然觉醒，引来了这些老怪物。这种巧合除了天道暗中操控，还能有什么解释？不过天道的手段也就这样了，无非是借助各种机缘和外力为气运之子化解危机，并且不能通过天道来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思想，直接控制他的行为，只能尽可能的让一切外在因素变得合理。一旦压制住这些外在因素，气运之子本身其实脆弱的很。陆清玄目光转向王腾，淡淡开口：“你以为有了这口钟就能活命？”王腾闻言，下意识地看向那口古钟，钟身上的符文依然在闪烁着金光。怎么不可能？它可是神器，连你的异火都挡住了。王腾色厉内荏地吼道，声音里却掩饰不住颤抖。神器？陆清玄轻笑一声，那又如何？话音刚落，陆清玄抬起右手的烈虚空神剑，一道黑色的剑气凝聚成型。王腾本能地感到了恐惧，这可不是你那钟能碰瓷的地气。陆清玄轻描淡写地说道，就让我看看是你的钟印还是我的剑力。黑色轻薄剑气飞向古钟，然而下一刻，剑气接触到金色光幕的瞬间，那坚不可摧的防御竟然像纸糊的一般，被无声无息地洞穿了一个小孔。随即金色光幕开始崩塌，古钟的神光急剧暗淡，钟身上瞬间出现数道裂痕。陆清玄淡然一笑，天道也不过如此，本命神通。
神形化龙。绝境之下，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理智。王腾体内苍天霸体疯狂运转，紫血瞬间转化成青龙之血，血脉之力毫无保留地爆发。这就是苍天霸体的恐怖之处。紫血除了拥有极强的恢复力外，被视作人形圣药外，还能自如转化，练到极点更是能一体多血，形成龙头、凤翅、麒麟甲的究极形态。王腾的身躯开始拉长，皮肤上升出细密的青色鳞片，骨骼发出阵阵爆响，转瞬之间竟化作一条10余丈长的小型青龙。龙威虽然稚嫩，却带着一股源自血脉深处的威严。吼！青龙发出一声咆哮，扭动身躯，化作一道青色电光，朝着天际仓皇逃窜。他要活下去，只要能逃离这个魔鬼的掌心，他王腾就还有机会卷土重来。想走？陆清玄微微颔首，黄浩早已按捺不住，脸上狞笑更甚。圣子面前，岂能让这小厮溜了？身影一闪，黄浩后发先至，鬼魅般出现在青龙逃窜的路线上。他伸出大手，精准无比的一把攥住了那条还在奋力摇摆的龙尾。给老子下来！黄浩手臂肌肉球结，腰身发力，竟将那10余丈长的龙躯抡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环，然后狠狠朝着下方的大地砸去。轰隆！大地巨震，烟尘冲天，一个巨大的龙形坑洞伴随着王腾砸落而形成，无数裂缝向四周蔓延。坑洞中，王腾所化的青龙浑身鳞片崩飞，龙血四溅，口中发出痛苦的哀鸣。黄浩缓缓降落在坑边，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王腾，用脚尖碾了碾几片掉落的龙鳞，不屑地嗤笑一声：“就这？还以为是什么真龙，原来不过是一条大一点的泥鳅罢了。”王腾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黄浩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势压得动弹不得，只能用怨毒的目光死死盯着他。眼神不错，可惜马上就要瞎了。黄浩咧嘴一笑，杀机毕露。他抬起脚，准备一脚踩爆王腾的脑袋，彻底了结这个气运之子之时。啊！一声龙吼响彻了整片天地。这声龙吼与王腾那稚嫩的咆哮截然不同，雄浑、苍凉、霸道，蕴含着无尽的威严与怒火。音波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了肉眼可见的涟漪，下方山脉的巨石纷纷滚落，修为稍弱的子弟更是当场七窍流血，昏死过去。黄浩动作猛地一滞，只觉得一股龙威从天而降，仿佛要将整片天穹都压在身上。他猛然抬头，只见9天之上，云层被一股蛮横的力量撕开一个巨大的窟窿，一只覆盖着墨色鳞片、大如山岳的龙爪，携着毁天灭地的威能，穿透云层，朝着他当头抓下。那龙爪之上，雷霆缠绕，尚未临近，溢散出的气息就让黄浩感到一阵心悸。混账！黄浩怒吼一声，不敢有丝毫怠慢，全身法力瞬间沸腾，双臂交叉护在身前。轰！龙爪与黄浩的双臂悍然相撞，狂暴的气浪以撞击点为中心，形成一道白色的冲击波，向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黄浩只觉得双臂传来骨裂般的剧痛，整个人如同一颗出膛的炮弹，被狠狠地击飞出去，撞塌了远处的一座山峰，才堪堪停下。烟尘弥漫中，陆清玄眉头微皱，抬头望向天空那个巨大的窟窿，只见一条万里蛟龙正从那空间裂口中缓缓探出半个身子，其身躯盘踞在云层之中，遮天蔽日，每一片鳞甲都闪烁着幽冷的光泽，仿佛由最坚硬的神铁铸就。2根峥嵘的龙角刺破苍穹，一双宛如熔岩湖泊的巨大眼眸正冷漠地俯瞰着下方的一切。最关键的是他身上那股浩瀚无边的气息。渡劫期，而且绝非普通的渡劫期，其威势之强，甚至远超陆清玄前世记忆中这个世界该有的上限。怎么回事？陆清玄的思绪飞速转动。根据原著剧情，这方下界灵气衰败，法则残缺，大成期已是顶点，数万年未曾有人渡劫成功，唯一一个不过就是柳晴苍，还是身负重伤，只留有一招之威的吉祥物。黄浩这种实力放在这里本该是绝对的降维打击，可眼前这条渡劫期的蛟龙又是从何而来？难道是因为自己刚刚一句话，天道生气了？还是不止一个天命之子的出现，导致世界线产生了预料之外的变动？有意思，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就在陆清玄思索之际，那条巨大的蛟龙收回了俯瞰的目光，转而投向深坑中奄奄一息的王腾。他那威严而冷漠的眼神中，竟流露出一丝激动与虔诚。一道苍老而宏大的声音在天地间响起：“属下参见青龙殿下。”这一声青龙殿下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王腾更是疑惑地挣扎着抬起头。那蛟龙并未理会众人的惊愕，继续说道：“吾乃此界护界龙神，已在此沉睡了97000年，只为等待一丝真正的青龙血脉降临，以其本源之力修补这方破败世界的天道法则，重塑断绝已久的飞升之路。”他的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沧桑，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古老秘辛。
原来如此，王腾瞬间明白了，这是被自己苍天霸体转化而成的青龙之血给骗了。看着天空中那威严的蛟龙，又回头看了一眼面色平静的陆清玄，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死里逃生的怨毒交织在一起。前辈救我！王腾大喊一声，强行压榨出体内最后一丝力量，化作一道流光，踉踉跄跄地飞向天空，躲到了那巨大蛟龙的身后。噗！远处的废墟中，黄浩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从乱石堆里站了起来。他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臂，擦去嘴角的血迹，抬头看向那条庞大的蛟龙，不爽地大骂道：“卑鄙伪龙，居然搞偷袭！”黄浩挑衅道：“有种下来跟你黄爷爷堂堂正正打一场。”那蛟龙双目一瞪，龙须狂舞：“你才是伪龙！”蛮荒古绝！黄浩一声怒喝，身形再次拔地而起，浑身金光大盛，肌肉虬结，宛如一尊从远古走出的战神，身后浮现出一尊模糊的蛮神虚影，一拳导出，拳风撕裂长空，带着崩山裂地之势，直轰蛟龙那巨大的头颅。米粒之珠也放光华，蛟龙龙瞳中流露出一丝轻蔑，张开巨口，一道深蓝色的龙息喷吐而出。那龙息并非火焰，而是极致的寒气，所过之处，连空间都被冻结出一道道冰蓝色的结晶。黄浩的金色拳罡与龙息相遇，拳罡上迅速凝结出一层厚厚的玄冰，并以惊人的速度朝着黄浩的手臂蔓延。黄浩心中一凛，当机立断，猛地收拳后撤，体内法力疯狂运转，才将那股侵入体内的寒气逼出。饶是如此，他的右臂也覆盖上了一层薄霜，气血翻涌，显然吃了不小的亏。仅仅一招，高下立判。看到这里，柳晴苍眉头紧锁，眼神凝重到了极点。渡劫4层，柳晴苍低声自语，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他自认雄踞此界之巅万年，对这片天地的每一寸角落都了如指掌，却从未发现过在云层之上竟还沉睡着如此恐怖的一头蛟龙，藏得真深。柳晴苍收回目光，转向一旁神色平静的陆清玄，躬身一拜：“圣子，此龙非黄浩一人可敌，请允属下出手。”陆清玄的目光从那蛟龙身上收回，落在了躲在龙首之后，正用怨毒眼神偷瞄自己的王腾身上，随后淡淡颔首。得到应允，柳晴苍身上气势陡然一变，一股锋锐剑意冲霄而起，那原本略显苍老的身躯挺得笔直，体内的玉道天心骨发出一阵嗡鸣，磅礴的生命精气与法力瞬间充盈百骸，将他的状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坑。一声剑鸣响彻天地，柳晴苍并指成剑，对着那庞然大物遥遥一划，一道千丈长的璀璨剑气横空出世，剑气纯粹到了极致，割裂时空，直取蛟龙脖颈。又来一个渡劫期3层的老不死。蛟龙的龙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但区区人族剑修也敢在本龙面前放肆。他龙尾一甩，庞大的尾巴如同一条连接天地的黑色山脉，携着万钧雷霆狠狠抽向那道剑气。轰隆，剑气与龙尾碰撞，爆发出刺目的光芒，狂暴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下方的山脉成片地崩塌粉碎。老柳，干得漂亮！黄浩见状大喜，趁着蛟龙被柳晴苍牵制的瞬间，再度抱起发难。他不再傻傻的硬碰硬，而是身形化作一道金光，绕着蛟龙庞大的身躯高速游走，砸在墨色的鳞甲的薄弱之处，发出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撼天拳，碎心脚。黄浩越战越勇，各种功法信手拈来。柳晴苍则立于虚空，双指不断点出，一道道绝世剑气纵横交错，组成一张天罗地网，不断切割着蛟龙的活动空间，寻找着它的破绽。万剑归一，一时间剑气与拳罡交相辉映，龙吟与暴喝响彻云霄。那蛟龙虽强，但面对恢复了全盛时期又得遇到天心骨加持的柳晴苍，以及游龙的黄浩和需要保护的王腾，竟也被打得束手束脚，难以在短时间内拿下二人。他在云层中翻滚，雷霆与寒冰交织的龙息四处喷吐，却总能被两人默契的化解。战局陷入了僵持。躲在蛟龙身后的王腾心脏狂跳，生怕他一个攻击没守住，自己就这么死了。不行，求人不如求己，我得先跑。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那场惊世大战上，没人会注意到自己。只要逃出这里，找个地方躲起来，凭借自己苍天霸体的潜力，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想到这里，王腾不再犹豫，悄悄收敛气息，贴着云层的边缘，小心翼翼地朝着远方挪动。一步两步没有人发现，王腾心中一喜，速度不由得加快了几分。他回头看了一眼战场，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陆清玄，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辱，来日我必百倍奉还。王腾刚转回头，正准备全力催动身法逃离，然而陆清玄却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面前，与他相距不足3尺。王腾瞳孔骤缩，全身汗毛都炸了起来。给个机会，饶我！噗嗤，一道剑光闪过，
王腾的视野便开始天旋地转，最后看到的是自己那具无头的身体，以及陆清玄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眸。陆清玄淡然说道，同时并没放松，时刻注意着周围的环境，用那种怨毒眼神看过我，还指望能溜走？真当我是那些话多眼瞎的反派吗？随着话音落下，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陆清玄这才微微放松。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百战通天路天命之子王腾，获得一个天命宝箱。惊！轰！又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对撞。柳晴苍的剑网愈发密集，每一道剑气都刁钻狠辣，专攻蛟龙的关节与逆鳞之处。黄浩则像一块甩不掉的牛皮糖，金色的拳头不断轰击在蛟龙的身躯上，虽然无法造成致命伤，却也让他烦不胜烦，被牵制得死死的。混账！你们两个老东西，真以为本龙奈何不了你们？蛟龙愈发暴躁的攻击，但想到只要得到那小子的青龙之血，自己就可以化为真龙，心中反而舒爽。可当他的神念扫向身后时，原本应该在那里的王腾却已不见踪影。蛟龙猛地一顿，庞大的神念瞬间铺开，轻易便找到了那具漂浮在不远处的无头尸身。刹那间，天地间的一切声音都仿佛消失了。吼！一声哀嚎震得整片天穹都在剧烈摇晃。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道我这97000年是怎么过来的吗？蛟龙没等他们回答，血红的龙眸中流淌出2行血泪，庞大的身躯因极致的愤怒而剧烈颤抖。97000年，我时时刻刻都被噩梦惊醒，就因为那该死的青龙传承，虽然让我拥有了主宰这方世界的能力，却也让我永远无法褪去这身娇躯，让我失去了化为真龙的唯一机会。我明明修到了渡劫4层，我明明比此界任何一头所谓的真龙都要强，都要努力，可就因为那该死的青龙虚影，让我永远只能是一条该死的尾龙。谁能懂我这条赖皮蛇对真龙的坚持？蛟龙咆哮，响彻云霄，云层在他的怒火下翻滚燃烧，天空被染上了一层诡异血色。黄浩与柳晴苍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之色。这条蛟龙居然正在燃烧自己的精血。我等了97000年，终于等到了它，那唯一的苍天霸体青龙之血，那是我挣脱枷锁化龙登天的唯一机会啊！我暗中守护着它多年，就等着它成长起来，取其一缕本源精血，助我完成最后的蜕变。可你们毁了它，你们毁了我唯一的希望！疯狂的咆哮化作实质的音波，震碎了方圆百里的空间。蛟龙的身躯之上，一道道黑色的雷霆与惨白的冰焰交织浮现，每一枚墨色的鳞片都在这股力量下寸寸崩裂，渗出金色的龙血，又在瞬间被雷火蒸发。既然我的希望没了，那你们所有人都得死，都来为我的真龙之路陪葬！轰隆！下一个瞬间，蛟龙伴随着无穷无尽的黑色神雷与足以冻结神魂的九幽冰焰，飞上万里高空。柳晴苍和黄浩身影瞬移，一左一右，同时出现在陆清玄身旁。吭！柳晴苍并指如剑，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剑域瞬间撑开，将三人笼罩其中。剑域之内，万千剑影流转，化作一方屏障。呵！黄浩一声暴喝，身躯绽放出璀璨金光，气血之力冲天而起，在他身前凝聚成一面厚重如山岳的金色神盾，牢牢挡在最前方。圣子小心！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吼道，同时警戒着蛟龙的终极一击。吼！就在这时，一声庚金王者威吼，裹挟着纯粹的杀伐之气瞬息而至，流光敛去，现出一头通体雪白、额生王字、身绕凌厉金锋的白虎。虎背之上，一道倩影白裙翻飞，眉眼间尽是焦急。师尊！苏清言在虎背上轻轻一点，身形飘落至陆清玄身侧，一双美目在他身上下打量，见他安然无恙，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才稍稍放下。嗷呜！那威风凛凛的白虎也凑了过来，虎头小心翼翼地蹭了蹭陆清玄的衣角，喉咙里发出2声委屈又讨好的低吼。陆清玄看着眼前这只从小胖猫形态解放、显化出神兽真身的白灵，习惯地上手抚摸2下，还是熟悉的触感。苏清言此刻却是懊恼不已。方才他正带着白灵在集市饭后散步，说是散步，其实就是看着这馋猫寻找饭后甜点。谁知他神识感知到柳家府邸方向有300多道大成修士，气息骤然腾空，杀气腾腾，立刻意识到不对，抓起白灵就准备赶过去。谁成想白灵这不争气的家伙居然对方向有自己的理解，他感应到了危险，也感应到了饥饿的召唤尚未完全平息，于是贪吃本能地选择了最优路线，直达城中他最爱那家秘制3头妖猪肘摊位的路线。当苏清言被白灵带到一个油腻腻的摊位前，看着他对着那锅老卤汁猛吸口水时，整个人都麻了。揪着白灵耳朵一通物理教诲后，一人一虎总算回到了柳家。可府邸内师尊早已不见踪影，他闯入房内，正撞见金淑玉和柳梦瑶2人皆是衣衫不整，发丝湿漉，
身上还带着水汽和淡淡的灵药清香，正手忙脚乱地清理着身体，脸上红晕未退，神情古怪。从他们的描述中，苏青言才拼凑出师尊已经离去追敌的事情。再抬头，便看到了远方天际那条发狂的蛟龙。白灵也算是帮了个小忙，居然觉醒了本命神瞳，显化真身，以最快的速度撕裂长空，总算是在这最后关头赶到。思绪电转只是一瞬，苏青言重新看向了万里高空。那条蛟龙的身躯，无穷无尽的黑色神雷，不再是单一的电弧，而是凝聚成了一片片雷霆组成的星云。森然惨白的九幽冰焰，则是结成了一枚枚冰晶神矛。苏青言心头一凛，深知这种终极杀招，一旦锁定，便是不死不休。背身逃跑，只会将最脆弱的后心暴露给敌人，下场只会更惨。唯一的生路，便是撑下去。在他们头顶，那片雷霆星群与冰焰神矛如暴雨般坠落，覆盖了方圆数百里的所有空间。师尊，我来护你。苏青言轻斥一声，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挡在了陆清玄身前。柳晴苍与黄浩对视一眼，尊重地与苏青言并肩，将自身实力催发到了极点。吼！白灵同样发出一声震天虎啸，向前一踏，与苏青言并肩而立，显化真身庚金白虎，将属于神兽的血脉威压毫无保留地彻底绽放。正准备倾泻所有力量的蛟龙，身躯猛然一僵，那双被疯狂与毁灭欲望填满的赤红龙目中，血色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惊骇与茫然。不同于人类修士之间强者为尊的法则，在妖兽的世界里，血脉的阶级是铭刻在真灵之中的铁律。蛟龙终其一生所求，不过是褪去蛟身，化为真龙；而白虎乃是与青龙、朱雀、玄武并列的四方神兽，是此方天地立于血脉顶点的存在。这股威压对于蛟龙而言，不亚于凡人面见天神，奴仆叩见君王，是来自生命本源的绝对压制。清醒只在一瞬，可头顶那已经凝聚成型的灭世攻击，却不会因此消散。蛟龙金色瞳孔骤然收缩，想到了青龙虚影曾对他说过的话：戴上龙角，你将拥有无上威能，却也将失去成为真龙的机会，除非重塑飞升之路。吼！又是一声龙吟，蛟龙眼中闪过一丝期盼。只见他庞大身躯之上，本就崩裂的鳞片再一次炸开，更多的金色龙血喷涌而出，化作血雾，竟强行扭转了这片覆盖了方圆数百里的雷霆星云与冰焰神矛，朝着旁边王家祠堂祖地轰然坠落。